师弟，不要。苏一雪冰眸泛起水雾，雪颜略显痛苦。她雪白的肌肤泛起异样潮红，额前几缕青丝被汗水浸透，贴在柔滑的脸蛋上。林川注视着眼前这位平日里冷若冰霜的大师姐，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他的掌心贴合着苏一雪的掌心，炽热的炎阳真气与冰寒真气交织着。我有些坚持不住了。他的声音带着从未有过的颤抖，那柄从不离手的血息剑此刻竟也歪倒在一边。师姐，将外衣脱去吧。林川声音沙哑，炎阳真火温度的确很高。不行。苏一雪猛地睁大双眼，眸中寒光乍现，但随着炎阳真气的灌入，她的那份清冷也渐渐消散。她背齿紧咬住下唇，那抹嫣红在雪肤衬托下格外醒目。林川见状，故意放慢灵力运转，果然不过3息时间，苏一雪就蹙起秀眉。怎么慢下来了？怕师姐承受不住。苏一雪别过脸去，声音娇软乱心。我受得住。随着炎阳真气的不断注入，苏一雪体内的寒毒被一点点化解，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燥热。赤阳玄冰宫的女子大多都被寒毒侵蚀着，就算是眼前天资绝慧的大师姐也不例外。冰宫招收弟子要求极为苛刻，其中男子必须容貌俊美，还得天赋异禀。外貌上林川几乎是完全贴合，剑眉斜飞，鼻梁高挺，唇形勾着自然弧度，侧脸线条利落，下颌线清晰，眸光流转时还自带神采，无需刻意修饰，清俊轮廓便透着少年英气与沉稳气质。至于天赋方面，他是二长老七指因所收弟子，自然无人敢质疑。而女子则必须有倾国倾城之姿，所以赤阳玄冰宫的女子大多为各个城池的绝色女子，无一不是天使般的容颜。师弟，苏一雪呼吸越来越乱，胸脯也随之上下起伏，或许是感受到林川异样火热的目光，声音里带着一丝慌乱。不要做很坏的事。林川动作一顿，抬眸看向慌乱的大师姐。苏一雪说完就后悔了，瞬间面红耳赤。她为何能说出这种话？可林川却低笑一声，大师姐放心，我只想帮你驱散寒毒。玩笑间，林川的手却是从最初的双掌相贴变成如今的十指相扣。你，苏一雪羞愤交加，可一种异样的情愫却因他的触碰越发汹涌。林川眸色渐深，忽然欺身逼近。师姐，他的气息灼热，拂过他耳畔，你现在的样子可一点都不像受得住。苏一雪想反驳，可唇瓣刚起便被他低头封住。他瞳孔骤缩，大脑一片空白，只觉得他的气息灼热无比，比炎阳真火还要滚烫。他的唇瓣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却又在察觉到他的声色后放柔了力道。苏一雪从未与人这般亲近过，他想要挣扎抵拒，但寒毒侵体下实在无力，最终也只是胡乱推了几下。要想解这般严重的寒毒，寻常赤阳草已然无用，而修炼炎阳术的男子则是最佳选择。其运转炎阳术时的混生的炎阳真气是驱散寒毒的关键。当然还有比炎阳术效果更好的法子，不过那一步的循序渐进，手不要乱摸。他美眸闭合，带着些许颤乱地说道。林川柔声一笑，左手轻轻抚过他泛红的脸颊。好，都听师姐的。屋内忽冷忽热，雪衣外衫和青衣外衫皆散乱在地。林川刚入宗门不久，还没有完全熟练炎阳术，他的寒毒太重，自己的微末修为帮不了他许多。大师姐寒毒侵体太重，而我目前炎阳术尚在一重，完全不能支撑到完全驱散，或许只能以血这一个法子了。林川看着眼前凄霜赛雪的大师姐，眼神迷离起来。苏一雪只觉得天旋地转，林川的唇舌带着令人战栗的温度，将他所有的理智都焚烧殆尽。他本能的想要后退，却被他的手臂牢牢禁锢。不要。苏一雪纤长的睫毛剧烈颤抖着，软声道。他从未想过自己修炼冰心绝本能断绝情欲，清心寡欢，奈何寒毒实在侵扰他多年，积累久了，怕是会断了自己的修炼之路。更没想到初吻就这样便宜了这小子。林川感受到怀中苏一雪的异样，眸色越发幽深。他稍稍退开，看着平日里清冷孤傲的大师姐，此刻眼尾泛红，唇瓣湿润的模样，强行压抑住心中那股涌动。他轻声道：师姐，你的冰心诀怎么不运转了？在贴掌修炼之时，运转冰心诀能极大的促进灵力的交融吸收，裨益无穷。林川见苏一雪并未运转冰心诀，这才强忍下心中火热，好心提醒他。苏一雪闻言猛地睁眼，这才惊觉体内灵力竟完全不听使唤。更可怕的是，他居然软在林川怀中，主动迎合着。放开我！他强撑着最后一丝清明，想要推开他，可伸出的手却软绵绵的，压根使不上力。林川顺势握住他的白皙皓腕，紧了紧怀中雪躯。师姐还是运功为好。他故意凑到他耳边，温热的气息搅乱着他，炎阳真火炽热无比，若是一个不注意，师姐的绝世容颜怕是会折在这里。而且炎阳真气一旦开始灌输，驱散寒毒之前，
不能停下。苏一雪咬住下唇，眸中水汽氤氲，隐带哭腔，他何尝不知，但如今他的状态极为不对。你混蛋！林川低笑，语气撩拨道：“那师姐自己选，继续还是停下？”苏一雪羞愤难当，樱桃般的小嘴撅起，淫怒欲骂。见他不语，林川放缓灵力，做事欲要走下床榻。苏一雪却不觉攥住了他的衣襟，将他拉回自己身前，毫厘之句继续。眼前无瑕的脸蛋让林川眸光燥热，没再犹豫，微微俯身附住了他的丁香软唇。苏一雪玉躯一颤，浑身发软，将仅存的一点意识全用在了冰心诀上。苏一雪胸脯起伏，彻底溃败。最后的理智消散前，他恍惚听见林川在他耳边低语：“师姐，这次是你主动的。”林川褪去他外伤后，目光蓦地吃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丰盈玉润的身段，银白雪腻，玲珑浮凸。恍惚间，林川直接用炎阳真火熔断了里衣衣带，莹润的玉峰顿时跳了出来。此等佳景，林川只觉鼻中稍有不慎，便会红叶淌出。苏一雪轻嗔一声：“师弟，你这样，那我待会儿穿什么？”林川没有回应，只是目光灼灼地凝着眼前的娇美女子，银白如玉的肌肤吹弹可破，曼妙的身段勾魂摄魄，诱人至极。林川的眼中倒映着她那绝美的容颜，清冷中此刻也不乏一丝妩媚，令人心生神往。林川握住她的皓腕，柔声说道：“师姐莫要担心，即便不穿，夜色深沉，也无人能够看清。而且以师姐林三境的修为，回到自己房间不过片刻而已。”苏一雪听罢，眼中闪过一丝嗔怒：“哼，哪有女子不穿里衣出门的，哪怕是在夜晚。”听着怀中女子的娇怨吐息，林川脑子更热，轻柔地将她放在了软榻上。少女眼中满是慌乱，林川的目光亦是难以抑制的躁动。苏一雪的玉颊瞬间变得滚烫，呼吸也急促起来。不着丝缕的她看着身前的俊秀男子，满是羞怯，又不失几分惶恐。“师弟别！”苏一雪娇甜温婉的柔音让林川脑子更热。林川可是知晓，女子总是心口不一，不要就是要师姐，你真美。林川的声音带着一丝挑逗，轻薄自己的大师姐，狗都不干的就是这事，送上门的大师姐岂能白白不要？话音刚落，他便低下头，再次附上他的朱唇。苏一雪娇吟一声，尽管方才已有过些许接触，但这般亲昵的动作仍让他几乎失去了理智。无力感袭来，冰心诀再也不能让他做回平日里的冰冷仙子。苏一雪的身子越来越热，体内的寒毒也在不断翻涌，修为也在悄然变化。林川的手一点也不安分，纵使她平日里是极为清冷的大师姐，但此刻也只是一个女子。“师弟别！”苏一雪娇喘着，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力，可这声音听来却更像是温柔的呢喃。林川微微抬起头，看着眼尾泛红，嘴唇微肿的苏一雪，那平日里冷若冰霜的模样此刻满是风情。他只觉得心中的冲动愈发难以遏制，但林川仍保留着一丝理智，清楚大师姐此番前来的目的。他必须先帮她压制寒毒，才能迈出那一步，否则寒毒很容易反扑。前戏颇多，但都是压制寒毒的关键。不知不觉间，林川的手也不觉顺在了一处酥软之地。呜呜！苏一雪大脑一片空白，渐渐的，她也沉浸其中，不再挣扎半分，双手不觉间环上了林川的脖颈。林川见状，肆意了起来，尤其是他那双邪恶之手，直让苏一雪英明不止。林师弟，不要揉，行吗？苏一雪可是连男子的手都未曾牵过，哪受得了这般再次呜咽出声。师姐，放轻松，很快便好。林川唇瓣贴近他耳畔，低语一声。苏一雪咬着下唇，轻轻点了点头，那模样既娇羞又惹人怜惜。林川低语，差不多压制住了。失去最后的顾忌，林川俯身迈出了最后一步。夜色宁静，而屋内气氛却无比炽热。不知过了多久，苏一雪紧闭双眼，她软在床榻上，脸上还带着未消的红晕。此刻的她全然没了往日的清冷，如同沐浴过雨露的花朵，散发着别样的柔媚。林川侧过身，将她搂入怀中，手指轻轻拨弄她额前凌乱的青丝。林川这一举动却是让苏一雪瞬间清醒，眸中泛出冷光，似有杀意。林川倒也眼尖，连忙收手，尴尬一笑，忽然道：“大师姐，你的修为。”语落，苏一雪瞪了他一眼，而后缓缓起身，连忙运转冰心诀，感受身体的变化。苏一雪的起身，林川的目光也跟着上转，直勾勾锁在他丰盈的雪躯上。竟有如此收获！苏一雪惊呼一声，正想道谢一句，眸光转向他，却是瞬间迎怒。啪！大嘴巴子的就是响，随后他娇斥一声：“流氓！”还看？林川无辜的笑了笑：“师姐，天地良心啊！师姐如此风姿，不看的人才怕是脑子有病。”苏一雪不再与他多言，眨眼间便雪衣披身。这次虽被你占了便宜，但好在收获颇丰。等下月三宗大比，
我定能脱颖而出。话音落下，他的目光再次看向林川。这次多谢你了，但若你敢将此事说出去，我绝不轻饶。他眸中闪过一丝冷色，显然不是开玩笑。苏一雪如今修为是03境7重，冰心诀也到了第6重。林川只是一个玄一境6重的小子，哪里敢招惹这种姑奶奶啊？玄一境之后是真2境，然后才是03境，他们之间有着2个大境界的差距。他若想出手，弹个手指怕是就能让林川烟消云散。悚然间，林川背后似有冷汗冒出，随后他满脸堆笑道：大师姐，客气了，若日后仍有需要，尽管来找我。苏一雪瞪了他一眼，还想连吃带拿？滚！雪息剑瞬间飞回他手中，一道剑气斩出，一字落下，随后便消失不见。林川看着脚尖处的剑气，后背发凉，靠，他来真的啊！上一秒还是夫妻情，下一秒就想杀人灭口，也太绝情了吧！真是个冰坨坨，怪不得少有男子与他接触，不是完全没有。窗外月光明亮，林川自感身体有所变化，也开始坐定调息。方才帮助大师姐驱散寒毒，林川觉察到自己的炎阳真气也有了微妙变化。炎阳术跟冰心诀皆有9重，大师姐寻他帮助之时，他的炎阳术还只是一个新手菜鸟境界，一众巅峰的样子。但此刻他体内的炎阳真气汹涌澎湃，隐隐已有突破的迹象。没再思索太多，他抓住契机，一举突破起来。引气，洗脉，砰的一声，屋内温度急剧升高。突破了，炎阳术2重。林川灿然一笑，大师姐也太好用了。师尊说的果真无错，与冰心诀修是合修，对炎阳术大有裨益。更为惊人的是，他的修为也暴涨了。还没完吗？他难以置信地感受着身体灵力的运转。玄一境9重，林川肆意地笑出了声，连破3个小境。不，还没停，真2境1重了，大境界都能突破，简直太逆天了。林师弟，你还没睡吗？屋外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忽地传来，林川脸上的笑容瞬间收起。五师姐。林川望向窗外，只见云小棠身着一袭淡绿抹胸裙，俏生生立在院中。她不过16、17岁模样，但娇小玲珑的身段也有几分诱人，可不能被她发现了，得赶紧收拾一下这里。林川慌乱着应道：五师姐，我正修炼呢，下月3宗大比，我可不想丢吃杨玄冰宫的脸。五师姐名为云小棠，娇小俏皮，灵动可爱。林师弟，你刚入宫不久，大比之事交给我们这些师姐便好。一边说着，云小棠一边迎步靠近着林川房门，差不多3尺之距时，她忽觉端倪，俏声问出：咦，你屋里好热啊？难道你的炎阳术突破至2重了？云小棠出声，声音空灵清脆，悦耳动听。要不帮我驱寒毒？又 TM 来一个。林川没有丝毫犹豫，拒绝道：师姐，今晚有些太晚了吧，要不明天？之所以拒绝，倒也不是因为身体吃不消，而是因为屋内还有上一场云雨的余韵，若被看出了端倪，苏一雪怕是真饶不了他。云小棠不乐意了：林师弟，你怎么都不引我进去坐坐？他的声音带着几分娇嗔，还未说完，便是将纤纤小手放在了门上。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云小棠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五师姐，你怎么直接进来了？无措间，林川竟是将苏一雪的雪白里衣直接塞在了衣内。林川虽是背对着云小棠，但云小棠倒也鸡贼，直接逼近他，将他刚藏于衣内的血衣一把抓了出来。完了，藏不住了，这大师姐不得杀了我。云小棠娇笑一声，手中把玩起雪白里衣来。林师弟，你怎么还有这癖好？云小棠未经人事，此刻也是俏脸微现红晕，娇乱说着。林川松了口气，还好没发现。随后他尴尬一笑：五师姐见笑了。不对。云小棠忽地惊呼出声，玉颊染满红霞，她捏着雪白里衣的小手瞬间僵住，脸上是少见的金色。这上面是大师姐的气息。不要啊！林川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嗓子眼了，连忙否认。五师姐说笑，他下意识伸手想夺回来，却被云小棠灵巧躲开。我就说你这边有很大的动静，原来是你跟大师姐。云小棠眸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林川本还想否认，不是你想的那样。云小棠又四处望了望，随后眸光一亮，指着地上的一道剑痕，嗤笑着说：骗人！诺，你看地上很明显是大师姐的血息剑斩出的剑痕。林川暗骂一声：造孽啊！林师弟，你还要否认吗？云小棠嬉皮笑脸地看着他，见他不语，他继续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赤阳玄冰宫可是很支持这样的。云小棠这一揶揄倒是让林川有些想通了，索性也摊牌了。五师姐，的确是你想的那样，但你千万不能往外说啊，不然你师弟我就死定了。云小棠忽然踮起脚尖，
凑到林川耳边，柔声软语：“可以啊，不过我可是有条件的。”他自然是没想到，冰山美人般的大师姐居然也会令川感觉不妙，但还是为了保住小命，我答应师姐。我还没说什么事呢。云小棠眼波盈盈，这件礼衣我得带走，还有明晚你得去我房间。云小棠话刚出口，俏脸就红晕起来。去你那！林川的声音陡然提高了8度，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有这种好事？那我还修炼个屁啊！直接等人上门服务不就好了？云小棠的脸更红了，小手攥着雪白礼衣。怎么？大师姐可以，我就不行？她突然撅起小嘴，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还是说，林师弟觉得我不如大师姐漂亮？师弟不敢。林川回过神来，连连摇头。此刻林川脑子里全是要被大师姐那副冰冷面孔，冷冽让人魂寒。他不禁又偷偷瞥了眼地上那道冰痕，仿佛已看到血溪溅架在自己脖子上的画面。许久，林川再次出声：“好，我答应师姐。”云小棠面带月色，笑嘻嘻说着：“那就这么说定了。那明晚林师弟一定记得来哦。”他晃了晃手中的战利品，大师姐的衣服就先抵押在我这儿了，要是师弟赶不来，我可就……他故意拖长了音调，拿给大师姐看。林川心里暗骂着。林川本还想说些什么，云小棠却是转眼不见踪影，今夜的驱毒，他完全被动。也不对，绵之在一起时，他还是占据主动权的，但他还是有些发苦，总不能一上来就来事儿吧？正经驱散寒毒可不容易，而且他修为低，一番下来，怕是又得精疲力尽无妨，实在是不可谓，也只能事急从权了。想到这儿，林川不禁淫邪一笑。林川望着云小棠离去的背影，满心无奈，又隐隐有些期待。好不容易收拾好房间，躺回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交替浮现出苏一雪清冷又妩媚的模样，以及云小棠娇俏灵动的笑容。冰灵山雪医院，苏一雪回到自己住所，她那张冷面的俏颜仍有未散的红霞，她的冰心在今夜彻底开了一个缺口。她本是要像宗主他们那般一直坚守本心，直至劫4境甚至更高才考虑迈出那步，但即便是宗主长老，他们也都未曾迈出那步，因为他们还尚未出现熬不过去的瓶颈期。苏一雪没能忍住，或与她的特殊体质有关。师尊曾说她是玄冰玲珑体，乃是最适合修炼冰心诀之人，不过其带来的反噬也是最大的，即寒毒。苏一雪捂着微微肿起的朱唇，那家伙真是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说罢，他便开始巩固修为和冰心诀。好不容易熬到第2天晚上，林川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云小棠的房间，门半掩着，屋内有淡黄明亮的烛火。他深吸一口气，轻轻敲了敲门。如今我的炎阳术已是2重，应该能够承受住吧？林川的内心挣扎着，因为承受不住便是和苏一雪一样的结果。进来吧，林师弟。屋内云小棠甜美的声音传出。林川推开门，屋内弥漫着淡淡的花香。云小棠只身着一件淡粉色的纱衣，却能完美诠释何为真正的冰肌玉骨。看到林川进来，他俏皮地挑了挑眉：“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要当缩头乌龟呢。”林川尴尬一笑：“我哪敢不来啊？大师姐的怒火我可承受不住。”云小棠走到林川身边，拉着他在床边坐下：“我们开始吧，这寒毒最近可把我折磨坏了。”说着，他的眉睫微微蹙起，一脸可怜相。林川点点头，二人双掌贴合，他开始运转炎阳真气。随着真气的输入，云小棠的脸色渐渐变得红润，呼吸也急促起来。不知不觉间，他的身体已微微颤抖，眼神中也透露出一丝迷离。他可是头一回与男子如此近距离接触。林师弟，我感觉好奇怪，云小棠轻声说道。林川淡淡一笑，这是寒气与真火冲突时的正常反应，师姐忍忍，很快就好。然而云小棠却忽地抱住林川，娇躯紧贴着他。林师弟，我突然感觉好冷，能靠我近些吗？林川周身的炎阳真火的确很暖，他想要靠过来倒也情有可原。不过这怎么有些像倒贴云小棠的身子贴得很近，林川隔着外衣都能触到她嫩滑的雪肤。林川身体一僵，心中一颤，不会跟大师姐一样吧？感受着师姐柔软的身躯，他的心跳陡然加快。但使命所在，他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悸动，努力保持清醒。他的炎阳术已突破至第2种，但是跟冰心诀4种比起来还是很吃力。许久，云小棠的颤动停了下来，樱桃小嘴贴近他耳畔，软语道：“好暖。”他似是无意间的一句话，却是瞬间点燃了林川。他只觉脑子里有一股火热涌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亲了上去。云小棠嘤咛一声，双手紧紧环住林川的脖颈，不退反进。屋内的温度急剧上升，衣物一件件散落，而后陷入云雨之中。翌日，暖洋洋的日光打在林川脸上，
他缓缓睁开双眼，身旁的云小棠正娇软地躺在他的怀里。云雨之后，他发丝散乱，却也衬得他雪颜娇美，脸蛋也红润可爱，娇俏动人。林川看着怀中的云小棠，心中五味杂陈。他低语一声：“寒毒一丁点不剩。”云小棠似是察觉到林川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睁开了惺忪的眸瞳。只一瞬间，她的脸颊瞬间变得绯红。此刻她银白如玉的肌肤竟现在林川眼中。五师姐，我该走了。林川轻声唤道。云小棠抬头，眸中满是羞涩与柔情。师弟，谢谢你。林川轻抚着她的秀发，师姐客气了，能帮到你便好。只是此事还望师姐莫要外传。云小棠轻点琴手，双臂环胸。这种事，哼，我才不会乱说。林川倒是相信，但云小棠有诸多关系不错的姐妹，他怕她会忍不住露出马脚。如今他已与大师姐、五师姐都有了这般亲密关系，若被他人知晓，只怕会在宫掀起轩然大波。刚进宗门不久，便收女多多，那还得了？师姐们不得争着来，就算我是真龙转世，也不可能吃得消啊！两人正说着，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云小棠脸色一变，急忙从床上坐起，慌乱地整理着衣物。林川也赶紧穿好衣服，心中暗叫不好。五师妹，你在屋内吗？师姐来看你了。门外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云小棠脸色煞白，是三师姐来了。她平日里最爱八卦，千万不能被她发现你在这里。林川环顾四周，发现屋内并无可以藏身之处。五师姐，你的屋子都被你的漂亮衣服塞满了，压根儿没地藏。云小棠灵机一动，拉着林川躲到了床榻一侧的屏风后面。进来吧，三师姐。云小棠用平静的语气说道，她的衣襟都有些未收拢。门被推开，一位身着淡蓝色衣衫的女子走了进来。她便是赤阳玄冰宫的三师姐柳如烟，眉清目秀，千媚横生。柳如烟媚骨天成，即便只是随意立于男子身侧，眼波流转间便有一股令人心魂摇曳、难以自持的风情，而她的身段更是玲珑曼妙，宛若上天精雕细琢的尤物。一双修长笔直的玉腿在淡粉长裙下若隐若现，勾画出惊心动魄的弧线。最令人窒息的莫过于那一双银玉堆车的巨硕雪峰，饱满圆润，丰腴如熟透的蜜桃，沉甸甸地压在胸前，峰峦曲线，勾心摄魄。五师妹，瞧你这脸色红润的，莫不是寒毒好了？柳如烟笑着说道。云小棠点了点头，这还多亏了林师弟，我的寒毒才能驱散。柳如烟眼睛一亮，哦，那林师弟人呢？我可得好好谢谢他。云小棠心中一紧，慌乱道：林师弟昨日帮了忙便走了，点心都不拿一些，那可是我最拿手的东西。随后他岔开话题，对了，三师姐，你今日怎地有空来看我？柳如烟在屋内四处打量着，眸光忽明忽暗。我这不是担心你的寒毒，一拿到这上品赤阳草就赶忙过来了。不对，你这屋内有男人的骚气。柳如烟美眸一转，还有师妹，你修为怎地到了03境4重？他可是比云小棠先进宗门，修炼时间远多于他。如今看着与自己相同修为的云小棠，不禁有些诧异。云小棠眸中闪过一丝慌乱，强装镇定道：也是林师弟的功劳，他不仅用炎阳真火帮我淬洗了灵脉，让我不再受寒毒侵扰，还让我的修为也升了一些。柳如烟竖了竖柳眉，狐疑地看着云小棠，随后目光流转，又在屏风那儿盯了一小会儿。原来如此，那这新来的林师弟当真不错。不过即便你寒毒解了，这上品赤阳草也要拿着，我可是费了好大劲儿才弄来的，你不能拒绝三师姐吧？柳如烟先手一扫，手中赤阳草被推了过去。云小棠接过赤阳草，强挤出一抹笑容，谢谢三师姐。柳如烟在屋内又坐了一会儿，与云小棠闲聊了几句，可她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往屏风那儿瞟。林川在屏风后大气不敢出，若不是云小棠突破了03境4重，柳如烟早发现他了。五师妹，你这屋内收拾的倒是干净，不过我看这屏风似乎有些陈旧了，不如我让人给你换个新的。柳如烟总感觉哪里不对劲，突然说道。林川闻言心里一紧，还是被发现了。明明五师姐看上去与三师姐不相上下啊。云小棠心中一惊，连忙说道：不用了三师姐，这屏风我用习惯了，换新的反倒觉得不习惯。柳如烟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道：那好吧，或许是我多心了，如此我便走了，你好生调养身子。云小棠送柳如烟到门口，等她走远后才长舒一口气。她回到屏风后，看着林川，冷汗直冒。三师姐真不是省油的灯，时不时往这儿瞟一眼，若再近些，我的灵石覆盖对她就没用了。林川从屏风后走出来，也是心有余悸。你们修炼的是冰心诀，而我修炼的是炎阳术，在冰宫我完全就是异类，很难不被注意。云小棠扑哧一笑，娇声道：还不是因为你欺负了我整整一夜。五师姐不也是，
舍不得我走。林川一脸无辜，说完便往外走。云小棠突然想起什么，道：不能从正门出去，白天师妹们都在外边呢。林川的修为可不支持他瞬移，就这样出去必被抓包。林川眉睫微蹙，思索片刻，嘴角咧起。那我是不是不用走了？云小棠鼓了鼓腮帮，还想占我便宜？现在都还有些痛。这样，我带你从后院溜吧，那里只有一个师姐，希望不要碰到她。林川有些无奈，怎么一个个都要偷偷摸摸的？对云小棠来说，这事儿的确不算光彩，但对林川来说，被发现了，那就是源源不断的原因啊，压根不愁修炼。不过，林川倒也不是那般滥情之人，能踏踏实实修炼，最好我听五师姐的。林川应声，悻悻地跟着云小棠往后院走去。后院由二师姐专职照看，其间是色彩纷呈的灵花圣草，青石小径上落满了花骨朵。云小棠行在前方，灵石不停释放着。师弟快些！云小棠传音道。林川苦笑着加快脚步，但下一秒他猛地被绊住了什么鬼东西。林川低头看去，竟是一株大头花，它的缠合力极强，只片刻其墨绿藤蔓便已缠上了林川靴底。什么人？两人尚未反应过来，青石小径尽头已传来衣袂带风的声响。云小棠幽怨一声，指尖骤凝一枚冰刃，割断了大头花。林川也是连忙运转炎阳术，将大头花焚烧殆尽。再顾不得许多，云小棠拽着林川旋身扎进左侧花丛，而后他手指一弹，淡粉色的花瓣簌簌垂落。接着他急运灵石织成屏障，恰在楚青离灵石扫来前隔绝了气息。透过花枝缝隙，林川看到了迎步踏来的女子，正是二师姐楚青离。只见楚青离驻足数丈外，青素雪衣衬得她眉峰如簇，腰间花月剑在风中轻颤着。奇怪，楚青离凝目扫过摇曳的花丛，方才分明有灵力波动。他灵石散开，仍未发现什么端倪，旋即就要转身离开。花丛中，林川被云小棠压着，二人四目相对，但都一语不发。云小棠香香软软的娇躯紧贴在自己胸膛上，即便是白天，这也让林川有些燥热。云小棠忽然轻哼一声，俏脸微红。他试图挪动身子，但若动，二师姐必然发现。最后他还是大局为重，没有乱动，任由林川感受着香枝软玉不对劲。楚青离再次转身，目光锁定了这片花丛，手已经按在了剑柄上。谁在那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雪白灵兔突然从花丛中窜出，蹦跳着从楚青离脚边跑过。兔子！楚青离松了口气，收回按在剑上的手。是我多虑了。待他的身影消失在回廊尽头，两人才长舒一口气。吓死我了！云小棠拍着胸口，粉嫩的小脸上还带着惊魂未定的红晕。师弟，你的手能拿开了吗？林川目光倾斜而下，下一秒他蓦地惊住了，他的手竟是放在云小棠酥酥的绵软上。他先前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压制那抹狂热躁动，并未发现自己进行着禽兽之事。对不起，吴师姐，我不是故意的。而后林川转念一想，眸瞳骤然沉下，不对啊，不是师姐主动扑倒的我吗？云小棠歪了歪脑袋，那我的便宜你是不是占了？哼！云小棠气鼓鼓地瞪着他，眼角却带着几分娇羞，等下次再跟你算账。两人正要从花丛中起身，突然听到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云小棠脸色一变，猛地又将林川按回花丛。林川在下，云小棠扑在他身上，与先前差不多一样的姿势，但不一样的是，林川这回真切感受到了酥软的温度与柔度。云小棠闷哼一声，压低声音道：别乱摸，二师姐又回来了。果然，楚青离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小径上，他眉头紧锁，灵石不断扫视周围。奇怪，他喃喃自语，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花丛中，云小棠娇软的温热吐息轻打在林川颈间。我造，这不是玩我吗？林川内心已极度燥热，好不容易压下去的起念又被点燃。楚青离缓步逼近花丛，剑锋乍现，二人面前的花枝被完全切开。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吴啊！云小棠惊叫一声，将林川护得更紧。五师妹！楚青离愕然地看着花丛中相拥的两人，你们这是在做什么？云小棠的大脑飞速运转，而后胡言乱语起来。我们在找我的银镯。对，就是师尊送我的那枚储物银镯。语罢，他推开林川，起身又俯身，有模有样的在周围扒拉起来。林川面容极其苦涩，感觉遇到了猪队友。楚青离狐疑地看着两人，月眉微蹙。找银镯为何不是两人分开找，而是搂在一起？林川再也看不下去了，迅速起身传音道：五师姐，你的演技太拙劣了些，二师姐哪里会信？云小棠却是冲他做了个鬼脸。哼，刚刚占了我那么多便宜，现在还反过来说我是吧？
信不信我教你跟大师？林川瞬间打断了他，我信。你们俩嘀咕什么呢？说偷偷摸摸的到底在做什么？楚清离带着一股不容拒绝的清寒，肃声询问道。云小堂推开挡在前面的林川，走上前去，搂住楚清离的莹润柔仪，摇晃着娇声道：二师姐，我真的只是在找我的银镯，他对我很重要。云小堂一边说着，一边将琴手埋在他怀中蹭了起来。二师姐亦受不住他的撒娇，好了好了，只要不是来偷灵草便无事。西，二师姐最好了。林川，我们走。云小堂最后蹭了蹭楚清离傲人的御风，赶忙拉着林川逃开了。楚清离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柳眉蹙起。几天不见，五师妹修为大涨，应是失身了。他眸中闪过一丝艳羡，当然不是你想的那种羡慕，而是羡慕五师妹修为大涨。三宗大比，楚清离也想争一下前十，因为他需要前十的奖励，无论奖励是什么。好了，就是这儿了，沿着小径一直走，后面的路你肯定熟悉。云小堂冲他撇了撇嘴。林川愣在那儿，没有立刻离开。还不走？待会儿人更多了。云小堂娇斥着，下回五师姐要不还是去我那儿，我那儿根本没啥人，这种乌龙事件几乎不存在。云小堂眸光微现慌乱，谁要再被你欺负，坏死了都。一想到林川要他做的那些羞耻姿势，他就想骂人。那我找你。林川淫笑一声，赶紧滚。云小堂欲言迎怒，御敌飞出，寒芒乍现。林川见状撒腿就跑，又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女人，惹不起惹不起啊。五师姐，记得把大师姐的证据销毁啊。我走了。最后落下一句，林川瞬间跑没影了。哼，真是个可恶的家伙，还想我去他那儿。云小堂鼓着香腮，喃喃一句后亦是返了回去。石川山，林川回到月岩阁，他甩掉沾有泥巴的鞋子，脱掉还留存着五师姐温香的外衣，一整个铺在了自己的床榻上。呼，还是自己床上舒坦，在别的地方不是这来师姐，就是那有师姐的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哪是我的作风。许久，他感受了一番自己身体的变化，真二境巅峰，还不错。不过为何五师姐修为境界比我高，还能上升2个小境界，而我却只能上升1个？他疑惑着，不断的运转灵力反复印证，直到床滋啦响了一声，他才停下。难不成女子有 buff 加持？想不通便不想了，补觉补觉。昨晚那番折腾都没睡好，慵懒的一躺，林川成大字睡着了。银雪阁，一雪，你突破了，还是连跳好几个小境界？苏一雪的师尊七指柔略带震惊地问道。苏一雪有些难以启齿，弟子侥幸得来一株圣药，才得以精进至此。他平素从未说过谎，此刻脸上神情苦涩。七指柔乃是劫四境玄者，哪里感知不到他的神情变化，但他没有拆穿，轻声说道：如此甚好，下月3宗大比，我们赤阳玄冰宫争得首位的几率又大了些。冰宫若拔的头筹，不仅能够获得新兰城这座超级大城的3年管理权，还能派遣5名弟子前往星陨圣灵。3宗大比顾名思义是3个宗门竞相争斗，而这3大宗分别是赤阳玄冰宫、极道宗、昆仑殿。3宗谁得第一，便是能得到新兰城的管理权。新兰城可就厉害了，它是无风大陆南域最大的一座城池，其存在发展已数百年，其间天材地宝更是多不胜数，所以这座宝库无论哪宗都对它垂涎不已。大比每3年比一次，极道宗是上次大比的获胜方，听说这3年来已有诸多弟子晋升了劫4境，而星陨圣灵则是一处遗迹，其间秘藏宝物无数，是不可多得的宝藏之地。不过因为100年前的一场大战，星陨圣灵被3宗宗主联合下了禁制，任何人都不许进入。此次大比首次准备开放这座宝藏，但也只允许10名弟子进入，而且弟子修为还不能超过劫4境。冠军宗门5个名额，亚军宗门3个名额。冰宫宗主对此次大比也是极为看重，几乎耗尽了宗门近10年的底蕴，来帮助弟子提升修为。苏一雪顿时瞠目，星陨圣灵不是被下了禁制吗？七指柔娓娓道来，这是新增的奖励，里面机遇无限。一雪，你作为大师姐，即便我宗名次不前，弟子定然全力以赴，不会让宗门受辱。苏一雪打断师尊的丧气话，强硬地说道。赤阳玄冰宫可是30年位居末位了，林川来之前，宫内尽是女子，而其他2宗参赛弟子中男子居多，优势显而易见。我这儿有株冰山雪莲，你且拿去。七指柔手中忽地旋起一株灵药，莲花隐隐闪光，冰芒刺目。好一朵冰山雪莲！师尊，这不是您孕养多年准备冲击境界的那朵吗？为何要赠予弟子？苏一雪没有去接，而是轻声反问着。师尊暂时用不着，此前情况看来，你的修为提升比为师更重要。我可是听说昆仑殿有名叫做凤仪宁的女子，不仅修为适龄3境巅峰，还是特殊的凤凰体质。
七指柔眸中满是宠溺。虽说你也是特殊体质，但你差在了修为上，他是目前来看你最大的竞争对手。以你现在修为，根本无法与他争。不过，你若在大比之前炼化了这雪莲，那就说不准了。苏一雪闻言，冰眸闪过寒光，盈盈一礼，收下了冰山雪莲。弟子定不辱命。好了，你退下吧。苏一雪转身，正准备离开时，七指柔一句话却是让他玉颊瞬间泛红。若雪莲实在炼化不了，可以再去找林川，他的天赋不弱于你。苏一雪俏脸染上粉霞，原来师尊知道了。七指柔未语，只是柔声一笑。苏一雪最后又行了一礼，而后3步并作2步，光速逃离了银雪阁。赤阳玄冰宫众弟子10日后将会是3宗大比，地点为新兰城演武场，望各位好好修炼，争取赢下新兰城的守护管理权。宗门内响起大长老木燕的传音。木燕是冰宫五长老，风光旖旎，水媚娇润，尤其是那玲珑浮凸的丰腴身形，引得不少人艳羡。这几天林川一直在潜心修炼，过得相当平静。一番下来，他的修为巩固在真二境3重巅峰，炎阳术2重也彻底掌握了火候。为什么非得有男弟子参赛啊？这是什么牛马规定啊？冰宫修为比他高的大有人在，参赛人数就算再多，总不能多到1万吧。不过他也并未因此懈怠，反而绞尽脑汁想着快速突破的法子。其实他是有捷径可走的，只要捷径这么快就来了。只见一位清冷女子踩着雪溪涧，其肤光傲雪流溢，其身段更是浑圆饱满。冰坨坨来了，不会是知道了什么吧？林川倒也很懂事，很快便出现在门口，随时准备迎接大师姐。大师姐好。行了，收起你那正经的样子。苏一雪都没有正眼瞧林川，但这也让他放心了。幸好没露馅，不然死翘翘了。苏一雪声音忽然轻柔起来，你今晚有空吗？看着没有一丝纤尘和瑕疵的完美冰颜，林川脸上浮出金色。这是准备取悦本公子。林川嘴角扬起，勾出一抹若有若无的浅笑。大师姐无论何时找我，我都有空。苏一雪没有看向他，美眸轻眯，而后唇半轻启。师尊赐我一朵冰山雪莲，我一人不足以在大比之前完全炼化它，所以想要再次借助师弟的炎阳真火。当然，冰山雪莲你也可炼化吸收。我想你也很想提升实力吧。微风拂过，苏一雪淡蓝色雪纱被带起，她轻抚发丝，似在掩盖自己的慌乱。林川满口答应。师姐是我们宫的主心骨，只要能帮到师姐，就是我最大的收获。苏一雪忽地轻咬玉齿，慌乱道：但林师弟，你不许再像上次那般了。林川心里一愣，上次也没啥，还是师姐主动的，我不过顺势而为而已。苏一雪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只是轻飘飘地留下一句：晚上雪医院，我等你。夜幕降临，皎月高挂，月色迷人。但此刻林川的心中的想法更迷人，他已准时来到了雪医院。吱呀一声，院门被他轻轻推开，只见满园冰晶闪烁，中央一方寒玉台上，苏一雪正盘膝而坐，她面前悬浮着一朵晶莹剔透的雪莲，散发着刺骨寒意。大师姐，林川轻声唤道。苏一雪睁开眼，声音清冷：坐。林川刚靠近寒玉台，就冻得打了个哆嗦，这雪莲散发的寒气竟比苏一雪的冰心诀还要凛冽。你先运转炎阳术。苏一雪肃声道，稍后我便会牵引雪莲之力让你炼化。两人掌心相贴，林川立刻感受到一股极寒灵力涌入体内，他咬紧牙关，炎阳真气在经脉中瞬间翻涌起来，但修为的卑微让他瞬间汗流浃背。苏一雪突然闷哼一声，雪莲剧烈震颤。林川惊讶地发现大师姐的手腕已经开始凝结冰霜。大师姐，别停。苏一雪咬牙，雪莲有灵性，在抗拒。电光火石之间，林川突然想到一个冒险的办法，他猛地将苏一雪拉入怀中，炎阳真气直接透过肌肤传递。掌心之间传递只是传统的办法，炎阳真气若能近距离接触，效果更佳。你……苏一雪美眸瞪大。大师姐，你忍忍，事急从权，我若不这样做，你会很危险。林川轻语一声，双臂蓦地收紧。你赶紧牵引雪莲灵力，我辅助你。苏一雪贝齿紧咬，思考了一小会儿，最终还是放任了林川，他也开始认真炼化起雪莲来。砰砰砰，炎阳真气与雪莲寒气在两人肌肤间激烈交锋着，隐隐间竟形成了微妙的平衡。苏一雪原本苍白的脸色渐渐恢复红润，白皙皓腕上的冰霜也渐渐褪去，效果果然很好。林川俊颜泛喜，苏一雪也惊讶地发现雪莲的抵抗减弱了。林川忽的低语一声：大师姐，再靠我近些，这样真气才能顺畅流转。不知怎的，苏一雪的身子忽地软了下来，鬼使神差般的往林川怀中靠近了些。他的发丝触到了林川鼻尖，
林川只觉发间的清冷幽香让他极为巴适。一声轻吟从苏一雪唇间溢出，他慌忙咬住下唇，却止不住身体的轻颤。冰山雪莲始终挣扎着，苏一雪心魂刚乱，就被他趁虚而入。此刻他那单薄的纱衣已被汗水浸透，曼妙的曲线被勾勒无遗，简直就是人间极品尤物。师弟，雪莲反击了。苏一雪的声音带着从未有过的柔软，要不再近一些。林川自然乐意，手臂又收紧了些。到了此刻，他玉体的软感柔感已然被林川感受了个清清楚楚。林川的内心已有些燥热了，但很显然此时不是时候。雪莲在他们头顶上方缓缓旋转，冰晶般的花瓣渐渐变得透明。为了增加受力面积，让炎阳真气传输住手效率更高，林川在手握柔仪的基础上加上了身子紧贴。只见林川再次一拢，苏一雪玉躯一整个都贴在了林川滚热的身子上。苏一雪似有所感，娇乱一声：“你这是做什么？”林川嘴角咧了咧：“师姐放松，我只想帮你快些炼化。”“那你也不能这样搂着我吧？”苏一雪紧张道。“师姐信我便是。”许久，苏一雪妥协了，随后闭眸完全投入炼化雪莲中。林川很是尽力，几乎每分每秒都将炎阳术运转到极致，这也让他有些吃不消，热喘不断吐在苏一雪的雪颜上。他的睫毛不停地颤抖，玉颊也早已被这温热吐息乱成红扑扑的苹果。3天后，雪莲终于完全炼化，林川松了口气，开始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真二进五重，连破3个小境界的林川惊呼出声。苏一雪亦是雪颜泛喜，其周身铺着耀眼的冰蓝色光芒，他猛地睁开双眸，瞳孔中似有万千冰晶流转。我也要突破了，他轻咬朱唇，声音带着几分激动。林川见状，来不及坐定吐纳，再次运转起炎阳术。突破之时是最虚弱的时候，寒毒很容易侵入体内。林川一点也不含糊，将大师姐再次揽入怀中。苏一雪先是一颤，随后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大师姐放心突破便是，我用炎阳真气护着你。”5天后，苏一雪血眸睁开，其身上冰蓝色光芒比之先前耀眼了数十倍不止。03境巅峰，师尊的冰山雪莲不愧是蕴养多年的圣药，竟让我连升2个境界。苏一雪娇呼着，想要起身时，才发现自己整个身子都贴在林川身上，而林川的眸瞳也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被汗水打湿的肌肤。林川顿觉不妙，后背发凉，不会又要跟上次一样吧？但出乎林川意料的是，苏一雪并没有像上次那般放出剑光。师弟，苏一雪的音调忽然低了好多，她下意识地想要推开林川，却发现自己的手臂软绵绵的使不上力气。林川这才如梦初醒，连忙松开环抱的双手，但苏一雪身子极为虚软，摇摇欲坠，竟是直接向后倒去。他眼疾手快，一把扶住她的香肩：“师姐小心！”两人再次贴在一起，连苏一雪睫毛上凝结的细小冰晶林川都能清晰看见。苏一雪别过脸去，声音带着几分羞涩：“放开我！我若放开，师姐站得稳吗？”林川问的虽很轻佻，但的确是关心他。苏一雪试着站直身子，但下一秒身子便软了下来，不得不抓住林川的衣襟稳住身形。这个动作让他一整个玉体都贴在了林川身上。明月当空照，大师姐在怀里呢，看什么看？苏一雪羞恼地瞪了他一眼，却因浑身无力，这一眼反倒显得娇艳动人。林川连忙移开视线：“师姐，我扶你回房休息吧。”“不用。”苏一雪仍在挣扎着想要自己站稳，结果腿一软，再次扑进林川怀里。这一次她的脸颊正好贴在林川颈间，温热的喘息吐在他的肌肤上，让人发热。两人同时僵住了。林川能感觉到怀中的大师姐有些异样，但却不知道哪里不对劲。犹豫片刻后，他没再犹豫，将苏一雪公主般的起：“大师姐，你如今的状态就不要勉强自己了，我送你回房吧。”林川的语气带着强硬，完全不给苏一雪开口的机会。刚一踏入苏一雪的闺舍，林川便被眼前景象惊住了。满屋的冰蓝色，简直就是冰雪王宫。床是冰蓝色的，窗帘、凳子、茶具，甚至连那烛火都泛着冰蓝色。没想到大师姐喜欢如此单一清冷的色彩，难怪会成为一个冰坨坨。自己成日生活在冰坨坨的世界里，哪有半分暖色？大师姐，你先休息吧。林川将她温柔地放到了床榻上，便要离开。刚起身，却被床上家人一声娇呼留了下来。苏一雪脸上堆满痛苦的神情，还是被寒毒侵体了吗？早就让大师姐你听话些，非得逞强。林川没有丝毫犹豫，炎阳术随之附上。这一次的寒毒好像更为猛烈，不像是寻常的寒毒，竟是冰晶寒毒。林川一声惊呼。一般来说，修炼冰心诀只会染上冰霜寒毒，冰晶寒毒几乎没有出现过。
或是因为冰山雪莲虽说炎阳术已然达到第2种，但是面对冰晶寒毒，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大师姐，我的炎阳术目前因是不能驱散冰晶寒毒，但我还是准备先试试。林川星月般的眼眸红光涌现，炎阳术运转到了极致。苏一雪面色表情十分痛苦。林川正沉思了一瞬，低声呢喃：或许我能试着将所有寒毒逼至一点。林川看着怀中的娇软的苏一雪，大师姐，你忍着点儿。林川将再次炎阳真火运转到极致，不断冰晶寒毒逼退至1点。3个时辰后，林川成功寒毒逼至1点，而他灵力也几乎耗尽。他望着香汗淋漓的苏一雪，柔声道：那么接下来就简单多了。师弟。苏一雪的声音隐带哭腔，无力地娇斥着。但林川只微微一怔，但转念一想，冰晶寒毒可不会就这么停下来等他。下一秒，林川直接将苏一雪压在了身下。2个时辰后，苏一雪软在林川怀中，发丝散乱，脸颊绯红。呼，终于没事了。林川擦了擦额间的汗珠，长呼一口气：大师姐，你这次可不能再怪我啊，我真的是在救你了。上次苏一雪给他带来的阴影仍在，此刻他有些后怕地说道：不怪你。出乎意料的回答，林川眸中闪过一丝月色。林川手掌试探性地轻揽他的细腰，我就知道大师姐不是那般不讲理之人。苏一雪没有推开他，反而轻手埋进他的怀中，叫我一雪，日后若是无人在侧，便这般唤我吧。林川心头一暖，在他额上轻轻一点，一雪。窗外东方已出现余白，明日就是冰宫出发新兰城之日，宗门里热闹非凡。演武场边挤满了师妹师姐，无不在感悟最近1月的修炼成果。一雪，我得回去巩固一下我这些天的收获了，等大比之时再见。林川说罢，不舍得放下了坐在大腿上不着丝缕的苏一雪。等到林川离开之后，苏一雪沉思起来，她发现自己好像变了，她的心不再是冰冷无人可敬了。林川放下她的那一刻，甚至有些失落。我要变成娘亲的模样了吗？低喃一声后，他也开始坐定吐纳。林川没有直接回月岩阁，而是来到了演武场。场边尽是娇美可人的玉姣，宛若仙境一般。赤阳玄冰宫招收弟子，这点太棒了，多么养眼啊！林川斜倚在青玉栏杆上，目光被演武场中央2道偏弱惊红的身影留住了。左侧女子名为白染，身着月白紧身衣，发间2枚冰棱发簪，素手执一柄3尺冰破剑。右侧那位女子紫月，一身紫罗裙，食指缠绕着冰蚕丝，她的武器是丝线。紫裙女子率先发难，冰蚕丝如灵蛇出动，竟是在演武场的冰晶地砖上布置了一张网。紫师姐的千珠缠丝手愈发精妙了。白衣女子剑锋轻点，足下绽开6瓣冰莲，可惜破不了我的7曜玄冰阵。话音未落，冰破剑迎风起舞，在身前凝成环状剑阵。冰破剑划过蚕丝网，与寒芒相撞时迸发漫天冰晶。林川瞳孔放大，这2位师姐也太大了吧，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一雪的软。他的注意力竟不是打斗的2女，而是他们的身段。一个玲珑小巧的身影悄然出现，他用小手比着林川的视线，顺着望过去，竟是让他玉颊瞬间泛红5尺。林川，他径直走到林川身边，踮起脚尖，竟是直接揪住林川耳朵。疼疼疼！林川虽说着疼，但他的手却是不老实的想要去摸他的嫩滑小手。云小棠似有所感，触电般的抽了回来，随后娇乱一声：林师弟，那2位师妹的大吗？云小棠刚一出口，便是面红耳赤。林川目光落在云小棠娇小的胸脯上，又看了看场上相斗的2女，昧着良心道：不大，不及5师姐半分。云小棠可是盯着他的，他刚才明明把自己跟他们比较了一番。不过好在他的话还算有良心。云小棠娇斥一声：哼，流氓师弟，油嘴滑舌。我的舌滑不滑，5师姐可是知道的。林川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在他耳边低声说道。被他这么一挑逗，云小棠心魂颤乱起来，琴手瞬间低下。林川见状也不再逗他：5师姐，你也是来挑选对手的吗？要不师弟我跟你练练。林川随即运转自己真2进5重的灵力。云小棠有些诧异：明明只有10来天，为何你又突破如此之快？林川支支吾吾的，没有说出缘由，只是含糊的说：我服用了1株灵药，药效极好，这才侥幸突破明日宗门大比，希望不会太丢脸。云小棠露出狡黠的微笑：嘻，不会又是找了哪位师姐偷偷修炼了吧？他虽说在嬉笑，但看向林川时，目光中明显有着一丝醋意。林川毫不犹豫地回道：除了5师姐，我谁都不想找。云小棠琴手顿地低了下去，醋意消散：哼，谁信你的鬼话？去那边，那里没人，看师姐不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流氓。没等林川说话，云小棠直接拉着他飞到了演武台上。5师姐，
你不要手下留情，我试试我的极限。林川唤出师尊给的上品凡气天骄血剑，武器有凡气、灵气、仙气、圣气之分，在网上便是神器。不过在无风大陆上，仙气都少见，更别说圣气、神气了。若是兵器够好，完全能够实现越级碾压对手。林川的炎阳术与天骄血剑可谓绝配，都是至阳，真打起来，林川不输真二境7重修士。云小棠认真起来，他从盈盈仙腰上取下一只笛子，上面是精致的雪雕印记。他吹笛子的风姿优雅又不失凛冽，笛音流转，带起一道道寒芒，骤然射向林川。林川手持天骄血剑，炎阳术急速运转，而后暴喝一声炎爆，拼笛音卷起的寒芒与炎阳真火轰然相撞，冰花四溅，火花四溢。他竭尽全力的一击，竟也只是挡住了半数不到的寒芒。云小棠的笛子还有削弱效果，但对上林川他自觉用不上。事实证明，的确用不上寒芒如冷箭般射在林川心口。只见他后退数米，连连捂住心口，噗地喷出一口血箭，染红了青衣。林师弟！云小棠一声娇呼，连忙收起笛子，扶风而落。咦，林师弟，你好像没有受伤。云小棠小手按在林川胸口，发出疑惑，寒芒明明结结实实打在他身上，怎会无事？嗨，吴师姐，你再按就受伤了。林川睁开双眸，有些喘不过来气的道：啊，林师弟，你皮这么厚的吗？你才真二境哎，刚刚我可是用了4分力，你竟都能抗住。林川也有些疑惑，他并无内伤，只是肤上有些疼。怀揣着疑惑，他尝试再次运转体内灵力，下一秒他一脸愕然，我的体内有玄冰之气，那可是玄冰玲珑体才会有的玄冰之气，他为何会有？林师弟，你怎么了？是不是被我打坏了？靠，什么叫被打坏了？林川有些无语，他缓缓开口，五师姐，或许我也能修习冰心诀了。冰晶寒毒100年难遇一次，偏偏苏一雪身上就有。如今自己有了玄冰之力，那么答案只有一个，苏一雪是玄冰玲珑体体质。典籍上记载，玄冰玲珑体乃极品炉鼎，若是出现，几乎会被修士疯抢，也难怪大师姐年纪虽小，但却是宗门弟子中天赋最高、修为最高的云小棠蹙眉啊，怎么可能呢？林师弟，你可是男子，只有阴极体质方可修炼冰心诀，但他却是遇上了玄冰玲珑体，而且正好睡了玄冰玲珑体。他自然知晓云小棠不会相信，而后指尖变幻，旋起一点寒芒。少女美眸忽地放大，惊呼出声：哇，林师弟诚不欺我，但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完全不合常理。玄冰玲珑体牵涉极深，稍有不慎，透露出去便是大麻烦。因此，他并不打算说出此事。秘密？云小棠有些不悦，嗔怪道：哼，什么秘密？连我都不能说。林川只是淡淡一笑，半天都未吐出一字。云小棠委屈巴巴地望着林川，奶白小手佯装擦着眼泪。林师弟这么快就不把我当自己人了？林川有些无奈，他可是最受不了女孩子这套的，但他还是坚守本心，道：真不是我不愿意说，是这事儿真不能乱说。云小棠有些不悦，直勾勾瞪着他。林川眉头微蹙，苦笑一声，心里暗暗道：这可是大事儿啊，莫说瞪着我，就是吃了我也不说。噗嗤，云小棠忽的眼唇一笑：小妾不说算了，我不稀罕，但你得有惩罚。林川松了口气：五师姐请说，我尽量满足。雨落，他指了指他的粉嫩小脸蛋，示意林川亲他光天化日之下，我林川怎么可以做出有损赤阳玄冰宫名声的事？我可不干。云小棠娇颜盈怒，林川旋即在他脸蛋上轻轻一点，嘻嘻，这还差不多，但还不够。云小棠盈盈一笑，随后又指了指他的粉唇，示意不是，还来。这是公共场合啊。云小棠眸中潋滟无限，见他不动，他竟是主动出击。只见他垫脚，软唇旋即附上林川唇瓣，一气呵成。这妮子胆子也太大了吧，还咬我。罢了，既然你一介女子都不在乎这些，我男子汉大丈夫若是再矜持下去，怕是有病。林川直接揽住云小棠酥软无比的娇躯。云小棠一颤：林师弟，你做什么？当然是报复师姐了，谁让师姐欺负我？林川理直气壮地说道，不禁将身前女子紧了紧。不行，这里人太多了。云小棠一声娇呼：现在知道人多了，方才亲我的时候怎么不想了？林川的唇齿间还残留着云小棠的甜香，耳边却骤然响起一声娇媚的轻笑。五师妹好兴致啊。柳如烟倚靠在演舞台边的冰柱上，拨弄着自己柔滑如瀑的发丝，戏谑说着。云小棠慌忙推开林川，但粉纱衣滑落半间，露出一片诱人的雪白。
他手忙脚乱地整理衣襟，羞涩不已地说道：“三师姐，我们只是在切磋功法。”“哦，切磋功法用舌头切磋吗？”柳如烟眸中媚光一转，闪现到二人中间。她用手指轻轻抵住林川的下颌。“林师弟真不错，竟可以拿下我们娇巧可爱的小堂妹妹呢。”林川尴尬一笑：“三师姐说笑了，我跟五师姐的确是在切磋功法，方才我冲动了些，这才让三师姐看了笑话。”林川不敢对视柳如烟的眸瞳，因为实在是太美了。柳如烟的手指停在林川的喉结处。“你长得也蛮帅嘛，瞧瞧这俊脸，这剑眉，不愧是二长老亲自挑选的弟子。”咕咚一声，林川颤颤出声：“三师姐，你……”柳如烟没有理会他，而是轻声靠得更近。她的玉腿纤长美艳，只是略矮于林川。此刻四目相对，柳如烟美眸微眯，一副夺魄模样。云小堂知晓柳如烟的手段，很显然，他这是在考验宗门唯一男弟子的定力。“三师姐，不要折磨林师弟了。”云小堂柔声道，带有丝丝忐忑。“哦，五师妹，你怎么向着外人了？就不怕他骗了你的感情吗？”柳如烟娇嗔地回应着。“三师姐尽管放心，林师弟可不是那样的人。”林川心里很暖，没想到云小堂会这般向着他，看来没有白疼他。柳如烟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却并未就此罢休。他悠悠软语：“林师弟，别紧张嘛，师姐不过是瞧你生的俊俏，忍不住多逗逗你。”说着，他的手顺着林川的胸膛缓缓下滑，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撩拨之意。这谁受得了？就算是龟榻上的医雪，都没他这般妩媚啊！林川尽力压着自己内心的燥热，深吸一口气道：“三师姐，我与五师姐确实是在切磋功法，并无其他。”柳如烟咯咯娇笑起来，直起身子，上下打量着林川。“哟，还挺急。哥哥，你们这般亲密的切磋，传出去可会让众多姐妹羡慕呢。”林川咬了咬唇：“三师姐，日后师弟定会注意的。”柳如烟双手抱胸，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罢了罢了，师姐不过试试你而已。不过林师弟，你可要好好修炼哟，日后师姐说不定也会找你呢。”柳如烟能说出此话，无疑是说林川资质非凡，他的眼光可是毒辣得很，很少有人能入他的眼。林川心魂一颤，暗暗道：“这是投怀送抱的预告。”就在这时，宫里响起一阵清脆的钟声。柳如烟轻咦一声：“召集令响了，看来长老们有要事宣布，我们赶紧过去吧。”雨落，三人朝着主殿快步走去。一路上，云小堂悄悄靠近林川，轻声说道：“林师弟，以后不许那样，我可不想再被人瞧见。”林川暗想：不是你先的吗？为何反过来说我进入主殿？只见赤阳玄冰宫的五长老迟延正端坐在主位上，神情略显严肃，众弟子们纷纷站定，安静下来。迟延扫视了一圈众人，缓缓开口道：“有外出的长老传音回来，江湖上出现了一股神秘势力，他们四处抢夺各门派的秘籍和宝物，手段很辣。我赤阳玄冰宫虽为一方大派，但也不可掉以轻心。而且他们还有一大嗜好，那就是喜好女修。据说好些小宗门接连传出女修失踪的消息，未必不是他们做的。”众弟子皆是一惊，但我们赤阳玄冰宫可不是好惹的，至少宗内还是非常安全的。迟烟接着说道：“三宗宗主授意，大比过后，会择一时日，联合三宗，彻底剿灭这股势力。”五长老话音未落，腰间传音域传来动静，一道气音让殿内弟子都安静了下来。五长老，前往落月剑的执行任务的弟子都失踪了。林川也有些震惊，因为外出执行任务的弟子必须着装赤阳玄冰宫的功夫，如此看来，那伙人完全不将赤阳玄冰宫放在眼里，竟真敢对我赤阳玄冰宫动手，立即召回外出任务的弟子。五长老一声斥喝之后，便解散了众人。回去的路上，林川垂着头，仔细琢磨着方才五长老所说之话，连冰宫都不放在眼里，看来那些人要么是草菅人命的匪盗，要么是杀人放火的强盗。林师弟，林师弟！云小堂喊了他好几声，他才抬起头来。想什么呢？这么入神？林川灵眸一转，灵机一动，挑逗说：“我在想，五师姐会不会被那些人带走？”云小堂胸脯起伏，猛地掐了一把林川。哼！轻哼一声后，他骄傲地歪过脑袋，鼓着嘴不看他。看着这副模样的云小堂，林川唇角微扬，微笑道：“有我在，五师姐不会被带走的。就算真被带走，我也会去救你。”云小堂娇躯微颤，哼声道：“你那点修为，能打得过谁啊？打不打得过是一回事，但保护你一定是我的事。”林川眸光闪闪，正色起来，说的并不像是哄骗女孩子的鬼话。云小堂内心动容，玉齿贴住下唇，灵眸紧锁着眼前的林川，小手也不觉攥紧。反正他们就是不能动我林川的女人。而且，林川话说一半才意识到好像有些不对劲，他俩
还没过门呢，但云小棠此刻已是小鹿乱撞，脸蛋更是异样的绯红。胡说，我才不是你的女人！娇滴滴撇下一句，云小棠红着脸跑开了。林川轻笑一声，亦是朝着自己的月颜阁走去。是叶凌川刚回到月颜阁，却感阁内一股阴森幽寒。定睛看去，只见一个身段极其浮凸、肤光傲雪流溢的人影站在前面。师尊，怎么会这个时候来？如果说苏一雪是冰坨坨的话，那么师尊一定是冰雕雕。临川的师尊是宗门7位长老之一，二长老戚芷英，正是苏一雪师尊戚芷柔的姐姐。戚芷柔是宗门4长老，虽为姐妹，但她二人性格大相径庭，完全不像是一个妈生的。有时候临川甚至会想，为什么我的师尊不能跟苏一雪的师尊调换一下？师尊，您怎么来了？临川吭哧道。戚芷英并没回应他，只是散发出灵石在临川身上游走。他时不时点点头，这也让临川舒了一口气。忽然戚芷英脸色一沉，斥问道：你身上有玄冰之力的气息，你是否与伊雪霜修过？临川猛地一惊，不愧是师尊，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尴尬地笑了笑，弟子是为了帮助大师解驱除寒毒侵扰之痛，并无歪心思。戚芷英生来性格冷淡，此刻却是秀眉微蹙，何时的事？临川支支吾吾地勾了勾手指头，差不多1个月了。戚芷英淡淡道：如此说来，玄冰之力在你体内已存在1月，你应是能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临川也是刚发现不久，几乎没有运转过玄冰之力。戚芷英接着说：明日大比，你为我宗唯一男弟子，虽然修为差了点，但是必须得上。弟子定当全力以赴，尽量保住师尊脸面。临川声音越来越小，根本就没有底气。其他宗门参战的男修士几乎都大他好几岁。你做我弟子2月有余，除了炎阳术和天骄血剑，我几乎没有给你任何帮助，你可有怨恨我？戚芷英沉声道：师尊将我领进赤阳玄冰宫，已是我莫大的荣耀。修行方面，徒儿勉强能够自行摸索，师尊无需顾虑我。临川拱手行礼，轻声回应着：真是个好孩子，难怪伊雪都能找上你。我这里还有一把天龙血剑，它本与你手中的天骄血剑同源，但天龙血剑乃是他蜕变后的产物，已经升至上品灵器，威力自不必多说。戚芷英将天龙血剑持在手中，剑身铮亮，似有蛟龙咆哮，令人不战而畏。临川怔怔地看着那柄天龙血剑，视线一下也没有离开。我将它借予你，你明日或可增加一些胜场。戚芷英风轻云淡地说着。临川旋即单膝跪地，多谢师尊，弟子必不辜负师尊所望。无妨，你是我戚芷英弟子，虽说我拿不出仙器，但是上品灵气倒是有几件的，总不能被人小瞧了去。戚芷英唇瓣随意开合，都有冰寒之气吐出，不到半个时辰，屋内就已经冷了起来。临川打了个喷嚏，打断了戚芷英的教导。冷？他柔柔一问。是师尊实力强大，弟子很喜欢这种感觉，这也算是修炼的一种。临川并没有抱怨。戚芷英很满意，但他还是稍稍控制了一下。良久，戚芷英缓缓起身，临川看着自己的师尊，又萌生了一种大逆不道的思想。方才坐着时倒是没看出来，师尊竟也是有风娇水媚之姿，冰纱未遮住的皓腕绝对滑如凝脂。但是临川可不会上手，他可是比伊雪更恐怖。今晚就让我好好感受一下天龙血剑的威力吧。临川随即将天龙血剑握在手中，炎阳真气不断输送过去。第二天清晨，哇，这就是我们赤阳玄冰宫的赤玄飞舟吗？真的太帅了，我可从没见过，今日还能有幸体验，太幸福了吧。柳如烟站在旁边冷哼一声，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柳如烟自然体验过，有些反感那些人的一惊一乍。云小棠走到柳如烟身边：三师姐，师妹们见到赤玄飞舟的机会很少的了，你天赋高，体验的机会自然多，你就不要跟他们计较了。柳如烟捏了捏云小棠的摇鼻，然后轻轻一刮：小丫头，怎么不见你帮我？那天也是，我好心帮你，你却只顾着护着临川。哼！云小棠纤细小手温柔地握住柳如烟的柔仪，嘻嘻，三师姐才不会跟我计较这些，对吧？柳如烟对云小棠可谓极为纵容，对其他师姐师妹都有些苛刻了。下次你还不帮我，我就揍你！柳如烟佯装娇怒道。云小棠却是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将琴手埋进她凹凸有致胸脯之间。云小棠小巧精致的脸蛋在她胸前蹭了蹭，柔婉地说着：三师姐最好了。咦，大师姐来了！周围一个女弟子惊呼出声，惹来众人的关注。苏一雪一身浣纱青衣，一改往常的冰冷无人可近，此刻的她极致柔美，宛若画中仙子一般，让人意醉神迷。大师姐好美啊，不愧是大师姐，她的修为是灵3境巅峰，我们赤阳玄冰宫这一次一定能夺得第一。周围无数女弟子雀跃欢呼着。苏一雪毫不在意，只是微微抿嘴，她的眸光扫视着周围，不断变换着。云小棠跟大师姐关系很好，但也诧异她此刻的变化。
大师姐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柳如烟也看出来了。她平日里可不是这般，此刻见她仿佛柔情了许多。柳如烟狐疑地看着大师姐，云小棠嘴角上扬，嘻，她或许知晓其中一些缘由。柳如烟媚眸转向云小棠，五师妹，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云小棠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啊，不知道呀。我也觉得大师姐很奇怪呢，她自然不会出卖林川。林师弟真有手段，大师姐都成这样了，嘻嘻。云小棠心里想着，坏坏的师弟。啊呼啊呼，月岩阁内，林川正打着呼噜呢。宫内早已响起过集合的钟声，但他全然不知。昨夜练得太累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何时睡着的。啊呼啊呼，川川怎么还没来？苏一雪眼眸深处宁有一丝担忧，难道遇到了危险，那些神秘势力也不抓男子啊？五长老迟烟忽然站在赤玄飞周周鼎之上，众弟子都到齐了末，再有半个时辰就出发。五长老话音刚落，云小棠和苏一雪不约而同地说出：林川师弟还未到。苏一雪和云小棠相视一眼，苏一雪眸中是慌乱，而云小棠眸中是诧异，她的心里不禁感慨，大师姐真的变了。柳如烟越想越奇怪，怎么苏一雪还关心起林川了？她以往可是从来不过问任何事的啊，肯定有猫腻。柳如烟嘴角勾起一个狐媚的弧度，咯咯一笑。迟延长老看向苏一雪，肃声道：一雪，你速速将他带来。苏一雪盈盈一礼，弟子领命。话音刚落，苏一雪便飞快踏上雪溪涧，前往月岩阁。苏一雪一路都有些惶恐，甚至想到了一些很坏的结果。结果到了林川门口，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呼噜声让苏一雪樱桃小嘴微微撅起，雪颜盈怒。林川，他一把推开门，冲了进去。林川正大自睡觉呢，他听到动静，连忙坐起身来。谁敢闯我林川大门？我要你好看看！腾腾腾！苏一雪一把揪起林川耳朵，林川瞬间没了方才那股气势。一雪，别叫我一雪，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苏一雪娇斥，手更加用力了。林川心想，他先前不是说过让我喊他一雪吗？怎么又变了？莫非那天我听错了？林川回过神来，大鼻，完了，现在是什么时辰？林川焦急地问道。苏一雪缓缓道，比完了已经，你还被指引长老逐出师门了。林川完全没有怀疑苏一雪话的真实性。真完了，我被赶出去了，那赤阳玄冰宫怎么办？五师姐、大师姐怎么办？林川一脸愁容。苏一雪放开了他，扑哧一笑，真不经斗，快跟我走，还有不到半个时辰非洲就要出发了。林川一愣，随后感知了一番外面的天象。大师姐，你何时学会的骗人？若不是打不过他，林川真想揍他一顿。就在刚才，还有，我先前与你说过，我俩人独处时换我一雪。苏一雪也不等他反应，直接拉着他御剑飞走了。林川站在他身后，不禁暗暗骂道：好你个大一雪，等我修为超过你，肯定饶不了你。林川心里说他一顿，似乎还有些不够，他的手缓缓游走到苏一雪的绵软之上，狠狠地抓了一把，然后快速抽回。啊，对不起，一雪，方才我差点掉下去，不小心碰到了。林川直接先下手为强，不然肯定会被丢下去。苏一雪脸颊瞬间染上粉霞。林川，你个流氓！一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们快去非洲吧，待会儿来不及了。林川心里暗爽，谁让他戏弄自己的吴长老？林川已经带到。苏一雪向迟延长老盈盈一礼。林川瞬间严肃正经起来，抱歉，吴长老，弟子昨夜修炼太乏，睡过头了，还得多谢大师姐将我带来。林川不忘瞥了一眼苏一雪，微微一笑。苏一雪根本不看他，心里暗骂一句：流氓就会耍嘴皮子。迟延长老细声道：无妨，时间尚有余，不算晚。苏一雪直接混入了人群中，根本没有要和林川站在一起的意思。切，谁稀罕啊？林川散开灵石，将非洲巡查了一遍，未找到苏一雪，显然是在躲着他。但是他找到了云小棠，他肯定不会拒绝他。林师弟，你方才去了哪里？差点就赶不上非洲了。云小棠眸中满是关心，果然跟那冰坨坨不一样。林川轻声道：睡过头了，昨夜修炼过度，睡死了过去。噗哈哈！云小棠毫不掩饰的一笑：林师弟，你还说我不会骗人，你自己都是个大笨蛋。嘻！林川对云小棠可没有那般拘束，可以畅所欲言。我是太努力了，五师姐那个才是真的笨。云小棠有些不悦，嘟着嘴说：小心我把你扔下去。哼！柳如烟却始终在旁边蹙着眉，好像有些心事。林川注意到了柳如烟，还礼貌地打了个招呼：三师姐好。柳如烟瞬间换了一副样子，杏眸风情万种。林川师弟，你跟大师姐是否熟悉？他梦一般的软语让林川不禁一颤。若是在他处，
两人独处时，林川根本就抵挡不住他的诱惑。我帮助过大师姐驱散寒毒，熟悉倒算不上。林川自然不会说出他们的那层关系。柳如烟摇了摇头，显然不是很满意他的回答。然后呢？有没有发生什么？林川这才意识到，三师姐好像真的发现了什么端倪。他再一回想，方才大师姐的穿着，明显不是冰清玉洁的风格，更像是柔情媚骨的风格。嗨，林川假装咳嗽几声，不知三师姐说的是什么。我只知晓寒毒驱散之后，大师姐修为上升了许多，但大师姐天资过人，寒毒本就能组织修士的修为，驱散后大师姐还助我修炼了一会儿。不知三师姐可是疑惑这个？林川弱弱地问。柳如烟还是摇头，也罢，或许只是我多想了。不过林师弟，你的天赋在我看来更胜大师姐哟。他特意拉长最后一个字，让林川打了个寒战。众弟子前来周手，现在开始每人发10颗1品疗伤丹药，比试完后便可立即服用。七指音清冷的声音传到众弟子耳中。此次带队之人共有3位长老，分别是5长老迟烟、4长老七指柔、2长老七指音。赤玄飞舟穿梭在洁白无瑕的云层之间，下面是一眼望去毫无边际的山峰以及小溪。玄飞舟表面流转着冰晶纹路，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晕，与云海交相辉映，宛如一幅绝美的画卷。弟子们大多闭目养神，林川则在看着那些闭目养神的女弟子。许久，新兰城终于到了。各位赤阳玄冰宫的仙子们一路辛苦了，新兰城已备好了接风宴，请大家移步正殿之中。前来迎接的有一大批修士，不过大都是玄一境的修为，稍微有些天赋的基本都加入了宗门，剩下的大多也都留在城主府中。林川的师尊七指音从飞舟上飘了下来。木管事，有劳了。七指音淡淡的一句话，大家动静小些，不要惊扰到城中的正常生活。走啦，林师弟，你还在想啥呢？云小棠一声娇呼，林川从美丽的风景之中不舍地移走了目光。新兰城是无风大陆南面的一座大城，掌握了整个南面接近10%的资源。要知道，就算是赤阳玄冰宫、昆仑殿、极道宗这等大宗门，也只有10%的占比。新兰城可是一块肥肉啊！近些年来，三宗花了不少心思培养弟子，无不是为了争得新兰城的管理权。主殿之上，数不尽的美食佳肴，山珍海味。虽说修士并不需要普通人的食物来补充能量，但也架不住这般诱惑啊！许久，此时已是正午，三宗弟子均已到达。新兰城城主也坐在了主座上，离他最近的乃是三宗此次的带队之人。极道宗来的是2个劫4境巅峰的老怪物，分别是唐诗和宋慈，他俩都是修行了数百年的老家伙了。昆仑殿带队的则是2个老头和1个老太，2个老头分别是劫4境8级的顾德以及劫4境巅峰的莫宁，老太是劫4境8级的茅山。那老太听说擅长使毒，昆仑殿有一位长老传言就是他毒杀的。林川细细打量着位置靠前的那些领队人，还是师尊和2位长老经验，他们都不知道是些什么丑八怪。赤阳玄冰宫即使是长老，仍有着冰肌玉骨，身材依旧丰盈饱满。想到这儿，林川不禁喉结滚动了一下。诸位贵客远道而来，在下略备薄酒，为各位接风洗尘。城主姓穆，名志，穆家100年前就已是新兰城第一大家，而后顺理成章了接管了这座城。不过接管之后冲突频发，故而有了三宗大比，选出守护宗门护新兰城，一方无虞。穆志低喝一声，100年佳酿明星酒，其中掺杂了诸多灵药，更有千年明星、圣经这等奇物在内，尘封100年，为的就是让各位喝个痛快啊！极道宗的唐师极爱饮酒，穆城主真懂我啊！千年明星圣经不仅有助于道心修炼，还有几率让修士瞬间明悟出深奥的玄理。穆志灿然一笑，上酒。一声令下，众多衣着鲜艳的俏丽女子端来一坛坛美酒，虽尚未开封，但那酒味已是溢了出来，酒味奇香，让人陶醉。赤阳玄冰宫几乎全是女修士，女修士饮酒为少数赤阳玄冰宫的仙子们莫及。知晓你们几乎不饮酒，因此我为你们准备了另一种饮品，我叫它冰清玉茗。我在其中添加了20余种冰属性灵药，最珍贵的莫过于冰魄玉露。这玉露每10年只有1小瓶，而平均一坛冰清玉茗就添加了1小瓶冰魄玉露。仙子们修炼冰心诀，而冰魄玉露与你们极为契合，想来你们会喜欢。不得不说，穆志的确安排得很到位。迟延长老露出一抹月色，穆城主有心了，冰清玉茗或会是我们此番最大的收获。仙子不必客气，给仙子们端上来。穆志一声大喝，冰清玉茗已然呈现在每位师姐桌前，连9尊都是冰晶尊。穆城主真是大气，新兰城真是奢华。各位不必客套，尽情畅饮便是。穆志说罢便干了一杯，痛快。唐诗倒满一杯一饮而尽，酒味香甜，他最后竟是直接端着坛子喝了起来。昆仑殿的莫宁饮下后展露笑颜，好酒。
我好像对集武境都有了一些明悟。不错，我的冰心诀好像要突破了。迟延长老嫣然一笑道：定。迟延长老立即坐定吐息冰心诀7重巅峰。我突破到03境了，没想到那么多宝物都没用，这掺杂了明星圣经的明星酒竟让我瞬间突破。哈哈，我也突破了，此次已然没有白来。一道道突破的讯息在大殿之中传来，木质脸上的皱纹似乎都笑没了些。云小堂借助冰清玉明顺势突破到了03境5重，柳如烟也突破到了5重，还是5重巅峰。林川喝了不知道多少，没有一点用，怎么回事？我难道对这明星酒和冰清玉明免疫不成？怎么一点变化没有？肯定是喝得不够多。这位漂亮姐姐，明星酒和冰清玉明我还要一坛。林川对面前的主殿侍女柔声说道。苏一雪身周有冰冷玄光涌现，隐隐有突破的迹象。虽是刚入03境巅峰不久，但这般快也太吓唬人了。不过瞬息之后，环绕在他身周的玄光散去，并没有真的突破。不愧是加了冰魄玉露的冰清玉明，劫4境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了。苏一雪嘴角微微上扬，随即又是抿了一口。木质有着03境的修为，他的天赋一般，估计03境巅峰就是他的极限了。木质接着道：各位可尽兴，我还给各位准备了比酒更好的东西。什么？还有比这酒更好的东西？众人皆是眼睛一亮，耳朵竖直。没错，它是由一只狂龙雪兔和圣天暗鹤混合做成。狂龙雪兔有龙属性和冰属性双属性，而圣天暗鹤则是速度极为见长的玄兽之一。木质娓娓道来，我新兰城耗费3年才擒下他们，这道菜我唤它为兔鹤和鸣。上菜！一声暴喝之后，18名赤膊力士抬着玄冰雕成的巨鼎踏入，鼎中雾气翻涌，隐约可见晶莹剔透的龙形骨架悬浮其中，那狂龙雪兔的脊骨竟被雕成了一根柱子，每节骨缝里都嵌着圣天暗鹤的灵语，做工之精美，让人看了都流口水。圣天暗鹤的灵语也可食，而且能极大提高修士的速度。那中心的难道是狂龙雪兔的龙心？眼光毒辣的茅山率先看出来最珍贵的东西。昆仑殿不愧是与玄兽常年打交道的宗门，近一眼就能看出那是龙心。木质不乏诧异地说道：狂龙雪兔虽为兔，但它的心却是龙心，若是修士能品尝到龙心，或有机会得到龙族机缘。木质肃声道：龙族机缘？殿中之人瞬间坐不住了。龙族机缘？龙族可是我们无风大陆最强的玄兽种族之一啊，真有机缘。木质一脸自信地说：机缘的确有，典籍上记载，狂龙雪兔的龙心有机会继承父亲的龙族血脉，但如果父亲是雪兔，那便不能。但究竟他的父亲是龙族还是母亲是龙族，我也不知晓，所以说是机缘。但在座的各位一试便知。木质怡然一笑：我先来。说话之人乃是极道宗3师兄吴钩，他功法偏邪恶，人如其名，善使钩子，钩子上还有剧毒，若是谁被他这么扎一下，轻则肌肤腐烂，重则小命不保。木质点了点头，周围众人皆是想要一探究竟，看看是否真的如传言所说能够获得传承。吴钩升至半空，与顶口平齐，直接吸了一块龙心品尝起来。我倒要看看这狂龙雪兔是否为真龙之子。吴钩一口就吞了下去，没有一丝犹豫。众人皆屏息，吴钩随即讥笑一声，并没有什么用，不过倒也算是一道美食。众人皆是摇了摇头：切，龙族的传承哪里是那么好拿的，定是你资质不够才当了小丑。且看我来试试。说话之人是昆仑殿的叶夕，他一身白衣，看着儒雅，没想到讽刺人确实一点也不含糊。叶夕也咽下一块龙心，众人再次用希冀的眼神看着他。叶夕淡淡一笑，看来吴兄所言非虚，的确没什么用，只是一道美食。吴钩却是不领情，心里极为不爽，骂了我就想搪塞过去。大爷，我可不是吓大的。他记下了，等大比的时候要你好看。木质惭愧一笑，让各位失望了，或许真是运气不佳，他的父亲是雪兔而非龙族，我自罚一杯。木质陪笑道。林川却感觉林海中有股热浪在翻涌，炎阳真气怎么不受控制？莫非那龙心真有传承？林川也想试试，但是他无法做到凭空而起，那是03境修士才有的神通。他只得将目光投向离他3个座位的苏一雪。苏一雪一开始故意假装没有看到，好像还在生气一样，但在林川坚持不懈的持续盯人之下，他最终败下阵来，传音问道：何事？林川指了指龙心，苏一雪直接点起一块飞向了他。林川抬眸一笑，苏一雪却是翻了个白眼。当龙心靠近时，他灵海内翻涌的更加猛烈了。果然，林川喜上眉梢，但还是尽力压制住，免得旁人看出端倪。林川没有直接吃下，而是悄悄装进储物空间中。众人吃好喝好之后，已是下午，正式开始比赛是明天，一共比7天。
牧城主给三宗每个人都安排了一间单人房，还配有一间小修炼室。林川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房位，细细打量着手中的龙心。灵海的波动始终没有停下，他不再犹豫，一口吞了下去。可是刚一入喉，他便是感觉咽喉炽热无比，像要被烧穿了一样，全身滚烫，肌肤上竟隐隐出现了龙形纹路，很淡。林川急速运转玄冰之气，想要缓解此刻的疼痛。他的喉咙嘶哑，灵海中的热浪忽然如怒涛般汹涌起来。这是那股热浪带着龙的气息，竟是在给林川洗脉。洗脉之痛无异于万刀刮骨之痛。林川喃喃道：我的灵海为何会与他产生反应？数个时辰后已是傍晚，屋外星光点缀，圆月高挂。林川手臂之上龙纹若隐若现，洗脉成功了。但此刻的他虚弱至极，完全瘫在地上。刚刚洗脉，全身染有污垢，有一股恶臭味。他咬着牙站了起来，好在这龙纹能够控制，否则定然引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不过为何他单独选我呢？明明那两人修为胜我许多。算了，还是先去洗个澡吧。林川用仅有的微弱感知力感知了一下浴池的位置，无力的漫步行进着。浴池上方水雾氤氲，林川什么都没管，直接扑了下去，溅起不小的水花。忽然一个柔美的声音响起：赤阳玄冰宫的弟子这般不讲礼数吗？没看到这里有人吗？林川一愣，哪里来的女修士？我这是摸到哪里来了？林川没有回应他，这可是偷看女生洗澡啊，虽说没看，但性质完全一样。女子见未有人回应，徐徐靠近林川，荡起阵阵涟漪。林川背对着她，由于水雾的缘故，再加上这里是女子浴池，少女并不知晓浴池中另一人是一位男子。感觉到越来越近的凤仪宁，林川慌的一批。就在离他1米之距时，他终于开口了：对不起，我并不知晓这里是女子浴池，我这就离开。凤仪宁刹那间脸颊红晕起来，娇声怒斥：登徒子！他随即玉掌一翻，就要扑向林川。林川此刻可以说是身心俱疲，哪里能接得下这一掌？他灵光一现，直接转身。未经人事的凤仪宁瞬间收起了将要拍出去的手，然后闭上了美眸，小手拢在胸前。林川却是惊了，如玉似雪的肌肤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只有一件素白纱衣紧紧贴在白皙肌肤上，湿漉漉的长发垂在肩上，更显那精致勾人的锁骨。月眉微蹙，凤仪宁缓缓睁开双眸，正眼对上了林川的色光。你还敢看？凤仪宁红着脸甩了林川一个耳光。怎么这么大力？我观她就像是一个柔弱女子啊。林川捂脸惊讶。对不起，这位师姐，我并不知晓你在此处，否则给我签个胆子也不敢下来啊。我这就离开。林川非常诚恳地说。赶紧滚！还有，你要是敢说出去今晚的事，你就死定了。凤仪宁紧咬贝齿，娇斥道。漂亮师姐放心，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定然不会透露半分。回到房内，林川不禁咽了咽口水，有点像五师姐的娇俏，但又有大师姐的丰腴，凶起来还有几分三师姐的妩媚。那流氓，要是大比遇见他，我要好好修理一番，解我今晚失了清白之气。凤仪宁嘟着嘴，淫怒道。新兰城比试台，这比试台能容纳数十万人，今日座无虚席，热闹非凡。各位，肃静！先由我宣布一下比赛规则。木管事出现在比试台上空，扯着嗓子喊道：赛程共分为7天，每个宗门至少派出1000名弟子，先进行常规淘汰赛，等到第6天时再进行排位淘汰赛。常规淘汰赛1比1淘汰，现在各宗弟子先来抽签，共有3200人参赛，第一组就得淘汰1600人。木管事将刻有1到1600的灵石放入一完全隔绝灵石的玄龟袋中，玄龟袋是一件上品灵器，非级武境玄者不可探查其中之物。台下人陆陆续续都开始抽签，希望不要让我第一局就遇到03境修士。林川默默祈祷着。666号，这个号码的确喜庆，看来稳了。林川不禁莞尔一笑。各位都拿到号码了吧？共有10个赛台，请移到160号的选手前往第一赛台，以此类推。木管事将所有事都交代完之后，比试直接开始了。林川来到第5号赛台，他不断扫视着台上的选手。他怎么在这里？一个熟悉的身影让他虎躯一震，正是昨晚那位女子，只不过此刻她披上了羽纱外衫，外衫之下的一袭紧身衣让她本就丰润的身段凸显更加曼妙的曲线，一张容颜不施粉黛，她眸光闪闪，也在台上扫视着。哼，这流氓竟然真的跟我在同一台，千万不要对上我，否则我要把你衣服都撕碎。凤仪宁秀美绝伦的脸庞露出一抹坏笑。林川身体一冷，千万不要对上他，佛祖保佑。下一组665号昆仑殿凤仪宁对战665号极道宗倪远，请选手上台。为了更好地保护3宗的修士，
10个比试台的裁判都是新兰城为数不多的节4进修士。凤仪宁，是他！我靠，就差1号，吓死我了！林川冷汗直冒，好在有佛祖眷顾他。倪元只是真2进修士，对上临3进巅峰的凤仪宁没有丝毫胜算，只1个回合就被打得倒地不起。凤仪宁甚至都没有亮出兵刃，这女子好恐怖的实力，我对上她估计也是被秒杀。周围不少人开始忌惮起她来。凤仪宁胜，晋级明日淘汰赛。下一场666号赤阳玄冰宫临川对阵666号极道宗阮萧，请选手上台。裁判话音刚落，阮萧就高调的跳上比试台。真2进巅峰，一上来就给我上压力啊！临川也不着急，徐徐走上比试台。真2进5级，这登徒子也太弱了吧！凤仪宁还未坐到座位上，往后瞥了一眼临川，鄙夷的说着：“小子，你太弱了，萧爷劝你还是认输吧，免得受皮肉之苦。”阮萧毫不客气，嚣张的说道。临川未语，掏出了天骄血剑，用看蠢货的眼神看着他。什么眼神？小子，萧爷好心劝你，既如此，那你便做好被我锤下去的准备吧。阮萧抡起他的数百斤的大锤，脚步变换，眨眼间出现在临川身边。临川不慌不忙，拜你，不需要那么多真气。天骄血剑血光惊天，原来方才临川不断的将炎阳真气灌输到天骄血剑中。天骄破！天骄剑迎面对上阮萧的大锤，本有着压倒性优势的大锤竟生生的被顶住了。怎么会？我的撼天锤可是油质间的玄铁锻造，怎么可能会出现缺口？阮萧扑飞出去，无比惊讶地看着那道缺口。天骄血剑最厉害的地方是能够完美契合临川的炎阳真气，刚好撼天锤又是大面积凡气，将所有玄力汇聚一点，自然能够轻松刺破。结束了。临川卷起一个玄力风暴，毫不留情地轰向阮萧，给我下去！阮萧旋即以最快的速度凝聚玄力聚于双臂之上。什么？噗！阮萧的双臂几乎要被玄力风暴撕裂，最终狼狈地扑在地上，整张脸更是像猪肝色。整个比试台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弟子都彻底傻眼，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一幕。本是4个小境界的差距，如此悬殊的交战，竟是临川胜了。这流氓赢了，他何以如此？凤仪宁一脸狐疑，在他看来，越4级取胜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临川冷冷一笑，原来我这么厉害啊！临川胜，晋级明天的淘汰赛。所有人都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这个真2进5级的小子。临川并非侥幸，他的真实实力远超真2进巅峰。昨日他喝明星酒和冰清玉明时，就有所察觉，他的灵海尺寸似乎是常人的5倍。不过他也并不知晓缘由，我的父母到底是谁？临川幼年时时常羡慕旁人有爹娘相伴左右，他从一出生就跟着一位老翁，老翁名叫林秋，年轻时是游龙村的猎人。他一次上山打猎，偶然遇见了尚在襁褓的临川。哇哇！哪里来的婴儿哭声？林秋循声而去，是个男娃娃，为何被独自舍弃在这里？林秋在游龙村出了名的善良，经常将自己打来的野味送给亲戚街坊，邻居们也对他很是照顾。虽说他一生未娶，但他的日子仍然过得洋洋洒洒。林秋露出慈祥的微笑，你我相见便是有缘，既是在山川间相遇，那我便叫你临川吧，跟我姓。小临川听到林秋的声音，哭声停了下来，似是很开心这个名字。有了临川之后，林秋很少到山里打猎了，他的生活添了一抹彩色，他的笑容比以前更加灿烂了。川儿，来，爷爷帮你拉开。临川6岁时坐在院子里捣鼓弓箭，捣鼓了一上午都没拉开弓，正闷闷不乐呢，林秋走进了院中。见林秋走了进来，临川眼睛有些湿润，爷爷是不是川儿太没用了，所以拉不开这弓，爹爹和娘亲也不要我。林秋一怔，他心疼地看着眼前的小临川，粗糙带茧的手掌轻轻抚摸着临川的脸庞。川儿不哭，想来你的爹娘或是有身不由己的事才。6岁的小临川直接打断林秋，身不由己就能丢下自己的亲生孩子吗？临川眼泪决堤般涌出，林秋也揉了揉眼角，无论何种缘由，爷爷肯定不会抛下你，川儿若不嫌弃，爷爷定然将你抚养成人。临川看着哽咽的林秋，他从未见过林秋这般模样，他缓缓开口，爷爷放心，我一定好好孝顺你，让你成为游龙村最幸福的爷爷。爷爷，快帮我拉开这钩。小临川抹掉眼泪，挤出一个微笑。好嘞，想当年爷爷年轻的时候也拉不开这股弓，川儿可不要看轻自己。林秋重新展露笑颜。小临川后来对修士很感兴趣，林秋四处给他寻修玄的书。临川天资极为聪颖，12岁就自己摸索着突破玄意境。要知道，就算是有修士指点，几乎也要14岁方可修玄。临川的天赋之高，林秋欣慰至极。直到在他16岁那年，赤阳玄冰宫招收弟子的消息传到了游龙村，
林秋想着自己年纪也大了，村里实在没有什么修炼资源供给林川修炼，就想着给他报个名。林川几乎是瞬间就被赤阳玄冰宫的二长老七指英看上了，给了他1天时间道别。林川非常不舍，他从小到大和林秋几乎从未分开过，直到分别都是睡的同一张床。前往赤阳玄冰宫那天，林川抹着泪，爷爷，当年的话我一定会实现。七指英给了1袋子钱给林秋，但是林秋没有收，只是一句，如果可以，希望仙子多多照料川儿。喂，登徒子，你是不是又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凤仪宁来到林川面前，毫不掩饰地鄙夷道：我才不是那种人，侥幸而已。林川刚一说出，便有些脸红。你不是，左安你明明就是故意的，哼！凤仪宁娇声道：希望你不要碰到我，不然要你好看。林川还想说些什么，凤仪宁早已不见了。夜晚，林川回到房中，琢磨起天龙血剑起来。接下来的对手肯定更强，要想赢，跟林三境的修士交手是必不可少的。我来跟你练练手如何？一个清脆冰冷的声音响起，苏一雪的身影出现在林川面前。大大，哦不，一雪，你怎么来了？林川嘴角上扬，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冰雪美人。我听说你赢了一位真2境巅峰的修士，就想着来祝贺一下我们的林川师弟。苏一雪粉唇微起，眸中闪过一丝慌乱。如何？要不要我陪你练练？不要我就走了。苏一雪转身作势要走，林川上前一把将苏一雪揽了过来，他紧紧搂着她说：我可不会拒绝一雪。温热吐息打在苏一雪脖颈，她的耳垂微微泛红，在林川的腰上柔柔一抓，你先放开我。语调绵软无力，似归附软语。林川故意贴近她耳边，师姐莫不是担心我受伤？苏一雪娇哼一声，谁会担心你这种流氓？叮，雪息剑出现在2人中间，将2人分开，剑身映出苏一雪微泛红的脸颊。你不是要练手吗？看剑！雪息剑锋芒毕露，林川连忙掏出天骄血剑抵挡，却被震得后退数尺。嗨，一雪，你来真的啊？林川捂着胸口看着他。苏一雪冷冷地说：谁让你总喜欢占我便宜，就得给你一些颜色瞧瞧。而且你比试时对手也不会留手，再来。雪息剑铮鸣一声，又是一剑刺向叶川，但这一剑苏一雪明显减弱了力道。天骄血剑在掌心旋出血红色剑光，堪堪挡住雪息剑。大师姐的剑法越发精妙了，她故意荡开剑势，任由苏一雪欺近身前。少女身上清冷的雪莲香混着薄汗，随双剑碰撞时扬起的发丝拂过林川鼻尖。苏一雪手势变换，合成一掌，噗！猩红刺目的鲜血染红了林川的青衣。苏一雪的攻势没有丝毫削减，这是要往死里打啊！我都这样了。林川翻身而起，臂间龙纹浮现。林川周身气势陡然攀升，原本泛白的指尖因灵力翻涌而红润起来，甚至有些诡异的红。苏一雪血眸微震，血息渐渐深，竟隐隐发颤，这是气灵对高阶力量的本能畏惧龙的气息。苏一雪一声呢喃，这就是你要我帮你取龙心的目的吗？苏一雪唇畔扬起冷艳弧度，血息剑竟鸣出冰晶剑语，既如此，我便不再让你。冰寒剑气席卷，林川脚下青砖寸寸开裂。林川一声暴喝，龙纹骤然化作游龙虚影，生生撕裂冰玉。师姐，得罪了。林川低喝，天骄血剑裹挟龙息斩出。苏一雪瞳孔骤缩，眼看着血剑就要触及衣襟，林川猛然偏剑，剑身擦身划过，削落几缕秀发。林川收起龙纹，转身走向发愣的苏一雪。大师姐，你刚才为什么不挡？你可知道我差点就没收手。林川语气中带着些许怒意，连忙查看起苏一雪是否受伤。苏一雪握住林川检查自己伤势的手，师弟，方才那龙吟让我神魂震荡，灵力无法运转，就像是被定住了一样。苏一雪的眸中不失惊讶。林川反应更大，定住，难道是真的龙吟？传说只有龙族中最为尊贵的几种龙吟方可震荡神魂，的确如此，方才我着实动不了，真是意外之喜，那这或可成为我的一张底牌。林川有些激动，还笑几声，身子软了下去。苏一雪连忙扶住林川，你怎么了？林川无力无气地说道，被你这样折腾，哪里还有力气站着？我扶你去休息。苏一雪将林川放在床榻上，林川却是环住苏一雪的脖颈不放。一雪，我昨天喝了太多，岩阳术转化太慢了。苏一雪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她嫩滑的玉颊瞬间染上红霞。我用冰心诀住。苏一雪慌乱地说道。话音未落，林川将她拦腰而上，一指寒芒点出，砰的一声轻响，门关上了。一雪，冰心诀可帮不了我。林川一声低语后，将苏一雪的青衣外衫褪去，银白如玉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
林川喉结滚动，唇瓣轻轻附上苏一雪的软唇，鼻尖还有丝丝芳香。林川，不要。苏一雪一声娇呼，但林川此刻早已失去理智，根本听不进一句话。林川灵海中混着龙息的灵气剧烈翻涌，他翻身附上苏一雪。苏一雪没有推开他，他的潜意识里早已认可了林川，身心皆附军，此刻自然任君采撷。苏一雪开始炽烈回应着林川。地上衣物散乱，里库屋外寂静无声，屋内喘息声不断，香汗淋漓，倾泻。苏一雪娇软的一声，搂着林川的手更紧了些。一番唇枪舌战之后，林川将苏一雪放走了。苏一雪本是到了门口，结果又来到床边，狠狠咬了林川的舌头一下，娇斥一句：“下次不许咬我。”苏一雪捂着有些发肿的唇瓣离开了。这一番激战让林川有了极大的突破，昨天喝的饮料终于发挥作用了，还得是我大一血。修为蹭的上涨，直接到了真二境七重，我手上的龙纹好像更明显了。林川看着越发清晰的龙纹，嘴角上扬，连岩阳术都突破到了3重。一雪，你过来。苏一雪回屋途中，他的师尊七指柔传音给他。苏一雪连忙整理了有些歪斜的衣襟，都怪林川。苏一雪来到七指柔身前，盈盈一礼：“师尊，您唤我何事？”苏一雪琴手尽可能的低，不让七指柔发现她的微肿的唇瓣。七指柔轻声问道：“一雪，你的修为是否随时可以突破劫4境？”七指柔是劫4境9重修士，他能看出苏一雪是故意压制修为不突破。多亏了师尊的冰山雪莲，炼化那雪莲后，弟子修为大增，加上昨日冰清玉明，的确能够随时突破。苏一雪并没有半分隐瞒的意思，他依旧没有抬头。七指柔十分高兴，缓缓走到苏一雪身前。七指柔握住苏一雪的柔仪，细细道：“一雪，你是我教过的最有天赋的弟子，为师很欣。你的唇瓣怎么回事？”该来的终究会来。苏一雪脸颊瞬间附上一抹嫣红，支支吾吾道：“弟子。”七指柔却是嫣然一笑：“是不是刚刚去找了林川？林川天资不错，姐姐时常向我提及，他的身上绝不简单。”苏一雪脸颊更红了，峨眉微蹙：“是师尊，我。”七指柔柔柔一笑：“无妨，男欢女爱在我赤阳玄冰宫本就推崇，只是有些诧异，我的冰冷弟子赤阳玄冰宫的清冷大师姐好像沦陷了。双修能让修为飞速提升，而且修为天赋越高，在出行房事之时获益越大。但你是玄冰玲珑体，每一次双修都跟初次一样。一雪英是不清楚自己的体质吧？”七指柔轻声问道。苏一雪琴手再次低了下去：“师尊，您就别打趣我了，都是林川强迫我的，我才不想和他双修。”七指柔咯咯一笑：“好了，你退下吧，若是比试上遇到实在难缠的对手，突破也未尝不可。”弟子遵命。苏一雪比上次在银雪阁更加迅疾地逃开了请晋级的1600名选手，上台抽签。木管事悬在半空，吆喝道：“什么嘛，我竟然是2号！”云小棠埋怨着说。柳如烟站在旁边，用极为娇媚的声音说：“五师妹要不要跟姐姐换？我的是1号哦。”云小棠扑哧一下：“我才不要换！3师姐竟然比我还倒霉！”哈哈哈！请抽签的选手到各自的赛台上集合，规则与昨天相似，1号到80号在1号台，以此类推。木管事肃声说着。林川运气不错，第2轮遇到的是一个同等级的对手，极道宗的弟子张狂，不到3招林川就秒杀了他，轻松晋级。接下来的2天，第3天，林川碰上了一个03境1重的家伙，林川将8成的炎阳真气灌输进天骄血剑，才拿下比赛。第4天，林川遇到了赤阳玄冰宫的师姐，那位师姐是03境2重的修为，不过受寒毒侵扰有些严重，又见是自家师弟，他们便达成了某种协议，让林川帮他驱散寒毒，他便认输了第4场比赛。苏一雪还跟林川一个赛台，林川跟那位师姐达成交易的时候，别说苏一雪的脸有多黑了。黄昏时刻，红霞漫天，孤雁纷飞。林川，苏一雪的怒斥响彻林川的整个院落。一雪，怎么了？你脸色好像不太好，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告诉我是谁，我林川饶不了他。林川并没有发现事情的严重性。苏一雪更气了，你跟那位小师妹说了什么悄悄话？为何她忽然认输？林川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吃醋了。林川淫笑道：“一雪可是吃醋了。”苏一雪轻轻抬起修长雪白的腿，微微掀开裙摆，重重地踩了林川一脚，说：“什么交易？”林川连忙蹲下：“疼疼啊，大师姐。”他温柔地想要移开踩在他脚上的白皙美腿，结果忍不住，林川的手沿着小腿滑到了大腿，啊疼！我错了还不行吗？苏一雪紧紧捏了林川一把，林川撕心裂肺地求饶起来：“林川，你现在胆子真大啊！”苏一雪娇颜盈目，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了。大师姐，我就是答应那位师姐帮她驱散寒，
毒！林川的脚被踩得更重。不是你想的那样，只是正常的炎阳术驱散啊。如今我已是3重炎阳术，还多亏了那晚大师姐的帮助呢。林川弱弱道：“最好不要骗我，否则我就再也不理你。”苏一雪刚一出口，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以前自己可是这样的啊，怎么会说出这种娇羞的话？嘿嘿，雪儿，你还不信我吗？我用赤阳玄冰宫所有男弟子的人格担保，绝对不会。林川笑嘻嘻的道：“谁是雪儿？不要乱叫。”苏一雪想要找到以前的那种清冷威严，但总有些绵软无力，尤其是面对林川。大师姐苏一雪是我的雪儿，我林川的雪儿。苏一雪见他很严肃，小脸一红，移开了脚。林川顺势将他搂进怀里，等我以后修为超过你，我就娶你。苏一雪欲言含羞，紧紧地埋在他的怀中，胸脯起伏。哼，哪有你这样的，亲一下抱一下就说娶我，我才不答应。虽是拒绝，但是他却搂住了林川。等你真正修为超过我，我再考虑考虑。林川内心溢着狂喜，咧了咧嘴道：“那雪儿可得提前准备好婚衣。”苏一雪未语，只是白了他一眼。第5天，今日是常规淘汰赛最后一场，200名进100名。现在宣布一下各宗剩余人数：极道宗剩余80人，昆仑殿剩余70人，赤阳玄冰宫剩余50人。请晋级的选手来台上抽签。木管事将200枚灵石投入玄龟袋。赤阳玄冰宫除了林川全是女修士，同级对上男修士获胜的概率要小上一些。不过赤阳玄冰宫前10位的师姐都还在晋级名额中，倒是个不错的消息。凤仪宁看了看不远处的林川，嗔怪道：“没想到那登徒子还在台上，好像修为达到了真2境7重，肯定是服了什么灵药。虚境。林师弟，接下来的比赛你一定要小心，几乎都是03境的修士在场上了。”云小棠眸中闪过一丝忧虑，柔声着。柳如烟咯咯一笑：“林师弟真厉害，真2境7重就能杀进200强，不愧是武师妹看上的男人。”林川微微颔首：“多谢师姐们的关心，我不过侥幸罢了。若是接下来遇见各位师姐，怕是会被淘汰。”嘻，林师弟不要妄自菲薄，我可不信你是侥幸走到这儿的。云小棠对他充满期待，淫笑着美眸微微一眯。比试仍跟往常一样，请选手到各自的台上集合，准备比试。木管事一声令下，参赛修士四散开来。66号，我怎么跟这个数字这么有缘？林川看着灵石上的号码，不禁有些疑惑。第6场，66号赤阳玄冰宫林川对阵昆仑殿祝若烟，请双方选手上台，请师姐指教。林川礼貌问候：“请指教。”祝若烟冷冷道：“一根玄冰鞭直接抽了过来。”玄冰鞭所过之地，冰晶横溢，冰雾氤氲升腾。祝若烟是03境3重的修为，台下的呼声也多是为他，但也有一个树音喊着加油。林师弟定睛望去，赫然是云小棠。祝师姐小心了。林川一记严暴接下了他的第1击，但他也后退了数步，稍显吃力。祝若烟不免有些诧异：“很好，真2境的修为竟能接下我的3成力道的攻击，接下来我可就要全力了。林师弟现在认输还来得及。”林川望着扑面而来的玄冰鞭影，忽然发现祝若烟每一次挥鞭之后都有3瞬的缓冲时间。他心中一动，炎阳真气在掌心凝聚成盾，却故意露出右肩破绽。找死！祝若烟冷笑，冰鞭骤然转向，抽向他右肩。林川不退反进，冰鞭触及林川右肩时，天骄血剑突然刺向他。祝若烟脸色骤变，仓促间撤回冰鞭格挡，却见林川早已欺近身前，指尖燃起赤焰。炎爆！这一击炎爆完全打在他的小腹之上。祝若烟痛呼一声，玄冰鞭凌厉紊乱。林川趁机抓住鞭梢，炎阳真气顺着冰鞭疯狂反噬。师姐的冰属性凌厉，在我这可讨不到便宜。台下哗然，云小棠兴奋的直跺脚：“林师弟好样的！”凤仪宁却眯起眼，这小子的炎阳术，难道还能克制高阶修士的冰系灵力？非是林川的炎阳术，而是他体内的玄冰之力，除非修为高他很多，否则他几乎是免疫状态。祝若烟连忙弃掉玄冰鞭，可恶，你成功惹怒我了，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冰系神通。祝若烟双手接出玄奥法印，眉间冰晶纹路骤然亮起，整个擂台瞬间被寒霜覆盖，空气凝结出细碎冰晶，观众席传来阵阵惊呼：“极寒断生斩！”祝若烟一声暴喝，双手握住一把下品灵剑，气势浩荡。林川顿觉周身重若千钧，裸露的皮肤竟开始结出冰碴。更可怕的是，体内真气运转速度骤降，仿佛连血液都要凝固。林川连忙运转玄冰之力，涌入体内的寒气果然变慢了不少。他仍表现出难以承受的模样，灵海内却是炎阳真气翻涌不断。祝若烟凌空而起，玄冰鞭在漫天霜雪中幻化成3条冰蛟，竟能逼出我的本命神通，看来是我小看你了。冰斩咆哮着撕裂空间，
所过之处，连灵气都被冻结成冰冷坠落。千钧一发之际，林川身前突然出现一把剑天龙血剑，天龙破，炎阳真气充斥着天龙血剑，天龙破迎上级寒断生斩，竟是不相上下。双剑碰撞，冰火交织爆炸而开，碎冰与血气印出一幅令人心惊的画卷。这真的是真二境能够做到的。极道宗的唐师摸着下颌，正在观看着这场比赛。这小娃娃不简单啊，真二境就能抗衡灵三境，若是让他成长起来，或会是赤阳玄冰宫的一大助力。极道宗宋慈也微微颔首，借助爆炸的反冲力，林川竟以诡异角度擦过碎冰，右手扣住祝若烟脚踝。林川将他倒转过来，此刻祝若烟已灵力枯竭，完全没有摆脱林川的余地。祝师姐，你的腿真细，认输吧，祝师姐，反正你灵力也所剩无几了，不然我可就要让观众都赏赏祝师姐的风光了。一声轻佻的低语让祝若烟面红耳赤，她幽怨地瞪了林川一眼，玉齿紧咬。我认输。林川果然唬住了他，他认输后，下一秒林川也倒了下去。祝若烟见状，察觉到自己被糊弄了，气不打一处来，娇怒一声：可恶，竟用这等卑劣手段激我，不可原谅。林川师尊戚芷英全程关注了这场比赛，在林川倒下的一瞬间接住了他。明明早已灵力枯竭，为何还能撑住？这是龙的气息。林川绵软无力地躺在戚芷英怀中，心眸睁开一条很小的缝。师尊，您的天龙血剑真厉害。戚芷英不断为他输送寒冰真气。川儿，不必如此拼命，能走到这一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林川唇瓣开合，我的师尊这么厉害，他的弟子也要厉害。我若废物，说不定师尊也会如我父母一般放弃我。最后，他的眼角竟还藏了一滴眼泪，落在了戚芷英的圣洁无瑕的皓腕上。川儿，一句柔婉轻呼，戚芷英冰冷的心仿佛被触动了一瞬。这便是你的遭遇吗？林川早已昏死过去，戚芷英的呢喃也散尽于空中。第五场比世云小堂对阵极道宗的吴钩，吴钩有着灵三境八重的修为，轻松碾压了灵三境五重的云小堂，还将他打伤了。柳如烟还特地警告他，你最好别跟我们大师姐碰上，否则他一定饶不了你。吴钩不以为然地回了一句，都是漂亮妞，能有几分力道，小爷我巴不得你们都来给我挠痒痒啊哈哈哈。戚芷英将林川带回了住所，屋内他的冰寒真气始终没有断过。2个时辰后呼，终于稳定下来了。戚芷英轻舒一声，林川翻了翻身，嘴里呢喃着，爷爷，我一定要让你成为游龙村最幸福的爷爷。倒还算一个重感情的家伙，那老翁估计是你唯一的亲人吧。戚芷英给他盖上被子，转身就要离开。林川忽地惊醒，不要，然后猛地起身，原来是梦啊。林川猛地坐起身，刚好看见了已到门口的师尊，他缓缓开口，多谢师尊的救助，弟子让您费心了。无妨，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倒是你不用这般拼命，若是祝若烟成功被你激怒，估计你这身修为都被废了，下次不能再赌了，可好？戚芷英冷冷道。林川低声回应道，女子最重贞洁之身，虽是在赌，但弟子赌赢了，我答应师尊，下次一定稳妥行事。对了，你身上的龙息是怎么回事？你能撑住，全靠它维持。戚芷英忽然想起那抹龙的气息，想要从林川这里知晓答案。林川顿了一瞬，我也不是很清楚他究竟为何。那天大宴之上，我灵海内对那龙心有强烈反应，于是我就恳求医雪欧布大师姐帮我取了一块龙心，吃下之后便这般了。师尊你看，这是我手臂上的龙纹，但还不明显。林川脱掉外衣，整根手臂上龙纹若隐若现。戚芷英诧异地看着他，这事儿有多少人知晓？林川望着师尊有些发愣的神情，除了大师姐，并无他人知晓，我也未曾向他人展示过。此事或与你的身份有关，你或可凭此找到你的父母。戚芷英柔柔道。林川怔了一会儿，缓缓开口，找到父母？不，我没有他们也能过得很好，我还有林秋爷爷，我要给他养老送终。林川说这话之时，透露的是一股决然，没有丝毫犹豫。戚芷英眼眸深处凝结出一丝柔情，不知是对自己弟子的认可，还是联想到了自己身上如此。也好，为师走了，你休息一晚，明日定能恢复。戚芷英冰冷地丢下一句，便离开了。恭送师尊。林川立即坐定吐息，他今日对战祝若烟收获颇多，他得好好消化一下。我的玄冰之力能免疫绝大多数冰属性攻击，会将冰属性攻击上的冰属性完全去掉，只剩攻击。但是我的肉身却不能承受修为高我太多的修士攻击，得赶紧把炎阳术第3重的烈阳盾领悟出来。林川随即掏出师尊给他的炎阳术诀，开始参悟第3重的烈阳盾。经过戚芷英数个时辰的真气输入，他恢复了七七八八，至少调动炎阳真气完全不在话下。林川盘坐在寒玉床上，炎阳术诀悬浮在掌心。当他将灵石探入第3重法门时，顺着法诀调动真气，炎阳真气瞬间在灵海中掀起波涛。
经脉突然传来灼烧般的疼痛，烈阳盾需要大量调动炎阳真气，而将炎阳真气大量引出则会灼伤自己。就在林川抓挠须发时，灵光乍现。白天的比试之中，祝若烟的玄冰鞭在抽到自己身上时，炎阳真气明显被削减了。对，我可以同时调动玄冰之力和炎阳真气，只要能够控制到一个平衡点。林川直接开始试验，他先引出炎阳真气，等到承受不住的时候，开始调动玄冰之力。让林川震惊的是，玄冰真气没有抵消掉炎阳真气，而是附在了肌肤上，让他的体温保持恒定。而炎阳真气也能够大面积地覆盖在玄冰真气外围，原来如此。玄冰之力在附在肌肤上后，炎阳真气并不会主动靠前，因为它不是极致之热，而玄冰真气却是极致之冰，等阶的差距让他没有资格靠近玄冰真气。经过一夜的实验，林川最后成功将烈阳盾领悟到小成，挡住普通的03境修士攻击，应是没有问题，何况还有玄冰真气兜底。第6天，各位，今天是排位淘汰赛制，共100人，每10人一组，分别与其他9人进行对战，最终取获胜场数最高之人晋级明日10强赛。注意，一场对决之后，若是下一场再次轮到你，则会有半个时辰的休息。另外，若是胜场数相同之人，加赛一场，取胜者。现在，请晋级选手前往台上抽签。木管事将所有规则都宣读完毕之后，选手纷纷上台抽签。上天保佑我，千万不要分到那个漂亮女魔头那一组啊！林川暗暗祈祷着。6号台，又是你这个数字，真是阴魂不散啊！林川四处观望着，看看都有哪些选手在6号台。哟，林川弟弟，你的运气似乎不太好啊，跟姐姐我在一组，你怕是很吃亏哦。柳如烟勾魂夺魄的声音在林川耳边响起，林川偏过头去，迎面撞上了柳如烟的饱满丰腴，好软。林川心里暗暗说了一句。柳如烟连忙推开林川，林川师弟，你这是什么意思？想要勾引姐姐吗？柳如烟好似完全不在乎一样，对不起，三师姐，我并不知晓这么快就到了我后方。林川道歉着。你怎么黑着个脸？莫不是嫌弃姐姐这里不够大，还是说姐姐不够好看？柳如烟贴脸开大，让林川有些猝不及防。林川连忙摇头，摆了摆手，不是的，三师姐身段丰润，凹凸有致，冰肌玉骨，就算是天上仙子也不及你半分娇艳。师弟刚才绝没有看不上师姐的意思。嚯，林师弟小嘴真甜，也难怪我的小堂师妹被你哄得团团转，跟我都不亲了呢。没有看不上，就是能看上咯。柳如烟毫不隐晦的娇声一问。林川有些诧异，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三师姐太抬举我了，我只是帮了五师姐一个小忙而已，是五师姐人美心善，才帮我说了几句好话。先不说五师妹了，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柳如烟充满期待地望着林川。林川本以为能够糊弄过去，三师姐这般倾国绝色女子几乎无人看不上，但也无人配得上，在我看来，唯有世间最俊最有实力之人方可拥得三师姐。哥，林师弟的话我就是爱听，那方才林师弟可是占了姐姐好大一个便宜呢。柳如烟轻佻地说着。方才师弟的确是无意为之，还请三师姐莫要与师弟计较。林川不卑不亢道。林师弟不想要占姐姐更大的便宜啊？我认为林师弟就是世间最俊未来最有实力之人哟。柳如烟不禁将身上的玲珑雪纱都往下滑了半寸，露出雪白如玉的肌肤，杏眸风情万种，颦笑言语间，林川已是心魂溃败。柳如烟的每一个字都媚心撩魂，林川体内仿佛忽有狂火燃起，他迅速凝神聚心，猛咬舌尖，才缓缓压下起念，没有露出丑态。林川喉结滚动，心里暗骂一声，难怪厉师兄逃也似的离开了宗门，三师姐定然没少招惹他。三师姐说笑了，师弟我一直很敬重三师姐，绝无他想。哦，是吗？柳如烟将仙指贴在林川胸脯，缓缓滑下。林川触电般的颤了一瞬，心中烈火就要压不住了。林师弟的反应好像并不是你说的那样哦，男人嘛，口是心非的多了去了。嚯！柳如烟一边笑着，一边想要靠在林川怀中。三师妹，请注意场合。温雅声音让林川如临甘露。二师姐楚清离从第5比试台踏进而来，一袭儒家道衣衬得她气质非凡，唇角一丝若有若无的浅笑，那一张灵秀柔美的脸颊如同水中明月，银白灿烂。柳如烟连忙从妖媚中恢复自然。二师姐，我刚与林师弟说的尽兴，你就扰乱我俩，真气人！哼！柳如烟此刻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任谁看了都忍不住想要揽住哄逗一番。楚清离莲步轻移，婀娜身姿进到林川身前。林师弟，三师妹向来这样，你下刺凶一些，或许她就没那么烦人了。柳如烟一听这话，脸都绿了，呜呜道：二师姐，不带你这样的，若是我真被林师弟欺负了，我就把那件事说出来。柳如烟话音刚落，只见楚清离玉颊瞬间转粉，接着越来越红。那件事，林川弱弱一问。楚清离立刻厉色道：三师妹，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不会说我一直很信任你。柳如烟咯咯一笑，露出胜利者的姿态。哼，谁让你告诉林师弟凶我的？林师弟，不要听二师姐方才的话，她就是胡言乱语而已。三师姐放心，师弟保护你都还来不及，怎么会凶你？林川怅然一笑，多谢二师姐。二师姐若是日后有用得上师弟的地方，尽管说便是。随后他用只有他和楚清离才能听见的声音，二师姐还是赶紧离开好些，否则三师姐又要打趣你了。楚清离轻点琴手，瞪了柳如烟一眼，挪步回到了第5比试台。柳如烟双臂环胸，林师弟，我之前说的是，你考虑的怎么样呀？果然，二师姐一走，柳如烟再次恢复原形。林川支支吾吾，半天没有吐出一个字。柳如烟香唇忽地贴近林川耳畔，莫不是林师弟觉得我已经脏了？勾魂摄魄的软语回荡在林川耳边，内心的狂热就要爆发。他的声音更媚，姐姐没有不干净哦，还是厨子呢。林川全身一颤，全身燥热难耐，他连忙运转玄冰之力压住那股燥热。柳如烟倒是没有半分羞涩，仿佛这话在他嘴里说出就像是分辨男女一般简单。三师姐给师弟1万个胆子都不敢对师姐有半分非分之想啊。林川想立即逃开，但是都在一个比试台，能逃到哪里去？我可是知道你帮五师妹驱散寒毒的时候对她做了很坏的事呢。林川猛地一惊，神情骤然变动。看来我猜对了呢，哥哥。林川心想，果然不愧是专验人心的三师姐，连我都被唬到了。下一场，赤阳玄冰宫林川对阵赤阳玄冰宫柳如烟，请选手上台。裁判救赎般的一声，将林川的心拉回到比赛上面。不过第一场就是对阵柳如烟，让他有些没底。三师姐，请赐教。林师弟持剑的姿势也挺帅呢。林川这次直接亮出天龙血剑，没有存在侥幸心理，因为100强选手中除了他已没有真2境修士林川剑刚出鞘，忽觉四周景象扭曲。柳如烟唇瓣轻启，飘出一缕粉色烟霞，整个擂台瞬间化作女儿闺阁绣床罗帐，暗香浮动，连地板都变成了铺满花瓣的软毯。这就是三师姐的千幻媚景。林川剑尖指地，炎阳真气在经脉中翻涌，他双眸紧闭，以剑为笔，在身前划出赤焰圆圈，炎阳真气裹在身周，灼热气浪与幻境相撞，发出丝丝的刺耳声。媚境中的柳如烟水袖翻飞，9道红绫自袖中激射而出。林川突然暴起，星月般的眼眸陡然睁开，天龙血剑斩向最近的红绫，就在刺中的一瞬间，红绫又忽然消失，师弟可知晓？柳如烟的声音突然从4面8方传来，真正的媚术不在眼中，红绫骤然收紧，林川嘴角迸血，而在心中，剧痛感袭来，林川气剑便掌，双指并拢，这是昨夜参悟的烈阳盾，炎阳真气不断引出，在体表形成烈焰护罩。红绫欲火蜷缩，林川周身的幻境竟出现细微裂纹。破！林川趁机抓住一道实感红绫，猛地一拽。柳如烟踉跄现身的刹那，天龙血剑直取咽喉，却在最后一寸硬生生停住，剑抵着的竟是云小棠的脸。这男子真是真2境的修为吗？那女子可是03境6中的修为啊，还隐隐有7重的感觉，怎么会被他一介小子破了幻境？全场哗然一片。林川剑尖突然燃起惊艳，火焰掠过云小棠面庞，露出柳如烟惊愕的俏脸。你如何识破？五师姐颈间有一颗痣。林川收势后退，而且他压低声音，有些羞意地说：比试之前，三师姐在我身上留下了余香，五师姐身上的香味可不是茉莉清香。柳如烟突然扑哧一笑，红绫尽数收回袖中。罢了罢了，他转身对裁判挥手：我认输。在全场错愕的目光中，他凑到林川耳边轻语：方才林师弟若真刺下去，可就输了哦。柳如烟将红绫中的数把短剑一一收好，媚眼微眯：林师弟一定要好好考虑那件事哦，三师姐也想突破劫4境啊。林川不免有些心惊，若不是柳如烟收手，他的身上定会出现数个窟窿，多谢三师姐手下留情。待师弟炎阳术更进一步，定助三师姐一臂之力。这一场赤阳玄冰宫林川胜，共计胜场数1场，败场数0场。下一场林川的对手是昆仑殿池姑。林川胜了柳如烟之后，距离下一场比试约莫有2个时辰的休息，他得打9场比赛，至少也要赢下8场，才有机会晋级明日决赛。池姑是03境3重修士，凭借自身诡异的身法，加上摸不透的邪恶招式，让他一路高歌猛进，对手几乎都是投降。下一场林川对阵池姑，请选手上台。林川上台，却始终未见池姑人。就在林川分神之时，台上黑气缭绕，阴暗沉重的气息让整个比试台都有些压抑。小子，你竟然还有勇气站在这里，我劝你还是赶紧滚下去为好，我可不会像他人一般出手留情。整个比试台都被黑暗笼罩，本是烈阳高照的时候，却硬生生被池姑的黑暗属性弄得人心惶惶，好似整个太阳都被吞噬了一般。林川异常冷静，他
他冷冷出口：“看来你就是用嘴皮子吓唬人罢了。我不过真二进而已，你都不敢出来见我，可笑至极。”黑暗中的声音再次响起：“小子，不要以为你赢了03进6中的修士，就敢大放厥词。她是你们赤阳玄冰宫的女子，搞不清是你的红颜知己，让着你罢了。”台下一片哗然，原来是这样，赤阳玄冰宫好像就他一名男弟子。听说他们提升修为最好的办法，并不是正常修炼，而是炎阳术和冰心诀的合修。那他岂不是占了大便宜？赤阳玄冰宫的女子可都是倾国绝色的仙子啊！可恨啊！为什么我不在赤阳玄冰宫？那么漂亮的娘子，难不成也是他的合修伴侣？虽说他的脸不差，但配我才是最合适的。姐，那位叫做苏一雪的女子才是真的倾国倾城。听说她还是本次比试最有希望夺得第一的选手呢。林川却是不以为意。那你为何还如此忌惮我？又觉得我没实力，又要躲在暗处，莫非生的丑陋，无法见人？林川犀利的言辞让周身的黑气爆裂涌动起来。找死！黑雾骤然翻涌，一道阴冷至极的劲风直袭后心。唰！林川身形未动，周身却骤然爆出炽烈惊焰，炎阳真气如火山喷发般炸开，硬生生将那道黑暗劲风焚烧殆尽。轰！火光与黑雾碰撞，发出刺耳的嘶鸣，整个擂台都被分割成两半，一半烈焰熊熊，一半黑暗如渊。哦，有点本事。持姑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带着森然笑意。可惜你的火烧不进我的夜。话音未落，林川脚下的影子突然扭曲起来，黑暗束缚。持姑终于现身，他整个人仿佛融于阴影之中，唯有那双猩红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如同嗜血的凶兽。林川双腿如陷泥沼，无法移动，但他却冷笑一声：“就这！”烈阳盾，火盾瞬间环绕周身，炎阳真气如烈日般爆发，硬生生将缠绕的影子焚烧殆尽。持姑闷哼一声，显然没料到林川的炎阳真气竟能克制他的黑暗属性。你的火确实有点麻烦。持姑阴冷一笑，但可惜你终究只是个真二进的废物。暗影噬魂，刹那间，擂台上的黑雾化作无数狰狞鬼影，张牙舞爪地扑向林川。每一道鬼影都带着侵蚀神魂的阴寒之力，寻常修士一旦被缠上，轻则精神崩溃，重则当场疯癫。这也是众多修士直接认输的缘由。林川眼神一凝，手中天龙血剑骤然燃起惊焰，剑锋横扫，天龙破。一道炽烈剑光如烈日坠落，所过之处，鬼影哀嚎溃散。持姑脸色中变，身形急退，但林川岂会给他喘息之机？林川脚踏烈焰，身形如电，瞬间逼近持姑，剑锋直刺其咽喉。该死！持姑怒吼一声，双手结印，黑雾骤然凝聚成一面漆黑盾牌，试图抵挡。然而，咔嚓！炎阳剑气如熔岩穿透黑暗，持姑的盾牌瞬间崩裂。噗嗤！剑锋划过持姑的肩膀，黑血飞溅。持姑暴怒，周身黑雾疯狂涌动，竟化作一头巨大黑蟒，张开血盆大口朝林川吞噬而来。结束了，林川冷冷道。他骤然收剑，双手合十，体内炎阳真气疯狂汇聚研爆，一道璀璨如烈日的巨大真气火球出现在林川手心，狠狠砸向黑蟒巨口。嘶！黑蟒发出凄厉嘶吼，在赤焰中寸寸崩解。持姑狂喷鲜血，整个人被震飞数十丈，重重摔在擂台边缘。全场死寂。林川收剑而立，周身烈焰缓缓熄灭，淡淡道：“现在是谁该滚下去？”持姑想要挣扎着爬起，眼中满是怨毒，但伤势实在太重，昏死了过去。台下瞬间炸开，他竟然赢了持姑，那可是03进3重的暗修啊！赤阳玄冰宫竟有如此妖孽！林川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平静地走下擂台，好像赢下持姑就跟过家家一样简单。这一场林川胜，林川共计2个胜场，0个败场。裁判也略微有些诧异，但还是平静地宣读着结果：持姑共计4个胜场，1个败场。裁判，我有异议。昆仑殿的茅山进到持姑身前。裁判，这小子故意伤人，我徒儿后面的比赛完全没有机会参与，不知按照比赛规则应当如何处置他。茅山毒辣的眼瞳死死凝视着林川，林川感觉仿佛有无数条毒蛇咬在身上，动弹不得。裁判将茅山投在林川身上的灵压压了下去，我全程督战，并无犯规，倒是你这徒儿处处杀招，已经伤了其他2宗不少弟子，就连自己宗门弟子都被他伤了2位，不知毛长老是否教徒有方？裁判是劫4进9重的修为，完全不惧劫4进8重的茅山，弄成这般，皆是他咎由自取。你若有灵药保单，后面的比赛他也未尝不能参加。茅山攥紧有些褶皱的枯指，咬牙道：“既如此，那便依裁判。小子，你给我等着！”茅山立刻将垂危的持姑带了下去，开始疗伤。
持故事风格最像他之人，他自然要捧在手心。但是此番林川却是惹怒了这个睚眦必报的老太云小唐，战战兢兢地目睹了整场比赛。他挪步比试台，林师弟莫要被那老妖婆乱心，二长老抬手就能扇飞他。林川仍然正在原地，目光空洞。云小唐血眸临近他，直至咫尺对视，好可怕的人，只一眼竟就对我下了毒。林川陡然行转，完全没有注意到云小唐与他毫厘之距，他双手受惊般的往前一抓，林川抬手触到一团绵软之中，虽说没有苏一雪那般丰沃，但也小有成就。林师弟，你的手。云小唐娇羞道，他的脸颊瞬间红晕。林川连忙抽开手，对不起，五师姐，方才我被那老妖婆下了毒，一时间没有注意到你。啊，中毒？可是你们并未接触啊。云小唐狐疑一声，随即撇了撇嘴，该不会是想故意占我便宜吧？哼，少女娇哼一声，双臂插胸。林川随即撕开已半碎的衣襟，手臂上有几缕绿丝。五师姐你看，应是他上台之时通过控制我周身的空气流动，将毒素带给了我。云小唐赶忙取出解毒丹，好在并不是很难缠，加上林川修炼炎阳术，这种小毒对他威胁不大。啊，林师弟，你感觉如何？无碍。林川运转炎阳真气，手臂上的绿丝渐渐消退，这点毒素还伤不到我。林川一指点在他雪容般的玉颈上，倒是师姐怎么不在看台观战，跑到这里来了？云小唐嫣然一笑，眸中闪过一丝慌乱。我去哪里？你才管不着。林川狡黠带有挑逗地说道，是不是放心不下，要时时刻刻盯着我？才不是，我主要是来看三师姐的，顺便看看你而已。我才不信，五师姐，你的脸都好红好红了哦。林川取出天龙血剑，剑身映出云小唐娇羞的模样，他狠狠掐了林川一把，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哼。随即他不再管他，逃也似的远离了比试台。接下来的几场比试，林川连战连胜，胜场数已经来到了8场，全场瞩目。这小子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好？莫非就因为长得帅？你蠢啊，长得帅能勾引男修士？他可不是侥幸，而是诡异的灵力，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般。03境的修士都能被他耗死，这也是他能够一直站在台上的原因。第6比试台最后一场，赤阳玄冰宫林川对阵极道宗。裁判话都没说完，林川却是抢先一步，裁判，我认输。林川没有一丝拖沓，很平静地说着，这场即便认输，他也是第一，因为在无人胜场数多于他。最后一场，林川认输，累计胜场数8场，败场数1场。第6比试台比试结束，第1名胜场数8场，林川第2名柳如烟胜场数7场，第3名8胜1负，一个真2境修士竟然真的做到了，这怎么可能？他明明只有真2境7重啊！你们注意到没有？他那把剑是上品灵气，上品灵气，那可是宗门长老都不一定有的，他怎么会有？定是他的美丽师尊赠予他的，而且说不定还是这小白脸出卖了色相呢。原来如此，哈哈哈！裁判高声宣布，第6比试台最终排名，第1名赤阳玄冰宫林川，晋级明日决赛。裁判宣读完毕，场下之人无不显露惊骇，台下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云小唐激动地跳了起来，但林川瞥向他时，他却白了他一眼。林川缓步走下擂台，脸上依旧保持着平静。他抬眸看了看师尊，微微一笑。七指英轻轻点了点头，明日排位赛随缘吧，我已经没有给师尊丢脸了，而且大增大补丹也已经拿到了。林川释怀的一笑，大比前10的奖励是1人1颗3品丹药大增大补丹，而大比第1的奖励则是1枚4品丹药龙鳞护心丹。3品丹药对于03境修士来说算是极为奢侈之物，劫4境修士都不敢有人说能随便拿出，4品丹药则更是稀有，炼丹师与修士的比例几乎为1比100甚至几百，而高阶炼丹师更少。4品炼丹师在无风大陆绝对算得上一方王侯，比王侯还要富有。3宗之中也只有昆仑殿殿主是4品炼丹师，其他宗门也只有寥寥几位3品炼丹师，2只手便能数清。而且丹药品阶越高，炼丹时间越长，一颗3品丹药需要耗费3品炼丹师数月时间，还有一半失败的可能性。出发之前，七指英那晚找到林川，将比赛具体信息都说给了他。7日前，师尊。林川连忙起身行礼，七指英微微颔首，素手轻抬，一枚玉简浮现于掌心。这玉简中有着所有大比信息，或有你感兴趣之物。林川恭敬接过，灵石一扫，顿时心头一震。大比前10可得3品丹药大增大补丹，大比第1可获4品丹药龙鳞护心丹，大增大补丹。林川低声喃喃，眼中闪过一丝炙热。七指英眸光微动，此丹可增寿元20载，对始终不能突破的修士来说是续命良药，对凡人而言
不仅仅能够续命，还有几率改命。林川猛然抬头，改命？师尊的意思是，你爷爷年迈体衰，此丹正适合他。而且那日接你之时，我在他体内留下一丝冰魄真元，对他的灵脉滋养大有裨益。此丹或能助他踏入修真。七指英淡淡道。不过，林川瞳眸一热，激动地说道：“弟子定会拿下前10。”七指英却是摇摇头：“不要勉强，我可以与医学。”林川打断了七指英的话，还请师尊相信弟子。爷爷，等大比结束，我就回去看您。林川一声低语：“各位，今日是比试最后1日，经过昨日的角逐，所有10强选手都已选出，赤阳玄冰宫3人，分别是苏一雪、楚清离、林川；极道宗4人，分别是刀挂、吴钩、巫医、八黑；昆仑殿3人，分别是凤仪宁、叶希、牛修。哼，想不到这登徒子还能走到这一步，看我不好好教训他一番。”凤仪宁柔怒一声。此次决赛并非2-2对战，而是2-2合作。木管事的宣读不禁让所有人一愣，脸上写满问号。合作？木管事的宣告让台下众人都有些不解，往常不都是排位战吗？顾德一声斥吼：“木老头，何为合作？为何我们没有提前收到消息？”木管事不卑不亢，因为那股神秘势力出现了，正是昨天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他们主要游走在天乱山林，所以城主临时改变了比试规则，这也是3宗宗主的授意。迟延长老温婉的声音传到众人耳中：“的确如此，昨日我也亲耳听见了此事。那不知这决赛比什么呢？”众人皆很好奇，这是这么多年来头一回不一样的决赛。杀人和救人，那股神秘势力实力不强，只有一名劫4境一众修士，他占据了整片天乱山林，收纳了诸多匪盗邪修。而进入决赛之人，只要不碰到那名劫4境修士，皆有一战之力。杀一名03境修士积100分，杀一名真2境修士积10分，而玄1境修士1分。玄兽也能积分，与修士相同。而他们手中定然还有劫持的宗门修士，救出1人奖励100积分。无论什么修为，叶希吆喝一声：“如何能够证明杀了人？总不能将他们的尸体都收集起来吧？那样也太恶心了。”木管世玄即取出10个小袋，这是经由玄龟袋制作的小龟袋，能够精确收集心头血。若是真杀了那修士，即可将小龟袋放在其胸口，它会自动吸收修士的心头血，还能判断修士的修为。这袋上还有星辰印记，能够在新兰城积分大碑上显示你们已经获得的积分。我也能通过玄龟袋判断你们所在位置。不愧是玄龟袋，竟还有这般用处。2人一队，但必须是2个不同宗门的人方可组队。刀挂站了出来，斜眉微蹙：“不是宗门比拼吗？为何不是宗门比拼？”木管事冷肃道：“因为此次比试是真的有可能陷入绝境，为了杜绝某些人有残害他宗修士的行为，故而出此良策。积分2人平分，若有一方重伤，而另一人不救助，积分全部归众伤方。诸位可还有疑问？请问比试一共几天？是否有长老跟随？”比试一共7天，各宗均有1长老守在天乱山林外围，随时等待救援。诸位尽可放心，若是生命垂危时，只需捏碎小龟带上的那颗星辰石，长老们会立刻将你带出。但积分也会定格在当时组队双方积分的一半，另一人若还没退出，则仍然可以继续比试，积分全部记在自己身上。柳如烟在台下悠悠软语：“极道宗有4人，也太不公平了。三师姐，你要相信大师姐他们。”云小棠握住柳如烟攥紧地娇嫩玉手，若是没有问题，即可开始抽签选拔。林川，你要小心，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传讯于我，我会立刻赶去。苏一雪进到林川身前，用狠厉的话语说着最热血的话。林川嘴角上扬，轻声道：“一雪放心，我可是能进入10强的天才修士。”红色小龟带，凤仪宁灵时骤然散开。可恶，我才不要和他在一队。木管事，我玄龟带有占卜预测之力，你们的抽取或许也是上天的安排，请拿到相同颜色小龟带的选手站在一起。凤仪宁的俏脸别提有多撅了，一脸的不情愿。5组分别是赤阳玄冰宫苏一雪与极道宗吴钩，极道宗刀挂与昆仑殿牛修，赤阳玄冰宫楚清离与极道宗巫启，极道宗八黑与昆仑殿叶希，赤阳玄冰宫林川与昆仑殿凤仪宁。哟，这不是俊俏小娘子吗？跟好勾引，我会好好疼爱你的。吴钩邪魅的淫笑一声，手指轻轻抵住下颌。苏一雪雪膝剑唰的弹出，血光乍现，吴钩须发掉落几根。恶心的家伙！林川心里则是落下一块石头，还好不是排位对战，否则我定会被这个漂亮师姐打成重伤，不，打成残疾都有可能。天乱山林外围，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比试7天，这里是10枚2品丹药以及1颗大增大补丹，因为比试特殊的原因，前10名奖励提前发放。你们量力而行，千万不可莽撞行事，落到他们手里，可能会受到非人的待遇。
是。众人异口同声，随即两两一对，沿着不同方向进入了天乱山林。天乱山林中雾气弥漫，能见度很低。凤仪宁在前方开路，每踏过1寸土地，他的脚下都有烽火燃起，撕开迷雾。林川像只弱小的兔子般跟在他身后蹬犊子。你最好跟紧些，拖后腿的话我才懒得管你。凤仪宁没有给他一点好脸色，一副轻蔑的娇怨模样。林川心中虽对凤仪宁的态度有些无奈，但此刻也无暇计较。他小心翼翼地跟在凤仪宁身后，炎阳真气如一层无形的护盾在他周身流转，敏锐地感知着周围的动静。雾气愈发浓重，仿佛隐藏着无数未知的危险。凤仪宁的凤火在雾气中闪烁，但能照亮的区域越发有限。此刻也只有数十丈的临时感应。突然，一阵低沉的嘶吼声从左侧传来，声音沉闷而又充满压迫感。凤仪宁娇躯一震，迅速转身，手中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把火红的长剑。林川也立刻停下脚步，凝神戒备，目光紧紧锁定声音传来的方向。是什么东西？凤仪宁低声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急促。林川摇了摇头，轻声道：不清楚，不过听声音应该不是普通的野兽。吼！一声震天怒吼之后，一个巨大的身影从雾气中缓缓走出。那是一只身形如山的黑熊，浑身长满了漆黑如铁的毛发，两只眼睛闪烁着凶狠的光芒，嘴里不断滴着咸水。它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显然是一名玄一境的妖兽。玄一境的狂铁黑熊，杀了他能得1分。凤仪宁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兴奋。他冷哼一声，就这畜生还能难得倒本姑娘。说着，他娇喝一声，手中长剑一挥，一道火红的剑气如流星般射向狂铁。本以为能够轻松拿捏，但是这一道剑气竟是未伤他分毫。怎么会？凤仪宁一声低吟，是这雾气的缘故，干扰了我们的判断。他是灵3境。林川眉头紧蹙，那你是如何看出？凤仪宁柔声疑问。他总不能告诉他是因为医血的玄冰灵龙体吧？他获得了部分玄冰灵龙体的临时穿透效果。秘密。林川脱口而出，嘴角挂有一丝浅笑。小妾。凤仪宁娇斥一声，他冲过来了。狂铁黑熊是力量型玄兽，每一步似乎都震天动地，不要跟他硬碰。同等级修士对上同等级玄兽十分吃力，而越是血脉强大的玄兽，比如龙族、皇族、麒麟等族群，他们的血脉异常强大，基本碾压同境界修士。面前这只狂铁黑熊有着灵3境5重的修为，真要解决它，定然要费一番功夫。狂铁黑熊的熊掌拍在巨树上，碗口粗的树干应声断裂，硕大树干在它面前如同细杆，随手就能抓起。小心！树干以流星般的速度飞向凤仪宁，真觉得姑奶奶好欺负不成？凤仪宁稳住身形，赤红色凤火轰然暴走，凝出火凤虚影。火凤虚影巨翅张开，遮天蔽日般将树干尽数吞入火海中。狂铁黑熊怒吼一声，巨掌裹挟腥风，一掌劈裂山石，碎石飞溅间，林川身形如电，炎阳真气在掌心凝成火盾，硬生生扛住飞溅的岩块。火星迸射，他朝凤仪宁低喝，攻他胸前白纹，我引开他，你找机会烧穿那处。凤仪宁美眸一凛，虽不情愿听这登徒子指挥，却也不得不承认此刻唯有合作，否则二人必有一人难以离开。他连步变换，火红长裙在风中起舞，忽地他凌空倒翻，手中长剑卷起火凤流光。你若拖不住他，我就连你一起烧了。林川嗤笑一声，双掌猛然拍地，炎阳真气如岩浆喷涌，瞬间在地面炸开数道火墙。黑熊被激怒，咆哮着朝他冲来，每踏一步，地面便龟裂数丈。林川不退反进，掌心赤焰缭绕，竟在熊掌拍下的刹那旋身躲过，反手一记岩爆轰在他鼻尖。吼！黑熊痛得双目赤红，疯狂甩头。我那天可是喝了好多的，你的速度还是太慢。林川低笑一声，趁机跃上他脊背，天龙血剑裹挟龙息，狠狠刺入后颈。奈何黑熊皮毛如玄铁，剑锋只入半寸便被熊脊卡住。巨大黝黑的熊掌翻掌拍下，林川不得不弃剑腾空，还是被熊掌扫中，重重撞在树上。废物！凤仪凝娇斥一声，漫天凤火凝成一道冲天火凤剑光，尖笑着俯冲而下。黑熊挥掌抵挡，但因为火势实在太烈，一时间视线模糊，狂乱挥舞。就是现在，林川强忍剧痛，玄冰之力自掌心暴涌而上，寒流如锁链缠住黑熊双足，冰火相冲，黑熊周身竟发出嗤嗤作响，动作肉眼可见的迟缓下来。凤仪宁抓住时机，剑锋燃起凤焰，如流星坠地般直刺黑熊腹下白纹。噗！剑入3寸，黑血喷溅，黑熊垂死挣扎，巨掌横扫。凤仪宁灵动身形婀娜变换，他的肩膀被撕开一道血痕。林川见状，龙纹骤然浮现在右臂，骤然轰在剑柄末端。
轰！长剑贯穿黑熊脏腑，烈焰自内而外炸开，将巨兽焚成焦炭。凤仪宁踉跄落地，捂住渗血的肩膀，却见林川正用小龟带按在黑熊心口，真是岂有此理！凤仪宁一声娇喝，林川转过眼眸，看到他欲言含怒，轻声问道：“凤师姐，我已经将他的心头血收集好了，差点一整个都被你烧完了，你的凤火真厉害。”凤仪宁更加生气了，紧咬贝齿，怒声道：“你没见我受伤了？这就是你的团队精神，我就不该听你的，让你被他拍死。”林川尴尬一笑：“凤师姐，你的外衣都破了，我怕你又说我是登徒子。”林川指了指他的肩头，白皙肌肤暴露在空气中，猩红刺目的血迹也掩盖不住肌肤的水润。凤仪宁轻低琴手，脸颊略有粉意，连忙将周边赤红纱衣向上扯了扯：“这是我的宗服，凤师姐若不嫌弃，凑合着穿吧。”林川递来一件青色宗服，对凤仪宁来说宽大了不少。宗服上有淡淡的梨香，还混着炎阳真气的灼热。他挪步近身到凤仪宁身边，披在了她的肩上。“谁要穿你的破衣服？”青衣拂身的刹那，凤仪宁身子一颤，血眸望着地面，脸颊上的粉色更加的明显。林川笑呵呵地抽开青衣：“不要啊，那我拿走了。到时候碰见什么喜欢女修士的淫兽，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凤仪宁忽的又扯住衣襟：“你就没有一点大男子气概吗？送出去的东西还要往回拿。”凤仪宁重新穿上了林川的宗服，虽说有些宽大，但也遮不住他那凹凸有致的身段，尤其是身前的纽扣竟有些扣不上。林川默默地盯着他：“登徒子，你的衣服好像小了些。”凤仪宁美眸盯着胸前的褶皱，柔声道：“是凤师姐太诱人了，我穿上可不小。”林川的脑中闪过一丝火热，但很快他就将视线移到山林中：“我们得快些行进了，虽说是比试，但我觉得救人更为重要。要你说，哼！”凤仪宁依然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在他看来，林川不过是一个不近人情、没有感情的流氓。二人整理好状态后，便加快了在山林中的行进速度。四周的树木郁郁葱葱，时不时还能听到几声玄兽的嘶吼。我怎么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们？林川忽然停下，这雾气越是深入，便越是浓，连路都有些看不清了。按照木管事所说，他们皆在山林深处，那他们究竟如何辨别方向？我的灵石也只有10丈的范围了，登徒子，你不是有秘密吗？我的修为比你高，你若是告诉我，我的灵石肯定足够了。凤仪宁美眸轻眨，近距离欣赏着这个有秘密的男子。林川看着身前诱人勾魂的凤仪宁，心中热火好似就要被再次点燃。那不是什么好秘密，而且你也做不到，你又不是玄冰玲珑体，而且就算你是，你真会跟我合修？哼，你要是再不说，我俩可就一个人都杀不到了。凤仪宁故意嘟着嘴，软语着。林川心生一计，反正他总是取笑我，不如试试他的反应。嘿嘿，好啊，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但是你待会儿不能骂我。林川狡黠的一笑。凤仪宁忽然感到背后一股凉意，这登徒子是不是又憋着什么坏？不过他的修为远胜过他，索性不管那么多。你说吧。林川忽地贴近他耳畔，用极其撩拨的话语，就是少女的玉颊瞬间染上红霞。你果然就是流氓。他的声音中带有慌乱，琴手稍歪，梨涡微现，晶莹如玉的少女被面前这个男子彻底扰乱了心神。林川心眸盯向他：凤师姐，我说的可都是真的，不过还得有条件。你都说出这种话了，还有条件？我看你就是哄骗女孩子的臭流氓。嘘，前面好像有人。林川临时率先察觉到异常，随后他挑起天龙血剑，小心翼翼地靠了过去。凤仪宁还有些没回过神，没想到他竟想出这种哄骗女孩子的话术，不能再靠近他2米以内了。天龙血剑铮鸣一声，剑光刺向发出声响的方向，出来。林川一声低喝，浓雾都退散了些许。随着剑光刺去的方向，一个身影从浓雾中显现出来，那是一位中年妇女。她身姿婀娜，有着高挑的身材，即便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却也无损她的优雅。她的肌肤虽已不如少女般细腻，却有着一种成熟女性的质感，白皙中透着淡淡的红润。她手中握着一把长剑，剑身闪烁着幽光，看上去应是一把上品凡器。此时她警惕地看着林川和凤仪宁，眸光中带着一丝恐惧和警惕。二位手下留情，我只是偶尔路过，并无恶意。中年妇女是真2进3重的修为，此刻诺诺恳求着林川二人放过他。林川连忙收起天龙血剑，上前扶起他，轻声问道：方才我以为是玄兽或者是那些盗匪才仓促出手，没伤到您吧？中年妇女点点头：公子剑光之中并无杀意，我无事。咦，您为何一人来这危险之地？凤仪宁靠了过来，柔声问道：实不相瞒，我女儿被盗匪掳走了，我那天一路跟随就到了这里，我已经在这里摸索了2天了，
但仍然没有找到他们的藏身之所。中年妇女的眼睛越来越浑浊，最后直接哽咽起来，恐怕我女儿已经被那些禽兽给……对了，我叫陆倩，你们直接喊我名字便可。陆姨，我们是三大宗的弟子，前来这里就是为了救人，顺便杀人。您先跟着我们一起吧，这里危险重重，跟着我们也好有个照应。林川对着他微微一笑。可是我可能会拖你们后腿，他弱弱的道。陆姨难道不想第一时间见到自己的女儿吗？她肯定很想您。凤仪宁最终将他说服了。那就多谢二位了。陆姨，不知您是否有大致方位？我们进来之前只知道那些匪人在东北面，可是后面雾气越来越大，能见度也越来越低，根本辨别不了方向。林川忽然一问，正好我这里有一枚七彩方位玉，无论什么地方，他都能够精准判断所在之地的方位。这本是我准备送给我女儿林一的生日礼物。可是，陆倩说着，仿佛再次陷入沉痛之中。陆姨能借我用用吗？有了它，或许能很快找到你女儿。当然。林川随即打量起这枚精致的玉石，原来如此，里面竟有一枚方位石。方位石可是极为奢侈的玉石，上万灵金也难买到的东西，而且方位石大多出现在拍卖会上，价格可能会被抬到数万灵金，甚至10万灵金。林川随即又细细打量了一下陆倩，她能够拥有这般昂贵之物，身份定然不简单。对了，陆姨，您方才说您女儿名叫林一？树林的林，伊人的伊。陆倩说完，还不忘叹气一声，真有缘。我叫林川，来游龙村。陆姨，为何说起这个，您好像有些不开心？凤仪宁凑上前来，一副吃瓜的模样。哎，若是那一儿他爹愿意出手，一儿早就回去了。罢了，这些事不提也罢。陆倩轻轻叹气一声，陆姨，我们一定会帮您救出林一的。凤仪宁莞尔一笑，眸中既有安慰，又有一丝坚决。东北面就在那边，跟我来。这次换作林川在前面开路了，凤仪宁带着陆倩跟在后面。3天后，新兰城积分碑前围满了修士。哈哈，不愧是我极道宗，积分遥遥领先。极道宗唐师狂笑着说，切，不过是仗着人多，而且还是平分积分的，肯定是我的弟子牛修出力更多。昆仑殿莫宁鄙夷道，目前极道宗总积分3800分，昆仑殿总积分3000分，而赤阳玄冰宫只有2900分。老莫，你这话就有些不对味了，我们人多也是因为我们弟子实力够强，上一届也是我们极道宗拔的头筹，看来这一届也不例外，哈哈哈！唐诗的笑声更加肆意，周身空间都产生了些许震荡。迟烟看着积分碑，脸上有些不悦。这次的赛制我们也太吃亏了些，本来一雪成为大比第一是很有希望的，结果现在看来又是极道宗笑到最后了。七指柔也幽怨着说，一雪的积分要对半砍，就算杀再多的修士，就再多的人都会被极道宗分一杯羹。这一次看来赤阳玄冰宫又无缘了。等等，你看林川的积分，他和凤仪宁的个人积分在急速飙升，已是所有参赛选手中积分最高，看来他们已经提前找到了他们的藏身点。七指柔冰眸中重新点燃希望。林川的个人积分一下子从1200分来到了1800分，这可是相当于击杀了6名03境修士，谁能想到这是一个真2境修士能够做到的。赤阳玄冰宫和昆仑殿的积分也分别来到了3500分和3600分，与极道宗相差甚少，或许他能为这场比试留下悬念。七指柔内心一出喜悦，姐姐果然没有看错人。吴钩，你若还是在旁边观望，那我俩便各走各的路。苏一雪冰冷的声音中带有怒气。吴钩毫不在乎，小娘子，你的修为胜我太多，根本用不着我出手啊，若是你累了，我可以帮你放松放松啊，哈哈哈。淫邪的笑容中充斥着令人恶吐的恶臭。你想要做什么？你可知这是违反规则，我可以立即让你失去比赛资格。吴钩看着眸中溢满杀意的苏一雪，他害怕了，他开始动容了，他的语气不再是轻佻，而是恐惧，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苏一雪冰雪领域绽开，方圆10里的雾气都被凝成冰珠，掉落在地，发出叮叮的清脆音声。只见他朱唇中缓缓吐出，你那副令人恶心的样子，也配喊我小娘子？这辈子除了他，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喊出那几个字。苏一雪的冰眸中似有万股寒潭翻涌，雪息剑悬于头顶，剑身嗡鸣震战书的一声，雪息剑携带刺目剑光流星般飞向吴钩。吴钩慌乱之中连忙抽出他那双钩子，你竟真敢动手，就等着被淘汰吧。吴钩冷喝一声，轰，钩子完全挡不住那冰冷剑光，吴钩翻飞出去，一口鲜血洒在地上。真以为大爷我怕了你不成？我的淬命钩厉害的可不只是防御。吴钩一声狞笑，淬命钩上毒雾翻涌，似乎将山林中的雾气都同化了一半，皆有着腐烂的恶臭味。他咬着牙强行咽下已到嘴边的那口血，还不忘抹了一下嘴角，给我死！淬命钩鬼魅般的出现在苏一雪身前，苏一雪没有丝毫动容，
他的脸色冰冷，已然恢复成真正的大师姐模样。只见寒芒乍现，无数道冷剑出现在他面前，每一剑都裹挟着刺骨寒意，形成一张剑盾，是会飞的剑盾。铮！淬命钩与剑盾轰然碰撞，洒下漫天冰晶，毒雾在冰晶上划过，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你的毒对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苏一雪冷肃着，血息剑陡然刺出。你！吴钩惨叫一声，随后胸口被直接刺穿，伤口完全冻结，心脉断了。你先前无论如何言语轻薄我有半分回应，但你方才那句侵犯的是他的尊严，不可饶恕。苏一雪怒斥着，随后将小龟带放在他的胸口。吴钩的手中正捏着那块星辰石，就差一瞬，他就能求救成功。既然来了，何必还要走呢？苏一雪的声音回荡在空中，清脆但又不满杀意。糟糕，五哥，这娘们好像很厉害啊，竟能在乱林雾中发现我们。一个粗犷的声音低声说道。你蠢啊，他定然是在唬我们，千万不要出声，找时机将他送给老大。以他的姿色，老大说不定会让我的位置往上爬几个，就算是第二也有可能啊。说话的是天乱山林中神秘势力中的五哥，此人小名老五。他正侥幸之时，一道剑光已然临身。五哥，你的手！老五身旁那人惊声道。老五的左手被苏一雪一剑斩下，还没来得及逃，苏一雪已是出现在他二人面前。告诉我，你们如何在雾中辨别方向，否则死！苏一雪眼眸深处凝结成一抹身影的冰冷，毫无感情。老五死捂着手臂上的断口，面容狰狞可怖，苍白丑陋。他的小跟班早已跪下，头重重地磕在地上。女侠，是醒悟虫，我这里还有少许，一只醒悟虫能让你维持一天的方向感，在这天乱山林可以横着走。拿来。苏一雪峨眉冷俏，欲言迎怒，直接将一整个储物袋都拿了过来。女侠，都给你了，还请饶我二人性命。饶了你们，可是你们杀了他，你说我该不该给他报仇呢？苏一雪指了指地上已然冰冷的吴钩，他早就感知到身后有人跟着，他有玄冰玲珑体，他的灵识范围即便是在此地都能完美控制在数十丈左右。雾中诡异，灵识能察觉危险，但方向感却是难寻。二人瞬间明了，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二人尾随。哈哈哈，没想到你区区03境的灵识在乱林雾中竟有如此感知，我老五死的不冤。血息剑没有丝毫留情，给了他们最痛快的死法，得赶紧离开这里。他身上定有长老的感知玉牌，他身死，长老必然知晓。苏一雪吞下一只醒悟虫，向着东北方飞去。吴钩死了。唐诗一声低吟，随后灵气暴动，周身修士被他突然卷起的气场冲退数里。他立刻传音天乱山林外围的宋词，让他前去查看。二位少侠，你们别管我了，那暗金赤尾蝎有03境巅峰的修为，我或许可以帮你们拖住他片刻。陆倩停下来，半蹲着说。陆姨，您在说什么？这么多天遇见了多少事，不都挺过来了？凤仪宁也有些喘，这几天他们进入了玄兽窝子了，无数03境玄兽似乎就盯着他仨，要不是凤仪宁开启火凤领域，那天那6只03境天炼炎眼猴就要了他们的命了。嘶嘶，赤尾蝎一声嘶吟，蝎尾旋即挥向伫立不动的陆倩，周遭林木断折，浓雾乘风而去，带起一股狰狞的撕裂声。小心！林川身形陡然出现在陆倩身后，天龙血剑堪堪挡住蝎尾，但只是一瞬，二人被重重地甩在地上。林川鲜血狂喷，方才他的炎阳真气半数护在陆倩身上，自己又正面对抗赤尾蝎的蝎尾。林川抹去嘴角血渍，陆姨不能放弃，您的女儿还在等你。暗金赤尾蝎的蝎尾在雾中泛着幽深毒芒，每过一处花草便枯萎一片。凤仪宁立刻靠了过来，你受伤了。林川舒了一口气，连忙运转炎阳术，炎阳真气在胸前上灼烧起来。陆倩望着少年被毒芒侵蚀的凝状，眸中闪过一丝决然。他略微苍白的唇瓣呢喃了一句，多谢你们几天的照顾，这次我是真的走不动了。他忽地起身冲向暗金赤尾蝎，林川似有察觉，心眸陡然睁开，但是那道温婉身影依然到了赤尾蝎面前，他的周身灵光灿烂，比星辰还要闪亮，比太阳还要耀眼。不要！凤仪宁和林川同时出声，只见陆倩对着他们明媚一笑，赶紧走，我只能拖住他一会儿，若是可以帮我找到一二。星光炸开，陆倩的身躯在星光中化为最闪亮的一颗星，暗金赤尾蝎被爆炸产生的气场轰飞出去，退到数十里外。凤仪凝眼脚闪着泪光，扶起地上的林川，先走。他红唇微张，陆姨，我们一定会带您的女儿来接你，顺便给你报仇。火凤起舞，凤仪凝裹着林川飞速远遁。老大，老五的命筋碎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刀疤脸，有些诧异地说着，是不是3大宗的人干的？老大语气不咸不淡，没有一丝波澜。我已经派了许多人出去，但回来的人很少，
不过他们都能认出那些人就是三大宗的弟子，老五绝对死于他们之手。我们因是暴露了，竟能这么快就能找到这里，比我们预想的要早太多。说话的刀疤脸是二哥，也叫老二。无妨，乱灵雾之下，他们想要摸到这儿来，简直是痴人说梦。而且，嘿，就算真的来了，不过是一群小崽子，又能掀起什么风浪？老大不以为意地说着，传令所有外出之人全部回来，咱们就在这里等着他们。老大眸瞳中蕴含着一丝冷意，手指勾了勾旁边娇媚妇人的玉颈，我要让他们有来无回。第6日，天乱山林极深处，这几日竟然连一个匪人都没有碰见。林川手中摸索着七彩方位玉，视线不断地扫视周围，或许是知道我的厉害了，都躲在老家呢。凤仪宁故意将我拉得很长，血眸微眯，玲珑浮凸的山峰挺立，露出一副傲然的姿态。林川只是瞥了一眼，就有些燥热，我出的力可不比你少。林川的后背依然受着侵蚀，这些天过得极为谨慎，恢复自然也比较慢。新兰城积分碑前，迟延长老盈盈一笑，医学果然是千年难遇的奇才，个人积分已经来到了6000分，一人的积分几乎占据了昆仑殿总积分的2/3。临近比试截止，目前赤阳玄冰宫总积分为11000分，极道宗积分增加速度骤降为8800分，昆仑殿总积分也来到了5位数10100分。林川和凤仪宁的个人积分都有着4000分之多，他们杀的修士倒是不多，但是捅进了玄兽窝子，积分送到嘴边来的啊。唐诗看着3天来积分再也没有动过的吴钩，不禁垂涎大怒，七指柔，为何你的弟子积分仍在增加，而我宗的吴钩积分却是保持不变？莫非他的死就是你弟子所为不成？唐诗的震怒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惊，纷纷看向赤阳玄冰宫所在。七指柔温婉出尘，仙指缓缓勾住腰间的灵纱，芳香朱唇中不卑不亢的道：宋慈长老已然将消息带回，你又不是不知道事实，为何抓着我的弟子不放？再说你的弟子行径本就容易引来公愤，说不好还是吴钩想要故意陷害医学，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栽了进去。七指柔凤眸睁大，语气中藏有苏医雪师尊的自豪情愫。好一个赤阳玄冰宫，待你弟子回来，若是讲不出个所以然，休怪我手下无情。唐诗怒火中烧，狠狠地瞪了七指柔一眼。七指柔娇哼一声，你若是想要挑起争端，大可试试。再说你真以为你能碰到医雪分毫我七指柔的弟子，除了我无人有资格让他做任何事？话音刚落，唐诗周身气息混乱，气势磅礴，那我偏偏要试试，看你到底有何能耐。唐诗一声怒吼，一柄长枪已握在手中，长枪出现的刹那，天空骤然昏暗，仿佛死气降临。那长枪乃是一件上品灵器，压迫感远超寻常上品灵器。姐姐，那是鸭嘴亮银枪，灵器榜上排名14，不容小觑。迟延长老连忙传音七指柔，七指柔却是嘴角上扬，摇鼻上翘，冲他盈然一笑，放心，他不会动手的。迟延长老正在思考为何七指柔如此自信时，新兰城城主木质站了出来。二位，你们都是我新兰城的贵客，又同是三大宗的长老，莫要因此伤了和气。吴钩小兄弟之事，我也有错。这样吧，我愿意赔偿贵宗10万灵金，外加10颗3品丹药，如何？吴钩可是我最心爱的弟子，无论天赋还是修为，在同龄人中都难觅对手。假以时日，定然成为我极道宗的中流砥柱。唐诗声色并下，穆城主轻声问道：那唐长老以为如何？取消赤阳玄冰宫的成绩，将苏一雪的积分全部加在我极道宗上，这样也算是对得起我弟子的在天之灵了。唐诗声音忽地柔了一些。贾星星，我弟子何错之有？你不过是看着我赤阳玄冰宫的积分胜你极道宗太多，慌不择路之下，只能出此下策。七指柔肯定不会答应这般无理的要求。唐长老这样做太过分了一些，20颗3品丹药，此事作罢，积分榜如何全看弟子个人。木质直接驳回他的诉求，比试还有1天，若是你宗其他弟子争气，尚有机会。他们死了一个吴钩，这样的话，每个宗门参加比试的弟子就都是3人了。窈窕少女眸中掠过喜悦，玉颊娇娇的倚靠在柳如烟的香肩上，一副惹人怜爱之状。而且大师姐一人行动，斩获的积分都归我们赤阳玄冰宫所有，优势更大。柳如烟白皙润滑的手儿轻轻揉捏着身上这个瓷娃娃般的少女，惹得她一声娇呼。三师姐，你怎么和林川一样，喜欢乱摸？少女话刚一说出，娇美可人的玉颊上就布满了粉霞。哦，这么说来，林川弟弟经常这样落。柳如烟绵婉优媚的声音浮荡空中，让云小棠不禁灵魂一颤。他小手攥紧衣襟，慌乱的声音让柳如烟更加笃定。才没有，三师姐听错了。嚯，我们小棠真幸福，姐姐我啊，无论跟林川弟弟说什么，他好像都是一脸嫌弃的样子。看来三师姐已经老了，再也不是以前的媚娘子了。才不是，
三师姐就是太迷人了，林师弟才不敢靠近你。而且三师姐的某些地方，林师弟肯定更喜欢。云小棠忽然将脸蛋埋在柳如烟怀中，娇羞地说道。柳如烟哪能不明白云小棠所说，但还是故意装作不知道，声音更加的缭绕。你是说他俩吗？哼，三师姐明明都知道，还要故意说出来。我要不理你了。云小棠在他的怀中用力蹭了蹭，发泄自己的不满。他始终忘不了那晚林川睡着之后的呢喃，大师姐的真大，这句话差点没让云小棠给他踢下床去。柳如烟任由他在怀中胡作非为，他娇声吐息，热气打在云小棠额间。哼，还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欺负过。云小棠。夜晚的天乱山林格外幽深寂静，但是林川二人不敢有丝毫的放松警惕。也不知道我们走出来没有，选手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积分加起来至少也有1万了吧。凤仪宁瞅了瞅做定吐纳的林川，林川似是没有听见一样，竟然敢忽视本小姐。他随手点起一团赤焰，虽说只有一点赤焰，但是却使他们所在之地明亮如白天，甚至更亮。赤焰火光迅速飞向林川，林川后胸腔上的衣服瞬间被烧穿。林川虎眸猛地睁开，凤师姐，你烧我做什么？凤仪宁正在那里，眸光中有着不同以往的柔情。你在看什么？不要以为这样，你没有服用大增大补丹。凤仪宁斥声道，脚步颤抖地走过来。林川低头看着自己仍然腐烂的胸腔，我以为我的炎阳真气能够将其净化，但是现在看来炎阳术还是太弱，远远达不到净化效果。嗨，林川重重地咳嗽几声，随后一口鲜血喷洒在地上。大增大补丹完全能够支持你的恢复，赶紧服下，笨蛋。凤仪宁的声音里带着急促，又带着不容拒绝的娇气。林川摇了摇头，凤师姐早些休息吧，我的伤不要紧，明天就该到了。凤仪宁在跟暗金赤尾蝎一战后，灵力几乎耗尽，还是大增大补丹只1个时辰就让他完全恢复过来。林川的伤比他重数倍不止，他以为他早就服下了，没想到一直强撑着你为何不肯吃下那丹药？为了哄骗女孩子吗？凤仪宁眼神闪躲，刚一说出就后悔了。林川怔了一会儿，凤师姐，这些天的相处，我以为你已经原谅我了，没想到你还以为我是那般放荡不羁之人。凤仪宁，你本来就是，我可是知道，你对你的五师姐，那天我全看到了。林川，我跟五师姐是真爱。凤仪宁芳心颤了一下，她可是你师姐，你怎么能？你也算是我师姐，我会保护好她的。在天乱山林，只要我林川上有一口气，我也会保护好凤师姐。那天我真不是故意的。林川没有一丝玩味，深情流露。嗨，师姐早些休息吧，我帮你守夜。林川随即灵石散开，继续运转炎阳术控制伤势。真是笨蛋，你死了我才不会管你。哼！凤仪宁莲步轻移，带起一阵风，留下一阵淡淡的清香。为什么他就是不愿意服用那丹药？提前发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跟我父皇一样的笨蛋。凤仪宁修长笔直的腿，微微屈坐，幽怨地说道。炎阳真气的化作的赤炎第一次让林川感觉到疼痛，他的胸腔依然被腐蚀大半，赤炎带来的灼烧感让他停了下来，再撑1天而已。凤仪宁说的的确不错，若是林川早早的服用那丹药，早就好了，哪用受这般皮肉之痛？但是那丹药他不能用，真是的，算你运气好。凤仪宁梦一般的斥盈，他又来到林川这边。林川瞳眸睁开，唇瓣略显苍白之色。凤师姐，你怎么了？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看。给你，你要是敢不吃，我就把你打晕，直接丢给玄兽，反正你也不怕死。凤仪宁将一个药瓶丢给林川，逃也似的离开了。林川接住药瓶，药瓶上刻着一个凤字，隔着瓶盖都能感知到瓶中的丹药绝非凡物。4品丹药凤回路转丹，这不是只有凤神皇家才有的丹药吗？凤师姐怎么？沉思半瞬，林川挤出一个微笑，原来凤师姐的家世这般显赫。他将丹药服下，喉中瞬间有极其温暖舒适的灵力，然后是双臂、胸腔，不愧是4品丹药。林川的胸腔眨眼间恢复从前，甚至突破了。就一声凤鸣，林川的修为直接突破到了真2境9重，真2境巅峰。定03境1重，凤回路转丹果然如听闻那般，能让人起死回生，凤凰不灭，涅槃重生。林川说不出的激动和欣喜。凤师姐，林川欠你。他的眸光望着凤仪宁的方向，唇中很小声的呢喃了几句。大哥，他来了。啪！大惊小怪什么？谁来了？把话说清楚。老大给了他一耳光子。那个女魔头，就是很好看的那个女魔头，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自己送上门来，看来你是等不及了，我会好好宠幸你的，嘿嘿。老大淫笑着，
就往外走，都吵起家伙事儿，我的新猎物来了。看好这些人，少了一个，你们也就不用留在这里了。我的千里乌云豹每天的口粮可是难寻的很。老大眸中闪着狠光，不带一丝感情的说着。几个真二境的修士双腿发颤，大哥，您尽管放心。其中一个真二境8中的修士发着颤音。苏一雪短短几天杀了无数邪修，个人积分来到了13000积分。天乱派的邪修已经将他传为女魔头，看似冰冷角色，但是他的冷却是用在了杀人上。这些天他杀人果断，从不给对方任何机会，不露一点破绽。即便是悬疑境修士，他也毫不留情。女魔头名副其实。凤仪宁跟林川并肩走着，没有了先前的傲气，血眸中也不再是厌恶与鄙夷，看来也不是太笨。他眸瞳微微侧过，怎么才增加了这么点修为？我的皇兄可是直接从03境2重到了劫4境啊，他只吃了1/4。凤仪宁歪着琴手，脑子里装满了问号，但又不好意思问。凤师姐，多谢你的丹药，日后有用的找我林川的，吩咐一声，刀山火海一付之。林川注意到凤仪宁的凝视，双目对视，接下来你躲在我身后。哼，修为这么低就会说大话，难怪能哄骗到女孩子。凤仪宁心里涌过暖流，至少心是热的。你这么弱，我才不要你保护，不要耽误我攒积分就好。凤仪宁娇声轻吐。嘘，前面好像有人在打斗。林川忽地停下，乱灵物的干扰让凤仪宁的灵识感应几乎不起作用，基本都是林川在引路。二人小心翼翼地朝着打斗声传来的方向靠近。那不是你们赤阳玄冰宫的大师姐吗？好像受了很重的伤。凤仪宁低声道。林川手指几乎都要嵌入树干中，咬牙迎怒道：血息剑，一血。苏一雪青衣在血腥浓风中翻飞，剑锋掠过之处绽开朵朵冰莲，却掩不住他愈发急促的喘息。老大舔着弯刀步步紧逼，一个瞬移，刀锋突然挑向他腰间丝带。跑啊，接着跑啊，小美人儿，这细腰可经不住你这么折腾。话音未落，灼热气浪轰然炸开。师姐的腰，你也配看？林川飞身而至，将苏一雪整个人揽入怀中。此刻苏一雪虚弱如受伤的精灵，林川心疼地看着怀中的苏一雪，轻声说着：没事了。凤仪宁的火凤剑矢破风而至。啊！想要偷袭林川的邪被修死死钉在树上。他瞥见林川搂住苏一雪腰际的手，情绪忽地上来了，娇斥一声：哼，该死的林川，早知道就不给他丹药了。苏一雪玉颊泛红，但她的纤细小手却不觉攥紧林川的衣襟。林川低笑一声，唇瓣紧贴她的额首，轻语道：大师姐，不用搂这么紧，等回到冰宫，我让你搂个够。哼，不正经。苏一雪扬手冻住扑来的邪修，隔着薄纱能清晰感受到彼此剧烈的心跳。林川将他倚靠在古树上，炎阳真气化作火网笼罩着他，你先好好疗伤，等我先解决了他们。苏一雪喊住他，小心他的阵法极为难缠。老大您笑着，竟然还有美人自己送上门来，看来我老大好些时日不用愁了。老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凤仪宁的丰腴身姿，凹凸有致的身段勾魂摄魄。凤仪宁的倾城角色真不是说说而已，不仅是老大，他身后的小司役是银幕垂垂。美人儿，你要是乖乖地从了我，你就是唯一正宫，如何？老大色眸微眯，猥琐的笑容混着消散不去的躁动。凤仪宁从小到大被无数人夸过，角色如天上谪仙，往常都是笑盈盈的，可是现在他只觉得恶心。就你这种癞蛤蟆也配染指凤师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凤仪宁刚要怒骂回去，林川先一步开口道：而且凤师姐早已将身心交付于我，你这辈子都不可能碰到她，哪怕是头发丝儿。林川斩钉截铁地说着，不远处的劳大眉睫紧蹙。凤仪宁美眸睁大，心里1万个问号，我何时成了她的女人，还身心交付？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她果然就是个占便宜的登徒子。苏一雪闻言瞬间红了眼眶，玉体猛地一颤，一口血剑飞出。她的女人，素来清冷皎洁的冷音，此刻却字字带着颤音。先前的承诺都是哄我的小把戏吗？苏一雪面容痛苦，红唇瞬间转为惨白，娇碎欲滴。但很快她眸子恢复清冷，冷笑一声，似是自嘲一般：我真傻。林川周身空间瞬间扭曲，老大眨眼间来到林川身边，一只布满黑茧的手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小子，你一个03境1中的废物，有什么资格跟老子对话？想英雄救美？老子最痛恨你们这些虚伪之人，人生一世，谁不是为了博美人一笑，拥佳人入怀？老大吃声，忘了告诉你，就算是被人睡过的女人，我也喜欢，而且是更喜欢。林川，凤仪宁一声嘶吼，
火凤化为长枪，如流星般刺向劳大后背。放开他！不自量力！劳大弯刀往后一挡，赤焰长枪瞬间化为点点火星，溅起一地火花。哈哈，你若是求我，我或许可以考虑考虑。哈哈哈！劳大的弯刀架在了林川的脖子上，鲜血如雨般淋下。凤仪宁瞳孔猛地放大又缩小，大境界的差距，他果然不是我能抗衡的。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林川的表情越来越痛苦。那若我也是劫四境呢？凤仪宁闷斥一声，随后他手掌变换，最后一指点在额头正中心。给我破！拼凤仪宁身上火光冲天，凤鸣缭绕，磅礴强大的气息波动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震。他的灵力瞬间暴涨，汹涌澎湃如脱缰的野马，呈现势不可挡之势。那是劫四境！劳三惊呼一声，颤抖着手，连羽扇拿不稳。他身上的凤凰是怎么回事？劳二心悸地看着火光中如凤凰般瑰丽的女子，结巴起来。劳大开始动容，将林川扔在一边。有意思，看来还是个火辣的美人儿。他的眸中更热，完全没有把他这个刚入劫四境的女修士放在眼里。嗨嗨！林川喉颈被掐得喘不过气来，头晕目眩之后，看到此时的凤仪宁，瞳孔放到最大，那是封印。苏一雪诧异地看着不远处的少女，嘴里呢喃着：“凤神传人，突破了又如何？在我面前依旧是任我亵玩的女子。”劳大弯刀向前，脚尖轻点，虚空破碎。凤仪宁凤目圆睁，周身火焰滚烫燃烧。怎么会？劳大在距离凤仪宁半米的时候，无论如何向前都只能原地踏步，就像是有无形屏障在他周围一般。他凤眸转过，手中托起一团火焰。你不是很狂吗？怎么连路都走不动？就你这种废物，还妄想玩我？那是凤神屏障，全盛状态下，莫说是劫四境一众，就算是五重都休想靠近半米之内。劳大连忙后退，恐惧感在他心中涌现。这么多年来，都是别人畏惧他，还从没有人让他害怕过。他的瞳孔中满是心悸。凤仪宁手中的火焰与真正的凤凰之焰比起来，也差不了太多了。劳大！劳三大喊一声，劳二见形势不妙，瞅了瞅林川所在的位置，瞬间消失在原地。给我死！凤仪宁斥喝一声，掌心火焰瞬间化为一个巨型火球，大地都在颤抖，乱灵物早已不见。火球所过之地，焦土一片，磅礴气势仿佛要净化世间的一切污秽，吞噬一切罪恶。劳大额间布满了汗珠，该死，他才刚突破劫四境，为何这么强？他的双手快速结印，口中念念有词，一个巨大的黑色护盾瞬间在他身前成型，试图抵挡凤仪宁那势不可挡的巨型火球。火球与护盾轰然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气浪如飓风般向四周席卷开来，吹得周围的树木东倒西歪，尘土飞扬。一时间，火光与黑光交织在一起，整个空间都仿佛扭曲了起来。噗！劳大忽然黑血狂喷，火球爆炸产生的庞大能量，即便是他也被震退了数十里远，胸口都要碎裂一般。凤仪宁也不好受，他低吟一声，随后站定身形。林川目光投向他，正欲开口，却被身后一个声音打断：“小子，受死！”林川刚要起身走向凤仪宁，突然感觉后背一股寒意袭来。劳二不知何时已绕到了他身后，他的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向林川。小子，拿你做人质，看那疯女人如何？苏一雪心情很低落，但她的目光却仍锁着林川。见此情形，她不顾自己尚未完全恢复的身体，拼尽全力凝结一道刺骨剑气，凌厉剑气如闪电般射向劳二。与此同时，凤仪宁的目光亦是投向林川，手中火焰凝聚成一道火鞭，向劳二抽去。劳二完全没想到这两个女人反应如此迅速，就在他的手要抓到林川之时，剑气擦着他的肩膀划过，割破了他的衣衫，带出一道血痕。而凤仪宁的火鞭紧接着也抽到了他身上，他被抽得一个踉跄，脸上露出一丝惊恐。机会来了！劳大嘴角泛起一丝阴狠的笑意，随后双手不断变换天道鬼杀阵。切！凤仪宁的身下出现一个硕大的圆盘状阵法，在他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天道鬼杀阵完全成型，劳大的身形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脸上心中的恐惧感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痛快的大笑。劳二，做得不错，到时候那个冰冷女子让给你。劳二猛地起身，他瞥了瞥虚弱无比的苏一雪，嘿嘿一笑，再次抓向林川。小子，这次看谁能帮你。苏一雪想要起身，但是方才那一剑依然耗费他仅剩的所有灵力，忽的灵光一闪，一个药瓶出现在他的银白玉手中。大增大补丹。没有丝毫犹豫，丹药入口即化，身上的伤势也在不断的被洗涤，灵力如潮汐般迅速涌上灵海，快些再快些。苏一雪声音带着急促，大增大补丹的效用不出1个时辰就能让他恢复，但是此刻他却1分1秒都等不了。
林川闷哼一声，他痛苦地望向凤仪宁的方向，你们都要死！一声暴喝，他的上衣骤然撕裂开来，青筋暴起，灵力翻滚如潮，而且裹着龙息。老二的魔爪再次停了下来，但是这次不一样，是想跑的停下。林川臂间龙纹若隐若现，充斥着愤怒的一拳重重地挥向老二，电光火石间，停下的手来不及撤回，咔咔指节断裂的声响清脆悦耳。老二痛苦地嘶吼起来：“我的手！”林川这一拳裹挟着龙息，几乎抵得上灵三境巅峰修士的全力一击。他之怒，或许只有老二方能真正感受到。死！林川天龙血剑毫不留情地割断老二的喉咙。咚的一声，他的头颅应声落地，他的眼睛还是恐惧的形状。一位灵三境7重的修士就这样被一个灵三境1重的修士杀了，还是碾压式的秒杀。林川捂住胸口，闷哼一声，方才那一拳显然是透支了灵力，此刻已是摇摇欲坠的样子，但他却是以最快的速度向凤仪宁的方向靠了过去。老大全力控制阵法，对着老二的尸体破口大骂道：“废物，连一个受伤的灵三境1重修士都战不过。”随后他看向后边的那些修士：“你们在后面愣着干什么？他已经是强弩之末，将他拿下！”他身后的天乱派修士如梦初醒，全速冲向林川。林川由最初的快速移动变成现在的踉跄挪步，天乱派修士如贪婪的恶豹般扑向林川。林川天龙血剑刚一握在手中，忽然一个弯钩飞来，天龙血剑被打飞，弯钩倒飞回来，林川已来不及躲避，千钧一发之际，血息剑嗡鸣一声，刺中弯钩，弯钩瞬间炸裂开来。苏一雪飞身而来，林川虚弱的就要倒下，但苏一雪没有瞬间接过，而是将他身子挪开了，而后倚在旁边树上。林川一阵恍然，苏一雪侧目看了他一眼，随后身形斗转，冲向那些天乱派修士。那些人如同看见阎王爷一般，一个个的匍匐在地。女侠，饶命啊！苏一雪冰冷如前，没有丝毫动容，做事就要将他们全杀了。劳三跪身往前几步，女魔头不，女侠，我可以帮你救出老大这些年抓的那些修士，还请你能够高抬贵手，饶我一命。其他的修士见状纷纷向前，对，女侠，还有几个人还是前2天刚抓的，就是你们3大宗的人，我们也可以帮忙，只求您不要杀我们，都是老大逼的，我们纯属是无奈啊。苏一雪微微动容，峨眉微蹙，自断一指，可活。众人都如获大赦，纷纷断去一根手指，多谢女侠饶命，真是些软骨头，这些年白给你们吃喝了。他怒喝一声，随后吹了一声口哨。林川见这里的修士都被苏一雪制服，连忙出声：“一雪，凤师姐那里。”凤仪宁被困在天道鬼杀阵中，凤火都要被恶鬼磨灭，依然落入下城，玲珑玉颈都隐隐浮现出血丝。本就仓促之下强迫封印，天道鬼杀阵可是劳大最骄傲的阵法，他曾用这阵直接困杀过劫4境3重修士，要知道那时候他才是灵3境，如此这大阵可见一斑。苏一雪心绪再次颤乱了一瞬，他眸中闪过一丝怒意，白了林川一眼，向着凤仪宁的方向飞去。林川这会儿也有些察觉到苏一雪的敌意了，但此刻他顾不得多想，一雪也已经突破到劫4境，他灵3境的战力便不输寻常劫4境，战劳大应是绰绰有余。随后林川服下一枚疗伤丹药，开始运转炎阳术。轰劳大的身后忽然传来巨响，千里乌云豹好似踏着闪电疾驰而来，稳稳地落在老大身边。帮我拦住后面那个女子，我先制服了这个凤凰美人儿，再去帮你。他轻轻抚摸着千里乌云豹的抱手，厉声道。千里乌云豹轻吼一声，瞬间消失在原地，带起一阵狂风。苏一雪正全速赶往凤仪宁被困之地，一只身形略显消瘦、威领大方的千里乌云豹出现在他面前。吼！千里乌云豹怒吼一声，利爪飞快撕向苏一雪。灵3境巅峰的玄兽，不过却是认错了主。苏一雪冷冷一声，随后身形消失在原地。谁料千里乌云豹眨眼间再次出现在苏一雪身前，速度为何如此之快？看来得先杀了你。苏一雪放弃想要绕过他的想法，血息剑紧紧握住，冰冷灵气陡然释放，周遭温度骤然下降，浓雾凝结，血息剑的破风声震耳欲聋。但是一番交战下来，苏一雪竟未能碰到他分毫。他的身形之矫健，说是捕风捉影也不为过。苏一雪灵石散在四周，紧紧跟随着千里乌云豹的身形变动，但是每次都是只能堪堪跟住他一瞬，随后他便能摆脱。不能再耗下去了。苏一雪一声娇喝，一片冰雪空间出现在这寸小天地。冰晶领域。苏一雪将领域开到足以包裹千里乌云豹的范围，他想要速战速决。老大看着被困在天道鬼杀阵中的凤仪宁，眼中满是贪婪与得意。凤凰美人，今日你插翅难逃，等我的恶鬼破了你这凤火屏障，就将你好好享用一番。他张狂地大笑着，
双手一阵变换，不断催动着阵法的力量。凤仪宁的气势比之先前弱了太多，天道鬼杀阵的威力果然不俗，恶鬼连绵不绝的出现，凤仪宁根本没法抽身找阵眼。关键是他连挪步都困难，像是被钉死在地上一般。你该死！凤仪宁纤细的玉指浮现一抹惨白，唇瓣溢出的已是颤音，他的灵力就要到尽头了。林川眸瞳猛地睁开，灵石骤然散开。糟了，大师姐被拖住了，凤师姐快不行了。他犹豫了一瞬，随后果断地捏碎了小龟带上的星辰石。此时已是第7天下午，按照比试时间来说，本市只剩下2个时辰就能将7天比试完全比完，但是显然是凤师姐的命更重要。砰！千里乌云豹被清冷剑气精准击中，身形暴退数十里，树被折断，足有上百棵，动静可谓天翻地覆。冰晶领域内，苏一雪的感知力暴涨，与此同时，千里乌云豹的速度也被限制，因此苏一雪只用了3剑就精准算到了他的路线。千里乌云豹怒吼一声，身上的气势陡然提升，他的皮毛上闪烁着黝黑的光芒，四爪刨地，再次朝着苏一雪扑来。苏一雪在冰晶领域中灵活地移动着，他的冰眸紧紧锁定着千里乌云豹的身影。真是不死心！苏一雪血眸杀意腾腾，死！血息渐渐光乍闪，千里乌云豹这次避开了，但他正要反击的时候，苏一雪消失了周身的冰晶领域，轰然坍塌，数不清的冰晶如骤雨一般疯狂地落下。千里乌云豹豹眸放大，想要远遁，但是冰晶的掉落让他无处可走。小美人儿，快来让你的劳大哥哥亲热亲热！滚！凤仪宁已经完全没有再战之力，他的声音虚弱，如同从云雾中飘来，他的眼睫、眸光、全身都在瑟瑟颤抖着。别过来！凤仪宁被恶鬼摧残的已没有灵动少女的模样，她痛苦地蜷缩在地上，赤红羽衣早已残破不堪。天道鬼杀阵仿佛五指山将她死死压住，最后几簇凤火也已经被蚕食殆尽。他试图抬起手臂捂住胸脯，但是绵软无力感像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彻底被烧断了。嘿，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乖乖听话，你瞅瞅，你的银白玉体都被我的恶鬼孩子们摧残成啥样了？劳大哥哥可是心疼的紧呢。劳大的色眸凝视着眼前的少女，没有一丝偏移。来吧！美人劳大做事就要扑向凤仪宁，凤仪宁的眸中闪着泪花，紧咬贝齿。忽的天空中飘来无数冰晶，苏一雪踏着冰棱从天而降，血息剑斩出的弧光竟在半空凝成百丈冰龙。呼，还好一雪赶到了。林川目眦欲裂，手指紧紧地抓着地，指缝中满是泥泞。劳大心神一颤，坏了，忘了还有这个女人。他的手势再次变换，结印，口中吐着鸟语：天道鬼，你就去陪你的恶鬼吧。苏一雪依然临近，血息剑凝成的冰龙轰然飞出，冰龙怒吼咆哮着冲向劳大。阵法尚未来得及结成，他连忙灵力化遁，但是他的灵力几乎都用在了方才的天道鬼杀阵上，此刻灵力所剩无几。冰龙遮天蔽日般的席卷而来，掀起的威压让劳大眸瞳大惊，不行，得走，否则会死。劳大反应极快，瞬间抽出一枚石头，消失在了原地。空间挪移石，苏一雪不禁有些诧异，因为空间挪移石可是极为珍贵之物，向来是有价无市。极武境的修士能够持有的都少之又少，他一个劫4境1重的修士竟然都能持有一块，不好！苏一雪顺身到凤仪宁身前，指尖轻点，冰龙涣散，化为冰雨落下。谢谢你，凤仪宁柔声道。林川如何了？苏一雪，凤仪宁的灵力依然枯竭，方才又抽不开灵石查探情况，林川的情况他自然不知晓，但是他为何如此关心？友情偶尔爱情。苏一雪冷哼一声，那人还没死，放心，倒是你伤得不轻，为何不捏碎星辰石？凤仪宁轻声道。劳大早就知晓了星辰石的存在，方才他的阵法不仅控制了我，还隔绝了我与外界的联系，星辰石的信号发不出去。既然无事，那我就先去救人了，你虚弱至此，捏碎星辰石吧，长老们会来接你的。苏一雪的语气平淡如静水般，毫无波澜涟漪。未等凤仪宁开口，苏一雪踏空离去。林川轻舒一口气，但随后一股沉重冰冷还有些压抑的气息掠过他的背后。他转过头去，正好碰触到苏一雪的血眸，他的血眸中没有之前见他的柔情，尽是冰冷无情，还有丝丝的幽怨。一雪，谢谢你。林川半天吐出几个字，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在眼前这位冰冷仙子身上。苏一雪没有丝毫动容，面容依旧清冷，玲珑浮凸的身躯微微侧过。我是你的大师姐，不要乱了礼仪。他的语气中带着幽怨，还夹杂着一丝丝醋意。苏一雪目光忽地落在地上的星辰石碎石上，气息更加颤乱，他的冰心终于开始动容，胸脯起伏。他哪能不知道碎石是为谁所碎，宁愿失去最后救人资格，也要捏碎他。他真的那么重要吗？苏一雪的血眸已是星光闪闪，
语气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与悲戚。那地上的星辰石碎石，仿佛是一把把利刃，每一粒都刺痛着他的心。看来这次的冠军就是我们赤阳玄冰宫了。迟延长老莞尔一笑，眼波盈盈。七指柔点了点头，嘴角微扬。3万积分已经拉开另外2宗太多，光是一血一人就得了15000多积分，其他2宗的总积分都没有一血一人多。看来没有了吴钩，一血行事更加果断了。迟延长老内心溢满了喜悦，不知道多少年了，赤阳玄冰宫终于要再次接管新兰城了。自从吴钩死后，唐诗的脸色便一直很难看，时不时嘴里吐出几句，时不时怒骂几声。赛前极道宗可是嚣张得很，信誓旦旦放过狂言。极道宗的底蕴1000年来一直都是3宗最强，你们的宗门实力不足以保护新兰城，不如就此退出，也免得打起来脸上无光。但极道宗这一次可是丢脸丢大了，转折点便是吴钩。虽说他们也还有03境巅峰修士，但在天乱山林中能够真正透过乱灵雾寻找方向的人，除了苏一雪再无他人。木质从主殿之上走了下来，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恭喜赤阳玄冰宫的仙子们，你们那位女弟子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一人就拿了上万积分，说是人中之凤也不为过啊。七指柔微微行礼，穆城主说笑了，比试上还有一个时辰，另外2宗实力不凡，未必不能在剩下的时间里反超比分。这个时候了，虽说比试还未结束，但是结果已然显而易见，穆志是想提前献殷勤，以讨得仙子开心。他随即大笑，七长老过谦了，这一次赤阳玄冰宫的实力大家可都是看在眼里，尤其是那个小娃娃，仅仅是真2境的修为便能拜03境修士，惊为天人，日后他的成就可是无可限量啊。七指柔眸中闪过一丝月色，这次他的语气柔和了一些，仿佛带着作为师伯的骄傲。他是我姐姐挑选的弟子，我姐姐自进入赤阳玄冰宫来从未收过弟子，他能被姐姐选上，某方面有些天赋也无可厚非。事实也证明姐姐的眼光异于常人。七指柔的声音婉转悠扬，沁人心脾，竟是七指阴仙子的弟子，能被指阴仙子选中作为弟子，也难怪他的天赋如此妖孽了。木之诧异道，七指阴自当上长老来，一直都是圣洁无瑕的遮面清冷仙子，见过他真正面容的人少之又少，但他的外貌却被传得如同神话般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而且他从不收弟子的消息，各大宗门也是有所耳闻的，但此番魄力很长面。我去救人了，你伤得重，我一人去就好，你好好去陪着你的凤师姐吧，她可是关心你得很。苏一雪背对着他，7双赛雪的背影说话时微微颤抖，而且话音刚落便飞身离开了。一雪，哎。林川叹息着抵着下颌，唇中呢喃一声，又闯祸了。川儿，遥远的天空传来一声悦耳的呼声，但更多的是冷意。虚弱至此，遇到了什么麻烦？七指鹰踏破虚空，来到了林川身前，掌心中溢出寒冰真气，缓缓流入林川体内。他瞥眼看了看周围的尸体，莫非遇到了那位劫4境修士？林川点了点头，凤师姐和大师姐联手将他的空间挪移石逼了出来，让他逃掉了。空间挪移石，他竟然有那种宝物，就算是我，这一生都未曾见过。七指鹰微微动容，随后问道：一雪呢？怎么不跟你一起？林川顿了顿，土声道：大师姐去救人了。好。千里乌云豹终于从坍塌的冰晶领域中摆脱出来，他浑身是血，右腿已然断裂，左手也不知为何矮了一截。此刻眼前这只千里乌云豹此刻看上去极为滑稽，颤颤巍巍的，看上去还歪歪扭扭的，活像一条流浪狗。师尊，我捏碎星辰石便是因为他，当时情况极为危急，但好在大师姐赶到，困住了这狗不，这千里乌云豹。七指鹰扫了一眼林川伤势，他话音刚落，他指尖便一点寒芒涌现，飞向了那畜生。千里乌云豹本还暴颜战笑，但下一秒，噗！他压根都没看清是谁下的手，只见一点冰晶寒芒飞来，而后瞬间炸开，他的一整个身子也跟着炸开，冰晶带着血肉飞舞，空气中瞬间弥漫起浓浓的血腥味。林川唇角微弯，忧心道：师尊，我这边无事了，您去雪儿不，大师姐那边就好。七指鹰的美眸微眯，诧异的再次扫了他一眼，而后淡淡道：也好，一雪那边我去看着。你和凤仪宁都捏碎了星辰石，算是提前结束了比试。七指因为他附下了一个灵罩，继续道：你先待在这里，等一雪那边结束，我再来找你。至于你的胸口，等比试结束，回到新兰城，我再帮你处理。弟子的伤势不要紧。对了，师尊，我们的积分如何？林川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第一，虚空扭曲，那抹绝力冰影瞬间消失在原地。我杀的那些玄兽应该有很多积分吧？林川忽地想起苏一雪说的话，连忙踉跄着向他走去。天乱山林的黄昏没有夕阳西下，有的是阴森和凄凉。凤仪宁如一只小猫般蜷缩在地上，
神情极为痛苦。他的小手紧紧捂在胸口，强行突破封印对他的反噬很大。他身上林川的青衣在战斗中已然被撕碎，残破的根本无法蔽体。林川一瘸一拐地走到他身前，心里一阵嘀咕：我的宗符质量怎么这么差？他才穿了几天就烂了，也不知道师尊说会给我织宗符，不知道质量会不会好很多。凤师姐，你……林川伸手去扶他，当他触碰到他的身躯时，瞬间如触电一般收回，这么烫。此刻凤仪宁的身子如同真正的凤火，炽热无比。林川只是稍微一触碰，手指处碰触便传来烧焦的味道。糟了，这样下去凤师姐危在旦夕。凤师姐，凤师姐。林川尝试喊了几声，凤仪宁没有半点反应，显然已陷入深度昏迷，而且他脸上的痛苦神情如做噩梦一般。他再次尝试伸手去触碰他的额头，但这一次凤仪宁竟是猛地抓住了他的手，樱桃般的小嘴直接咬在了他的皓腕上。凤师姐。林川感觉到凤仪宁在不断地饮着他的血，但是他的手根本无法抽回来。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但是凤仪宁没有半点要放开他的意思。林川的脸色惨白起来，头晕目眩之感袭来，师姐。林川坚持不住了，睡了下去。凤仪宁也不知吸了多久，也倒了下去，倒在了林川的身上，但是他的娇躯已不是那般灼热滚烫。女侠，你们的人就被关在这里，我先进去跟那些守卫说一声。老三脸上堆满笑容，但是他的心里却是充满了恐惧。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可是亲眼看见他杀人之时没有一丝动容。等等，让他进去，你在这里站着。苏一雪没有让劳三进去，而是随便喊了一个人进去，把人都带出来。我指的是你们抓的所有的修士。苏一雪血眸斗放寒光，仿佛只要你敢违逆，就立刻的死。我这就去。我告诉你们，我可是昆仑殿的叶曦，你们知道我的身份吗？要是敢动我……叶曦话未说完，你到底是男是女？你看那些女修，有哪个跟你一样一直大喊大叫？再不闭嘴，我就割了你的舌头！你们敢？我可是昆仑殿的叶曦，我的身份说出来就能吓死你。最好把我放了，然后给我打好洗澡水。竟然把人家关在这么恶心的地方，脏死了！真的是。叶曦一脸嫌弃的看着这个恶臭的地方，捂着鼻子。臭男娘，你还想洗澡？实话告诉你，只有跟大哥睡觉的女修士才有机会洗澡，而且还得是漂亮的女修士，比如像她。嘿嘿，看守着他们的一个人影笑着说道，他所指之人正是陆倩的女儿灵依。虽然处在这黑暗囚牢之中，但是灵依的身上没有一丝纤尘，一张容颜不施粉黛，五官无一处不是精致无瑕，秀美绝伦，像是完全继承了陆倩的艳丽身姿。女子见那人盯着自己，眸光躲闪，微小的神情变动，将玉颜微微侧过，恍若一只受惊的小鹿。叶曦冷哼一声，女子能有我这般好看，她的身材能有我的修长，你们劳大长的如何？若是能入我的眼，就算是陪她睡觉又如何？噗！守卫将刚刚抿进去的茶喷出，若不是亲耳听见，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个男子之口，简直就像是震碎了他的三观。将他的嘴堵上，太恶心我了。守卫对另一个守卫说道，大哥今晚回来后就会享用你，你跟我出来，先去洗浴一番。守卫走向林一，色眸微眯。林一一听这话，本是无光暗淡的眸瞳掠过一丝死志，守卫的手将寒铁牢门打开的瞬间，四哥，女魔头来了，大哥败了，他现在要我们立即放人。那人慌慌张张地说道，什么？你说谁？你确定是女魔头？守卫正是劳四，他拿着钥匙的左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身体更是不自觉地倾斜，刚刚嬉笑的他瞬间被恐惧笼罩。本就阴暗无光的牢笼，在这个消息的到来后，仿佛被打入了万丈深渊。劳四带着颤音说道，大哥是劫四境修士，为何会败？那人瑟瑟颤颤地说，女魔头也突破到了劫四境。话音刚落，劳四立即大喊，放人，将所有人都放了。他虽然没有见到过女魔头，但是这些天传来的消息却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此刻恐惧已经达到了顶点。他在听到他将大哥击败的时候，本还有些犹豫，但是当听到他突破到了劫四境之后，犹豫一扫而空。动作快些，你们全部跟我出去迎接女魔头部、女侠部、女王。劳四的紧张丝毫不弱于方才进来的那修士，仿佛刻在了骨子里一般。哈哈，是我们三大宗的人，你们死定了！早就说了，让你们放了我，就是不听。我的身份不用说了吧？你口中的女魔头就是我叶曦最好的女性朋友，她就是来救我的。叶曦小指勾住下颌，温雅一笑，赶紧先把我这里的门打开，顺便准备好洗澡水。劳四万般焦急之下，已是先行走了出来。苏一雪傲然立在旁边，身后是他的三哥，低头道：女魔，哦不，女王大人，我已经吩咐他们将所有的修士都放了，马上就将他们带出来。苏一雪一语不发，劳四直冒冷汗，他的头依旧垂着，他的余光瞟向苏一雪身后的劳三，劳三不敢有丝毫的动作，
只敢眼睛余光也看着劳三。两人就这样挤眉弄眼了好久。劳三没有理解劳四的意思，劳四也没有理解劳三的信号到底是什么。难道是要我色诱女魔头？虽说以我的姿色的确够了，但是女魔头一看就不是好惹的妞，这劳三憋着一肚子坏，想坑害我呢。劳四心里暗暗骂道：哎呦，苏姐姐，你可算来了，我可是等你好久了呢。叶希的声音从漆黑的牢门中传出，随后他婀娜的一跃来到了苏一雪的身边。就在他想要靠在苏一雪肩上时，苏一雪寒气陡然释放，将他震开几十米远。叶希闷哼一声：苏姐姐，你为何这般冷冰冰？可让我好生心痛啊！请注意你的言辞，再敢胡说八道，我断你一臂！苏一雪眸中寒意浓浓，这小子把自己当林川使啊！就算是林川，现在也不敢这般乱喊乱叫。女侠，所有修士都放出来了，一共是189位女修士，还有4个男修士。4个男修士正是昆仑殿叶西和牛修、极道宗八黑和刀挂，是前2天刚抓的，还没来得及投喂给千里乌云豹呢。所有抓来的男修士基本都进了千里乌云豹的口中，所有女修士则是全部关了起来。劳大玩腻的女修士也喂给千里乌云豹吃，其他的则按照姿色排队等着，玩腻一个杀一个。林一刚被抓来不到10天，就被排在了首位。他的容颜刃，哪个邪修看了都会心痒难耐，全身燥热。老四每看到他都像是被欲火焚身般躁动，但碍于劳大，他着实不敢。苏一雪雪容终于动容，他的眸光停留在少女单薄的身影上，挪不到林一的身边，低声道：你是无风大陆东边的凌天宗之人。林一娇躯一颤，那双秋瞳中好似闪着泪波，眼尾微挑的弧度更是比柳如烟还要勾人。他唇瓣微微张开，糯糯地吐出一个字：是。苏一雪的雪眸骤然收缩，仿佛心魂都颤荡了一下。林一的眸瞳是蓝绿双色，那正是凌天宗宗主才有的独特眸瞳。凌天宗宗主的眼睛，苏一雪记忆犹新。杨亲，我们快走吧，那个坏人就要追来了。幼时的苏一雪软软糯糯，声音混着啜泣，眼角挂有泪珠。雪儿，到时候你就躲在这里，哪里都不要去，娘会想办法将他们引开。苏一雪的娘亲抚摸着苏一雪幼小稚嫩的脸蛋，柔声说道：不要，娘亲也不能出去。苏一雪的眼泪决堤般涌出，她的小手紧紧攥着娘亲的青蓝色外衫，她仿佛用出了所有的力气。但是她的娘亲想要将她的小手拿开，她死死攥着，不敢松开一丝一毫。不要！苏一雪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让她微微动容，但她还是咬着牙将外衫切断。苏一雪的手猛地缩了回去，她伸出手想要再次抓住娘亲的衣襟，但是她早已走远。她3步一回头，眼眸中满是不舍与愧疚。但她若是再不离开，两人都会死。去那边找找，那对母女一定就在这里，给我仔细的搜。一位身着凌天宗宗服的弟子狠狠说道：他们要是跑掉了，我们都得掉脑袋。坤哥，他在哪？苏一雪娘亲的出现将他们的目光全部吸引过去，她反方向逃去，抽泣哽咽着：孩子，好好活下去。最后的传音落到苏一雪耳中，她捂住不听使唤的小嘴，使劲地咬着自己的小手。她不再像小时候一般调皮，这次她很听话，她很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眼泪，不发出一点声音。只是弱小单薄的身影在这个桥洞底下却是显得格外落寞，颤抖不止。等到他们远离，苏一雪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大哭。周围的铃木夜夜作响，迎面扑来的冷风沙沙刺骨。很小只的苏一雪揉着眼睛，拼尽全力地往与自己娘亲相背的方向跑去。每跑一步，心口仿佛都有一根刺扎进来，隐隐作痛。娘！也不知跑了多久，跑了多远，她的眼泪干了，她也彻底的跑不动了，就像一只受伤的精灵，眼前闪过昏暗，灵眸缓缓地闭上了。姐姐，你看，那里有个孩子。七指柔与七指英二人为了宗门弟子的寒毒问题，特来赤峰山脉采集赤阳草。温婉的交呼声中，七指英骤然落下，玄冰玲珑体。七指柔将她搂在怀中，姐姐，她的气息好弱。七指柔连忙释放寒冰真元为她疗伤。我检查她的心脉，是劳累过度所致，应是逃到了这里，看来有人在追杀她。我们这次的任务算是超额完成了，带上她吧。她的玄冰玲珑体非常适合修炼冰心诀。七指柔向来非常听姐姐的话，但是平时姐姐的话都是让她有些失望，此时此刻姐姐的话却让她心里极为高兴，俏脸展露出一个甜美的微笑。姐姐，我收她做我的弟子吧。冷冷的一声，她的心脉稳住了，已无大碍，我们回宗。你的父亲可是林天然？苏一雪的气息极度混乱，血息剑都在颤抖。林一一听这个名字，眼里不免露出诧异，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怒意。他已经不配成为我父亲，我跟他早已断绝关系。林一柔弱的身姿徐徐挺立，银白肌肤傲雪流溢，眼眸深处凝结出一抹身影的冰冷，还有杀意。苏一雪芳容触动，将血息剑摁住，但声音还是犀利。为何？
林一瞳孔闪过一丝复杂神色，愤懑道：“因为他根本不配为人夫，为人父。自从纳了一个狐狸精，那狐狸精就天天谗言蛊惑他，最后他直接将我母亲的正宫之位撤出。他还，就算撤了正宫，他还是不死心。那狐狸精不满我们仍在凌天宗，竟然还想要把我们赶出去。一开始林天然是不听的，可是久而久之，他也开始对我母亲厌烦起来。”林一柳眉倒竖，小手紧紧攥着单薄的外衣，不仅3年未曾临幸我母亲，就在1个月前，更是下令将我和我母亲赶了出来，说是直接休了她。林一颤着声音道：“我与母亲本是林天然最宠爱的女儿和妻子，就在那狐狸精到来后，一切都变了。我本以为最多撤掉母亲的正宫之位，没想到竟是连家都不让住。我与母亲无奈，只能离开。母亲的故乡就在无风大陆南面，我们便一直南下。谁能想到遇到了这些匪盗之人，害得我与母亲走散。”林一眼波盈盈，时常有泪珠滚落。苏一雪脑中涌入无穷回忆，他也是这般啊，始乱终弃，果然是他的作风。终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他。苏一雪心里涌起一阵杀意，他向前一步，将啜泣的林一拥入怀中。没事了，妹妹，以后姐姐保护你。周围的修士皆是一震，瞳孔猛地放大又收缩。你们听到女魔头的声音了吗？怎么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刚才说她是他的妹妹，你们看他俩的眼睛都是蓝绿双色。苏一雪的确也是蓝绿双色瞳，但是他很少让她显露出来，那是属于他的伤疤。妹妹，你是谁？林一狐疑道。苏一雪与他对视，将蓝绿双瞳展露无遗。我和你一样，都是被抛弃的人。我的母亲10几年前也被他残忍追杀，虽说我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的母亲一定凶多吉少。苏一雪悠悠软语，好似也是颤音一般。林一猛地一颤，随后小手攥紧。他果然就是猪狗不如的禽兽。林一忽然问道：“姐姐，那你见到我娘没有？她应该很着急，我与她一同来的这里，但是我被抓来后，就再没有她的消息。”苏一雪摇了摇头：“我们先出去吧，等我借助宗门的力量，帮你一起寻找姨娘。”比试结束，恭喜赤阳玄冰宫夺得大比首位。木质扬声喊道：“此次大比之后，新兰城藏剑阁7日内全天开放，所有人无论修士还是凡人，只要有缘，皆可入阁挑选一把剑，等级品阶如何，全看自己气运。另全城所有地区7日内，每人每天都有100灵金的消费，全部由我买单。”木质的声音在新兰城上空回响，每一个字都够让城中人震动半天。落日的余晖见证着城民们的喜悦，新兰城的欢呼声掀飞了漫天云霞。木质的话音刚落，整座城池便陷入了狂欢。哈哈，我一定要去挑一把藏剑阁最厉害的剑，我要成为新兰城最厉害的剑仙。一个8岁稚童正挥舞着手中的木剑，木城主的声音刚一传来，他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拉着娘亲往藏剑阁走。好，婵儿最厉害了，一定可以成为最厉害的剑仙，到时候你也要好好的保护你的妻子哦。慈母摸着稚童的额头，含情脉脉，略显平静的话语中藏着一抹忧伤。稚童努力的点点头，又很用力的摇摇头。我要先保护好娘亲，我爹说过，现在我才是这个家最厉害的人，我是不会辜负爹的期望的。慈母揉了揉眼睛，一股莫名的感伤涌上心头。你爹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你的。我终于有钱去见我的梅梅了，都好几个月不见了，不知道她长大没。一个秃头男子面容猥琐，邪恶地判断着该如何排好档期。明天就去醉香楼见我的小欢欢，后天去移花楼。街上人无论是年幼老少还是壮男媚女，无一不是欢喜至极。对贫穷之人来说，100灵金的消费够得上他们1年的吃喝，这连续7天可是整整7年啊！一雪，冰冷的声音传到苏一雪耳中，恭喜你。七指英毫无波澜的神情，让人无法不觉得她是一个冰雕雕。苏一雪抬眸，七指英一身有些简单的冰蓝色长裙，勾勒着丰腴服涂到惊心动魄的曲线。她静静地站在那里，曲线在那最简单最自然不过的呼吸之下，却呈现着让人血脉膨胀、血韵迷离的起伏。天乱派的修士正然在那里痴痴地看着这个如同鬼魅般出现的女子，她的到来没有丝毫征兆，若不是她主动出声，或许无人能够察觉到她的存在。二长老，所有没被陷害的修士都在这里了，其他修士，你做得很好了，先将他们带回新兰城吧。是。苏一雪拉起旁边林一的手，偏过琴手，对那些获救的女修士说了几句，带着他们离开了。多谢赤阳玄冰宫，我牛修记下了。牛修向七指应行了个礼，飞跃而起。哼！叶希看不惯这些比她还要白皙艳丽的女子，冷哼一声，悻悻地离开了。天乱派的修士从七指英身上回过神来，面面相觑。女侠长老，你们自行了断吧，不要让我亲自动手。七指英毫不让人意外地回答，冰眸刺骨。扑通，砰！跪地声一片，劳三最先匍匐在地。女侠长老，我们都是被劳大逼的，虽然我们参与了抓捕修士，
但是我们却连一口汤都没喝到过啊！劳斯立马跪身向前。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面临被投喂的风险，谁稍微惹他生点气，他就让千里乌云豹吞了谁。我本来是老9，正是因为前面5人都被吞了，才升到劳4。接着所有人都跪出来哭诉，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知过了多久，七指英嘴唇动了，去新兰城自己领罪。穆城主现在手里可是很缺人的，表现得好，或许能够少搬几年石头。是，多谢女侠长老看，我们这就去。七指英蓝影一闪，瞬间消失在原地。新兰城主殿之上，夜黑风高，月暗星稀，但是主殿却是热闹非凡，张灯结彩，不仅是庆祝着赤阳玄冰宫的拔得头筹，更是庆祝这次比试算是拔出了新兰城的一颗毒瘤。虽说劳大逃走了，但是经历此番险境，他想必近年来不敢再为非作歹了。顾德在收到凤仪宁的信号时，立即赶了过去，将双双昏迷的林川和凤仪宁带回来新兰城。七指英此刻正在为林川疗伤，精血亏空，好在顾德长老拿出了一枚3品丹药血气方刚丹，让他的脸色有了好转。云小堂、柳如烟、苏一雪和楚清离等人皆围在周围，其中属云小堂的眸光最为担忧。云小堂娇息轻吐：“二长老，林川他遇到了什么厉害的玄兽吗？看他的手臂上的咬口，或许是人。”苏一雪血眸颤动：“人？那就只有凤仪宁了。”七指英感知到苏一雪心魂的颤动，一雪莫要冲动行事，他并不是有意的。我当时看见他时，他的火凤精血几乎燃尽了，其中情况如何，待林川醒来便知。苏一雪收回了抬出去的一只脚，微微颔首：“林师弟，你终于醒了。”云小堂仿佛是条件反射一般，最先开口道。林川猛猛地睁开了眼睛：“师尊，大家都在啊？”林川被众女环绕，疑惑地想要挠头，但是他的手臂平肩之时，重重地垂落下去。“你还很虚弱，好好休息吧。”七指英柔声道。“多谢师尊。”林川衣袍斜披，上身半露，额间还有未散尽的汗珠。他顿了一瞬，忽然开口道：“师尊，凤师姐如何了？”众女皆是眉睫一蹙，每一幕都看着面前这个很熟悉，但是此刻又很陌生的林川。凤师姐。柳如烟捻指一笑：“难道你把她也拿下了？”林川心里一阵暗骂：什么叫把她拿下？我这是关心女人，不师姐。三师姐误会了，她此番与我有救命之恩，当时我被她死死咬住之后，便与她一同昏迷了，我只是单纯的问候一下而已。林川连忙解释道，额间的汗珠更多了起来，开始滚落到脸上。苏一雪的气息剧烈颤乱，冰唇微起：“二长老，既林川已经醒来，我便回屋休息了。”他的方音中混着极好察觉的刺痛感。七指英看了看林川，又转眸看向苏一雪。云小堂意是心魂一颤，但很快他平复下来。我听四长老说，那位叫做凤仪宁的姐姐已经被带回了昆仑殿，昆仑殿殿主亲自为她疗伤。看来凤师姐的确是凤凰神家的人，连昆仑殿殿主亲自为她疗伤。林川盈盈笑道：“我们赤阳玄冰宫赢了么？”“赢了，还是大获全胜。光是大师姐一人的积分就碾压极道宗和昆仑殿总积分之和。”云小堂激动地说道：“极道宗一共19901分，昆仑殿34080分，而大师姐一人就得了47000分。”云小堂的美眸都要瞪到天上去，大师姐好厉害。林师弟也很不错，倒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楚清离神色黯然，悠悠地说道。楚清离和乌起二人一直没有走出乱灵雾，即便楚清离有着极强的灵识感知，在乱灵雾面前依旧只能做到堪堪察觉危险而已。云小堂跳到楚清离身边，挽住他的手臂：“二师姐可没有拖后腿，你一人也拿了1万多分呢。要是我啊，只能拿这么一点点。”云小堂用纤纤手指在楚清离面前比划着。噗嗤，楚清离被他捏得很小很小的样子逗笑了。小堂说的不错，你们都是我赤阳玄冰宫的骄傲，不可自我否定。七指英厉声道。林川挣扎着起身：“师尊，弟子感觉好多了，就不打扰师尊了。”看着他摇摇欲坠的身影，云小堂下意识的想去扶，被柳如烟拉住了。柳如烟在云小堂耳边吐着软语，媚心勾魂：“林师弟这是在担心大师姐呢，咱们还是不要打搅的好。”咯。云小堂玉颊瞬间燃起一抹嫣红，继而心里涌上一股忧郁。新兰城的夜晚格外的静谧，几株翠竹的叶影透过皎洁的月光，树影垂在林川去往苏一雪住处的小径上。我不会被直接轰出来吧？林川走在清幽的小径上，不知为何心里生出一种愧疚感，越是临近苏一雪的住处，便越是深比是选手的住处，皆是木管室统一安排，几乎一模一样的房间。但是当林川看到苏一雪的住处时，却是不由得生出一股冷意，一如苏一雪性子一般冰冷。林川走近，脚步很轻，他的唇张开又闭合，仿佛很纠结一般。我是不是真的太花心了？所以一雪才会生我的气。终于他鼓足勇气，轻轻咳嗽了几声，润了润喉咙。林川话刚出口，屋内却是传来一声娇斥：“
带着无尽的怒意与气伤滚。开口如此迅速，定是早早的就感应到了林川的到来。林川咽下了没有说下去的话，重新组织语言。大师，轰！一股冷到极致的气息扑打在林川的身躯上，本就摇摇欲坠的他，直接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林川这次没有说话，扶着身旁的木梯，歪歪扭扭的站了起来，径直走向苏一雪的房间。门没有锁上，林川将准备敲门的手落下，直接推开走了进去。苏一雪坐在铜镜前，娇躯微颤，浮屠傲人的胸脯剧烈起伏。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苏一雪虽是斥声，但是没有半分凌压，仿佛是知晓林川的虚弱感，刻意为之。林川依旧未语，他踉跄着一步一步走向苏一雪，直至到了身后，他轻轻地搂住了苏一雪。他忽地释放灵压，想要震开林川，但是林川早有防备，用好不容易恢复的炎阳真气，不断地抵消着他的寒冰真气。铜镜中的苏一雪眸光潋滟，显然是刚刚哭过，眼角还有泪痕未消。苏一雪挣扎了一会儿，见林川没有放开他的意思，于是缓缓开口道：你怎么不去找你的凤师姐？她可是受了好重好重的伤。他将最后几个字的音拉得很长很重。因为我最重要的一雪伤心了，我要好好陪着她。林川在他耳边轻轻吐息，温热的吐息让他芳心颤了一瞬。苏一雪美眸一挑，我可是亲耳听见你说她是你的女人。原来是这句话惹的祸，害得我差点被打入冷宫。以后绝对只在独处的时候说那种大逆不道的话。林川微微一拢身前的绵软娇躯，那是我为了气老大想出的下策，就是完全是胡言乱语的那种。苏一雪瞥过雪眸，欲言依旧盈怒。那你方才醒来第一件事便是问他如何，若不是心里一直惦记着，怎会如此？林川心里暗骂了自己好几遍，以后一定得想清楚才能说话了。他缓缓道：他这些天帮了我好多，连4品丹药都能相送，我能问出完全是出于感激，绝无其他。难怪你的修为突破到03境，竟是因为他的丹药。苏一雪缓和了一下情绪，忽然释放灵压，冷声道：你大晚上来我这儿做什么？还不回去？林川摇了摇头，他轻轻扶起苏一雪的沾到额间的秀发，又擦去眼角未干的泪水。我的一雪生气了，作为未来夫君，我自然的哄好。苏一雪脸上的粉霞快速的蔓延到雪颈，琴手更是几乎垂到胸前。谁生气了？我才不会跟你这种流氓色狼生气。苏一雪娇哼一声，但眸光不经意间触碰到铜镜中映射出的林川目光，他慌乱的躲开了。你快走，等被别人看见就不好了。苏一雪已然收起了那副冰心，一切回到出发之前的娇柔妩媚。林川可不会听他的，大晚上谁会来房间看？林川嘴角微微咧起，盈盈笑着。苏一雪的心魂随着关门声的响起再次颤乱，他的芳心开始狂跳。林川，林川没有等他说完，将他轻轻一过，拦腰抱起。林川唇瓣轻住他的软唇，所有的声音化为无力的呜咽。他下意识的用力挣扎，但林川的胸膛实在太过温暖，他的挣扎变得越来越软弱，直至整个人完全瘫在林川的怀中，轻闭美眸。房间的灯光也被一点寒芒熄灭，门被轻轻地带上。苏一雪呼吸嘘嘘，莲香轻吐，徐徐拂在林川的脸上，细巧的眉毛在紧张中轻轻发颤。苏一雪的性子有些冷淡，也只有和林川在一起的时候稍微柔情一些，但是她的表现还是有些抗拒。苏一雪似有所感，美眸忽地睁开，四目正好对上，她唇音若风，川川，轻飘飘的一句软语。林川再不掩饰澎湃的内心。林川顿了一瞬，决然道：一雪，我永远不会弃你。苏一雪忽然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那时候的父亲对他的母亲说过同样的话，他的眸瞳中闪起泪花，美眸微眯，一滴泪珠滚落在玉颊上。但是他没有让林川发现，而是轻飘飘一句我相信你，再次附上了林川的唇。天蒙蒙亮，苏一雪美眸睁开，她纤纤玉手弱弱地落在林川的手中。林川还没有睡醒，此刻他的心境与昨夜相比，很难看出是同一人。他的内心溢满了欢欣，尤其是昨夜那句一雪，我林川永不会弃你，在他的脑海中久久未能散去。他相信林川绝不是林天然那般绝情绝义之人，这种触动感除了自己的娘亲，他这么多年来是头一回体验到。姐姐，日上三竿，一个娇婉甜美的声音响起，将熟睡的二人惊醒。糟了，是林一。苏一雪慌忙放开林川的手，青衣瞬间穿戴整齐，她将地上林川的衣物拾起丢给林川，你先穿好，不要出来。林川怔了一会儿，你刚刚说是谁？林一，说起来她还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呢。苏一雪美眸上扬，露出一抹柔情。林川却是神情痛苦，仿佛心间有万根刺扎进来一般。林一，他的唇瓣开合，轻轻呢喃着。林川无神地说着，我该如何向他解释？啊，你是不是发烧了？在讲什么胡话？苏一雪羊脂玉般柔滑的手拂过他的额间，你在这里待着，我先出去见林一。林川未有回应，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枚玉石七彩方位玉，这是我准备送给一儿的生辰礼物，
可是这么些天了，我都好怕他已经被歹人给……陆谦的话语仍然历历在目，萦绕在脑海中，久久没有散去。我太弱了，都怪我太弱了。若是我足够强，又怎么会让陆一不惜自爆临海，才能为我拖延片刻？林川痛苦地埋怨自己，手攥成拳头，猛猛地捶向软榻，瞳孔中溢满了对自己的失望。姐姐，又是一声柔婉清脆的嗓音。林依依地站在苏一雪门口，脸上迎着笑意。苏一雪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将那些奇异味道用淡淡的青木香掩盖住，迎了出去。非常少见的画面定格在苏一雪的门口，二女刚见面便是来了个拥抱礼。姐姐，你是不是刚刚睡醒？林依盈盈一笑，近距离观望着这个姐姐。该死的林川，昨晚折腾这么久，都被看笑话了。苏一雪失措了一瞬，然后缓缓道：昨日我回来后忙着巩固修为，所以深夜才躺下，倒是让妹妹看了笑话。林依莞尔搂着苏一雪的柔仪，眸中隐隐可见的担忧。姐姐，我……苏一雪瞬间会意，轻声道：放心吧，我昨日一回来就告知了师尊，他已经派人去寻找了，估计这会儿都找到了，正在赶来的路上呢。林依闻言，心中说不出的感激与喜悦。谢谢姐姐，等娘亲见了你，一定非常喜欢，她可是对漂亮的女孩子非常非常好哦。苏一雪抿嘴一笑，那是因为依依好看，依依才会如此。林川在屋内听着二女的对话，他的脸色更加的难看，尤其是听到林依口中娘亲的那种亲切感，如万箭穿心般绞着他的心魂。等寻个合适的时机，他有权利知道所有的一切。林川忽然肃声道：东兴蓝城主殿的钟声响起，随后一阵雄浑缭绕的声音传来：请赤阳玄冰宫的弟子速来主殿。木管事的呼声让整座寂静竹院都翻动起来，无数道气息向主殿涌去。依依，你先跟我进入赤阳玄冰宫吧，在找到依依前，你跟我住吧。苏一雪捏了捏林依的娇润小手，柔柔道：很轻的一声，但若是男子听了，定会欲火焚身。他实在是太让人有保护欲了，我和林依先去，你稍后再去。苏一雪传音给林川，声音中夹杂着不可抗拒之意。林川，大殿之上聚满了雪衣女修，无一不是绝色女子，但是当苏一雪带着林依到来之时，他们的目光都是不由自主的下垂。他们能够进入赤阳玄冰宫的首要条件便是绝美姿色，但是绝美之中亦有更美。他们身上的色彩与林依和苏一雪相比，宛若暗淡无光，好比萤火之于皓月。大师姐，众人皆是对苏一雪行礼。苏一雪点了点头，她的神情恢复到平日里出尘清冷的状态，俨然一块冰坨坨。七指英挪步靠近，她的摇鼻微动，嗅觉告诉她苏一雪身上的气味凌川。她的眸中闪过一丝惊愕：林依，你的母亲我们已在尽力寻找，一有消息便会通知你。这段时日你可以先住在赤阳玄冰宫，到了那边自会有人给你安排住处。林依盈盈一礼：多谢二长老，我跟姐姐说好了，我就住姐姐那儿就行，就不麻烦赤阳玄冰宫的仙子姐姐们了。也好，你们姐妹初见，应当好好熟悉熟悉。那你便随依雪一同住在冰灵山雪医院吧。七指英随后连步走上主殿之上的一个位置，欠欠地坐下了。穆城主也已经坐在了主座上，言谈举止，甚至是笑容，都是恭维至极。新兰城的安定发展，的确全靠三大宗撑着，不少宗门乃至邪修都盯着他的新兰城。但是他的恭维却没有一丝杂质，是完全心甘情愿的那种，好似双向奔赴一般。就在穆城主要宣布重要的事时，林川大步迈了进来。这并不是他成绩不错而装，而是他差点就赶不上了。七指英美眸斜过，冷冷瞪了他一眼：就差你一人了，怎么总是如此拖沓？赶紧入座。师尊的火气怎么这么大？嘻嘻，林师弟肯定又睡过头了。云小棠幸灾乐祸的一笑，柳如烟却是眸若流彩，音如鬼魅，指不定是被大师姐弄的哟。随后他咯咯咯一笑，云小棠瞬间气鼓鼓的，嘟着小脸蛋道：哼，花心大萝卜，萝卜萝卜。苏一雪雪眸望向他，抿了抿嘴，给了他一个眼神，好似在说活该。林川已经没有位置，只得席地而坐，就坐在大殿门口。好了，想来各位赤阳玄冰宫的仙子们都已到齐，这次比试赤阳玄冰宫可谓是大获全胜，决赛阶段不仅拉开另外两宗上万分，还拔除了我新兰城城民心中的一颗毒瘤。穆志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不仅仅是我，所有的新兰城城民都会永远记住你们的这份恩情。在这里我再次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穆志微微躬身，接下来的3年，我新兰城愿与所有的赤阳玄冰宫弟子同仇敌忾，也愿意接受赤阳玄冰宫的一切调遣，修炼资源一定悉数供上，绝不吝啬。他每一句都是发自肺腑，作为城主的胸襟他可是一点不少。穆城主放心便是，我赤阳玄冰宫定然与新兰诚心连心，绝不会让新兰城受到半分胁迫与侵袭。石岩长老率先出声，他的话语之中亦是真情流露，没有半点虚伪迎合。
穆城主为人坦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顺利。戚芷柔嫣然一笑，柔声道：哈哈，痛快！我穆志先敬各位仙子一杯。穆志一饮而下，随后响指一弹，端上来。只见众多华丽宫衫的女子，一人端着一个精致的花瓷瓶，熟悉的瓶身让在座的女修皆是一愣。那明明是冰清玉露，而且还是上100瓶之多。这是迟延长老惊愕地看着数不清的冰清玉露，美眸瞪大。穆城主，你这是？穆志灿然一笑，这便是我给赤阳玄冰宫的见面礼，算是我们合作的开始。这个比上次大宴上的纯度可高多了。上次我见各位都很是喜欢，于是命人昼夜不停地赶制，材料也是耗费大价钱从四面八方凑来。所有的修士都愕然地看着穆志，如同小迷妹一般。穆志的神色却没有一丝变动，依旧是笑容满面，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穆城主此番大礼，我定会禀告宗主，宗主想来也会十分高兴的。本是端坐在侧位上的戚芷英，此刻也忍不住动容。只因仙子客气了，既是合作，而且我新兰城算是全部交托给你们，自然得拿出一点心意。这只是9牛1毛而已，日后供上的资源会是数百倍于此。穆志的言辞虽是很平淡，但是让人听了确实很激动。极道宗、昆仑殿这些年过的都是什么好日子啊？我赤阳玄冰宫竟是如笼中鸟一般。对了，还有冠军奖励。穆志随即指尖闪过一抹亮光，一枚丹药静静地立在丹盒中。龙鳞护心丹积分最高的是苏一雪苏仙子，这枚龙鳞护心丹便是你的了。这可是极为顶尖的4品丹药，传说危急之时服下能保命，还有机会觉醒一丝龙气，但都是传说，具体如何还需要仙子自行验证。就算不是危急时刻服下，它亦能助你突破壁垒，让你的修为灵力大幅度提升。穆志的眼中溢满了称赞，如此丹药也唯有你这般天之娇女服下，方能扬了她的威名。多羡慕城主，小女子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而已。惩恶扬善本就是我赤阳玄冰宫所推崇的礼仪。苏一雪盈盈一礼，接下了这枚令无数人艳羡的丹药。酒过3巡，众人皆已是吃好喝好。赤阳玄冰宫诸多仙子已然前往赤玄非洲。穆管事，好好的送仙。仙子们，我实在是走不动了。穆志趴在桌上，手中还拿着一只金樽，摇摇晃晃的放在嘴边。切记不能失了礼数。穆志醉醺醺的交代好后，叮一声脆响，金樽随着穆志的手一起垂落在地。极道宗与昆仑殿昨日便已离开，只有赤阳玄冰宫参加了这宴席，而此刻赤玄非洲也已经停在了主殿之外。诸位仙子有空常来啊，我新兰城一定招待周到。穆管事站在非洲前方。另外，你们交代的事，我暂时还没有线索，不过我们一定尽快给你们答复。迟延长老摆摆手，穆管事无需着急，短时间内这件事无关紧要。此次多谢新兰城款待，代我们谢谢穆城主。一定，出发吧。戚芷英的声音依旧冰冷。这一次大比，我从最初的真2境5重突破至现在的03境1重巅峰，加上我的古怪灵海，面对03境5重6重的对手完全不惧。若是再辅以那惊人的龙纹之力，03境巅峰也不能拿我怎么样。非洲之上，林川坐在一个角落，消化着大比以来的收获。那4品丹药的药力实在太强，当时我只是吸收了不到1/3，就让我突破至03境1重。好在我的灵海够大，能够将剩余部分也储存至灵海中。林川对自己的这个怪异功能很满意。当初大宴之上，他一人喝了不知道多少仙之玉露，竟是全部在灵海中堆积起来，还是找到苏一雪才炼化吸收的。林师弟，还记得我吗？一个温婉的身影来到林川身边，音若柔风。林川抬眸，正巧对上了他的那对酥软，他离得太近，挡住了林川识别他的视线。这个尺寸，恐怕柳师姐也比不过吧？林川眼里充血，强装镇定地说：当然记得，多谢师姐那日的礼让，才让师弟有了晋级的机会。少女18、19岁的模样，清丽出尘，虽没有苏一雪那般倾国绝色，也没有柳如烟那般妩媚动人，但是给人一种很舒服很轻松的感觉。宫中师姐都唤她小洛，她也很喜欢这个名字，落落大方正是她的性子。林师弟说笑了，你可是决赛第2名哎，就算我真的跟你打，肯定也打不过，估计也就是3、5个回合的样子了。小洛一时蹲下，双手环胸，笑盈盈地跪坐在他对面。他的眼神怎么跟柳师姐有点像？不对，我就是比一般人帅了一点而已。他是为了让我帮他驱寒独裁这般模样的。小洛师姐过誉了，我都是沾了昆仑殿那位师姐的光，侥幸而已。林川的眸光赶紧移开，他的身子太低了，实在是不敢往前看。那日林师弟说好的帮我驱除寒毒，不知是真是假。小洛师姐目中带着希冀，好像寒毒不是重点。林川没有半分犹豫，脱口而出：当然，男子汉大丈夫，说出去的话自然算数。等回宫，你去我的月岩阁，正好我的炎阳术第3重已经熟稔于心了。那就说好了。
小洛一声娇呼，绵软一阵起伏。直到小洛离开后，林川仍然有些发懵，也太诱人了吧！赤阳玄冰宫果然是美女收割机。忽的他灵识散开，感应着四周，没人听见。苏一雪的嗔怪怄气他已见识过几回了，他自然得注意一些。等我到了劫四境，就能隔绝感知了。不知道去往星陨圣灵的名额有没有我？那里或许能让我找到好东西，随便来些什么千年灵药、灵果就好。接下来便是可以回一趟游龙村了。林川掏出一个雕花小盒，盒中灵气氤氲。爷爷，有了这枚丹药，你的寿元定然大大增加。算下来，我已经离开游龙村差不多3月了，不知道爷爷过得可好？我这次回去得多带些奇珍回去给他尝尝。林川眸中闪动着荧光，有些迫不及待之意。到了。迟烟长老一声娇喝。另外，公主方才传话于我，说此次大比赢得第一，皆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故赤阳玄冰宫每人额外奖励1枚冻灵丹。什么？冻灵丹？我真的没有听错吗？那可是能让03境修士除了巅峰修士外，都能瞬间提升1重境界的中阶3品丹药啊！就算是真2境，若是遇到了突破瓶颈，服用也可瞬间明悟。众人皆是愕然，同时又是欣喜。的确是冻灵丹，大长老本是储藏了多年的冻灵丹，此次被宗主洗劫一空，全部充公。迟烟长老唇角咧了咧，1人1颗，明日就可前往大长老的灵丹阁领取丹药。嘻嘻，这次3宗大比真是收获满满呀，你说是吧，三师姐？云小棠莞尔一笑，娇俏灵眸楚楚地望着柳如烟。柳如烟忍不住捏了捏她的小脸蛋，盈盈一笑，是啊，不仅收获满满，我的五师妹还对我都有所隐瞒了呢。云小棠轻轻拨开她的手，在她的掌心挠着痒，我才没有，三师姐可是对我最好的师姐，我才不会。柳如烟捂住她的酥软红唇，唇瓣贴近她的耳畔，苏音软语道：我可是发现了，师妹你的原因没了哦。无比娇媚酥软的声音落入耳中，每一个字都让云小棠的玉颊变粉1分，直至现在，她的脸颊已是完全沾满了粉霞，更显她的小巧可爱。三师姐，你胡说什么呢？我才没有。云小棠结结巴巴，显然是心虚了。柳如烟乘胜追击，哦，没有什么原因吗？柳如烟挑逗着说，看着她娇羞的模样，咯咯咯笑着。那天从林川的口中，她套出了一些话，但是她没有确信他俩是不是真的迈出那一步了。后来柳如烟专门查探过云小棠的气息，即使有预感，但还是让她娇躯一震。师姐的直觉可是很灵的哦。那天试探林川弟弟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不对劲了。柳如烟忽然媚眸瞥过，光天化日，公共场合，你们都能那样，真是让姐姐都有些看不起你了。云小棠琴手更低了，柳如烟每一句话都让她无比羞耻。三师姐，不要说了，云小棠求饶似的说着。柳如烟咯咯一笑，没有再挑逗她。好了，我就是心里有些不平衡而已，我到底差在哪里？为什么那天我让她欺负我都不敢？云小棠扑哧一笑，三师姐可不差哦，只是三师姐有些太好了，林师弟不敢而已。柳如烟，她随即将手对着自己的丰软比划了一下，又对着云小棠的比划了一下，嫣然一笑，满意的点了点头。云小棠轻轻跺脚，娇哼一声，哼，我不要理你了。云小棠捂着胸脯逃也似的跑开了。林师弟天赋惊人，若是正常修炼的话，待我突破到劫4境，或许我的肌肤都不水润了，得早些打算才是。柳如烟独自站在赤阳玄冰宫宫门前，媚然一笑。石山，这里有好几处院落，但是只有林川那一处亮着灯火，显得格外的清幽静谧。阿切，林川打了个喷嚏，他摸了摸鼻头，喃喃道：有人想我了，应该是雪儿，毕竟到夜晚了。林川已经回到月岩阁，还是赤阳玄冰宫内灵气充沛，在新兰城几乎只能靠丹药来补充灵力。将门带上后，他立即坐定吐息。岩阳树第4重需要1颗爆裂龙岩丹，林川刚一参透这第4重岩阳树，就被他的入门要求吓了一跳。爆裂龙，那可是龙族啊！就算他血脉低级了一些，但毕竟挂着龙族的牌子，真不是好惹的。林川摸额思索了片刻，忽然道：不知道师尊那里有没有？他常年外出寻找灵药，或许碰见过爆裂龙。一定碰见过。但是我该如何开口呢？直接要未免太不礼貌，把天龙血剑还给师尊，然后再讨要，不行，太无耻。那剑本就是师尊之物。有了。林川抿嘴一笑，闭眸继续吐纳。你们刚刚看见大长老没有？他的脸色好像不太好看啊。一位女弟子手中把玩着冻灵丹，欣欣然说道：何止不太好，简直就像是要杀人一般恐怖，都绿了。话刚说出，他连忙捂上嘴，四处观望着，不能被听见吧，否则大长老一定会责罚我。放心吧，大长老还在生宗主的气呢，没时间理我们。听说宗主可是深夜拜访的大长老，大长老还以为是哪个色狼，还对宗主出手了，
然后宗主便以此为由，将他所有的冻灵丹都搜刮了出来。女修痴痴笑道：“宗主果然如传闻所言，有些蛮不讲理。但是宗主也是为了我们好，我们这些弟子想要在大长老那里获取丹药，可是难如登天。赤阳玄冰宫，阴雪阁，七指阴修炼地，我已应允过你，但是你的时间不多，算上来回，一共只有1个月。”七指阴淡淡道：“他今日一袭玲珑雪纱，雪纱之下的仙躯曲线惊人的窈窕曼妙，浑圆的尖索恍若天成美玉，唯一的瑕疵就是他脸颊周围总是萦绕着一层冰雾，让人无法见到他的绝美真颜。”林川站在台阶下面，微微一礼：“1个月足够了，多谢师尊。”游龙村与赤阳玄冰宫相距甚远，以林川的修为，速度远远比不上七指阴，但即便是他，上次也用了5天才将他带回了宫中。林川心里暗暗盘算，估计以我的速度，至少也要11、12天才能到达游龙村，足够了。1个月后，便是选拔进入星陨圣灵的弟子的时候，我宗获得第一，有5个名额，进入决赛的弟子直接获得资格，也就是说，你不用竞选，直接入选。七指阴美眸微挑，语气柔和了一些：“直接入选，倒是免去了一番搏杀。”林川心里闪过一丝月色，随后他取出了师尊的天龙血剑：“师尊，此次大比，多亏了您的天龙血剑。”“还算没有给我丢脸。”七指阴冷冷一言，话锋斗转：“不过我见你用起来颇为合适，不如送你了。”林川一愕，这可是上品灵器，说送就送。师尊，这个太贵重了，我用天骄血剑就好，给你就拿着，我的弟子岂能一直用这种低级凡器？林川不好再推脱，几乎是瞬间接上了七指阴的话，脱口而出：“多谢师尊。”七指阴。忽然林川眉头微蹙，开口又闭口：“还有何事？”林川顿了几瞬，终是没有说出口，已经得到了天龙血剑，若是再询问师尊爆裂炎龙丹，未免太得寸进尺了，下次再说吧。无事了，师尊，那弟子先告退了。等会儿。七指阴忽然叫住他，美眸略显复杂。林川转过身来：“师尊有何吩咐，徒儿定全力去做。”他很认真地说。七指阴微微启唇：“关于医雪的事，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一些。”林川内心不知怎地砰砰直跳，有些慌乱。难道师尊知晓我和大师姐？想告诉我癞蛤蟆别想吃天鹅肉？林川错愕间，七指阴已是缓缓开口：“你对于医雪了解多少？”他的语气很平淡，但不难听出其中的复杂之意。林川诧异的抬头：“不多，我只知晓大师姐天资惊人，还有她玄冰玲珑体的事，不过我从未对外人说过。”七指阴轻点琴手，纯音飘渺。他本是无风大陆东部的凌天宗之人，后来凌天宗宗主凌天然因为一些事休了他母亲，他2人被赶了出去。七指阴清脆悦耳的声音中已然混有怒意。可恨的是，他不仅休了他母亲，还派人追杀他2人。他的母亲为了护他，一人引开了所有追击的人，生死难料。而那时伊雪仅有8岁模样，本是开心快乐、无忧无虑的时候。妹妹跟我说，伊雪她年幼时也如云小棠般娇俏可爱，是父亲眼中的宝宝女，也是母亲眸中的全部。但是那次追杀之后，伊雪的性情再也没有之前爱笑，甚至没有笑过。不知你可知晓天乱山林，她杀人果决，几乎毫不留情。她的感情很淡，就算是妹妹，她也从不多说关于自己的事，基本都是一问一答。七指阴缓缓抬起一只纤纤柔仪，剔透如玉的指尖细若茭白嫩笋，轻轻点起一片茶叶，沏入茶杯中。直到你的出现，我能感觉到她的生命中增添了一抹色彩，她不再是日复一日的冰蓝色单调，她开始接受不同颜色、不同类型的衣物。林川瞠目结舌地听着，心魂仿佛被针扎了一般绞痛起来。不仅仅是外表，他的内心似乎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你刚来赤阳玄冰宫时，肯定也见识过医雪冷冰冰的模样。七指阴抿了一口茶，雪白指尖点起另一杯，飞到林川手上。多谢师尊。但是他的内心其实很脆弱，也很敏感。那一次，他失去了太多，他已经很难对一个人产生信任。我不知晓你做过什么，让他的心境有了改变，但是我不得不替妹妹感谢你，你真正改变了他。七指阴的芳唇仿佛流溢着华光，让人心魂缭绕，每一个字都宛若仙音。林川惊愕，不仅是因为苏一雪的遭遇，也因为自己的师尊，他可是冰雕雕啊，怎么今日说了这么多话？他是最有希望担负起赤阳玄冰宫未来的弟子，这也是宗主的意思，我们长老也会给予特殊照顾，而且相信以医雪的天资，赤阳玄冰宫一定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宗主，他的心境尤为重要，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与你说这番话的原因。七指阴的语气带着傲然，带着荣光。林川一礼：师尊放心，我会让医雪大师姐保持住这份心境的。林川表面上答应着，但是心里却是有些难言的痛。首先不能轻易许诺，在外人面前不得胡言乱语，光是这2点就很难做到了。无妨，
我对大师姐的感情比谁都真挚。林川苦笑着说：“师尊还有何吩咐？”七指英摆了摆手：“你此次大比之上大放异彩，估计会有不少你的师姐师妹前来找你驱寒毒，你莫要丢了我的脸面。”他的语气感觉怪怪的，脸面。林川诧异着应了一声，离开了。宗门内的打斗嬉闹声连绵不绝，但灵丹阁时有哀怨传出，大长老的心情看来好些天都不能平复，宗主也太霸道了吧。林川慢慢整合着师尊所说的话，苏一雪的身份来历他的确没有问过，他的性子也不像是会告诉他的那种。没想到一雪在那般懵懂的年纪就承担了父亲母离的痛楚，至少还有爷爷。他的声音很小，近乎呢喃，迷蒙地走在宫中，不知不觉间这是去往冰灵山的路。也难怪一雪那天会蓦然流泪，应是将我看成了他父亲那类人。雪医院，苏一雪与林一住处，不知道林一知道后会不会如一雪一般性情大变，但是总不能一直瞒着吧。林川带着一股决然，径直走向雪医院。姐姐，我的修为到了真二境7重了哎，你的冻灵丹好厉害啊！少女婉转悠扬的笑声在院落里回响着。苏一雪淫笑着，抚摸着她的秀发，柔声道：“是妹妹聪慧，我只是稍加引导而已。”冻灵丹对劫四境的苏一雪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因此她领来便直接交由林一炼化，她在旁辅助。我现在都可以保护娘亲了，多谢姐姐。林一的眸中溢出月色，无瑕的脸更是布满银霞，惹人怜爱。她来做什么？苏一雪美眸微眯，唇角勾起一抹羞意，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浅笑。谁啊？姐姐。林一的灵识感知没有苏一雪这般出色，并不知晓林川的到来。是我们赤阳玄冰宫唯一的男弟子林川，进来吧。林川还没有进入院门，屋内已是传出苏一雪柔柔婉婉的声音，醒目悦耳。林川迟疑了一瞬，然后挪步进入了院门。林师兄好，我叫林一，是一雪姐姐的妹妹。林川刚一进来，娇俏可爱的林一灵眸带笑，银白玉手抬起一只打着招呼。林川的眉睫却是紧蹙，好久都没有舒展开。林一妹妹在大师姐这儿可住的习惯。林一没有丝毫犹豫，唇意芬芳，太舒服了。就是姐姐屋内的颜色有些单调，但是姐姐说待会儿就有师姐前来换掉这些单一的色彩。林川，姐姐对我可真好，我超级喜欢姐姐。林一的眸中满是欢心，显然苏一雪极其迁就她。但是林一越是开心淫笑，林川就越是揪心难受。苏一雪忽然开口：“你来做什么？”她的声音很软，没有清冷，完全不是大师姐模样，而是夜晚时的雪儿模样。林川唇角颤动，磨蹭了好久，双眸望向林一，才缓缓开口：“我知晓陆一的下落。”林川话音刚落，林一娇躯猛地一颤。林一的肌肤像雪又像冰，皓白莹润，他放下搂着苏一雪的手，慌乱上前：“林师兄，我娘，她是不是来找我了？”林一语中带着颤音，方才的灵动欢心仿佛已被洗劫一空，预言上写满了担忧。林川语塞许久，才缓缓道：“你娘亲她很爱你，这是她最后留给你的东西。”林川手上出现一枚七彩方位玉，但是他此刻完全没有与陆倩初玉石那般光彩夺目。这是陆仪准备给你的生辰礼物。林川的话如同晴天霹雳般降落在林一脑海中，恍惚间他的眸中瞬间涌上热泪。你说什么？不，怎么会？极致的痛苦瞬间涌上心头，气音袅袅，他已经蹲了下去，抱头大哭。苏一雪一时娇躯一惊，一双丹凤眼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林川。林川摇摇头，陆仪他心地善良，为了让不连累我和凤师姐，不惜自曝临海，拖住了那暗金翅尾蝎，亦给了我们逃生的机会。林一天真无邪的灵眸宛若失去了所有色彩般空洞无光。苏一雪将他搂进怀中，不断安慰着他。林一在苏一雪胸前哽咽着，热泪将他的里衣都浸湿了。姐姐，他说的都是假的，对吗？看着眼前娇碎欲滴的少女，苏一雪摇鼻酸涩，嘴角抽搐了一瞬。我要不帮你将她轰走。林一在天乱山林黑漆漆的牢笼中时，就有过无数预感，亦祈祷无数次。老大手中的那枚空间挪移石，就是林一的随身之物，那是他刚出生时他的娘亲送给他的。那时候他的娘亲极为受宠，林天然竟是连这种保命的宝贝都能送出。只可惜当时有人眼尖儿，林一的修为又不高，挂在脖颈的空间挪移石刚一取出就被夺了去。都是我太没用，什么都做不了。林川垂着头，缓缓取出了天龙血剑。我可以将命还给你。苏一雪血眸愕然。林一没有接剑，而是将那枚七彩方位玉紧紧攥进手心。林师兄不必如此，我娘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能让她做到那一步，你肯定帮了我娘好多。林一没有看林川，他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那颗七彩方位玉上，唇瓣颤抖。陆一说，你小时候经常会问他，星星会指引我找到回家的路吗？
这是他特地为你寻来的星星。林川轻语。林一本稳定了些许的情绪再次溃败，撕心裂肺地呜咽着苏一雪冷声道：我现在就去杀了那暗金赤尾蝎。苏一雪劫4境1重的修为，对上临3境巅峰的暗金赤尾蝎，即使他是玄兽，胜过同等级修士很多，但是他有玄冰玲珑体，亦能跨级败敌。林一紧紧拥住苏一雪，姐姐，我不要你去，我就你一个亲人了，你不要去好不好？林川立即道，等我修为再精进一些，定会给陆毅报仇的，到时候将他的蝎尾拿来熬药。林一怔了许久，到时候我也要去，我要亲自割下他的蝎尾。到时候我也跟着。苏一雪柔声回应怀中憔悴的小精灵。林川回到了石山，一路上他的心魂久久未能平复。太弱了，我还是太弱了。他紧咬着牙齿，指尖几乎要嵌入肉中。他发懵了许久，丝毫没有注意到小洛师姐已经来到了月岩阁。她一袭淡绿长裙，抹了腮红，清新自然，没有娇艳，但给人很舒服的感觉。林师弟，怎么啦？我看你好像不开心耶。林川连忙调整一番情绪，道：没啥事，只是有些懊恼自己太弱了。小洛轻摇琴手，不是哦，林师弟还这么小，就已经有灵3境的修为，真是妖孽般的天赋呢。要是到了我这么老的时候，说不定可以赶上大师姐。没有假意逢迎，字字真情，语语动人。林川一顿，小洛师姐才不老，完全没有19岁的样子，在我眼中就是16岁的花枝玉露，莹莹可爱，楚楚动人。小洛抿唇一笑，林师弟可真会说，是不是有好多师姐都被你这小嘴骗到手了？林川如今可是能够拿捏大师姐的人了，镇定自若道。小洛师姐见笑了，师弟只是真情流露，花言巧语都是那些花花公子说的。好了，小洛师姐，进屋，我帮你驱寒毒吧。入内后，小洛冷不丁的一问，要不要脱掉衣裳？这一问让林川的心魂颤动了一瞬，看着眼前小洛师姐的天妒浑圆，一股火热充斥大脑。要的。我驱寒毒时，岩杨树的火焰温度极高，布料瞬间便会化为灰烬，我正不好意思开口呢。林川脸部红心不跳，有便宜不占。林川王八蛋修长笔直的美腿，令人惊艳的酥软，小洛即便是随意间的一颦一笑，都能窥人心魂。林师弟，你先转过去。他的玉颊已是微微转粉，柔音带着些许慌乱。林川强装镇定地回应着，但他的内心已是有些燥热。好了，我们要如何开始？林川将头偏了过来，只一眼就让他瞬间充血。为了不暴露，他猛咬舌尖，才压住了心中邪念。林一注意到林川的目光分明是落在自己丰硕的绵软上，娇羞之下，他慌忙捂住，林师弟不许盯着看。林川立即引上玄冰真气，浇灭了那澎湃汹涌的欲火，让脑子清醒了过来，将掌心对向我的掌心。我会用炎阳真气引导你驱除寒毒，还能达到洗脉的效果。雨落，少女这才缓缓移开，将银白小手与林川掌心相对，刚一碰触，他就触电般的缩回，好烫。师姐运行冰心诀，这样效果更好。半个时辰后，林川额间有汗珠滚落，他的消耗巨大，不仅要控制自己的心魂，还要分心帮忙驱除寒毒。小洛的状态更加不对劲，脸上沾满了红晕，这才驱散了不到1/3寒毒，两人皆已显露疲态。第3重炎阳术果然还是不足以让我保持好的状态，为灵3境修士驱寒毒。林川心魂有些溃败，总不能又使出那招吧？林师弟，我好像有些撑不住了，真的好烫。小洛师姐的嫩滑小手摇摇晃晃起来，香汗淋漓，玉颜更是显露痛楚。寒毒驱散一旦开始，就必须驱除干净，若是有残留，驱除之后的一段时间是中毒之人最虚弱的时候，他们会一举反击，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为什么二人直到现在都还在苦苦支撑的缘由。不过方才小洛师姐的呻吟完全是在诱惑我啊。林川脑子极热，沉思好几息，才是下定决心，不管了，我是宗门唯一男弟子，本就要担起大任。天遂人愿，林川还没有伸出魔爪呢，小洛就坠在了林川怀中。小洛师姐，你……林川诧异地问道，双手托住他绊倒的娇躯。林师弟，可以吗？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小洛媚魂软语，林川已是欲火焚身。宗门之中所有弟子初次修习冰心诀之时，都会被告知寒毒的存在，以及如何驱散寒毒，最有效的是双修炎阳术次之。显然林川的炎阳术不能够支撑他完整的驱散下去，只能他的仙指贴在林川胸脯上，上下移动，缓缓勾画着。林川身躯微微一颤，也不再勉装绅士，左手握住他贴在自己身前的柔仪，相触的瞬间，他滑嫩如羊脂玉般的手宛若一抹甘泉流进林川心扉。小洛皎月般的美眸也微现慌乱，但还是任由林川侵袭。林川轻轻应了一声，也不再矫情，唇瓣直接附在了小洛师姐的软唇之上。
小洛师姐娇呼一声，但林川没有给她继续说话的机会，将她樱桃般的小嘴完全封住。少女玉颊上的胭脂红渐渐消散，慌乱感也逐渐褪去，似是完全熟悉了身前男子。轻些，不要咬我了。林川上次将苏一雪香唇弄得都肿胀了起来，还让七指柔看了笑话呢。小洛师姐启唇，似是归附幽怨般的软语，成为了最后一把干柴，将林川的烈火彻底点燃。林川引动一小簇炎阳真火，将最后的遮蔽完全燃尽。小洛师姐美眸再现慌乱，林川的手指接触像绵软，不要。一声惊呼，她无比慌乱的想要推开他，羞赧的快要哭出来，脸上的红霞再现，更是瞬间蔓延到了脖颈。林川不予理会，依旧附了上去，但这次稍微温柔了些。小洛一声低啼，这是他从来没有发出过的声音，但林川的温柔也让他的防线彻底崩溃。最后轻吐一声，他没有再抵抗云雨，终是开始了屋内掺杂着无数修意的娇乱吐息声不断。小洛师姐的寒毒一点点驱散，修为也潜移的在变化。深夜，夜莺的啼叫声时不时响起，婉转悠扬。又过了许久，二人已是战乱中息，小洛的修为从03进2重跳到了4重，俏脸上不乏喜悦，但他更多的还是慌乱与羞涩。林师弟，谢谢你。小洛眸光躲闪，这下我不仅不用受寒毒侵扰，还升了2个小境界，谢。林川亦是灿然一笑，能帮到小洛师姐就好，说起来还是我占的便宜更大呢。啊，疼疼啊！小洛玉颊瞬间染上粉霞，娇娇的掐了林川一把。哼，都把我折腾成这样了，还是不正经。小洛幽怨的说着，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你了。他轻手靠近，在林川的唇上轻轻一点，不准说出去啊，不然我都没脸见人了。林川愣了好一会儿，怎么都说要保密，很丢脸吗？放心吧，小洛师姐，我可不会乱说。虽嘴上说着，但林川还是满心欢喜的答应了。小洛不想再久留，起身欲要穿衣。林川，忽的他一声娇斥，将林川吓了一跳，难道这么快就要撕脸？我衣服都没了。哼，林川，哈哈，还不是师姐一点都不自觉，我才帮了师姐一把。林川坏笑一声，你穿我的吧，师姐。林川取出一套全新的衣服放在了他身前，下次不准烧我衣服。小洛师姐眨眼间便穿好衣物，刚跨过门槛就扔出这么一句话，但下一秒他便意识到不对，逃也似的离开了。下次我的魅力还是太大了，哈哈哈。林川灿然一笑，而后开始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这一番下来，我的修为也隐隐有突破的迹象，原因果然是个好东西，但这种事还是太祸害师姐了。但凡有修为颇高的师姐找上他解毒，他几乎都只能献出自己。虽说修为是有提升，但因果沾的太多也不太好，而且他本就有苏一雪玄冰玲珑体，对他的修为提升效果更佳。等炎阳术到了第4重境界，就不用这般费力了。林川指尖点起一缕真火，将屋内的异样气息全部分尽。过几日告知一雪一声，我便启程回一趟游龙村了。他正欲离开去寻苏一雪时，臂间的龙纹忽然显现出来。这龙纹好像也能随着我修为的上升而变强，它究竟怎么来的？林川的龙纹可以说是他目前最大的助力，但渐渐的他意识到，这龙纹绝不是当初吃了一颗狂龙血兔的龙心带给他的机缘，更像是与生俱来。林川将龙纹悉数展露出来，隐隐若现，并不明晰，但其能发挥出的实力却是惊人。尤其是苏一雪当时所说的龙魂震荡，好似能不可思议地定住人的心魂。我的灵海是常人的5倍不止，或许我的灵海跟这龙纹大有渊源。冰灵山雪医院，你要离开？离开多久？苏一雪美眸颤动，她的纤纤小手不自觉攥紧淡绿色锦衣。以前她的穿衣可是很单调的，当然这也与林一有关。林一这些天的很低落，但是苏一雪寸步不离地陪着她，抚慰着她，姐姐的身份已然完全适应。林川刚一到来，林一还打了招呼呢，虽说没有上次那般热切，但是林一的状态确实不错。约莫1月，林川低语道，我陪你一起。苏一雪没有丝毫犹豫，柔声道，雪儿这是担心我，还是想着跟我回去见家长？林川轻佻一声，然后狡黠的一笑。苏一雪狠狠地在他的腰间抓了一把，哼，我不过是随便一说而已，你还真信？谁愿意跟你一起啊？林川，嘴硬的女人。林川忽然正经起来，等我回来，我会给你一个惊喜。苏一雪心魂微乱，惊喜一词让她瞬间拉上了期待，但她还是矜持道，我可不要你的什么东西，你别死了就好。林川哈哈笑道，我都还没娶你，怎会舍得死？雨落，林川最后吻了苏一雪一会儿，便离开了。林川走后，苏一雪落寞地站在原地，轻轻呢喃，我才不要你的惊喜，我就要你平安归来，听说了吗？
最近兰州城来了一位无敌剑客，说要挑战全城所有剑修。一个白胡子老者站在台上，面带金色的说着，台下座无虚席。老于，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说他是什么人，竟然这么大口气？难道他不知道玉公子的碧月七星剑能够斩尽一切猖狂之人吗？老者瞟了他一眼，捋了捋花白胡子，声音沉重起来。小道消息，听说玉公子已经败了。台下之人无不是震惊，脸更是像被人打过一般扭曲变形，久久未能复原。扛刀壮汉大声喊道：老头儿，玉公子可是我们兰州城最为出色的一代才俊，修为更是03境7重，他的那把碧月七星剑更是灵气榜上排名第10的极品灵气，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无名小卒？对啊，你是不是耍我们呢？面对众人的质疑与讽言，老者没有理会，只是含笑听着。忽然他手中的木棍敲了敲台板。诸位有所怀疑，皆是因为没有见识过那人的厉害。我之所言，各位尽可求证，萧玉公子的名声我可不敢乱传。难道是真的？老于都敢打包票了，看来所言非虚，玉公子既然都败了，那位剑客或许是劫4境修士。萧玉因为有着碧月七星剑，剑招之凌厉，同境界任意败敌，即便是03境巅峰的修士，他亦可打平。如今他落败，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那位传闻的无敌剑客修为已是劫4境。非也，非也，无敌剑客的修为只有03境6重，弱于玉公子。老者的话再一次将众人的下巴惊掉，他们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怎么可能？玉公子同境界在兰州城几乎无敌，怎会败于一个03境6重的修士手中？扛刀壮汉又站了出来。老头儿，你还说不是戏耍我们？我看就是你在胡编乱造，给玉公子招黑。老于轻笑一声，信不信由你们，经常来我这儿的人都知道，我从来不说虚言。台下不少人都点了点头，但面容还是表现得十分诧异。或许只有请出雷公子了，才能赢回我们兰州城的脸面。对，我们兰州城可是无风大陆南部剑道第1城，不能被一个外来的小子坏了名声。众人义愤填膺，老者掏出他的烟，把儿老物件美美的吸了一口，倾吐蓝焰。这正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消息，目前只我一人知晓，无敌剑客已经向他发起挑战了。老于话说一半，又吸了一口。若是雷公子能够出手，定然能够找回场子。我们兰州城可不是软柿子。扛刀大汉虽是刀修，但是他生在这座剑城，归属感、荣誉感却是爆棚。老者忽然震声道：雷公子没有应战。台下又掀起一片大浪，有的人已经目露凶光。老家伙，你能不能一次性说完啊？原因是他不屑出手，雷公子已是03境巅峰修士，就算赢了，也会有人说是胜之不武。老者见众人情绪激动，多说了几句。那我们兰州城的面子呢？难不成就这么被一个无名小卒毁了不成？但是老于的话刚准备开始说，台下有修士已经朝他扔了一把飞剑，直挺挺落在了他的脚尖处。老于心魂一震，好了，告诉你们便是，在剑客的软磨硬泡之下，雷公子还是答应与他切磋一番，但雷公子不会使出他的紫霄分天剑。比试时间就定在3日后，地点是兰州城天剑台。哈哈，我就说雷公子肯定不会置我们兰州城的威望于不顾，就算不用紫霄分天剑，雷公子胜他亦如囊中取物一般简单。距离兰州城万里之外的一处小溪边，林川悠然地躺在那里，已经行了7天，再有2天便能到达兰州城。他取出一枚玄兽兽丹，将之悬在掌心，沿阳数运转，不到半个时辰就吸收炼化了。真2境的玄兽兽丹吸收起来很快，03境兽丹则需要半天，等炎阳数4重之后，或许也跟真2境兽丹一样容易吸收。林川抿唇微笑，随后又露出苦容，爆裂龙岩丹，不能真要去龙族找吧？昆仑殿凤栖院，一个女子身影缓缓转过来，一张明艳到不可方物、清丽到足以瞬间乱人心魂的面孔映现在昆仑殿宗主眼中。凤仪宁盈盈一礼，因若细柳扶风般轻盈，拜见宗主。不必多礼，你的伤势如何了？昆仑殿宗主面容垂老，但看上去仍有老骥伏枥的壮志。凤仪宁右手抚着心口，已无大碍了。那日他被带回后，昏迷沉睡了整整7日，修为更是跌落至03境8重，强开封印的反噬让他差点断了修行路。你那日为何如此冲动？你的修为未至劫4境5重之前，强行开启封印，代价可是极大，这一点你的父亲肯定告诉过你。宗主的言语中略带责罚，但却很委婉。凤仪宁峨眉微蹙，也罢，不过此次之后，你要千万记住，不可再如此莽撞行事。多谢宗主挂念。凤仪宁轻声应下。昆仑殿宗主随手抛出几枚3品丹药，这些丹药应是够你这段时间的恢复了。进入星陨圣灵之前，最好还是将修为恢复到03境巅峰，如此在里面争夺机缘的概率才大。凤仪宁伸手接过，轻点琴手。
待昆仑殿宗主离开后，凤仪宁回到寝宫，看着桌几前摆放的琳琅满目的丹药，他沉思起来，为何我的体内多了一丝龙息，但却怎么也引不出来。凤仪宁眉睫蹙起，呢喃说着，难道是因为吸了林川血的缘故？莫非他有着龙族血脉？昏迷醒来后，他便发现了身体内的不对劲，他试了许多办法，但都无一能将那缕龙息引出。相反，那缕龙息还能加速他的恢复，即便是3品丹药，其效果也远没有那龙息的效果好。不知道林川不那个登徒子怎么样了？少女柔音绵绵，说起林川时，她的唇角不禁泛起一抹若有若无的浅笑。兰州城城门口，兰州城怎么这么多人入城？难不成有大事发生？林川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禁发出疑惑。在老于传出消息后，一传十，十传百，那位剑客战胜玉公子的傲然战绩瞬间在兰州城以及周边城池炸裂开来。明日就是雷公子和那剑客的比试之日，可千万不能错过了这100年难得一见的比赛啊！我还听说兰州城城主会亲自主持比赛，他可是对这场比试极为重视呢，毕竟关系着兰州城第一剑城的荣誉。林川右手抵着下巴，剑道会武。听他们的意思，这2人都是1顶1的剑道高手，不知赤阳玄冰宫之外的天之骄子都是何种妖孽呢？50灵晶方可入城。城门口的守卫吆喝着道：以前不是可以随便进城吗？为何今日需要我等缴纳灵晶？排在林川前面那人一脸不情愿地说。守卫瞪了他一眼，你爱进不进，有的是人想进，下一个。林川尴尬一笑，我没有灵晶，寿丹可以抵灵晶吗？守卫不禁鄙夷地笑了出来，哪来的穷小子，竟然几10块灵晶都拿不出，寿丹也可，玄一境玄兽的寿丹只能抵1枚灵晶，真2境寿丹可抵20枚灵晶。不用找了。林川直接拿出3块真2境寿丹，毫不客气地扔到他手里，我能进去了吗？自然可以。兰州城内车水马龙，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比之新兰城也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尤其是兰州城中心那把巨剑，横插而下，远在城外100里就能看见它，足有数百丈之高。幸好我沿途斩杀了不少玄兽，否则连路费都凑不齐。林川现在手中有上千枚玄一境寿丹，321枚真2境寿丹，灵3境寿丹略少，只有57颗。他虽然只是灵3境1重的修士，但是对上高他几重的灵3境玄兽也是绰绰有余。看来灵晶更加通用，不如先找个地方将我手中的寿丹换掉一些，免得多生事端。兰州城的夜晚灯火阑珊，恍然一片盛世之状，不愧是第一剑城，繁华程度完全够得上一个大宗门了。林川游玩了一整天，寿丹只在一部分地方可以使用，灵晶则是通用货币。他来到一处名为摇钱商铺的店铺，店主，这里可能兑换寿丹。店主瞅了瞅他的行头，林川行舟劳累，略显风尘仆仆的模样。能换，你有多少？店主很轻蔑应了一声，如果只是玄一境寿丹就不要换了，浪费时间。林川也不恼怒，随手一点，10枚灵3境寿丹出现在手中，不知店家如何开价。店主眼光蓦然清明起来，将老花镜摘下，仔细打量了好一会儿，小兄弟，先进来坐，价钱好商量。林川内心一阵嘀咕，果然还是寿丹更有面子。玄一境寿丹可换10枚灵晶，真2境寿丹可换100枚灵晶，灵3境寿丹可换1000枚灵晶。小兄弟觉得这个价格如何？店家的话让林川猛地一惊，倒不是因为店家的价格太高，而是自己被当成了冤大头。那守卫竟是收走了自己300灵晶。林川掏出一个储物袋放在了桌上，将这些都换了吧。店主喜上眉梢，好嘞，我这就给您算算，一共是1230枚玄一境寿丹，100枚真2境寿丹，17枚灵3境寿丹，折算为灵晶，一共是39300枚灵。店主灿然一笑，客官如此豪气，我便给客官凑个整，这里一共是4万灵晶，客官请清点一下。不必，不知我可否向您打听一个消息？林川收好灵晶，礼貌一问，自无不可。我看客官是想问雷公子与那剑客的事吧？林川点了点头。那剑客乃是无风大陆中心地区的一名修士，名为风息灵，前不久来到了我们兰州城。店主将事情经过都细细的说给了林川。多谢店主。有寿丹常来啊！店主始终一着狂笑，嘴角怎么也压不住。天已经很黑了，林川找了一家客栈住了进去。风息灵，无敌剑客，拜萧玉，战雷厉，明天天剑台定然是成为焦点。林川算了算时日，时间足够，这种场面可很难得，错过了就太可惜了。比试时辰为未时1刻，但是51刻时，台下便已是座无虚席，绝大多数都是剑修。你们说这场比试到底谁能赢啊？我觉得风息灵没有半分胜算，雷厉雷公子可是灵3境巅峰的修为，他才灵3境6重呢。我倒是不觉得，剑道会武比的是剑道，虽在修为上雷公子更胜一筹，但是他却不会使用紫霄分天剑。
台下众说纷纭，议论声一片。林川很早就到了，挑了一个极其靠前的位置，不知他们待会儿会如何惊艳呢？林川言语中满是期待。看，是宇文城主，城主大人果然亲临现场。集武进修士，他的气场比师尊的强太多了。林川讶然，看来这兰州城的确卧虎藏龙。诸位安静一下，我是这次剑道会武的裁判宇文风秀。首先感谢各位的莅临，想必大家也都听说了，今天天剑台会有一场精彩的比试。宇文城主顿了顿，而且这场比试也或多或少地关系着我兰州城的威名。若我兰州城胜了，第一剑城的名号自然更响，败了也是对我年轻一辈弟子的勉励。好了，废话不多说，位时已到，请风息凌、雷厉上天剑台。宇文城主落座最上方，台下瞬间安静下来，气氛也紧张起来。拼天剑台上空忽然雷云笼罩，一个身着紫黑长袍的青年霹雳般跃上天剑台，落地瞬间如有雷声炸响。是我的偶像雷公子。雷厉刚一上台，台下众多女修美眸微眯，雀跃欢呼起来。不错。一个优雅但遒劲有力的声音响起，一袭白衣的风息凌脚步轻盈，但又十分迅速，眨眼间便落在了雷厉正对面。我讲一遍比试规则，首先不得故意杀人，一方认输后不得继续攻击，再者便是落下台即为战败。宇文城主简洁明了地说了几句，随后他手中出现一个方匣，这是我给获胜者额外准备的千年问剑果，大家都是剑修，对他应是非常熟悉，我就不做过多赘述。宇文城主话音刚落，台下一片哗然，那可是千年问剑果啊，即便是百年问剑果都能让人在剑道上瞬间悟透第一境界，但也需要数十万灵金方可买到，千年问剑果我这辈子都不敢想啊。众人皆流露出无比羡慕的表情，仿佛剑心在此刻受到了不可磨灭的损伤。剑道第一境界，那是什么？林川对众人的愕然反应有些不解，忽然一个温婉至极的声音落入林川耳中。剑道分为5个境界，第一境界又被称为剑影境，第二境是剑行境，第三境为剑心境，宇文城主就是这个境界哦。第4、第5境少有人达到，日后你若是精修剑道，自会知晓。林川的视线中出现一张清世容颜，女子不染纤尘，肌肤如玉瓷白雪，她浅笑着，淡粉的唇瓣比娇花还要粉艳柔美。她一边说着，一边在林川身旁坐下了。林川转眸望向身边沉鱼落雁般的女子，多谢姑娘告知，姑娘好像对剑道颇有研究。林川柔声一问，女子亦是转眸看向他，轻声应下，我也是一名剑修。林川不由得明眸打量了几瞬，看着女子的穿着以及谈吐，定是兰州城哪位剑道大家之女。姑娘可以到达那剑道第2境界剑行。女子轻点琴手，美眸轻眯，近日刚刚突破。林川惊愕地看着她，姑娘气质非凡，只一眼就让我钦佩不已，不知姑娘可否告知芳名？女子沉思一瞬，唇瓣微起，雨禅。我叫林川，山林的林，山川的川。雨禅点了点头，随后视线回到天剑台上。比赛即将开始，请2位做好准备。宇文城主的声音响彻在整个天剑台中央。雷公子，你大可不必因为修为胜过我就弃用你的爱剑，因为我很强。风息凌的袅袅树荫直接点燃了雷厉的战斗欲望。雷厉冷笑一声，就让我看看你的龙霄震天剑是否有资格让我使出全力。输入电光火石间，雷厉已出现在风息凌身后，你太慢了。只见风息凌剑未出鞘，剑身陡然转过，发出一声震天龙吼，挡下了雷厉的第一剑。雷厉一惊，方才他的耳膜似乎都要被震碎。你是如何做到的？难道你已经是剑行巅峰，剑出无形？风息凌周身剑气翻涌，嘴角咧了咧。你若是赢了我，我便告诉你。狂妄！雷厉将剑横放在身前，刚才是小试牛刀，接下来我便认真与你一战。兰州城的天空陡然暗下，无数雷电细丝从天而降，落在雷厉的剑上，剑身瞬间狰鸣狂跳。横刀破渊！雷厉大喝一声，如天雷滚滚，气势磅礴。风息凌也不再嬉闹，你早该这样。只见风息凌也将手中爱剑横起，不过这招我也会，他们这是相同的招数。宇文城主不禁有些惊讶风息凌的做法，他的修为低于雷厉，就这样比拼剑招可没有优势。横刀破渊！风息凌亦是一声暴吼，二人剑锋对剑锋，四目相对，竟是不分上下。你的剑不利！风息凌扬声道，掏出你的紫霄分天剑，与我堂堂正正一战。二人皆是后退数步，雷厉修为胜他太多，此时却是打成平手。他的目光涌出寒意，我的剑未必不利。雷厉剑锋再转，剑戟雷纹骤然亮起，额间青丝无风自扬。他在丈许方圆踏出繁杂剑步，每一步落下，地面仿佛都被天雷击中，剑起飞尘。风息凌，看我这一招，你又如何复刻？紫霄惊雷，雕虫小技。风息凌眼中金芒乍现，手中龙霄震天剑出鞘，剑身浮现出金色龙纹。
砰！风息灵再次接下雷厉的紫霄天雷，此刻他的语气已不像是风度翩翩的君子，而是犀利的冷君子。你的剑不利。雷厉再次被他震惊，这可是他的成名剑技，就这么被挡下了。林川在看到龙霄震天剑上的剑纹时，内心猛地一震，那剑纹怎么与我手臂上的龙纹有些相似？雨禅注意到了林川的刹那无措，他的灵石一直有停留在他身上，这片刻无措竟是让他唇角微动，一抹若有若无的激动藏在眸中。他柔柔开口道：林公子是不是很惊讶那把剑？林川再次震惊，好厉害的女子，连我的微末神态变化都能捕捉。林川轻轻点头，不知那是什么剑。灵气榜第一龙霄震天剑。他的声音显得很平淡，仿佛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一般，但是他的灵石却一直在观察林川。雨禅继续道：那本是无风大陆中部地区龙族所有之物，不知为何会出现在风息灵的手中。据我所知，他虽来自中部地区，但他并不是龙族之人。林川眉头微蹙，但是他的确很厉害，能够占灵三境巅峰而不落下风。雨禅亦是点点头，我感觉林公子也有这般实力。林川一愕，我不过是一个灵三境一众修士，不知雨姑娘何出此言。直觉。林川，我的直觉向来很准，而且我还能感受到你身上有好几种元婴气息。雨禅说到这里时，不禁抬眸看向林川，林公子是否纳了数房妻室？林川心里一阵暗骂，怎么给我来了这么个女人坐在我身边，连元婴气息都能感知到，我身上还有秘密吗？林川没有回答他，只是摇了摇头，尴尬的笑了笑。雨禅唇角微微勾起，林公子是否也是剑修？我的确用剑，但是我却并没有什么厉害的剑招，跟风公子和雷公子比起来差了太多。林川没有否认，很诚恳地说着，我这里有一册剑术，林公子拿去吧。他取出一本泛黄的老书，但是上面的追云逐影4个大字却是很清晰。林川愣了一会儿，雨姑娘，这……雨禅直接将剑术扔给了林川，你应该很需要这种剑术，我用灵晶买。林川很不好意思，初次见面就送自己东西，难不成是看上自己了？我这该死的魅力。不必，这剑术就算是100万灵晶也未必能买到，天下间仅此一本。他的声音依旧如静水一般，毫无波澜。林川更加茫然无措，如此昂贵之物，为何雨姑娘偏偏赠予我？雨禅风轻云淡道：直觉，而且反正我也练不会，100万灵晶对我也无用。100万灵晶都无用，那可是连城主都羡慕的灵晶数目啊！既如此，我也就不再推脱了。日后若雨姑娘需要林川帮助，我定不会拒绝。不必。林川盯着7双赛雪般的雨禅，心魂久久未能平复，天下怎么会有免费的午餐？林川嘴角一咧，目光不自觉往下游离。当停在雨禅的酥软面前时，他的玉颊终于动容。你还要看多久？林川这次真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方才我出神了。雨姑娘美若天仙，又坐在身边，日后怕是再难有这种机会。加上雨姑娘又送我剑术，感激之情难以溢于言表，这才溢于言表。雨禅呼吸微乱，娇斥一声，难不成你就是用你这张嘴哄骗得到的原因？林川猛地摇头，雨姑娘误会了，我跟他们都是真爱，禽兽不如的事我可做不出，我是正人君子。雨禅双臂环胸，将丰满绵软勒得更加诱人，但林川却不敢再看，谈笑间，天剑台上的剑斗已然越来越激烈，雷厉的额间已有汗珠滚落，而风息灵却依旧淡定如前。你已经非常不错了，上次那个玉公子我只用了10招不到，到现在你接下了我100招不止。风息灵肃然道。雷厉的脸色极其难看，心乱如麻，该死，这小子真不是善茬，他的剑招看似柔婉，实则件件杀招，而且变幻无穷，看来萧玉书给他一点也不冤枉。宇文城主的脸色亦很沉重，我兰州城的天骄竟然完全占不到上风，这个风息灵当真厉害。风息灵将雷厉剑气卷来的蕾丝斩断，施施然道：既然你迟迟不愿用出你的紫霄分天剑，那便不陪你玩了，接下来这一剑便是决胜之剑。雷厉，结束了。风息灵一声暴喝，龙啸9天。雷公子不会真的要输了吧？天空陡然暗下，乌云密布，天剑台下众人的心都悬到嗓子眼，无比沉重。风息灵这一剑明显是要分出胜负啊，不知雷厉能否接下？林川肃声道。雨禅接住他的话，盈盈启唇，雷厉不用紫霄分天剑，必输。龙霄震天剑此刻卷起无数飞沙，飞沙竟幻化为龙的模样，怒吼咆哮着冲向雷厉。紫霄惊雷！雷厉一时怒喝一声，但他的声音带着嘶哑，带着不理智，好似放手一搏。轰隆笑声似乎要震碎天剑台青石护栏，风息灵在虚空连踏9步，每一步落下都激起千米剑气涟漪。观众主席上，宇文城主的须发无风自扬，眼中惊骇愈浓，这分明是剑行巅峰。剑气如天河般倾泻而下，雷厉的紫霄惊雷在风息灵的剑气中尽数消散。众人骇然发现，
雷厉的护体灵气竟被凛冽剑气撕开3道血口。雷厉哀嚎一声，身形暴退数十米，猩红刺目的鲜血喷洒而出。你败了。风息灵话音刚落，身形眨眼间已经落到雷厉身边，龙霄震天剑已经抵在了雷厉的脖颈上。我败了。雷厉一声低吟，随后垂下了头。城主，我认输。没意思。风息灵收剑入鞘，缓缓出声：你对剑道没有一点敬畏，完全是为了面子而战。面对我，你自恃修为高，破绽百出，在我看来，你压根连萧玉都比不过。说实话，你让我很失望。雷厉哑然无声，唇瓣欲开又合。希望下次你能真正拾起你的紫霄分天剑，即便那个时候你是劫四境，也莫要小瞧我。风息灵摇了摇头，继而转向宇文城主。宇文城主，这次兰州城之行，晚辈并没有尽兴。剑道应是剑术和道心的结合，这是剑修正道之机。在雷公子身上，我却看不到一丝道心，只有凛冽的剑气。这对于第3境界剑心的晋升，可谓是硬伤。兰州城是无风大陆南部第1剑城，若是只有这般实力，说实话，我跋涉万里来此，感到很失望。风息灵的声音很轻，只有城主一人能够听见。你说的很对，雷厉他的剑术的确很厉害，但是心境却远远不及你。修为的压制或许能让他赢得了一时的比赛，但持久战他必败。宇文城主没有偏袒自己的成名，也给予风息灵极高的评价。我若没看错，你应是剑行巅峰了吧？风息灵点了点头。真是英雄出少年啊！这千年问剑果对你明悟第3境界极有帮助，或许你可成就无风大陆的剑道神话，在劫4境便能将剑道境界突破至剑心。宇文城主眸中满是赞赏。多谢宇文城主，晚辈便不矫情了。我的确对剑道神话很感兴趣。既你说你对我们兰州城很失望，待下次你突破第3境界剑心，我陪你打如何？风息灵的愁容瞬间消失，几乎是脱口而出：晚辈就先应下了，待我突破，定会再访兰州城。风息灵收下千年问剑果，微微一礼，眨眼间消失了。什么？雷公子竟然真的输了？他可是我们兰州城年轻一辈最出众的弟子啊！还不是因为雷公子让着他，没有用紫霄分天剑，若是用了这灵气榜上排名第5的剑，估计他一招都接不了。林川一时愕然，好厉害的剑法，以柔克刚，表面上看起来处处不敌，漏洞百出，实则竟是诱敌深入，乱敌道心，好聪明的剑修。雨禅柔柔一笑，风息灵的剑行境界已然巅峰，而且他的道心很坚定，没有一丝杂质，就算是正道剑心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连雨姑娘都给出如此评价，看来他真是了不得。若是有机会，我一定得去结交一番。各位，今日剑道会武胜利属于风息灵，他的剑道想必各位都看在眼中，确实不凡。雷厉输得不冤。宇文城主忽地看向雷厉，雷厉，你可知你输在何处？雷厉紧紧捂着胸口，声音中满是痛楚。我输在自己的傲气。能够醒悟就是好事儿。他与你说的那番话，你好好感悟，每一句都是你将来正道剑心的关键。宇文城主直截明了地说着。是，我兰州城的城民们，你们输给的是一个极为妖孽的人，他的道心之坚定，就连我年轻时亦不能及。大家也可借此勉励自己，好好打磨自己的道心，这能让你们在剑道境界上走得更远。记住，道心的修炼远远胜过剑道的修炼。宇文城主叹息一声，各位散了吧。林公子，走吧。今日的比试，在我看来就是风息灵丹方面的碾压，雷厉毫无招架之力。玉蝉隐隐起身，冰雕玉琢的容颜透着冷气，美眸无波，声音柔缓。林川很认同这点，雷厉兰州城第1天骄的名头，看来是仗着修为高而已，虚名。淡淡一声，雨蝉忽然开口问道：看林公子的样子，应是赶路至此，还不知林公子欲前往何方？林川向前几步，与他并排站在一起。我准备回村看我爷爷，村子是个小地方，不足为道。雨蝉怔了一会儿，悠悠道：看来公子是不信任我。林川本以为能随便搪塞过去，没想到他如此坚持，与姑娘误会了。林川所去之地的确不足为道，并不是防备姑娘。雨蝉忽地又道：说起来，我也是准备走出去历练历练，待在兰州城实在是太安逸了。我的剑道在挫折磨难中才能最大化进展。林川一惊，莫非先前的解疑、送礼都是暗示不成？想要与自己同行才是真实目的。雨姑娘是想要与林川同行？林川狐疑道：美人同行，怎么想都像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一样。我的直觉告诉我，与你同行，我的历练会很顺利。不过林公子好像并不是很愿意。林川心中扣满了问号。我一没钱，二没实力，唯一有的就是这张吸引美少女的脸蛋了。跟我一起历练，除了劫色，我再想不到其他可能。雨姑娘说笑了，能与雨姑娘这般倾城绝色女子同行，乃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雨蝉美眸一眨，压住心中激动，镇定道：那就说好了，何时出发？看着他忽然柔和起来的话语，
又看着他迫不及待的样子，林川心里的疑虑打消了几分，他铁定是想劫色了，无妨，吃亏是福。明日清晨，我在兰州城南门等你。林川说完便快速离开了。雨禅望着林川的背影，眸中说不出的激动与喜悦，轻轻呢喃：七少爷，我好像终于找到你了。客栈内，林川细细打量着雨禅姑娘送的剑术追云逐影，他已经捧在手心，一动不动地观望了3个时辰。这剑术分追云和逐影2重境界，第一重追云，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以云喻剑势之无定。云随气而动，五谷却能负压万里。追云境的核心在于借势而非使力，讲究以天地气机为引，化自身为无根之平，随势而走，随形而变。第二重逐影，成追云之速，悟影之妙。影随光生，随形而变。逐影境讲究以心为灯，以剑为刃，不追其形而追其神，观影而知敌，剑未动而以先至。妙！这剑术太妙了！林川难掩心中激动，方才一声惊呼，将灵房的美艳妇人都吓了一大跳，还传出一男子的叫骂声，吓老子一跳。美人儿，咱们继续。林川平复心魂，喃喃道：追云需借助环境来修炼，而且这剑谱上只有寥寥几笔，根本没有实际剑招，与无字天书无异，难怪以雨姑娘年纪轻轻就剑行的天资都无法入门。也罢，先让修为提升上来，或许会有更多明悟。林川取出03境寿丹，刚吸收1枚天，亮了。修为巩固在03境一重巅峰，隐隐有突破的趋势。林川双眸蒙蒙睁开，日光都射进了屋内。完了，雨姑娘估计都等我好久了。他飞快收拾一番，冲出客栈。雨禅早已等在兰州城南门，窈窕玉躯，亭亭玉立，目中微漾着比星辰更璀璨涟漪的眸光。见到疑似七少爷的林川，激动得他一宿未眠。七少爷怎么还没来？难不成故意想要避开我？雨禅娇怨一声，随后美眸微眯，灵石散开。林川左手拿着几个羊肉馅的馍馍，右手提着一杯小米粥。这兰州城的特色果然不赖，这羊肉馍馍可比昨天的羊肉面好吃。林川吧唧嘴说道：可恶，他竟然还在慢悠悠地吃馍馍，就算他真的是七少爷，我也要好好教训一番。雨禅嘟着嘴，酥胸起伏，气鼓鼓地说道。林川老远看见了雨禅，连忙加快速度：雨姑娘，久等。噗！雨禅未等他说完，隔空呼了一掌，林川未咽下的馍馍完全吐了出来。雨姑娘，你打我做什么？雨禅没有回应，琴手微微歪着，没有看他，幽怨地道：谁让你要我等这么久，还慢悠。林川递过来一个羊肉馍馍，雨姑娘，很好吃的。算了，看在你还算诚心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了。雨禅咽下一堆准备好骂林川的说辞，接过他手中馍馍。雨姑娘有点凶啊，我跟她都不熟，她下手比大师姐还重，惹不起。林川望向她的眼神都有些颤抖，她的修为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我们去哪里？林川沉思一瞬，道：游龙村，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我爷爷了。当游龙村3个字说出的一瞬间，雨禅血眸猛地瞪大，但随后又压下心中颤动。林川星月般的眼眸陡现暖意，他肯定很想我。雨禅镇定道：你跟你爷爷的感情真好。那可不，我从小就跟着我爷爷，家里面始终只有一张床呢。林川言语时面容满是幸福。雨禅此时已有8分确定他就是七少爷，粉唇轻动，试探性地问道：林公子如此有孝心，你的爹娘肯定也很幸福。雨禅的目光始终落在林川身上，没有丝毫偏移。林川忽地停下，冷冷道：爹娘？我没有爹娘，也不需要什么爹娘，还请雨姑娘莫要再提及有关他们的事，否则请不要再跟着我。林川的冷冽带着怒意，面色沉重，宛若铁板一般。雨禅更是一惊，柔柔道：对不起，林公子，雨禅会注意的。林川没有等他说完，一跃而起，向前飞去。雨禅玉手负于胸前，琴手微低，软软着说：真的是七少爷，不过他好像对龙主大人他们很失望。他的温香软唇抽了抽，随后意识飞身而起，带起一阵清香，追向林川。游龙村外30里，此刻电闪雷鸣，天雷滚滚，下着瓢泼大雨。一位樵夫站在山洞下面，看着自己被淋湿的柴火，怨声道：好端端的，怎么突然下起了大雨？明明还出着太阳呢，真是怪事。林公子，前面有个山洞，我们进去躲躲雨吧，雨实在是太大了。雨禅娇呼一声。林川3天来几乎一直是冷冰冰的模样，二人一路上交谈甚少。林川没有回应，只是身躯转向，掠向山洞。雨禅，谁？樵夫吆喝一声，将后背上的锋利柴刀握在手上，双目紧紧盯在洞口。林川先一步踏进，雨禅紧随其后。樵夫见面前之人并没有敌意，这才缓缓放下了柴刀。林川定眸一看，瞳眸似有流光溢出，大声道：王叔，是您。林川散去灵气，
面容完全显露出来。樵夫同眸一时放大数倍，高声喊道：“小川！”二人皆很吃惊。樵夫开口道：“你不是去了那什么赤阳？哦对，赤阳玄冰宫修炼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师尊特地准许我回来看看爷爷，爷爷的身体越发不好，我这次给爷爷带回了丹药，希望能够让他少些痛楚。”小川果然是好孩子，林老头估计又要在我面前炫耀咯。樵夫枯瘦的面容微微颤动，有些暗淡的双眸闪着暮色。林川摇摇头道：“倒是王叔，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怎么不在家好好过日子，还跑这么远来砍柴？要是不小心扭了，西小姐肯定又要责骂您。”王西西是樵夫的闺女，打她16岁起就是村里公认的第一美人儿，花容月貌，倾国倾城。林川小她2岁，说起来林川小时候还经常被她打屁屁呢。林川也一直喊她女汉子，他俩经常拌嘴，不过关系也非常不错。樵夫低声道：“没办法，我老伴儿常年卧病在床，西丫头又是姑娘家，这个家还得要我来扛。当时若是保住了那个孩子，他如今也是你这般大了。”王叔深深叹着气。林川被捡回来那年，王叔老伴儿也怀着一个孩子，村里大夫给看过，生下来一定是个大胖小子。可惜因为当年狼群袭扰，王叔家后院入了狼，老伴儿被咬断一条腿，孩子也没保住。林川抬眸看向王叔时，他的眼角已是有泪光点点。无妨，待西丫头嫁给袁小子，我就不用再进山了。林川虎躯一震，袁小子，方圆，女汉子不能嫁给他。林川几乎是大喊出声，旁听的雨禅已是娇躯一惊。樵夫微微皱眉，为何不能嫁？林川正色道：“王叔不知，方圆看上去仪貌堂堂，风度翩翩，但是暗地里不仅不敬长辈，还做过不合伦常之事。”林川本是羞于出口，但考虑到西丫头的终身大事，还是将这件不合伦常之事说了出来。不仅樵夫一脸震惊，雨禅更是挪步进到林川身前，一副专业吃瓜的样子。“小川，如何知晓？”樵夫双目放大，开口时仍有些没反应过来，无神地看着前方。林川唇瓣张开，随后又是紧紧闭上，四目皆看着他。此处将有趣之事全删了，本有约莫500字的描写。林川一脸肃然，反正我就是知道，而且是亲眼所见，当时我还正准备去找西小姐报仇额玩呢。王叔破口大骂：“混账玩意儿！这种事都能做出来，这门亲事不用考虑了，等我回去就去方老头家退婚。”王叔本以为方圆是个正人君子，又是修士，西丫头跟着他肯定能过上好日子，加上方老头主动上门提亲，也就应下了这门婚事。王叔，西小姐自己的意思如何？林川不禁疑问，毕竟他和王西西也算是从小玩到大的，怎么不算是青梅竹马呢？王叔微微皱眉，西丫头一开始其实死活不愿意，你也知道她的性子很倔，我和他娘都劝不动她，不过后来她答应了，好像就是你前往赤阳玄冰宫的2个月后，方圆单独找了她一次，她忽然改变了主意。林川眉睫微蹙，方圆单独找她，王叔可知道是何事？樵夫摇了摇头，西丫头不肯说，但是自从那之后，虽说她答应了婚事，但那之后她总是一脸愁容，常常心不在焉，我和他娘都很担心她的状态。林川顿了顿，王叔，等我见了爷爷，让我跟西汉子，哦不，西小姐聊聊吧，我跟她打小就是无话不说。雨禅微微侧目，清水般柔婉的美眸盯向林川，心中泛起一阵波澜，这就是七少爷。也好，说起来，你前往赤阳玄冰宫之后，他还经常要我去问林老头，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呢？他可是很挂念你呢。王叔微微斜睨着林川，本是粗犷的声音，此刻竟带着些许狡黠。林川不禁有些感动，看来小时候的打没白挨。他正色道：“如此说来，或许方圆的确用某些事威胁了西汉西小姐。”雨停了，站在旁边的雨禅柔声道。王叔转眸看向雨禅，然后又望向林川：“小川，你还没给我介绍这个女娃娃呢，她是你娶的小媳妇儿。”未等林川开口，王叔接着道：“女娃娃生得好看，跟我家西丫头一样的好看。”只是他的言语中忽然闪过一瞬失落。林川连忙摇头：“王叔误会了，她是我的小丫鬟，叫雨禅，我师尊特地安排她跟着伺候我。”雨禅一听这话，血眸寒意陡现，但又转念一想，好像自己的确算是他的丫鬟，但他还是狠狠地瞪了林川一眼。林川也不甘示弱，回了他一个眼神，传音道：“雨姑娘，你不要生气，我总不能真说你是我媳妇儿吧？”雨禅忽然恼怒起来，芳心颤乱，玉颊瞬间染上粉霞，幽怨道：“你就不能正常说出我是跟着你历练吗？肚子里竟憋着坏，不能。”冷冷的2个字让雨禅气得直跺脚，可恶可恶可恶，反正他还不知道自己七少爷的身份，这段时间一定要好好调教调教他。哼！王叔一脸的不相信，但还是装作平静道：“小川现在已经是仙人了，上了档次，我也不便多问。既然雨停了，那我就先回去，立刻带着西丫头，不我自己一个人去找方老头退婚。”
王叔，我捎您一程儿吧，顺便见见西小姐，寒暄几句再回家吧。林川带起樵夫，将那把湿热的柴火转进储物袋，飞身而起。一路上，王叔脸上写满了震惊，这可是他这辈子头一回在天上飞啊！原来这就是仙人的凌空法。凡人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修士，1000个凡人中约莫只有1人能够成功打开灵脉，踏入玄异境。游龙村数万人口，也只有数十名修士，而且基本上都只是玄异境，天赋异禀之人更是在修士中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西西，你爹回来没有？老妇面容略显枯瘦，有些发黄，她咳嗽着躺在床上，这句话已经反复问了10遍之多。一位白衣少女莹莹走了进来，不厌其烦地轻声回应着：娘，爹还未回来，应是被这大雨耽搁了，我先去做饭。少女声音娇甜柔婉，将手中药碗轻轻放在老妇手中，然后起身去了伙房。西丫头，西丫头，王叔还没到家呢，您喊这么着急做什么？距离家还有100米远，王叔的声音便响天彻地。不知怎的，看着炊烟袅袅的茅草屋以及烧饼浓浓的香味儿，林川竟有些难言的激动。声音在空中游荡，草屋内忽的一位少女出现，白璧无瑕的躯体就像是最完美的玉雕，玲珑有致，纤称合度，玉色的肌肤莹莹生辉，宛若流光覆雪。美中不足的是，正如王叔所说，她的俏脸没有了林川离开之前的灵动。太阳快要落山，红霞高挂，她一袭雕花的白布衫，一双青色绣花鞋，身影倩倩，脚步盈盈，在夕阳下更显唯美柔和。她闻声掀开茅草屋帘子，同时婉转声音从唇中吐出：爹，你可算回来了，娘可担心。她抬眸看向面前3人，一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面孔映现在她视线里，不知所措间，手中的捣棍都掉在了地上。你是小林子？真的是你？少女如同梦一般的轻语，听得让人心碎。西丫头啊，你看你又是这副心不在焉的模样，你跟小川好久没见了，我来做饭，小川也很想你哦。王叔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怎么也喜欢乱说。林川，雨禅。王西西如玉似雪的脸蛋红扑扑的，在见到林川的一瞬间，她的眸中已是星光闪闪，若不是偏过头去，可就被他经常欺负的林川看了笑话。林川挪步靠近，俊脸贴近他的俏脸，仅有毫厘之距。他没有丝毫意外，一个响亮的巴掌呼在了林川脸上。林川抚了抚他的左脸，心中一阵嘀咕，力度没变，熟悉的感觉，小时候的味道。西汉子，你不讲理啊，我这次可还什么都没说，你就开始打我，你再这样我可就走了啊。林川做事就要离开，王西西却忽然攥住他的衣襟，紧了紧，我不是故意的，只是方才你靠得太近了，我才本能反应。林川转过头来幽怨道，小时候还有比刚才更近的呢，你打疼我了，要像小时候那样亲我一口。林川这是真敢说啊。雨禅在旁边看着这个比女人还不讲理的七少爷，不禁想要骂他。王西西俏脸微现红晕，粉唇微张，琴手往前了一点，但又退了回去，柔声道，不行。林川不乐意了，那我走了啊。等等。王西西轻轻点脚，香唇迅速在林川的唇上一点，林川鼻尖嗅着熟悉的只属于王西西的杏花香，这还差不多。林川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又开口道，我听王叔说你要嫁人了。王西西脑中忽然闪过一抹痛楚，月眉轻弯，弱弱地道，嫁给谁？我10岁那年，你可是说过要嫁给我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你就坐在村里那棵最大的桂花树下，我的头还靠在你的白皙大腿上呢。林川看他不开心的模样，想要逗一逗他。王西西微现慌乱，胡说，你那个时候明明睡着了，我可没睡着，不然就错过了某个女汉子的一生之诺了。林川再次将脸贴近他，王西西退开几步，反正不算数，而且我都要嫁人了。他的声音软绵绵的，似哀似怨轻叹，哈哈，西汉子，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就在年初，你还打得我嗷嗷叫呢。林川虽然早就已经休悬，但是他跟王西西在一起时，从来不会使用任何灵力，他也怕控制不好，伤害到王西西，索性不用。林川有些心疼地看着他，王西西的变化非常大，完全失去了当年的俏皮灵动。虽说他的娇艳仍在，但是他的心却脆弱了好多，尤其是刚才林川一说要走，他慌忙出声的对不起，更是如针刺般锥心痛骨。放在以前，他只会说谁稀罕看见你啊，赶紧走开。哼，那是你活该，谁让你大过年的还说我女汉子，我还嫌打得不够呢。王西西的脸色恢复些许色彩。林川正经起来，你不用嫁了，王叔会帮你退掉这门婚事。王西西一愕，月眉蹙起，爹不是想要我嫁吗？还劝了那么久。不行，我都答应方圆了。林川很诧异他的举动，狐疑道，王西西，你什么时候喜欢上的他？怎么感觉非他不嫁的样子？王西西紧咬贝齿，轻摇琴手，我不喜欢他，
但是那不就得了？你又不喜欢。王叔又说了，帮你跟方圆他爹退掉婚事，你还在执着什么？王西西忽的眸中水气氤氲，娇颜欲碎的模样，不禁让林川一阵刺痛。他栖身靠近，将银白如雪般的少女揽进怀中，在她耳边轻轻吐息，告诉我，是不是方圆威胁了你？小林子，你做什么？王西西先是挣扎了几瞬，但是林川搂得更紧，他也就让他欺负了。雨禅眼睛都看直了，七少爷的手段果然厉害，说不清哪天自己都会陷进去。哼，岳姨说的果然没错，有些男人花心起来，谁都不放过。七少爷竟然连小时候的玩伴都随意轻轻搂搂。他柔柔说着，你还走吗？他的声音中蕴含着莫名的期待感。我最多待10天就得回宫。王西西芳心一颤，纤纤柔衣不禁攥着林川衣襟，这么快吗？王西西音若细丝，隐带哭腔，告诉我，方圆是不是威胁你了？王西西的逃避让林川更加的确信方圆一定做了什么。没有，我是自愿的，爹和娘需要有人照顾，方圆他家世显赫，不失为一个郎君。林川捧住他的脸蛋，这样就能让王叔和王姨过上好日子。王西西，你现在怎么这么天真？林川犀利的言辞让王西西更加想哭，她娇叹一声，一滴晶莹泪珠滚落在她的玉颊之上。林川轻轻开去方才滚落的玉珠，声音变得柔和起来。西西，你还不打算说实情吗？他琴手埋进林川怀中，热泪倾盆而出。林川单薄衣裳瞬间湿透，感受着胸前的湿润，他的心更加刺痛。方圆他说我若是不嫁他就让人去你家捣乱，让林爷爷不能善终。王西西咬着贝齿，恨恨地道。而且他是修士，我又阻止不了他，我怕他真的会对林爷爷出手。若是林爷爷发生意外，你肯定会很伤心，所以我才答应了。王西西粉唇半抿，抬眸弱弱地看向林川。林川在听到方圆想要对自己爷爷动手时，已是情绪不稳，星月般的瞳眸抖射寒光。他眸中杀气涌现，他惊到怀中西西，将他轻轻推开了。王西西香香软软的血躯一时一颤，他双手搂住林川的手臂，他娇声道：林川，你不要去找他，我也会跟爹说，不要退婚，这样林爷爷肯定不会有事。林川却是冷冷一声，反手握住王西西滑如凝脂的柔仪。王西西，听好了，这婚要退，方圆我也会揍，而且还有一件事，就是你只能嫁给我。那日的话，我现在答应了。王西西定住了，眸光躲闪，林川强硬的态度让他芳心颤乱，有些手足无措，就连被林川握住的手都不觉攥得更紧。可是你雨禅心里暗骂一声，搂搂抱抱也就算了，竟然在人家大门口直接上嘴，好姑娘就这么被他这种禽兽七少爷给霍霍了。林川直接亲了上去，他的嘴唇紧触在王西西温香软唇上，不给他继续说下去的机会。感受着林川唇舌的温度，他纤腰前倾，美眸不自觉闭上了，双手也紧紧环在了他的脖颈上，颤颤巍巍的雪腿也不自觉加紧了些。许久，随着少女的娇喘声越来越重，额间也有香汗冒出，他才不舍得放开她。这一次，王西西唇上传来的温软触感，竟比方才他亲自己实绵了数倍。也不管她的玉颊多么的红晕，林川在她耳畔轻轻吐息，这下你不好嫁给别人了吧？王西西幽怨地看着他，玉颊侧过，你竟会对我使坏，也不怕被我爹看到。话未说完，王西西忽的玉手紧攥，埋怨地瞪了林川一眼，羞得就要哭出来。林川转眸看向王西西方才看的地方，草屋檐下，王叔正拿着好几块烧饼呢，哭颜带笑，乐乐地看着二人。林川看见王叔时，王叔立即将头转了过去，立即就往屋内走，还说了句：我什么都没看见啊，你们继续，玩累了的话就进屋吃饭。雨禅抿唇一笑，唇瓣轻动，乐盈盈道：这下被抓包了吧？无耻龌龊流氓。林川传音道：我跟西西是青梅竹马，是真爱。雨禅白了他一眼，俏脸一笑：哦，再笑我，下次也给你点颜色瞧瞧。林川轻佻的传音，但是并没有吓到雨禅，相反，他还摆出一副任君采撷的样子，仿佛是在告诉他，你要是有本事就来试试。你看，王叔都不说什么，很显然都默认了我可以娶你。方圆那种禽兽怎么配得上你？唯有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真诚专一的我才有资格。林川微微一笑，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雨禅心里暗暗骂道：真是不要脸啊，是不是每个女子她都会这般说？王西西还没有缓过来，方才被王叔看见，他都有要打林川一顿的冲动。他狠狠地掐了林川一把，娇颜盈目，不要脸。而且谁说的亲一下搂一下就不能嫁？反正又不是我自愿的，是你太坏了。他峨眉微弯，娇斥地说着，林川却是悠悠一笑：哦，那为何西小姐方才主动迎合呢？如果我的感觉不错，你的酥软可是自己贴过来的，而且我能感觉到非常非常软哦。王西西好不容易压下去的粉霞，
被他胡乱几句，再次心魂颤乱，欲假待休。胡说，明明是……王西西落到嘴边的话没有说出，因为刚才的确是他自己贴上去的，林川是受害者啊。林川得逞般的灿然一笑，等王叔跟方圆他爹退婚之后，要不我们就将婚事办了吧，反正你也老大不小了，再过段时间可就没人要了。王西西娇艳的白了他一眼，谁要跟你结婚？而且结婚也不能这么草率，这可是女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琴手微低，脸上洋溢着喜悦，愁容完全消散。若不是林川是七少爷，雨婵都想给他一脚踹飞出去，真是花心。他不禁幽怨一句，这句话并非传音，而是直接说出。王西西忽然看向他，啊，对不起，这位仙子姐姐，方才光顾着跟小林子说话了，都忘记跟你打招呼了。雨婵莞尔一笑，心里却是痛骂一声，那是光顾着说话吗？你俩做的事压根就没把我当人看啊。他轻轻启唇，西西妹妹不必这样，我也只是林公子的一个小婢女而已。他说话时明显紧咬唇切齿，但还是强装镇定地说着，姐姐这么好看，怎么能当她的小婢女呢？是不是她欺负你？你告诉我，我肯定教训她。王西西狠狠地瞪了林川一眼。林川，雨婵瞥了林川一眼，嘴角泛起一丝狡黠，浅笑道：西西妹妹，你是不知道，我可惨了，不仅脏活累活都是我干，她还想要我当她的暖床丫鬟，我可是一个守身如玉的婢女啊，她却想要如禽兽一般虐待我。林川瞳孔猛地放大，不是儿，这娘们故意整我呢，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王西西连步逼近林川，眸光冷冷地看着他，感受到少时熟悉的杀气，林川被逼得连连后退。他又在他腰间狠狠地抓了一把，这次用出了少女几乎全部的力量。林川没有用灵力护着，脸上写满了痛苦。雨婵嫣然一笑，内心一乐，西，这才只是一点利息，我还要好好的回报你的，在你成为真正的七少爷之前。西汉子，你怎么能听他胡说呢？他方才嘴里吐出来的没有一句真话。林川还不忘幽怨地看了雨婵一眼，正好对上了他的坏笑。西西妹妹千万不能嫁给他，他可是十足十的花花公子，一点也不真诚。雨婵不断添油加醋，林川恼怒地咬着牙，脑海中已经浮现出好些羞辱他的方式，暗暗想着，看我以后怎么整你。哼！林川，仙子姐姐可不会说谎，你肯定是花心大萝卜。王西西虽是如此说，但他的眸光却是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完全没有怪罪的样子。林川继续试探性地问道：那你真的不嫁我吗？而且我是不是花心大萝卜，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稍微跟村里翠花聊几句你就揍我，哪里能花心得起来？他的声音越来越轻，一直看着王西西的脸色。草屋内，王叔款步迈了出来，我同意了，但是小川你停留的时间太少了，婚宴完全来不及筹备，等下次你再回来，时间充裕一些，我便给你们准备婚事。王西西美眸转过，爹，你怎么帮着他呀？王叔没有理会王西西，而是转向林川，不过嘛，你们可以先洞房，免得其他人老惦记西丫头，她的追求者可不少，游龙村差不多有一半的青年才俊都来过我家。随后他一脸狡黠地看着西丫头，不过他们几乎连茶都没喝上一口，就被西丫头赶了出去，唯独对小川你，他可是关心的紧啊。爹，你在胡说什么呢？王西西的玉颊盈羞，美眸朦胧，不知怎地，在爹说罢之后，他忽然转眸望向林川。王叔的话不禁让林川虎躯一惊，羊入虎口，还是杨爸亲自送的。雨婵更加不可思议地看着王叔，他都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这是亲爹。林川微微一礼，王叔言重了，西小姐是绝色佳人，自然要寻得最能配得上她的人，闺中之女，我怎能污她清白呢？云小棠，苏一雪，小洛师姐。王西西的眸光忽然暗淡下来，她琴手失落的垂下，心中说不出的压抑之感。林川忽然又说，不过西小姐可是向我许诺过，非我不嫁，那我自然不会负了她的一片好心。王叔尽管放心将西西交给我，我一定会守护好她，不让她受一点委屈和伤害。王西西的眸光重新点亮，胸脯起伏，唇角也勾起一丝浅笑。王叔亦是哈哈大笑，小川，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的人品如何，我自然知晓，就算没有你这番话，我和他娘同样很认可你。西丫头，这次你不会反对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可是天天念着小川呢。哼，娘果然什么都跟你说。王西西怨怨地看了看屋内，而且跟方圆的婚礼都还没退，就给我说亲事，难不成父亲想我被村里人看笑话吗？我们还是先吃饭吧。他逃也似的进了屋内。王叔看着他娇羞逃脱的模样，一阵畅快大笑。王叔忽地靠近，在林川耳边低语，强势一些，他这妮子吃硬不吃软。林川嘿嘿笑道，王叔放心，从小到大，西西的性格我很清楚的，我知晓如何讨去她。雨婵都想完全封闭视听，这是一个父亲做出来的事吗？自己的女儿说送就送，巴不得他俩马上行房似的。赤阳玄冰宫主殿，赤阳玄冰宫的正殿
入眼的尽是各种华丽的冰晶，丝丝缕缕的柔光自两扇冰窗倾洒进来。冰窗之下，雕琢着华丽冰黄的冰椅上，正斜坐着一抹迷蒙如幻的身影。她的坐姿随意中带着慵懒，如在自己的闺房相踏。一身纯白雪衣，裙摆因她的坐姿而烧脸，露出了一小截脚踝，酥腻莹润，浑然无骨，娇腴的如覆了一层雪脂。一袭长发直坠腰间，发丝是罕见的冰色，不是纯白，而是银白中带着冰晶一样的奇异冰色，并透着微微的浅蓝，在光线映照下绮丽的让人目眩。主殿之上还有着另一位天使般容颜的仙子大长老穆燕。论容颜，冰椅上的那位已是美幻绝伦，而眼前的女子竟丝毫不输于她。视线所及，不仅仅是一张足以倾倒天下的绝色姿容。微青的月眉之下，那双正银怒的眸子水雾蒙蒙，肆意着烟波，蕴着让人失魂落魄的魔力。她的玉唇轻翘，玉颊微微鼓起，淡粉的唇瓣比娇花还要柔美，却有着万千花海都勾勒不出的莹媚。她雪肤如脂，不染纤尘，而偏偏她的脸颊透着一抹淡淡的酥粉，虽是荧幕，但丝毫不影响她那让人窒息的风娇水媚。不仅仅是容颜，她的身段更是妖娆到了极致。赤阳玄冰宫的所有女子，少有人可与她相比。大长老，你还在生气吗？就连迟烟妹妹从新兰城带回来的冰清玉露，我可是都分给了你20坛，算是弥补了你冻灵丹的损失了。宗主白月身影飘下，盈盈落在大长老的身边。哼，宗主根本就不讲理，那些冻灵丹我可是花了数十年才囤下的，宗主仗着修为高，竟直接抢了过去，为何不把我也抢走，分给那个男弟子，也免得你天天催我炼丹。大长老穆燕吐息如兰，幽怨地看着白月，赌气似的话带着让人欲罢不能的娇媚。白月雪眸微眯，樱桃般的水润朱唇微微开合。我的燕子妹妹，你都在我这儿讨要了多少好处了？光是那冰清玉露就能数倍弥补你的损失，加上你从我这儿搜刮过去的一颗4品丹药，还有我的上品灵器，还有……大长老打断他的质问，殷殷道：宗主果然是嫌我讨要多了，看来我那些年的心血在宗主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啊！可怜我为了赤阳玄冰宫尽心竭力，最后却是落得一个强盗般的名号。穆燕再次嘤咛一声，娇娇软软，媚音潺潺。白月拗不过他，100年来他凭借着这一套哭腔，在自己手上至少夺走了总价值为100万灵金的宝物。但是白月又偏偏奈何不了他，他不给他就死活不走。3年前他为解寒毒向白月讨要500年的赤阳草，白月只愿意给100年的，穆燕看不上，赖着不肯走。最后他俩竟是同床睡了7天，最后白月还是将那株500年的极品赤阳草给了他，他才笑盈盈的离开了。白月启唇，好像说的你不是强盗一样，好不容易放你一次血，你就在我这儿又哭又闹，哪有半点大长老的样子？穆燕搂住白月玉臂，唇角亲近她的精巧嫩滑的脸蛋儿。这大长老当不了一点，根本没有半分好处，除了炼丹还是炼丹，还不如只因妹妹收个男弟子快活。要不宗主将那位男弟子引荐给我。白月美目圆瞪，你若是不怕二长老将你的炉鼎掀了，你可以试试，那可是他主动收的第一位男弟子，叫做林川，3宗大比他可是出了不少力，而且他天资惊人，听说刚来几个月就已是炎阳树3重，这可是史无前例啊！一听到炎阳树3重，穆燕的眸光多了许多潋滟，只因妹妹总是那般冰冷，完全没有一点女人的样子，林川肯定不喜欢她那样的师尊，不如也做做我的弟子，让我教他炼丹，如何？白月一双冰心彻魂的血眸悠悠转过，闪起一丝狡黠，难不成你要吃了他？才不是，只是一味的炼丹实在乏味，正好他有炎阳真火，很适合炼丹。而且上次领取丹药，我见过他一面，很是养眼，脸影袅袅，他的纤纤玉指轻轻勾住粉艳的唇角，若是男子在此，定会燥热难耐。也不是不行，既然你有这般心愿，到时候我会跟芷音妹妹好好说说，若是她同意了，林川那边便不是问题。白月无奈地道：嘻嘻，宗主最好了，那就这样说定了哦，宗主可不能骗我。穆燕最后的声音绵软柔婉，在大殿之中浮荡回响着林川。阿切，谁又想我了？落日余晖红霞遍天，暮色自天际漫卷而来，归鸟也已落入屋檐下。林川以及雨禅2人都跟着王叔进入了屋内。王姨，好久不见。林川先是看望了王西西的娘亲，寒暄了几句。王姨上来就贴脸开大：小川啊，你也年纪不小了，方才他爹说的是，你可要抓紧啊，我家西丫头死要面子，你得主动些。雨禅内心一阵疑惑，怎么两口子都想要把自己女儿送给这个大色魔七少爷？林川会心一笑：王姨放心，我有分寸的。开饭了。王叔在伙房里吆喝了一声，将烧饼和一些小菜都端了上来，然后单独给自己媳妇儿夹了些菜送到床头。王叔您的手艺又变好了，这鲜虾焖的可真好吃。林川一脸的满足，洋溢着笑容。雨禅一时赞不绝口，
他的修为足够，基本很少吃俗食。不过作为客人该有的礼数，自然不能少。林川瞄了雨婵一眼，看起来斯斯文文，吃起东西来可一点也不像淑女。王西西就坐在林川正对面，此刻好似一只受伤的小鹿一般，弱弱地端着碗筷，许久不动一口。林川见状，给他夹了菜，轻声道：“还愣着做什么？这是你最喜欢的西红柿鸡蛋。”王西西这才回过神来，扁了扁唇，似有深意地瞪了林川一眼，动起筷子。几人后面有说有笑的吃了将近1个时辰，林川实在等不及，想要去见爷爷了。林川嗤笑道：“王叔，多谢您的款待，天色已晚，我还准备给我爷爷一个惊喜呢，就先回去了。”小川孝顺，这些烧饼也带些回去，给林老头尝尝，就说是他未来孙媳妇孝敬他的。王叔哈哈笑道。王西西欲言忽然转粉，美眸幽怨地看着父亲：“爹，您又来？”“哈哈，多谢王叔，我一定如实告知。西西，我还会来找你玩的。”林川留下一句话便离开了。王西西望着这位少年的背影，倩眸盈盈，娇颜盈笑。“西丫头，你老是这么矜持做什么？以前你可没少欺负小川啊，今日怎么变得像淑女了？”“才没有，那都是他活该。”王西西逃也似的留下尾音，进入了自己闺房。游龙村的空气质量很好，一到夜晚便是满天星。“林川，你老实说，有多少女子被你祸害过？”雨婵翘着月眉，促狭道。林川转眸看向他，很诧异他会这样问自己。他拍了拍胸脯：“我林川行事光明磊落，见不得人的事不干，有损我威名的事不干，别人不愿的事不干，我跟他们都是真爱。”雨婵扑哧一笑，鄙夷地看着他说：“你好像对王西西也说是真爱吧？真的爱吗？”林川瞪了他一眼，忽地欺身而进：“我俩也可以是真爱，如果你愿意的话。”他的声音无比轻佻，混着狡黠，让雨婵不禁娇躯一震。他慌忙用力推开他，面颊已经有了丝丝红晕。“哼，你果然是色魔，流氓，无耻下流。”林川嘿嘿一笑，加快了回家的速度。“或许吧，但我也是真心的色魔。”游龙村林丘住宅没有变，一切都没有变。院门口依旧是我再也坐不上去的小木马，岩壁上挂着的还是那把古弓，不过林川早已驱使自如。熟悉的院落，地上泛黄的枯叶点缀着这处清幽小院，屋内也有略显昏暗的昏黄灯光。林川鼻尖不知怎的开始酸涩起来，眼角也开始湿润。他想要像小时候那般，一到门口就大声喊爷爷，但他还是忍住了，轻轻地走到屋门前。咚咚咚，他的手都有些激动地发抖，不轻不重的3声敲门惊扰了屋内的林爷爷。“谁啊？”林川深呼一口气，调整了一下情绪，才缓缓出声：“爷爷，是我，小川。”话音刚落，只见屋内的脚步声略显急促，每一步都很沉重。咔，门开了。门开的一瞬间，爷俩紧紧拥在一起。林丘枯瘦的面容扬溢出笑容，脸上的皱纹在他绽放笑容的瞬间好像都消失了。林川尽力想要压制住眼睛的颤动，但是即便他使用灵力，在这般场景面前也没有丝毫作用，热泪不争气的滚落。几瞬后，林丘抬起朦胧的瞳眸，想要将他迎进屋。“小川，这位姑娘是……”林川将雨婵是他的丫鬟的事又说了一遍，雨婵已经听了个好几遍，自然也没有先前那般在意，盈盈一礼，打了招呼：“爷爷，您的腿疾越来越严重了，怎么不去看大夫？”林川担忧地问道。林丘摆摆手，不以为然：“无妨，爷爷我年轻的时候可是丛林小王子，这点小事不打紧。”林川随后取出那枚新兰城前10位才有的大增大补丹：“爷爷，这是在3宗大比之上赢得的丹药，待我帮您炼化，您的身体保准跟年轻时候一样爽朗。”林川很认真地说道，这一举动不禁让坐在一旁的雨婵有些触动，竟是3品丹药大增大补丹，看来他还是有些优点的，不过光是无耻下流这一点，任他再多优点都压不住。林丘摇摇头，怅然道：“小川已经是厉害人物了，想来在赤阳玄冰宫获得了不小的成就。爷爷不过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无福享受这种灵丹，小川自己留着吃就好。你的路可比爷爷走得远，爷爷我这辈子啊，在那年捡到你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遗憾了。”林丘的话说得很平静，但是林川听在耳中却是很痛，他强压住内心的痛楚：“爷爷，您不用有这么多顾虑，这种丹药在宗门中我都是当糖豆吃的，根本吃不完。来，您服下，我帮您引导炼化。”林川随即将丹药强行塞进林丘的手中。林丘哭笑着，眸中似有点点星光，低声道：“好。”大增大补丹入口即化，药力温和，最次的效果都是延年益寿，最好的结果便是打通灵脉，成为修士，即便只是一条。林川很耐心地引导着丹药药力进入林丘的每一条灵脉，想要抓住这一个很微小的可能性。2个时辰过去，已是半夜，林丘已有些困倦，但看着小川这般坚持，他亦是努力保持清醒。雨婵在刚开始炼化的时候就出去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叮，
林脉打通的声音终于响起。林川额间冒汗，坚持到现在已有些吃力，但是林脉打通的声音又让他浑身充满了能量。人有52条灵脉，通了1条就算是修士，通了10条算小有天赋，20条及以上算是修世界的妖孽了。而打通30条的人，不出意外必成一方大势力。戚芷英第一次见到林川的那天，就发现了他的不同寻常。他仔细探查之后，更是无比震惊，没有任何修炼资源，但是灵脉却开了25条，也就是说，林川几乎是先天灵脉就开了整整25条之多。放眼整个无风大陆，都是最为顶尖的存在。日后辅以修炼资源，突破30条也不是不可能。好了，爷爷。林川长舒一口气，瞳眸凝视着眼前的林秋，他的变化很大，好像都年轻了不少。林秋察觉到自己身体的巨大变化，他起身在屋内先是走了几步，然后又学着林川聚气。我的腿极好了，而且我好像还能使用仙人的力量。林秋一脸不可思议地感受着，双眼放大又缩小。小川，你这丹药也太神了吧。林川灿然一笑，爷爷现在的确是修士了，而且至少增寿至150岁。您没发现您都变年轻了好多吗？林秋走到一面老旧还有几道裂痕的铜镜面前，欣然笑了，真的年轻了。林川走到林秋身边，这样就算我回到赤炎玄冰宫也更放心了。林秋忽地看向他，何时走？10天后，师尊给我的时间不多，等下次我一定回来更久。林川一共为林秋打通了2条灵脉，普通修士的水准，靠修炼最多也是玄一境巅峰。不过未来的日子还长，林川说不定会找到更好的灵丹妙药。对了，这是您孙媳妇让我烧给爷爷的烧饼，有些凉了。林川随即运转炎阳真气，一簇小火瞬间在指尖燃起，烧饼的香味在屋内弥漫开来。林秋眉睫蹙起，狐疑道：孙媳妇，难不成出去这几个月都娶妻生子了？林川连忙摇摇头，爷爷误会了，是未来的孙媳妇，还没有成亲呢。爷爷很熟悉的是西西。西丫头，我可是听说她要嫁给方圆那小子。林秋愣了几秒，开口道。林川忽的眸中闪过一丝冷意，因为一些原因，王叔说会去方家退婚的，然后还指明说要把西西嫁给我呢。林秋恍然大悟，我早就说了，西丫头怎么看得上方圆，明眼人都能看出，她可是最喜欢你。说起来，方圆那家伙最近经常来我这边，也说是要给我吃什么丹药，无事献殷勤，每次我都回绝了。丹药？林川不禁疑问。林秋继续说着，他说是丹药，但是我看起来却一点也不像，黑不溜秋的，倒像是一种小虫子。对了，他昨天来的时候还留下一枚，我收起来了。就是这个玩意儿，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仙丹妙药，比起你刚才那个可差远了。林秋将那枚黑色丹药拿在手心，丹药呈小虫子状，看上去恶心至极。这是蛊。林川低沉的唇音带着震颤，瞳孔不断放大，气息都有些紊乱。爷爷将这个东西给我研究研究，太晚了，您先去休息吧。林秋虽说很想多陪陪林川，奈何实在是太困了，困意将他拖到了床上。林川一人坐在主厅，手指不断的攥紧。噬魂蛊，方圆，敢打我爷爷的主意？噬魂蛊只要成长起来，便能占据你的灵魂，而控蛊之人便能随意操控你。即便你是修士，若是不小心染上了这东西，也是难逃其手。林川目露凶光，杀意浓浓。忽的外面一声轻响将淫怒切齿的林川打断，他立即灵石散开。雨禅，他推开门，方才你去哪了？雨禅柔柔开口，狡黠一笑，你猜？林川挪步逼近，你猜我猜不猜？他伸手想要抓住他藏在背后的手，他一个闪身躲过了。你想做什么？这是我发现的，你想抢啊？他缓缓转过柔仪，一枚沾染着尘土的蓝山石玉坠出现在他手中，那分明是林川准备带给苏一雪的。雨禅轻轻开去玉坠上的灰尘，没想到你家院落中还有这般好看的东西，还是用最好看的蓝山石打磨而成，也不知道是谁遗落在这里的。林川无奈的一笑，我说雨姑娘，在我家院落不应该是我家的吗？你是否有些太不讲理了？雨禅嘟着嘴，扁着唇，娇声说道，那可不一定哦，我发现的时候他就在泥土中，真是糟蹋了，幸好本小姐人美心善，将它当成宝贝一样拾起。不等林川开口，他将蓝山石玉坠贴在白皙玉颈，美眸微眯，继续道，你不觉得我戴上很好看吗？林川伸出手轻声道，这是我12岁时花了整整1年才磨好的，而且这次回来准备将它送给我大师姐。雨禅毫不在意，根本没有归还的意思，依旧唇瓣翘起，就算是你的，现在在我手里，我不想给就不给。哼，你什么你？我可是将追云逐影那种绝世剑术都赠予你，你竟是小气到连一块石头都不舍得给我。反正我才不管你那什么大师姐，本小姐很喜欢这玉坠，就当是你送我的，这下好了吧？林川无奈一笑，心里一阵暗骂，好什么好，你捡的跟我送你的完全不一样，
后者可是要被雪儿，好久都不能碰他。林川又跟他斗了好久的嘴，拗不过他，要不回来。最后他嬉笑一声，将玉坠用金丝线缠上，挂在了脖颈间，刚好落在酥软的沟壑间，不仅有些勾魂摄魄之感，还将他那傲雪流莹的肌肤衬得更加雪润。赤阳玄冰宫，冰灵山，雪医院。姐姐，你是不是在想林师兄啊？少女挪步进到苏一雪身边，环住她的玉臂，促狭的一笑。苏一雪慌忙轻摇琴手，唇瓣轻动，音若柔风，谁会想她那种流氓就该不要回来的好。林一如同一个小精灵般缩在她的怀中，笑嘻嘻道：“姐姐，你的心跳得好快，说谎了哦。”有苏一雪陪伴左右，林一这些天开朗了好多，娇俏脸蛋儿也时常迎笑。苏一雪擒住她纤柔嫩滑的柔仪，佯装娇斥道：“再胡说，就罚你去外面睡。”林一，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个衣着华贵的老者将刚喝下去的茶都喷了出来，差点溅在了王老头身上。王老头重复了一遍：“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方老头儿。即使你家财万贯，就因为你儿子做的那些事儿，他就配不上我女儿半分。看见你儿子都算是脏了我的眼。”老者名为方天，是方圆的父亲。王老头儿正是王西西的父亲，名为王冉。什么？我没听错吧？王老头儿，你在说我儿子配不上你女儿？哈哈，这可能是我今年听过的最大的笑话。方天毫不掩饰，哈哈大笑，一脸鄙夷地看着王老头儿。我方天在游龙村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我儿子更是游龙村的人中龙凤，年纪轻轻就是玄一境七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可是仙人，可以刻上游龙村的清碑的。方天一脸傲然，心气极高。若不是你女儿有几分姿色，我儿子哪能看上她，还准备选她作为正房。要我说，你还是赶紧把你女儿送过来，女儿对那些女人都已经爱搭不理了，需要换几批新的玩玩。方天，你……王冉怒火中烧，怒目圆瞪，扯着嗓子大骂着：“不愧是你方天教出来的败类，跟你学的有模有样，自己家都被偷了，还在护犊子，蠢货！”方天面容寒怒，斥骂道：“当年就该永远封住你的口，若不是那件事碍着，你根本没有站在我面前的资格。”方天的父亲方浩亦是好色成性，妻妾成群，其中有一个叫做诗诗的小妾，年轻貌美，方天一眼就看上了。方天对她可是日思夜想啊。终于有段时间，方浩游完他村，没有带上诗诗。那段时间，方天的恶魔本性展露无遗，夜夜让他前来侍寝。常常二人都未进房时，在长廊上，方天就已经兽性大发。一晚，王冉碰巧路过，隔墙听到了二人声音，诗诗酥麻入骨的软音极好辨别。方天又一个劲儿的叫宝贝儿，方天的声音猥琐至极。王冉辨出二人后，眼珠子都要掉下来。那之后，方天再不敢挖苦王冉，因为方浩的脾气极为不好，万一知道了什么，必定宰了他。王冉已经说得足够明显了，就差直接说你被绿了。但是方天依然没有听出个所以然。算了，方老头儿，跟你说话真费劲，反正西丫头我是不会嫁的，你替你的宝贝儿子另寻佳人吧，我就不奉陪了。王冉起身就要走，方圆的声音忽地传到大厅中：“王叔，你说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能上山折腾吗？你这么折腾，伯母的病也治不好吧？要我说，就趁早将西西嫁给我，我们方家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方圆从正门走入，左手还搂着一个衣裳不整的娇艳女子。王冉看到方圆这般熊样，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冷声道：“我媳妇的病用不着你们方家操心，方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公子，你为什么非得娶她？是奴家侍奉的不够好吗？”女子勾魂摄魄的声音浮荡空中，琴手一歪，嗔怪的在方圆怀中蹭了蹭，手指也将方圆的衣领勾起，每一个小动作都足以让人血脉喷张。方圆也不管有谁在场，唇瓣直接附上她的软香朱唇。嘤！女子嘤咛一声，虽是公共场合，但是她没有丝毫抗拒挣扎的意思，只是媚意横生的脸儿却浮上了一抹粉霞。混账！方圆，你也肆意了，这可是大厅，不是你那狗窝。小川说的果真不错，一时厅中都能做出这事，还想我把西丫头嫁给你，真是做梦。王冉心直口快，没有丝毫掩饰，怒斥出声。方圆倒是没有半分不适，反而手的力度更大了些，让女子的脸上微现苦容。方天狞笑一声：“王老头，这里是我家，不是你那茅草屋，我儿子如何做，你没资格训斥。我也不废话，最后问你一次，你女儿嫁还是不嫁？”方天咄咄逼人的语气展露无遗。不过王冉也不是被吓大的，没有半分犹豫：“不嫁，就是嫁给猪狗，我也不会让西丫头踏进方家半步。”方圆见王冉如此斩钉截铁，不禁心生疑惑，难不成王西西那边出了差错？他怎么可能忽然让王冉来退婚了？西西也是这个意思？方圆面带不解，沉声问道。王冉瞪了他一眼，扬声道：“是。”说罢，王冉跨出大门，扬长而去。方圆更加疑惑，他的手开始向下游走，
女子本能地将莹莹嫩嫩的水润白腿收紧了些，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看来我得用些强硬手段了。她狰狞一笑，低声道：“王西西，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方天倒是没有很在乎，在他看来是王冉错失了巴结自己的机会，鄙夷一笑道：“生得个漂亮女儿，但是却是个没用的爹。爹放心，过不了太久，他会在林芳家的，而且还是带着王西西一起。”方圆揽住少女的纤腰，自信地说道。方天却是颇为警惕地回了一句：“别把他逼急眼了就行，要是逼急了，再老实的狗都会发疯。”方圆应声离去。还他爹，你怎么了？退婚不顺利？病床上的娇弱老妇柔弱一问。混账东西！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应下这门亲事。方圆小子好色成性，就算是在议事大厅中，也丝毫都不收敛。王冉无比愤恨地说着。老妇摇了摇头，轻声道：“不要太自责，小川不就很好吗？他可是你钦定的女婿，方圆当初只是不得已之举而已，不必在意。对，小川才是我选中的女婿，他可比方圆那小子强上万倍。”王冉收了收情绪，继续道：“细丫头呢？我怎么没看见她？”老妇微微一笑，柔声道：“她呀，你出门之后就捣鼓粉蒸肉，小川往日来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粉蒸肉了，估计他俩这会儿正吃得香呢。”王冉会心一笑，佯装叹息道：“唉，川小子一回来他就往外跑，女大不中留啊。”游龙村桂花树下，天空湛蓝，阳光明媚，空气似乎都是鲜甜的。一个娇俏甜婉的声音浮荡空中：“西妹妹，你做的粉蒸肉真的太好吃了，能教教我吗？”一大碗的粉蒸肉，雨婵一人就已经吃了小半碗，林川可是连筷子都没夹几次呢。林川搞怪地说：“小心吃成女胖子，嫁都嫁不出去。”雨婵美眸瞪了他一眼，吐了吐舌：“去死去死去死！我才吃不胖。”王西西嫣然一笑：“要是姐姐想学，我一定好好教你，以后你跟在林川身边也可以做给他吃。”说话之时，王西西的眸光时不时地停留在林川身上，似依恋似不舍。哼，我才不做给他这种大色魔吃，我自己吃。林川摇摇头，低声一笑：“切，你做的能不能吃都还不知道，西西的手艺可不是一般人能学来的。”林川转眸望向王西西：“西西，王叔说的是，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王西西顿了顿，有些疑惑：“什么事？”林川未语，只是微微一笑。下一瞬，他忽然反应过来，玉颊瞬间染上粉霞，然后转红，从额头红到脖颈。“你不行，爹胡说的。”王西西娇羞地低下琴手，娇小身躯微微别过，眼神也不断闪躲。雨婵娇斥一声，无耻林川，竟想着占便宜。西西妹妹不要理他，王叔叔说的咱也不听，不能让他得逞。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答应你，让你跟着我。雨婵不服气的道：“就你那点实力，我就算是强行跟着，你也拿我没办法。而且，本小姐跟着你是你的福分，你自己说的。”林川脑子里不禁把自己骂了千遍万遍，这该死的嘴，稍微好看点的女子就喜欢乱说。你那时候可不是这般蛮横不讲理，看起来就是一个大家闺秀，贤惠淑女。林川的声音越来越低。雨婵欺身靠近：“怎么，你现在嫌我不够淑女？”她的眼神极为凶煞，与魔女无异。林川连连摇头：“淑女，淑得很。”林川心里暗骂着：“就你这样的，以后谁娶你谁倒霉，除了身材好点，屁股翘一点，腰细一点，丰满一点，剩下的坏毛病说上3天3夜都不够。”王西西眼唇一笑：“雨姐姐就不要吓唬林川了，她最怕女生了。”林川，忽的林川腰间感生欲生出感应，泛起红光，他面色瞬间沉重起来，星月般的瞳眸抖射寒光，喃喃道：“果然，你果然还是不死心。”王西西玉手在林川瞳眸前摇晃了好几下：“林川，你怎么了？”林川回过神来，连忙道：“我吃好了，先回去了。西西，我会去找你的，王叔的话可不能作废。”王西西好不容易压下去的红霞又被他染上，羞得说不出话。“别管他，西西妹妹正好可以教教我。”雨婵白了林川一眼，将王西西揽到自己身边。林川腾跃而起，身形眨眼间便消失了。王西西美眸一愕，这就是仙人的力量，好厉害！雨婵又夹起一块粉蒸肉：“西西妹妹想不想体验一下在天上飞的感觉？姐姐很厉害的哦。”“她很努力地应了一声。”林秋宅院，林叔，林叔。方圆大老远的就开始大声喊着，身边依旧是那个有着魅惑身段的女子。林秋在听到她声音的一瞬间，就捏碎了小川给的感生欲，随后他慢步推开大门：“小圆，你怎么又来了？”方圆满脸堆笑：“林叔，这不是林川弟弟没有回来，我特地想要带他孝敬孝敬您。我小时候跟他玩的可好了，他爷爷就是我爷爷。林川要是在这儿，保不齐会对他吐一口唾沫，满口胡言。”
林秋一时微微一笑，好好好，小袁有心了。不知那件事您考虑的怎么样了？方圆试探性的疑问。您的身体保准，可以恢复如初。游龙村的后山上可是多了好多稀奇古怪的野味，就等着您去收呢。方圆谈吐间已是缓缓走进院内，身边依旧搂着那个女子，他的手总是不自觉地到处游走。林秋已在门边，小袁有这份心，我十分感激。只不过我这把老骨头就算是好了，也经不太起折腾了。丹药的事就免了吧。不出意外的回答，方圆忽的周身气息喷涌变动，院落里的树叶也被这股波动猛地卷起，就连周围的树都开始摇摇晃晃。他怀中女子亦是娇躯一惊，但感受着仙人的力量，他的目光却是更加的崇拜。看来你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这些天来，我几乎日日好心相劝，你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但今日我的忍耐已到极限，这丹药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他粗暴地推开女子，拿出那是魂骨丹药，带着一股凡人无法理解的气势，仿佛天空都变得昏暗起来，空气也染上了恶臭的味道。你想干嘛？林秋一脸惊悚地看着方圆，他的手上不知不觉间已经多了一张古弓。林老头，我好心好意想要助你恢复身体，你却屡次拒绝我。我方圆的面子，游龙村谁敢不给？你虽是老骨头，但是硬。但今日过后，你的骨头恐怕得碎。方圆欺身向前，每走一步，整个院落仿佛都陷下去一分。忽然一个震天动地的声音响起：哦，是吗？我倒是想要看看你方圆究竟有多大的本事。林川身影暴掠般的出现在林秋身边，单手抓住方圆的手臂，将他甩飞数百米远。敢对我爷爷出手，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听他的骨节不断传来咔嚓声，肋骨几欲断裂。方圆痛苦的抬眸，定睛一看，方才轻易将他提起甩飞之人是林川，而且他的修为是绝对远超玄一境。方圆心中说不出的害怕，趔趄起身，拔腿就跑，连那个魅音少女都落下了。林川岂会轻易放他离开？他昨夜研究了一整晚的噬魂骨，终于从中抽出了一丝骨灵，将其炼成主骨。你身为修士，却修炼万人厌恶的邪功，不仅不为游龙村出力，相反还憋着坏来坑害我爷爷。既然你如此执着的想要帮我爷爷，那我也好好的回报一下你。你要做什么？林川将方圆踩在脚下，他的瞳孔溢满了恐惧，他的腿止不住的发抖，双手也死死地抓住林川踩在他胸膛上的脚，但无论他如何使劲，就是无法抬开。当然是报答你。林川冷笑一声，将林川重做的噬魂骨扔进了方圆的嘴里，接着一掌打进胃里。你给我吃了什么？方圆瞳孔无限放大，快帮我弄出来！现在弄出来，我可以立即退去，永不再来。不然要是我爹知道了，一定会让你和林老头死得很难看。是吗？可惜你不会有这种机会的，而且你以后还会天天来。林川低笑一声，一脚踹在他的脸上，将他踹晕了过去。林川将他单手拎起，带回了院落，随手丢在那个女子旁边。你家主子太不经打，已经认我为主人了，你可知该如何做？女子连忙跪下，声音依旧是魅惑缭绕，但也带着极致的颤音。小女子知晓，以后你就是我的主人，小女子也任你驱使。说话间，她的单薄的外衫竟是不由得滑落了大半，大片银白冰肤展现在林川眼前，加上那酥软间的勾人勾吓，即便是身经百战的林川，此刻也是脑子一热。林川压住心中的起念，镇静道：你叫什么名字？安音。安音弱弱道：主人，我可以，是请的，只要您放过我。他的声音酥麻入骨，字字媚心撩魂，听得林川体内忽有狂火燃起。林川暗叫不好，立即运行冰心诀，这才压住方才的心魂颤乱。他的冰心诀才修炼不久，但因为有着玄冰之力，短短1个多月，他的冰心诀也到了第3重。若是被宗门师姐知道他的修炼速度，怕是争着向他讨要修炼之法呢。他看着跪在地上柔柔弱弱的安音，心里一阵嘀咕：如此狐媚女子，难怪方圆始终搂在左右，怕是成天都挂在一起。不必，只要你的嘴够严，保你无虞。林川肃声道：另外，把衣服穿好，将方圆带回去即可。记住，他仍是方圆，你该如何便如何。不过你千万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相反，你若是做得够好，我还能让你得到极大的好处。林川字字镇魂，安音止不住的点头。安音知晓，主人尽可放心，我一定守住嘴。好了，你可以带他回去了，他会在半路上醒来的。安音带着方圆离开后，林秋走了过来。小川，方圆小子这是怎么了？林川意味深长的一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爷爷不必担心，以后他再来时，无论给您什么东西，你都可放心收下，而且一定要收下。林秋满脸疑惑，不过他对林川非常相信，自然是答应了。夜晚，林川来到那棵桂花树下，空气中尽是桂花香。二女早已不在，他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桂花树下。小时候爬山树要费好大的力气，现在不过是1月的事儿。
小时候的回忆疯狂涌进他的脑海中，他就这样躺了好几个时辰，忽然想起七指英对他说过的话：凭你的天赋，未来成就必定不可限量。我想这一定离不开你的父母。虽说我不是一个母亲，但作为一个母亲的孩子，一个母亲失去自己的孩子肯定很痛。我想你的父母亦是如此。林一的母亲为了寻到林一，不惜以身入局，在天乱山林那种危险之地穿行寻找数天，最终虽并未找到，但是他却找到了或许能够解救他女儿的人。我的母亲，她真的也是这般吗？林川每每想起都会生出恨意。对别人来说，父亲母亲可以常常挂在嘴边，而他至今都未喊出过爹娘二字。又或许真如你所说，是因为你出生时的天赋未能惊艳到他们才被抛弃。好好修炼，你的天赋尤胜过医学，是我见过天资最高的人。或许当你强大到让整个无风大陆都知晓你的存在时，你的父母便出现了。强大到让整个无风大陆都知晓。征临川林海中，灵力一阵翻涌，玄冰之力和炎阳烈火在林海中暴走起来。拼炎阳烈火冲出林川体内，将整片夜空似乎都要点亮。玄冰之力稍后喷出，将那股烈火瞬间熄灭。林三境二重，我不过是明悟了些许心中积攒多年的情绪，竟让我突破了。难道这就是修行之中的道心吗？他压住体内的暴动，凝心坐定，手上出现一颗灵三境寿丹，吸收了起来。没想到这一次只用了4个时辰，相比之前的6个时辰，突破之后快了好多。看看方圆那边情况如何？林川猛地一惊，耳边尽是酥软的媚音。现在可是深夜，安音看上去都已经疲惫不堪，但他还是不肯放过他。噬魂古经由林川的加工炼化，可以说方圆的意识林川随时可以侵入，也可任意改之。他已经在方圆的潜意识里加上了永不可伤害林秋和王冉一家的意志。若不是在游龙村，林川早就杀了安音这个变数。他还给方圆加了一条，正如林川所说，若是安音能够管住嘴巴，他的回报会很大，否则的话，方圆会立即杀了他。接下来几天，林川除了陪着林秋，便是巩固刚刚突破的修为。灵三境之后，每升一重境界需要消耗巨大的资源，若没有宗门给予帮助，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精进。而口口声声说要跟着林川历练的雨禅，却是像失踪人口一般，一次也没有出现。西西妹妹，你的床好香好软啊！这几天，我感觉我都把被林川虐待的那几天觉补回来了。雨禅躺在王西西的被窝里，心满意足地说道。王西西忽的美眸闪过一丝失落，林川怎么虐待的姐姐？他的目光聚焦在雨禅身上，极为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雨禅正想说林川不让他休息，总是连夜赶路，但随后他忽然察觉到王西西的目光，他血眸充斥起狡黠。当然是那种坏坏的事了，西。王西西娇躯转过，轻低琴手，低声道：我就知道于姐姐肯定不是林川的小丫鬟，她就是在骗我。王西西的尾音发颤，带着些许哽咽，雨禅这才意识到玩笑开大了。他慌忙起身，进到他身前，扑哧一笑：西西妹妹真不经斗，她才没本事动我呢，我一只手就能打过她，而且她可是大色魔，我更不会让她对我做那种很坏的事。王西西月眉蹙起，娇娇道：于姐姐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我就是想试试西西妹妹的反应而已。西西妹妹，你刚刚好像吃醋了哦。雨禅轻飘的一笑，将她方才的失落感一扫而尽，屋内顿时响起少女的娇羞声。哼，于姐姐就会取笑我，要不今晚我就把林川抓来送给西西妹妹。雨禅试探性的疑问。王西西慌忙摇头，不可。看着他娇乱不知所措的模样，雨禅临时散开，探查了林川的位置，欲言荡起一阵坏笑，说不定我不喊他，他也会来哦。王西西被他逗得满脸通红，早已躲进了被窝里，根本没有听清雨禅说的什么。夜黑风高，月暗星稀，正值偷鸡摸狗、不偷香窃玉的好时机。再有2天就要回宫了，他觉得很有必要找王西西说些什么，或是做些什么，毕竟他是个十分负责的男人，说出去的话自然都会算数，甚至有些听到耳朵里的话也得算数。王西西还在跟雨禅嬉闹呢，浑然不知危险已然临近，但是雨禅却时刻感知着林川的距离。林川灵识目前最多扩散10里，而他人则需要灵三境巅峰方可有10里的感知力。他的诡异灵海让他在每个阶段都远胜常人。果然啊，雨姑娘就在西西这儿呢，怪不得西西这些天是一次也不来找我啊。林川暗暗咬牙，一定要寻个机会收拾一下他。雨禅钻进王西西的被窝，凑到他耳边说道：你的小川川来找你了哦，我要不要把他赶走？王西西捂着脸蛋，根本看不出他的表情如何，很轻地说了一声：于姐姐就不要为难他了。雨禅咯咯一笑：西西妹妹看来很期待呢。林川翻过院墙，来到属于王西西的草屋，没有弄出一点声响。王叔虽然口头上说着可以，但是也不能太明目张胆。怎么还不走？以他的修为，肯定知道我来了。林川肃声道。林川传音道：雨姑娘，你为何一直赖在西西家不走？
雨禅美眸微眯，我要保护好西西妹妹，有我在，肯定不会让你这种大色魔得逞的。林川，他想要直接敲门而入，却在门前5米处被一个无形的灵气墙给挡住了。我找西西有正事要谈，雨姑娘为何拦我？正事为何是晚上谈，白天怎么不来？哼，有我在，你休想靠近半步。雨禅的声音带着些许傲气，唇瓣微微勾起。王西西忽然开口，雨姐姐，他来了吗？怎么这么久不见动静？傻丫头，你是不是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他可是大色魔。大色魔？雨禅一脸无辜地说着。王西西秀眉蹙起，才不是，小林子本性一点也不坏，虽然我老是欺负他，但他从来没有还手，除了要我亲他外，相反还给我做了好多好看的东西，我都好喜欢。这次换雨禅月眉蹙起，他有什么好？我前些日子捡的这个蓝山石玉坠，他非说是他的，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才不会还给他。忽的，雨禅峨眉微蹙，身上的龙影玉呼声感应，五少爷和六少爷怎么来了？哇，雨姐姐，你带着好好看啊。姐姐，雨禅娇俏的脸淡滞在那里，任凭王西西如何晃悠都没有半点反应。她的唇角轻轻出声，五少爷和六少爷肯定不会放过七少爷，我得将他们驱走。雨姐姐，王西西正准备戳她时，雨禅回过神来，佯装镇定地说，西西妹妹，就让少爷陪你玩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王西西微现慌乱，只见周身空间震荡了一瞬，雨禅身影瞬间消失。咦，雨姐姐怎么忽然消失了？林川在尝试了几次之后，发现自己的确进不去。正当他准备用些强硬手段时，雨禅忽然消失了，灵气墙也彻底消散。林川轻笑一声，目光锁定王西西闺房，轻盈挪步，果然还是懂事的，不然小心我连你一起收拾了。是时，游龙村后山盘龙山现出一道诡异亮光，光芒如冲天烈阳，盘龙山足足有几十息都处在白天。一男子气喘吁吁地说着，五哥，你说我们都找了这么多地方了，要不直接回去吧，这里的灵气实在是太稀薄了，待得太久我都感觉自己的修为都倒退了。母主下过死命令，不查完这些地方永远别想回去。气喘吁吁的那位名为叶露西，被称作五哥的那位名为叶武和。二人均衣着华贵，叶露西一身黑色锦袍，腰间挂有一枚血红色玉佩，长发竖起，俨然一副骄傲贵公子形象。而叶武和则与他截然相反，他一袭白衣胜雪，头戴玉冠，面容冷峻，身姿挺拔，手中握着一把折扇，虽未打开，却自有一番风流倜傥又清冷出尘的韵味。叶露西瘫在地上，慵懒地说着，五哥，反正我是走不动了，连着找了大半年，无风大陆南部都快找遍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半分与我们相似的气息，不如我们直接告知母主，他已经死了，不是更好？叶武和几乎是怒骂出声，你疯了！16年前那件事可是将副主彻底激怒，战龙族将近一半以上的成年龙被副主处死，离龙一族更是近乎被副主彻底诛灭。苏和龙飞的背后牵扯到太多。他接着道，要是真的被副主知晓了，母主也参与过那件事，你觉得我们我们闽龙一族还有机会活下去吗？这件事干系极大，千万不能留下任何可能性。母主明确说过，当初被抹去记忆的苏和龙飞被带回道族中时，他早已诞下龙子，但是龙子并不见踪迹。也正是因为这事，母主夜难寝，时难安，七弟这个变数一定要消抹干净。叶露西摊手，不以为意的道，就算如此，即便七弟真的还活着，又能怎样？没有我族的修炼资源资助，恐怕是连10条灵脉都难开。你我皆是15条灵脉的天选之子，副主真的会在意这种没有天赋的废物吗？你根本不懂当年苏和龙飞在副主心中的地位。听母主说，当年就差一点，苏和龙飞就要代替母主成为新的我族龙后。这也是为何即便是坐拥无数不足信任的母主，当年也只敢抹他记忆，却不敢加害于他的原因。叶武和显然很重视这件事，他俩是亲兄弟，若是真被发现了端倪，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叶露西正要继续反驳，一个翩翩身影婀娜靠近，他的出现仿佛让这皓月都失去了些许光辉。月光下的他盈盈动人，他的面容已不是与王西西打闹的娇俏，此刻蒙上了一层不容小觑的清冷。叶露西和叶武和皆是虎眸斗转，几乎是同时出声，语闻雨禅。雨禅进到2名男子身前，盈盈一礼，雨禅见过5少爷、6少爷。雨禅正是语闻雨禅的化名，他是苏和龙飞被抹去记忆后的贴身侍婢。7、8年下来，他心思缜密，细致入微，苏和龙飞恢复得很好。就在5年前，龙主暗中找到他，希望他可以外出寻找苏和龙飞诞下的龙子。这事只有他2人才知晓的事，雨禅本是不愿，他很享受照顾苏和龙飞的日子。苏和龙飞即使记忆丢失，但他的性情却是没有丝毫变化，对待雨禅更是没有半分架子，完全是将他当作亲生女儿来对待。那一日，龙主找到他，这件事给任何人做我都不放心，唯独你。苏菲的情况虽然很乐观，但是他的内心记忆始终残缺了一部分，
族里大龙司说，若是真能找到那位龙子，或许苏菲真能完全恢复。直到听到这里，雨禅终于动容。龙主猜疑过许多人，包括龙后，但是龙后背后的势力实在太大，近乎1/5的龙族都在他麾下，牵扯的太多，没有十足十的证据之前，他不敢轻举妄动。放心，我也会全力支持你修炼，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先安心去龙牙修炼2年，2年后我会找理由将你驱赶出去，就是有些委屈了你。雨禅沉思半瞬，最终轻点琴手，应下了。龙主大人，您请放心，我一定会将七少爷带回，让苏和娘娘恢复如初的。那之后，雨禅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兰州城，宇文城主宇文风秀正是他的父亲。他因为父亲的关系得以进入龙族，不过即使他的天资不输某些龙族皇子，但他并不是龙族之人，在龙族却只是当了一个丫鬟。能近身侍奉苏和龙妃，他没有半分怨言，修炼资源什么的，龙主都是大堆的扔给他。那段时间，他更多的心思都是放在照顾龙妃上，并没有太过关注自己的修为如何。直到龙主丹独找他之后，他才专心修炼。雨禅，你为何在此？叶露西冷声发问。雨禅盈盈开口：二位少爷。雨禅自从被龙主赶出来之后，就回到了兰州城，此次恰好首次外出历练，方才龙隐玉突生感应，这才发现二位少爷。他的声音很干脆，没有半分拖沓，让叶武和忽生疑惑。叶武和一声问道：据我所知，你的父亲乃是兰州城的城主，兰州城是无风大陆南部第一剑城，你是他的女儿，习剑之人在兰州城练剑已是再好不过，你为何会来此地历练？雨禅早就听说武少爷心思缜密，处事为人都很毒辣。他顿了半瞬，回武少爷，雨禅在兰州城实在是太安逸了，因为父亲的缘故，那些剑修很少能真正对我出手，我这才向父亲提议外出历练。那你这些年过得可好？叶武和一声低问，让雨禅不禁愣住，看似是在关心自己，实则是在试探自己的口风，想要知晓是否有了七少爷的消息。果真如狐狸一般机警。多谢武少爷关心，雨禅除了很想念苏和龙妃之外，一切皆好。雨禅柔声回应，随后他忽然发声，不知苏和龙妃最近可好？叶露西有些不耐烦起来，斥声喊着：你一个被赶出来的小丫鬟，有什么资格知道这么多？不该问的不要问。对不起，六少爷，是雨禅多嘴了。雨禅连连道歉。叶露西的脾气一向不好，经常打骂世人丫鬟。叶武和瞪了他一眼，雨禅不必如此，苏和龙妃很好，因为你被龙主驱走这件事，他可是伤心了好久，时常要求父主将你带回。父亲的确答应过要将你寻回，但是却始终不见你人影。啊，我的确不知晓此事。雨禅一声惊呼，俏脸上的诧异神情完全是出于本能，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正是这点细微变动，让叶武和对他放下了戒心，几乎确定了他的确没有七弟的消息。既如此，你可愿再回我族？苏和龙妃一定会十分高兴。面对叶武和的忽然相邀，雨禅受宠若惊，他此刻内心极为挣扎，因为若是他不答应，只要二位少爷出了盘龙山，必然发现七少爷的存在。但若是他即刻答应，他们应会即刻回族。不过临川那边他尚未透露半分消息，他若是遇上其他龙后娘娘派出来的人，他必然危险。此刻他内心极为混乱，若是早些告知大色魔就好了，眼下只能先回去找机会告诉龙主大人，只要龙主大人知道了，七少爷一定会没事的。怎么不愿？叶武和再次发问。雨禅连忙摇头，挤出一个微笑部。雨禅当然很乐意再次侍奉苏和龙妃，既如此，那便回族吧。六弟，走了。叶露西灿然大笑，五哥早就说了，直接回去，你非得浪费时间，困死我了都。叶武和和叶露西先一步进入传送光阵，雨禅双手紧扣在一起，放在簌簌起伏的御风前，低低出声：七少爷，你一定不能被他们找到啊！啊，你怎么来了？王西西怯怯地看着没有敲门却推门而入的林川，捂着被子柔柔弱弱的道。林川微笑着向前，老丈人说的话我不敢不听。忽的他话锋陡转，咦，这不是我送你的那些小玩意儿吗？你不是说早都扔了，一点也不喜欢吗？他那会儿正把这个装着10来件手工精致小玩意儿的雕花匣子拿出来，准备炫耀给雨禅姐姐看看，他忽然就消失了。被林川这么一说，他血眸忽现慌乱，玉颊燃起一抹嫣红，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林川嘴角勾起，欺身靠近，看来西西果然也是那种口是心非的女孩子呢。王西西娇呼一声，才不是，我一点也不喜。林川未等他说完，直接揽住他瓷娃娃般的玉躯，唇瓣与他的软唇紧紧触在一起。林川，你变得好坏。他很小力的挣扎，但是林川不给他半分机会，手指一点寒芒，将屋内昏黄的烛火熄灭。他根本不顾王西西的推搡，直接将他压在了身下，唇瓣忽地贴近他耳畔，响起轻佻软语：这次你还要嘴硬吗？夜色凄冷如霜，屋内热气氤氲成雾。林川如今也算是小有经验，衣带始终是个麻烦事儿，还不如直接烧断的好。
如此美景，林川的心脏疯狂跳动，似乎连血液都开始沸腾起来。不要，我才不要！林川再次将他揽入怀中，一声低语：“王叔可是说过，不能让你被别人觊觎了去。”王西西想要像小时候一般斥责林川，但在林川唇瓣亲上之后，化成一声娇呼。林川感受到他的手在不断抵触，他一双大手幡然握住他的柔仪，不给他挣扎的机会。无论他如何挣扎，都会被大色魔林川轻松化解，还会让他的心更加慌乱。只几时瞬，王西西彻底放弃挣扎，根本想不到他会如此放肆，但他只是很小的嘤咛一声，美眸闭上了。王西西转过琴手，美眸星光闪闪，一双柔仪轻轻环住林川。林川微线颤乱，眸光惊乱，难道还要玩？他忽得更加贴近，美眸无波，软唇轻启：“小林子，你变了。”林川的惊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疑惑与不解。正当他要开口之时，他忽然娇声道：“你变得好坏，把我全身上下都欺负了个遍。”哼！林川嘴角微微勾起，还不是因为小时候老被你欺负，我总得收些利息吧？这才只是一点点利息，我以后要更多的收回来。话音刚落，几乎是瞬间，王西西就软声吐出：“好。”林川都准备好被他大骂一顿了，没想到他竟是应下了。变的是我吗？明明是你。放心，等我下次再回来，一定娶你。我要办一场游龙村历来最大的婚礼，我要让整个游龙村都知道，你王西西，游龙村最美艳动人的女子，是我林川的妻子。林川的话掷地有声，不禁让王西西微微一颤。他将琴手埋进他怀中：“我才不要那么盛大，我只要你娶我这个承诺，待以后我们有了儿女，我会跟他们一起在这里等你，无论你何时回来。”林川微微一愣，滚烫的心忽地传来一阵刺痛，他低声道：“西西，我是不是太自私了？”王西西摇摇头：“才不是，我的夫君是一名天资出众的修士，游龙村可困不住你。你有很广阔的世界，要是我让你留在这里陪我，那才是真正的自私。我只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可以抽空回来看我就好。”林川鼻尖有些酸涩，随即他缓缓出声：“待我修为更上一层楼，足以在任何地方都能护你周全，我一定带你看尽这世间所有的繁华美景，让你体验那旁人只能仰望的荣耀与快乐。”林川抬眸看向他：“待明日，我会将王叔王姨的灵脉都淬洗一遍，虽说不能让他们成为修士，但是去除晚年所有的病痛侵扰却是绰绰有余，或许寿元也会有不小的增长。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的西西，你的身子比王叔他们好很多，我会帮你多淬洗几次。”林川拨弄他的青丝，轻声道。王西西心中荡漾，美眸微眯：“谢谢你，林川。”第二天天蒙蒙亮时，林川就已经翻墙而出。待到正午，他再次前来为二老淬洗了灵脉。淬洗之后，很明显的王冉和王姨都年轻了不下20岁，王姨容颜重新盈满血色，风韵再现。小川，今晚要不就留下吧。西西的床睡，两人绰绰有余。王冉毫不避讳地问道。王姨也满脸淫笑，看得出来他们都很希望林川能够留下。林川略显苦涩，他看了看早已躲在几米外的王西西。王西西轻点琴手，林川微微一笑：“那就只能让王叔多添一双碗筷了。”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林川昨夜又折腾到半夜，不过却是王西西更加主动了，比雪儿还是好点，至少我不会那么累。回到林秋住宅，林川漫步踏进院中，轻呼道：“爷爷，我这就准备启程了，有空我一定回来多陪陪你。”林秋灿然一笑：“川儿，不必如此，你们修士一途时间很紧，修炼也需要大量时间堆积，你能记得爷爷，爷爷便很开心了。”林川进到林秋身前，取出一枚空间戒指：“爷爷，这里是1万灵金，灵金是通用货币，游龙村也有兑换普通货币之处，您可以奢侈一些，需要什么自己去兑换或者购取。川儿灵金多的是，这一块是更高级的感生玉，即便我身处赤阳玄冰，若是遇到解决不掉的麻烦，您可以直接捏碎，我会尽快赶到。那块更高级的感生玉是他花费5000灵金购得，虽说有些昂贵，但他却不心疼。”林川又交代了许多，才安心离去。雨姑娘怎么还没出现，也感应不到他的位置了，就连传音都好像被隔绝了一样。林川试了好多方法，也寻过几处地方，但依旧没能找到雨蝉。他的修为高我那么多，危险不可能有，肯定是悄悄走了也好，省得天天大色魔挂在嘴边如我英明。但是大师姐的蓝山石玉坠怎么办？要是带不回去，指定不让我进闺房，这哪行？林川身形斗转，去到蓝山石林，准备挑一块最漂亮最适合雪儿的蓝山石。林川来到蓝山石林，入眼竟是色彩斑斓的蓝山石，不过品色大多一般，稍微好些的都被人拾了去。当年林川捡到的那块蓝山石成色非常不错。蓝山石有个特点，它虽然是石头，但是它能储存极小部分灵力，越是品相好的，储存的灵力越多。如今我修为已是03进2重，不用数米的找了，直接数里的找。只一个念头，林川灵石轰然散开，方圆10里的蓝山石都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那是七彩蓝山石。林川一个跳步来到一块巨大的鹅风石面前，难怪无人可以发现你，谁能想到你竟能躲进鹅风石里面。林川取出天骄血剑，横刀两斩，一枚晶莹剔透、散发着神迹般光芒的七彩蓝山石落入他的手中。林川微微咧嘴，这块蓝山石品色比雨姑娘抢走那枚好了100倍不止。若是我再把冷傲的冰蓝色调为主色，这样跟雪儿就是绝配了。就算是我想要在他的雪医院住上1个月，他肯定也不会赶我走。林川带着无限憧憬，盈盈一笑，转身消失在蓝山石林。赤阳玄冰宫主殿，宗主，所有前往星陨圣林的弟子皆已选出，进入决赛的林川、楚清离2人不用参加选拔，直接入选。一雪他已经突破至劫4境，因此他主动提议将名额让给了林一，剩下2人分别是程心和紫菱。迟烟站在大殿之中，嘴角带笑地宣读着。因为赤阳玄冰宫决赛的完胜，1个月以来拜入赤阳玄冰宫的新弟子数不胜数，其中更有靠家族修炼资源达到03境的修士前来参加入宫选拔。要知道，不到18岁的03境修士无论前往哪宗都是香饽饽，甚至大有长老将你收为亲传弟子。林一就是一雪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宗主白月美眸稍稍转过，正是，此事2长老和4长老也应允了。迟烟长老继续道。白月抿嘴一笑，那便如此安排下去。宗主，新兰城昨日派人送来了大批修炼资源，光是赤阳草就有500株，其中更有20株是上等品质，其他的修炼资源更是数不胜数，皆是利于我冰宫弟子修炼的资源。虽是过了1天，但是迟烟长老仍有些激动，这么多资源他在当上长老之前可是从未见过。白月稍稍动容，眸中闪过一丝月色。新兰城的城主100年来一直都是木质，今日看来并非没有原因。传令全宗，每人每月可领取的修炼资源为先前的2倍，外出执行任务的弟子奖励增加到3倍。迟烟应声，是，我这就去安排。迟烟长老正欲转身离开，忽地又想到了什么，支支吾吾的道：宗主，那个何事？为何磨磨唧唧的？白月柔声一问：您吩咐我跟2长老说的那件事，他没答应，而且还将我赶了出来。迟烟长老有些委屈地说着。白月峨眉微蹙，哼，还不是木叶，不知他犯了什么病，想要收男弟子，都说了只因肯定不会答应，看上什么不好，偏偏看上了他的弟子，此事作罢，你退下吧。几日前，迟烟长老前往七指因所在的阴雪阁，大长老想要收我的弟子为弟子。七指阴眸中冷意涌动，声音更是清冽的吓人。迟烟长老面带微笑的预言瞬间僵住，大长老说是要教林川炼丹。七指阴冷冷出声，此事不用多说，我不答应。他若是想要男弟子，自己去找一个便是，觊觎我的弟子是何故？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可是宗主他……迟烟长老话未说完，七指阴冰移一拂，带动无数冰晶将他推了出去。砰的一声，大门紧闭。最近2长老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了，也不知道上品赤阳草对他的寒毒管不管用。迟烟长老一声娇叹，离开了阴雪阁。届时云随气而动，五谷却能负压万里。云势无定，但我若能顺应天地气机之变化，化自身为无根浮萍，随势而走，随风而动，随形而变，如此我便是事亦为我。狂风刮过，天骄血剑铮鸣一声，剑身陡然爆射出去。只见林川面前的一座山拦腰而断，无数飞石滚落。这就是追云镜吗？只领悟皮毛便有如此威力，若是大成，或许真如这剑术上所言，一剑灭一宗。林川咧嘴一笑，我便换你为踏风穿云斩吧。啪啪啪，精彩，好一个踏风穿云斩！你连剑道境界第1境界的剑影境界都未曾领悟，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参悟出方才那一剑的？林川虎眸一震，他竟是完全没有发现周围有人，即便是现在，他的声音好似是从4面8方传来，灵石也根本无法查探。林川惊悚出口，不知是哪位前辈在此隐修，小子无意冒犯，若是因为方才一剑得罪了前辈，还望前辈海涵。前辈，只见一个白衣儒雅男子忽然出现在林川身后，我可不是前辈。林川转眸定睛一看，原来是风息凌风公子，久仰大名。风息凌微微诧异，你认识我？当初我行路至兰州城，正好撞见了风公子与雷公子一战，那一战风公子可是频频让天台下的我瞠目结舌啊。原来如此，当时不过是雷厉心气太高，若是认真起来，胜负未可知。风息凌谦虚回应，不说这个了，你方才那一剑是如何做到？我从未见过如此奇妙的剑招，随心所欲，但又剑势凌厉。毫不夸张地说，我会的剑招不下100种，但是我的任何剑招都不及你这种，教我如何？风息凌没有一点架子，完全是出于对剑的痴迷，他的眸中尽是对剑的渴望，态度也极好。林川顿了许久，风息凌以为是自己太突兀，
接着说：“我绝不会白白让你教我一颗百年问剑果，如何？”不愧是风息灵，报酬随口一说便是百年问剑果，这对任何剑修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面对百年问剑果的诱惑，林川还是不为所动。风息灵再问：“可是嫌少？”不，百年问剑果的价值数十万灵晶也难买到，只不过方才那一剑我也只是灵光乍现，并非完全参透，所以无论风公子如何出价，我都不会教你。林川的确只是参悟了些许皮毛，不敢随意传授是真的。方才展出那一剑的灵感，现在他也说不上来，毕竟他还是一个剑影境界都不是的渣渣剑修。风息灵灿然一笑，说得好，我很欣赏你。你叫什么名字？林川。你的性子颇合我口味，这问剑果给你了，若是日后你悟到精髓，一定教我，到时我也会拿出相对应的报酬。风息灵心直口快，也不管林川接不接受，问剑果已经被风息灵塞到了手中。林川定眸一笑，风公子如此爽快，我也不矫情了，等以后剑术精进，一定不会忘了今日赠骨之恩。叫什么风公子？老俗客套，我17，我看你也不过17模样，林兄直接唤我风兄便可。既如此，那便多谢风兄。对了，风兄，你可知晓何处有爆裂龙？我修炼的功法需要一颗爆裂龙岩丹。你来自无风大陆中部地区，应是对龙族有些熟悉。林川忽然发问。风息灵眉睫微蹙，爆裂龙虽是龙族中地位很低的一种龙，一般都是高等血脉龙族的坐骑，但毕竟是龙族，想要弄到一颗爆裂龙岩丹还是很麻烦。不过我听我家族之人说起，有个秘境之中，好像有不少龙族玄兽长眠在那，好像叫什么星陨圣灵，不过他被三大宗封禁了，想要进去也难。风息灵思考片刻道。林川一听，心中不免泛起喜色，星陨圣灵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风息灵察觉到了林川的神情变动，林兄可是想出了办法？林川喜上眉梢，不，风兄不知，我就是三大宗之一的赤阳玄冰宫的弟子，三宗大比之后，适逢星陨圣灵开启，而我刚好有机会进入。可是我听说赤阳玄冰宫几乎招收不到男弟子，他对男弟子的考核要求极高，天资高且不说，还得阳气旺盛。林兄为何？我知道了，林兄果然是天纵奇才。风息灵意味深长地看了林川一眼，促狭一笑，很明显他想歪了，但是又没有很歪。林川无辜一笑，多谢林兄相告，星陨圣灵开启在即，我得赶路了。二人道别后，林川迅即远去，而风息灵仍停留在原地。忽地他缓缓走向被林川劈开的山峰。好诡妙的剑招，林兄若是成为真正的剑修，未来成就不可限量。风息灵可是兰州城人人赞誉的无敌剑客，能得到他的认可，算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了。与来时一样，林川依旧喜欢走险道，越是玄兽多的地方，他越是走。这些天不断的战斗，我的修为在灵三境二重完全巩固下来，利用兽丹修炼虽好，但是太多则显得虚浮，一步一个脚印才是成就王者的必经之路。算下来，再有3天就能回到赤阳玄冰宫，星陨圣灵的开启还有7天左右。都住雪儿那儿。森然木林，林川来到了玄兽最多的一处地方。森然木林的腐液气息混着潮湿的泥土味扑面而来，参天古木间藤蔓交错如网，偶尔有猩红的毒花在阴影里诡异地绽放。不知道能不能遇见这森然木林的森然之王。听这边居民说他是灵三境巅峰的修为，若是遇见，正好试试那招。林川面色沉重起来，脑海中不禁浮现出陆倩自爆灵脉的那幅场景，那暗金赤尾蝎也是和森然之王一样的修为，不知以我如今实力对上他胜算几何。林川行进在有些恶臭的地面上，他不敢大意，灵石如蛛丝般铺开，耳尖微动，右侧30步外的灌木丛中传来枯枝断裂的轻响。他手按剑柄，剑气将灌木切开。小蛇，一条真2境初期实力的平脊森然被林川的剑气瞬间切开，林川也不浪费，手指一点，手丹落在手上，嘶咻咻，来了个大家伙。这条森然移动的声响数倍于先前那条，忽的一棵枯木被折断，又是一条平脊森然出现在林川面前。他的蛇瞳似有红芒涌现，凶厉暴动的气息向林川席卷而来。灵三境2重实力，他的情绪为何如此激烈？难不成刚才我杀的是他的孩子不成？林川没有犹豫，低声道：斩了你们，算是为民除害了。森然皆是剧毒，若是不注意，被他爆开的毒液粘在身上，那可不好受。林川一声暴喝，周身瞬间被炎阳真火覆盖，手中天龙血剑剑光乍现，天龙破。虽是同等境界，但是林川斩他不费吹灰之力，一颗幽绿的灵三境手丹落在手中。好险！他的毒液喷洒范围竟有数里之远，这里散发的恶臭味完全是由他们的口业造成，不仅周边居民遭受土地贫瘠困扰，还经常有居民失踪的案例。想来就是这些森然在作恶。
林川在森然木林已经赶了一天的路，森然玄兽很多，基本是成群出现。单单是灵3境兽丹，他就收获了30多枚，真2境兽丹更有上千枚之多，玄1境兽丹他都不屑于取，都是直接吸收。看来是遇不到了。话音刚落，一股浓烈的尸臭味传到鼻尖，随后是大地的颤动。嘶！一声无比尖锐刺耳的嘶声响彻森然木林，地表开始断裂，一条数10丈长的森然游动而出。这威压，灵3境巅峰。玄兽灵3境巅峰的威压可不是闹着玩的，完全可以比得上劫4境修士的灵压。林川眸中微现惊乱，唇瓣微微开启，森然之王，腐尸森然，就是你，一天之内斩杀了我无数子民。腐尸森然的忽然开口，不禁让林川虎躯一震，他能说话？难道已经到了劫4境？灵3境2重的小子竟能斩杀我无数灵3境子民，看来你的血肉很鲜美。森然之王长舌伸出，混着尸臭味的幽绿毒液一滴滴掉落，地上的枯叶都被腐蚀得滋滋作响。林川言杨树悄然运行，不以为意地道：森然木林的蛇怕是有数百万条，我不过就杀了几条小蛇，很多吗？狂妄！腐尸森然一声尖锐嘶吼，长蛇猛地一甩，无数恶臭毒液飞向林川。林川的炎阳真火如赤龙般缠绕着他，烈阳盾现出，将腐尸森然喷溅的毒液尽数蒸发。林川虽面色凝重，但眸中却燃起战意。我倒要看看森然之王究竟有多少实力。森然之王低笑一声：蝼蚁小儿，我对你的血肉越来越感兴趣了。话音未落，林川已化作一道残影掠至其7寸处，剑光如雷劈下。森然鳞甲劲硬如玄铁，剑锋擦出刺目火星，反震之力震得林川虎口崩血。腐尸森然长尾回卷，毒雾如潮涌来，林川急退数丈，炎阳真火骤然暴涨，才勉强将毒雾逼退3丈。炎阳术克毒，但灵力消耗太快，林川目光瞥向腰间兽丹带，心念电转，猛地抓出一把灵3境兽丹捏碎，磅礴灵力灌入灵脉，天龙血剑骤然迸发，刺目血芒，天龙破，竟然当着我的面用我子民的兽丹，看来你是嫌死的不够快。森然之王怒喝一声，玄铁般坚硬的长尾再次飞甩过来，这一次的气势强了5倍不止。拼天龙血剑的剑光与森然之王的长尾轰然相碰，林川再次被震得身形暴退，鲜血狂喷，森然之王这一次亦是后退几米。林川唇瓣微张，我全力一击，竟连他的鳞甲都破不开，不愧是劫4境，有点意思，竟连我5成实力的一击都能接下，放在人族，你怕是人中龙凤了。不过你不该闯入我森然木林，更不该碰上我。森然之王桀般的笑声，让本就阴森的森然木林更加狰狞可怖。林川冷冷出声：废话真多。旋即他再次挥舞天龙血剑，两剑，2条灵3境森然瞬间饮恨于此。兽丹被林川挑过，拿在手中把玩，狞笑出声：刚才我的兽丹损耗太多，我先杀几条小蛇补补。森然之王怒意汹涌：很好，我改变主意了，我不会一口吞了你，我会将你的尸体抚养1000年，让你的血肉一点点被我的子民瓜分。森然之王终于收起先前的玩味，硕大蛇身遮天蔽日般向林川扑来，他至少已经到了8分认真的程度。终于怒了吗？林川呢喃一声，随即臂尖轻易爆开，手臂上的龙纹浮现出来。吼！林川将所有灵力聚在一起，一声震天龙吟响起，森然之王的扑杀之势竟生生僵在半空。林川嘴角一咧，果然有效。此刻林川灵力几乎枯竭，没有再战之力，目的已经达到，他捏碎几枚灵3境兽丹，身形快速远去。过了整整半息，森然之王才徐徐落下，但他脸上的惊恐仍未散去。龙族威压，还是极为上等的龙族血脉。无风大陆南部何时有龙族之人介入了？森然之王没有再追，再次引入林中。应该没有追上吧？林川连着赶路1天1夜，此刻的他面容憔悴，疲态尽显。那龙吟好像比上回威力更强了一些，而且手臂上的龙纹也明显了许多，看来他们会随着我的修为提升而威力增加。林川很惊喜，因为这说明他不需要借助类似龙心的东西来辅助他修炼这种诡异力量。噗！一口血剑飞出，林川趔趄倒地，兽丹用的太多了，即便是我的诡异灵海也到极限了。林川利用冰心诀和炎阳术混合调养，身上的创口恢复得很快，一夜过去，他已经恢复了778。回宗！他一声低喝，身形骤然远去。赤炎玄冰宫、冰灵山、雪医院。姐姐，我终于突破到灵3境了，而且我的冰心诀也突破到了第3重。灵依瓷娃娃般的空灵声音浮荡在空中。苏依雪柔柔一笑，不愧是依依，如今你突破到了灵3境，此次前往星陨圣灵我就更放心了。西，姐姐，你为什么非要我去那个星陨圣灵啊？灵依歪头一问。苏依雪血颜忽地沉重起来，低声说道：
因为我们不能再步娘亲的后尘，若是我们实力足够强大，日后的变数就会小上很多。林一一听，月眉微蹙，灵眸闪动着点点星光，他揽住苏一雪玉臂，琴手靠在她肩上，姐姐，我一定好好修炼。时候不早了，明日我再指导你修炼。林一应声离开，因为他现在是赤阳玄冰宫的正式弟子，所以宗门给他安排了自己的住处，不再跟苏一雪住在一起。林一离开后不久，苏一雪望着皎洁的月光，软唇轻启，林川，还有4天就是出发前往星陨圣灵的时候了，你为何还没回宫？你不会有事的对吧？他的眸中带着担忧，正当他要转过之时，一个熟悉的声音浮荡在他耳畔，我当然不会有事，我要是出事了，我的雪儿怎么办？岂不是得独守空房？声音刚一传出，苏一雪雪眸便映射出潋滟光芒。林川一个瞬身进到苏一雪身前来，微微一笑，搂住了她，雪儿，我回来了。苏一雪微微一颤，但很快她的一双柔仪也揽在她的后背，怎么这么久才回来？都35天08个时辰了。林川不禁一愣，随后促狭一笑，连忙从怀中取出一枚玉坠。赶路的这些天，林川始终在打磨这枚十分罕见，无论是色泽还是品相都极好的七彩蓝山石质地，通透如凝结的晨露，冰蓝色为主色，边缘处打磨出12道弧面，每一道弧面的棱角间都嵌着不同色泽的碎金霞光紫、晨露金、木橙、竹露青、初雪银、樱粉，6种颜色如星子般环绕着冰蓝主石，既不喧宾夺主，又让整枚玉坠在转动间能折射出七彩流光。我帮你戴上。林川轻轻出声，这枚玉坠刚一呈现，苏一雪银白雪躯就有了些许颤动，心中仿佛有无限暖流涌出。苏一雪雪指轻轻触向这枚七彩蓝山石玉坠，因为刚从林川怀中取出，她还有些温热未散。她软软起唇，我好喜欢。林川唇瓣微弯，眸中尽是宠溺。他缠上一根花费上百灵金买来的冰心蚕丝线，将这枚玉坠戴在了她的玉颈，果然是绝配，真好看。林川扶住她柔滑娇嫩的玉颊，淫笑着说道。林川还想再夸，苏一雪美眸流转，直接环住了林川脖颈，丁香珠唇附住了林川唇瓣。月光下的2人身躯紧紧贴在一起，或是苏一雪略感不适，樱瓣一般的娇唇发出低喃，这里不方便，进屋吧。林川毫不客气，直接揽住她的纤纤腰身，快步踏进屋内，将她放在了软榻上。淡蓝色裙衣之下，苏一雪的仙躯曲线惊人的窈窕曼妙，浑圆的肩锁恍如天成美玉，些许外露的肌肤更是流溢着冰雪般的荧光。也不知为何，这裙衣格外紧绷，说是紧身衣也不为过，将她的酥胸勒得鼓胀满溢。林川目光红热，心口躁动起来。不行。苏一雪玉唇轻咬，美眸朦胧，抬眸之时正好对上林川星眸，发现他的目光完全是定住的状态。苏一雪抓握住他肆意游动的右手，怎么出去1月胆子都变小了。苏一雪粉唇半抿，弯眉而笑，纤腰前倾，雪眸微微上挑，裙摆因她的躺姿而烧脸，露出了一小截脚踝，酥腻莹润，浑然无骨，娇腴的如覆了一层雪脂。林川对苏一雪向来很温柔，但是此刻却是他主动挑衅，身为一名龙精虎猛的真男人，哪能被瞧不起？突如其来的主动与挑衅，仿佛要将他的理智彻底击溃。林川右手反手握住苏一雪的纤纤柔仪，苏一雪雪躯一颤，娇喘一声，哼，明明你这么坏，为什么我就是无法真正对你生气？林川感受着玉润无瑕，笑盈盈的，好似一只要吞吃小绵羊的大灰狼。我可不觉得我坏，软榻上的胡言乱语与娇软吐息无异，只会让猛兽心中的烈火烧得更旺。雪儿，你身材好像更好了。哼，贫嘴。苏一雪娇斥一声。林川俊脸贴近，怎么平时感觉不出？肯定是因为衣服的原因。苏一雪娇怨一声，说的再好，还不是就你一人见过，就你一人欺负过。嘿嘿，那我以后我要天天见，天天欺负。啊，疼疼疼！林川的耳朵被忽然揪起，他的手都不自觉移开了。不正经，谁想要天天见你？你每次都折腾到半夜，欺负的还不够吗？苏一雪娇怨一声。林川唇角勾起，不够。苏一雪还想回嘴，不过朱唇刚起，被林川回嘴了。半夜，苏一雪一如既往的香汗淋漓，而林川则是一脸得意的望着他，我胆子大吗？哼，又折腾这么久，明天我还如何早起陪依依练功？苏一雪幽怨地白了他一眼。那明天早点开始。林川毫不犹豫的道。去死！轰，一个不知名生物被一位出落清冷的仙子打翻在地。又是这样，又不认我这个夫君了。这次是林川幽怨的看着他，但是苏一雪却是冷冷一句，赶紧滚回你的石山，免得明日被依依撞见。林川躺着不动，不回，被发现了又如何？反正我迟早娶你，他迟早会知道，直到星陨圣灵开启前，我都不会回去。林川直接耍无赖，苏一雪拿他没办法，声音忽地柔和起来，那还不赶紧上来，
地上不凉吗？林川，我是谁？我在哪儿？不是被他踹下来的吗？怎么感觉全是我的错？你再不上来，我可要生气了。苏一雪语气重了许多，眸光也逐渐的清冷起来。林川，好嘞，我的小娘子，我这就上来。又是将近日上三竿，林一很早就来了雪医院，但是迟迟未见苏一雪出来。姐姐应是昨夜修炼太晚了，我先自己练功吧。将近正午，苏一雪还是没有出来，林一这会儿也有些疑惑了。他精灵般的灵眸微微一转，迎步走向屋内。因为姐妹二人很熟悉，他已经习惯了不敲门，而林川昨夜又没有锁上，因而吱呀一声，苏一雪的闺门被轻轻推开了。啊！眼前景象不禁让林一幼小之弱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满地散乱的衣物，不仅仅只有苏姐姐的衣裙，更有男子的衣物。她紧紧捂住樱粉唇瓣，美眸放大到极致，她都有些不敢抬眸看向床榻。她将手横放遮住她独特的蓝绿双色眸子，指尖缓缓出现一个缝隙，定眼看去。啊！姐姐！又是一声惊呼，这一次音量大了许多。苏一雪掀开雕刻有冰黄的被褥，雪眸缓缓睁开，抬眸看向站在门口的林一屋，不要看。苏一雪呜咽一声，有些不知所措，慌忙给林川覆上被子。依依，你先出去，我一会儿就好。林一娇俏欲言，瞬间染上一抹嫣红，她如受惊的小鹿般捂着软唇，快速逃出这个不是她能够待的是非之地。林川还在呼呼大睡，殊不知他自认为的龙精虎猛都被一个丁妾少女尽收眼底了。苏一雪焦乱之下，盈盈血眸瞪向林川，啪！一个极响的嘴巴子重重呼在了林川的右脸上，还不快走！林川睡眼惺忪，摸了摸有些发疼的脸颊，去哪儿？随便，那不走了。你，苏一雪雪颜盈目，依依都已经看到了。林川摊了摊手，盈盈一笑，雪儿你衣服都不穿，就算林一是个女子，你这般身姿也不可能忍住不看吧？我是说你被看完了。林川虎眸一颤，什么？我裹着被子为何会被看到？我先开的。苏一雪盈盈一笑，美目流转，淡淡的道。林川心里差点又萌生出1万种邪恶的想法，但最终还是压下。我先去找师尊，我回来还没去给师尊请安呢。林川麻溜的穿好了衣物，在苏一雪额上轻轻一点，低语一声，我争取今晚早些过来。苏一雪白了他一眼，不要，你应该趁着还有几天好好修炼。不过话刚一出口，他便捂住唇瓣，昨晚的修炼我都突破到了03境3重了，效果很好啊。林川故意装作不知道，促狭的说道。苏一雪歪过脑袋，反正你不准来了，至少这段时间不准来。苏一雪修为一时有不小变化，寻常修士劫四境每一个小境界的突破至少需要2年，就算是天赋异禀也需要1年，但是苏一雪竟是不到2月就来到了劫四境1重巅峰。毫不夸张地说，玄冰玲珑体不愧为极品炉鼎，估计林川再住上几晚，他必能突破。当然这种修炼方式和吸收兽丹大差不差，容易让修为显得很虚浮，还是需要平时不断巩固才好。我是你夫君，你不让我来，让谁来？林川留下这句话后，对着他灿然一笑，身形消失在雪医院。苏一雪昨夜心情极好，很大一部分是林川安全回来了，但是这一部分之后的喜悦，皆是因为那枚七彩蓝山石玉坠。他轻轻将它取下，小心地擦拭了几下，7种颜色交相辉映，耀眼夺目，就算是世间最绚烂的色彩，或许也比不上它。昨夜林川一直在欺负他，都没有时间细细品赏。苏一雪美眸溢满暖意，一丝若有若无的浅笑挂在他的唇角，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喜欢他。我要不要停下来等等他？不知怎的，他软唇忽地低喃一句，随后他重新挂在脖颈，换上一件青蓝色的雪纱，简单梳洗了一番，才出去见林一。林一仍然是不知所措的模样，他的灵眸略显空洞，直到苏姐姐身姿婀娜的靠近，他才回过神来。他娇怯的启唇，姐姐，那个男子是林师兄吗？苏一雪早有预料他会如此询问，他没有想着再瞒着他。是他。虽说林一也料到是他，但是当苏一雪真正承认之时，他的眸中还是闪过一丝恍惚。看着林一有些发恶的神情，苏一雪阴唇再起，他是我夫君，不过我们还没有正式成亲，他说要等他修为超过我才娶我。林一灵眸似有所感，恍然大悟道，姐姐眼光真好，凭我的直觉来看，他一定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子。苏一雪鼓起香腮，双臂环胸，赌气似的说道，哼，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流氓。姐姐难道不知道，男子越是那样对你，便越是喜欢你哦。林一娇俏地说道。苏一雪，阴雪阁七指阴主殿，弟子林川给师尊请安。林川的声音浮荡在主殿之中，七指阴没有出现，但是林川能确切地感知到七指阴的确就在主殿内。弟子林川给师尊请安，还是没有回应。林川正欲再说，一个空灵清冷的声音传出，何事？
非常冰冷的2个字，听不出任何感情。林川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我这不是出于礼貌的告诉师尊一声吗？忽地他灵光一闪，轻声道：弟子外出1月，对师尊很是想念，所以才前来拜见。砰哼，冰皇般的主殿被七指音一声震得颤抖起来，无数冰晶从殿顶掉落。那你为何不是昨夜就来，要等到此刻？七指音清冷依旧。林川一时语塞，他心里有些诧异，但是又在情理之中，师尊果然昨天就知道我回来了。等等，这么说来，岂不是昨夜我跟雪儿的莺歌燕舞也能被师尊探查到？师尊，弟子……林川话未说完，七指音就冷冷开口，打断他道：既已见过，赶紧嗨嗨，赶紧滚回去修炼。林川眸光微微一愕，轻声问道：师尊，可是受伤了？关你何事？赶紧回去。七指音的声音带着不容拒绝冰冷。林川微微发愣，心中疑惑万分，为何师尊脾气变大了好多？以往也只是不喜与人交谈而已，为何如今还喜欢吼人了？林川带着疑惑缓缓走出了阴雪阁大殿。唉，待他走后，阴雪阁之中传出一声清冷叹息，林川百思不得其解。他脑海中飞速整理方才师尊的说话的语气，心中低语：师尊肯定遇到了什么麻烦。他刚走出不远，就遇上了迟延长老。吴长老好。他柔声应下，接着道：见过你师尊了吧？见过了，也不算见过，算是听过师尊了。师尊不肯见我。林川没有隐瞒，因为他也很想知道师尊的情况。果然啊，我还以为他对你能有所不同。迟延长老轻声道。林川有些疑惑，师尊可是出了什么事？也罢，反正这件事或许只有你能做到，但是你千万不能告知你师尊是我所说。迟延长老用只有他2人能够听见的声音说着：先去我的嫣红阁吧，我细细告知于你。迟延长老红袖揽过林川，带动着他翩翩飞向他的住处嫣红阁。林川心中一阵疑惑，只有我能做到？难道是……忽的一个邪恶念头闪过，但很快这个大逆不道的念头就被他狠狠摁下，心中暗骂自己：我怎么能有那种想法？迟延长老劫4境的修为，从阴雪阁到嫣红阁数十里的距离，他只用了几分钟便到了。去我闺房。迟延长老隐隐开口。林川轻轻哦了一声：等等，我没听错吧？闺房。又是一个邪恶的念头闪过脑海，不过这次有些压不下去，因为这个很真实。林川带着些许忐忑跟着迟延长老进入他的闺房。他的闺房跟苏一雪、云小棠等人的完全不同，入眼镜是一片柔和的色调，墙壁上挂着几幅淡雅的水墨画，笔触细腻，屋内物件是各种各样的色彩，银粉色的床褥，同色的梳妆台等等，给林川一种很宁静的柔美感。迟延长老忽地转过美眸，软唇轻吐：你师尊寒毒侵扰非常严重，若是不尽快驱除，轻则影响到他的修仙之途，重则修为跌落。林川不禁蹙起眉睫，师尊应是服用过上品赤阳草，为何还会如此？上品赤阳草对他的寒毒无用，前些时日他开始闭关突破，可是突破极5境哪有那般容易？总而言之，最后结果就是你师尊他突破没有成功，反而染上了寒毒，而且是最厉害的那种。迟延长老眸中略显痛苦，话音都有些颤抖。赤阳玄冰宫的几位长老大都是同一时间入宫，因此在他们还是弟子之时，关系就非常不错。林川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试探性地问道：难道是冰晶寒毒？他很不想听到这个答案，但是迟延长老几乎是瞬间应下：你已经接触过冰晶寒毒了，上次医雪吸收冰雨灵花就中过一次，还是你帮他驱散的？迟延长老美目凝向林川。林川摸了摸鼻尖，原来长老们都知道。迟延长老婉儿，是我询问医雪的，说起来还是我和4长老提议让他去找你的，我只小凭他一人，难以在短时间内炼化那冰雨灵花，所以直接点出了可以去找你，这样他的心理压力就会少一些。林川有些愕然地看着迟延长老，没想到那一次竟是他们拱手相送。不对，雪儿对我的感情肯定胜过那些外在言语，所以吴长老的意思是想让我用同样的方法去帮师尊。林川无比惶恐地问道：这可不一样，一个是师尊，一个是师姐，虽然处理起来差不多，但这根本不是一回事。迟延长老忽的促狭一笑：你想歪了，2长老才不会允许你那样做。我是想告诉你，宗主用灵石探查过了，星陨圣灵之中有一株千年赤阳草，算得上是极品赤阳草，这种年份的赤阳草或许能够驱散你师尊的冰晶寒毒。林川轻呼一口气：我还以为要我对师尊也做坏事呢，大师姐还好，师尊不太敢。林川刚一说出，就感觉背后有些发凉，因为他不是呢喃，而是出声了。迟延长老温婉一笑：幸好是我听见你说的这句话，若是被4长老听了过去，你估计会被他罚到冰崖之下，自生自灭1年。林川并非故意说出，还请5长老不要宣传。迟延长老嫣然一笑：好了，我不会外传的，但是你的胆子的确有些大，
我倒是很好奇，你入宫以来霍霍了多少师妹师姐了？面对迟延长老的灵魂发问，林川有种想要钻进老鼠洞的感觉，即便是身经百战的他，此刻也有些不知所措。武长老说笑了，哦对了，方才武长老所说的极品赤阳草，林川定全力拼搏，还请武长老可以多多陪陪师尊，他的情绪很不稳定。林川避开迟延长老的话题，因为那会有损他的英名。迟延长老微微瞠目，心中生出一些异样，竟还要我多陪陪二长老，看来医雪能够沦陷并非没有理由。放心吧，我们几个姐妹关系好着呢。那弟子便告退了。林川跃出嫣红阁，刚刚踏入时的那种邪恶想法不禁让他有些红温。靠，这死脑一整天装的什么东西？说罢，他的身形陡然转向，所去的方向分明是云小堂的闺院。尚未真正临近之时，他的耳中便已经传来婉转悠扬的笛声，悦耳动听，不失为一种享受。现在还没到夜晚，林川若是太早去找苏一雪，他肯定会被轰出来，但是找云小堂的话就不一样了，他可不会拒绝，无论什么时候。啪啪，林川的掌声大老远就响起，随之而来的是武师姐，你吹得越来越好听了。云小堂依旧是一袭冰蚕丝裙，质感柔滑，如同先知柔玉一般。林川身形旋即出现在云小堂面前，他的忽然出现让云小堂微微一愕，但很快他俏皮一笑，嘻，林师弟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林川这一次斟酌了好几息，然后脸部红心不跳地说道，刚回来不久。云小堂莞尔一笑，那你为什么不先去找大师姐？我好几次去找她都在念叨你呢。林川心里一暖，果然啊，雪儿嘴硬得很，就是不舍得对我说些肉麻的话，不过她的唇还是很软的，还能嗅到淡淡清香，嘴硬唇软的女人。大师姐白天不给我去。林川忽地看向云小堂的威龙的胸脯，故意挑逗着说，武师姐，你是不是吃了什么好东西，好像变大了好多。云小堂慌忙拢住微耸的胸脯，在他的一番挑逗之下，他精灵般的俏脸瞬间染红，就连他捂住的棉风都在他的急促喘息声之下微微跳动。哼，你果然一点没变，还是大色狼，喜欢耍流氓。他娇斥一声，琴手微微低下，不再看他。林川淫笑着逼近他，将邪恶的大手直接伸出，不等云小堂反应过来。啊，你不仅大了许多，还软了好多，再这样下去，怕是有大师姐那般丰沃啊，天资不错。林川满脸淫笑，目光全部落在如小兔子受惊般的云小堂身上，只是他的手早就被他甩开了。哼，就会取笑我跟三师姐一样的大坏蛋。云小堂娇颜盈怒，但是他的话音毫无杀伤力，反而是林川的目光变得邪恶起来。哦，三师姐还有这爱好？林川不禁有些诧异。对啊，他上次还拿我的跟他的对比，哼，我的怎么可能比得过他的？这不是取笑是什么？云小堂腮帮鼓起，嘟着嘴说道。林川忽地附在他耳边说道，我不一样，我是。云小堂瞬间面红耳赤，转身就逃向自己闺房。林川嗤笑着跟了上去。林川淫笑着缓步走进云小堂的闺房，他早已被林川凑近耳边的低语羞得钻进了被窝。砰，屋门被关上了，声音不轻不重，但是云小堂肯定是能听到的。他小心翼翼地扯开一个被角，露出水灵灵的眸子，娇怯望向房门的方向。林川没有轻举妄动，他微笑着四处观望，忽然他的眸光愣了一瞬，他怔怔地盯在一件衣服上面。那不是大师姐的礼衣吗？五师姐竟然还留着。林川的心中不免有些惊讶。云小堂也往林川所看之处望去。啊，不要看。林川忽地嗤笑一声，五师姐，为何大师姐的礼衣你还没有销毁？难不成还想威胁我吗？他轻佻的声音让云小堂玉颊瞬间转粉，粉扑扑的脸蛋显得她更加玉润水灵。他慌忙扯来被子遮住自己，不敢看向林川。只听见被子中传来少女羞怯的声音，才不是，我只是忘记了而已。林川栖身靠近，嘴角依旧挂着微笑。哦，是吗？他轻轻掀开云小堂攥紧的被子，凑近他耳畔，轻声说道，五师姐，要是想我了，直接说一声就好，无论什么事，我都会马上过来的。耳边温热的吐息声让云小堂更加慌乱了，玉颊由粉转为红，就连腮帮此刻都是染上了红霞。林师弟，你在胡说什么？云小堂娇乱地说着，但是他的手却是微微拢住自己微耸的棉风，因为林川的目光始终落在那里。不可以，你快出去，现在还是白天。云小堂无力地娇斥着。林川不为所动，甚至还在他身边坐下了，二人身子近在咫尺，可以说就隔了一层被褥。林川顺势将窗帘也拉下，屋内瞬间漆黑如夜。现在是夜晚了。你……云小堂还想说些什么，但是随后他的所有声音和无措都化作了呜咽。林川唇瓣早已附上了他的丁香珠唇，一股茉莉清香瞬间溢满在林川鼻尖。林师弟，你又要对我做坏事吗？云小堂试探性的挣扎着，
想要推开面前这个完全不把自己当成师姐的男子，但是他所有的推拒抵抗都软绵绵的，毫无力道。林川嘿嘿一声，师姐真是明知故问。话音落下，魔爪随之附上。许久，林师弟几时了？云小棠柔柔地问道。虽然他还是被林川欺负了，不过他却没有一丁点要生气的意思，相反，他的雪润柔仪还还在林川脖梗呢。大概晚上了吧？林川轻声回应，然后忽的一问：五师姐，你身上的香囊是自己做的吗？对啊，我觉得好好闻，而且三师姐也很喜欢我做的香囊，不过她喜欢的是另外一种香味。云小棠美眸微眯，颇有些傲然地说着。我的小棠真厉害，连这么复杂繁琐的香囊都能调制得这么好，果然不愧是我林川的女人。林川毫不掩饰地说着。云小棠忽地掐了一下他，哼，谁是你的女人？明明都有大师姐了，还要欺负我，要是被大师姐知道了，雪儿只会吃昆仑殿那个凤师姐的醋，五师姐是自己人，她才不会吃醋。林川淫笑着说道。林川轻轻握住那只掐着他的纤纤柔仪，五师姐，你能不能帮我做一只香囊？我想要一只松雪香味的香囊。云小棠灵眸略微一顿，西林师弟这是想送给谁啊？大师姐好像不喜欢这个味道哦。林川轻轻刮蹭了一下他的摇鼻，这个吗？保密。哼，还保密，连我都不说，下次我才不会让你欺负我。云小棠娇怨一声，但几乎是没有任何停顿。他又说，我是想说我没有制作松雪香囊的材料。林川强忍住才没有笑出声，他拿出一个储物戒指，这里是松节、白子、艾草等原材料，有了它们应是够了。在你出发星陨圣灵之前，我肯定可以做好。那我要怎么感谢我的五师姐呢？林川似有意地发出撩拨的声音。云小棠琴手歪过，娇声道，下次不要太用力亲我，都有些肿了。林川咧嘴一笑，下次一定。林川正欲转身离开，忽地想起了什么。对了，五师姐，这些寿丹给你，我已经用不太上它们了，你应该比我更需要。林川取出好一些寿丹，灵三境、真二境的都有。云小棠也不客气，唇角微微勾起，那我收下了。昆仑殿，凤栖院，父皇，我已经好多了，您就让我去吗？一个空灵的声音浮荡在凤栖院主殿中，主殿主座上坐着一个威武雄伟之人，他不需要释放任何灵威就能让人望而却步。他一身赤红衣袍，上面雕刻的乃是凤神皇家皇主独有的真皇图腾。只见他衣袖随意一扬，那凤凰竟是像真的飞出来一样，栩栩如生。但是此刻，距离他几步远的距离，有一个容颜不输苏一雪的女子在撒娇讨好他。不行，你上次的教训还没吃够吗？你要是进去再整这么一出，我凤神皇家未来还怎么屹立无风大陆西部？男子的语气带着不容拒绝的命令，但是他的眼神却只有关心与暖意，没有真正责备之意。我向父皇保证，不到劫4境后期，绝不会再启动封印。这位出落的少女正是凤仪宁，因为上次的事太过严重，她的父亲不远万里从无风大陆西部赶了过来。1个月来，她的修为从跌落后的灵三境8重，已经重新回到了灵三境巅峰。她恢复过程中，丹药对她的助力的确不小，但是最大助力却是她身上的那一缕龙息。那龙息对她的修复能力远超寻常3品丹药，甚至比4品丹药还要管用。不过她将这件事瞒了下来，每次她被检查灵脉之时，都会故意饮下这缕龙息，藏到封印之处，根本无人可以察觉到，即便是她的父皇。男子苦笑一声，你的保证我可不敢相信，我看就是我太惯着你了。你看你那些哥哥姐姐，哪个不怕我？看见我都像看见活阎王一样，唯独你非但不怕，还喜欢跟我讨价还价。那父皇是答应了？凤仪宁怯怯一问，凤眸充满期待。最后一次，若是再犯，我一定关你禁闭。男子略带威严地说着。谢谢父皇，我就知道父皇对我最好了。凤仪宁雪颜绽开花朵一般的笑容，俏生生的极为可爱。少来这套，这些丹药和精血拿着，还有这枚空间挪移石，要是在那秘境里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千万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能解开封印。空间挪移石虽然珍贵，但是不要吝惜，该用就用。男子差不多交代完后，我再去找那炼丹老头聊几句，就准备回去了。你一定要安分些啊！父皇这么快就要回去吗？我好舍不得父皇。凤仪宁佯装哭泣地说着。男子冷哼一声，哼，要是你的其他姐姐，我就要教训她了。你我倒是真不舍得下手，我走了。父皇拜拜，一路平安呀。凤仪宁将纤细的手从凤眸上拿下，淫笑着娇呼道。待男子离开后，凤仪宁斜靠在刻着凤凰图腾的软榻上，悠悠呢喃，不知道他会不会去呢。赤阳玄冰宫、冰灵山、雪医院，林川已经在苏一雪的修炼室中待了整整1天，期间苏一雪还偷偷前来看过他几次。最后一次到来时，他已经十分诧异林川的剑法，他的剑法好诡妙，为何感觉很随意，
但是剑气又特别凛冽，我们赤阳玄冰宫好像并没有这样的功法啊。出剑完全找不到规律，像是在用意念控制一般。估计如今我对上他，或许都要费一番功夫才能败他。苏一雪雪手抵着下颌，若有所思的道。不过他忽的欲言一笑，成长速度这么快，或许再过不到10年，他就能超过我了。10年，那个时候他30岁左右，林川也不过28岁的样子。在修仙界来说，灵三境修士只要不超过200岁，那就永远都跟普通人中的18、19岁的公子姑娘一般无二。而劫四境更是可以保持到1000岁，也就是说，只要你突破到劫四境，1000岁之前，你都是金童玉女。就像赤阳玄冰宫的长老们，他们大多是80岁出头的样子，只有宗主已经200岁了。不过他已是极5境修士，若是真正见过他，会发现他的容颜与10岁稚童相差无几。劫四境是修仙界的第一道坎，无数修士终老在灵三境巅峰，他们大都天赋极限就是灵三境后期那种，能达到灵三境巅峰，或许都是掏空了家底，才换来那灵三境巅峰的上百年寿元。林川天生25条灵脉开启，妥妥的妖孽级修士，只要不过早夭折，突破劫四境只是时间问题。我可不能被他甩在身后。苏一雪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傲气，这是他多年来积累的心气，从不满足现在。他在遇到林川，失身于林川之前，永远都是赤阳玄冰宫最刻苦修炼的那个人。但是他与林川独处时，这份傲气却是消失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娇柔与些许无措。林川对他完全算得上是救赎，因为在这之前，他修炼的目的就是为了报仇，他要亲手杀了林天然，为自己的母亲报仇。虽说现在杀他的心也没变，但是他心里有一种意念却是变了。他最初的想法，若是他真的能够杀了林天然，他接下来如何做，如何走接下来的路，是去陪他的娘亲，还是一个人好好的苟活着，他完全是迷茫的状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的眼中有了一抹光亮，那抹光亮正是林川给予他的，他清冷的眸子中终于有了修炼之外的色彩。他这几个月微笑的次数骤增，比来到赤阳玄冰宫之后遇到林川之前加起来的次数还要多得多。回过神来，他正欲走向另一间满是冰晶的修炼室，林川忽然从身后搂住了他没有一丝赘肉的纤腰。雪儿，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到出发的时候了？林川柔声一问。苏一雪轻轻握住他放在他纤腰上的手，明日就是你们出发的时候，我正准备提醒你来着，但是见你太认真，就没打扰。苏一雪雪颜忽地转过，正对上林川冷峭的俊颜，毫厘之句，就连打在脸上的吐息都有热气氤氲升腾。对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在星陨圣灵中，你一定要保护好林一妹妹，她的修为只有灵三境一重，还是刚刚突破不久，在里面肯定很吃亏。你若是在里面遇到了什么灵药仙草，都要分她一些，她的经验实在太少，我怕她以后会吃亏，所以才把名额让给了她，想要她在里面历练一下。林川心眸一转，肃声道：放心，陆一的事我一直怀有愧罪感，这一次我一定保护好林一，绝对不会辜负陆一的临终之托。苏一雪在他唇瓣上轻轻一触，然后瞬间低下琴手，谢谢你。林川促狭一笑，这算得上是雪儿首次没有他的引导主动亲他，心里暗喜，雪儿比这2月前温柔多了，而且他脸上的笑容也多了。林川揽过他，有些严肃的道：我是你未来夫君，这些客套话以后再不准说。他低声回应：修炼结束后还是正午，林川先是去了云小堂那儿拿了松雪香囊，顺便又欺负了他好一会儿。临走时，云小堂在他怀中娇怨着说：哼，我好不容易消下去的唇，又被你亲得肿起来了，大坏蛋。来到阴雪阁，林川收起所有玩味的心，毕恭毕敬地步入阴雪殿。师尊，弟子想见您一面。主座之上并没有七指音，但他还是对着主座躬身一礼，说出前来目的。明日前去星陨圣灵之事，自由迟烟长老安排，若是此事，你可以退下了。七指音清冷的声音回响在大殿之中，随后是几声轻咳，嗨嗨。轻咳声传来，林川心中不禁有些刺痛。他的师尊虽说没有像其他师尊一样潜心指导他，但是他师尊给予他的帮助肯定不会少于其他弟子的师尊。他更是在回了一趟游龙村才知道，他的师尊在他爷爷家布下过一个小型防御阵法，虽然等级不高，但是抵御真2境巅峰乃至灵3境初期的玄兽不成问题。师尊，弟子并不为此事，还请师尊现身一见。林川依旧躬身，没有失了礼数。七指音微微一顿，声音柔和了一些，除了此事，你还能有何事？直接说出便可。我帮师尊弄到了一支松雪香囊，或许能够缓解师尊目前的寒毒侵扰之痛，至少不会咳嗽。林川直接将那支香囊取出，双手承在前方。七指音血躯一颤，他的冰心好像有了些许松动，但他还是冷冷出声：这种小玩意儿能有何用？你不必将时间浪费在这种无用的小事上，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可是林川还想再说，但是七指音直接打断了他：好了，你赶紧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星陨圣灵是个不小的机遇。林川唇瓣刚又要起，
但转念一想，还是没有再说。他将那只香囊轻放在一张冰桌上，然后离开了。他走远之后，七指鹰现身在冰桌前，拿握起那只松雪香囊，樱唇轻启，哼，就会弄些哄骗女子的小玩意儿。哇，那是昆仑殿的凤凰神舟，真的跟凤凰一样啊！听说是凤凰神家赠送给他们昆仑殿的，真是阔气啊！三大宗约定的开启星陨圣灵的日子已经到来，因为赤阳玄冰宫获得三宗大比第一的原因，此次会晤地点选在了冰宫。凤凰神舟带着磅礴气势，声势浩大，纵然没来多少人，但依然有千军万马之状。白月丫头呢？怎么是你这个炼丹小丫头出来迎接的我？凤凰神舟还没落下，就响起昆仑殿殿主的粗犷声音。白月宗主和大长老木燕，一个是极武境修士，一个是劫四境修士，竟然被他叫成小丫头。冰宫女修士无疑不是瞠目结舌的望向凤凰神舟，想要知道到底是谁能有这口气。大长老木燕上前几步，冲凤凰神舟娇喝道：师叔，你怎么还是这个脾气？师尊最近是不是没有揍你？昆仑殿殿主名为石天惊，四品丹修外加极武境强者，但四品丹修的外号却是远远压过他极武境修士的称号。千万年来，整个无风大陆都难找出几个四品丹修，而且四品丹药对修士的作用不言而喻。多年来，他收到过许多豪门家族的邀约，纵使是豪门家族，但他们无疑不是毕恭毕敬，毕竟稀缺物种嘛，自然珍贵一些。而他恰好是豪放爽快之人，又喜欢喝点小酒，所以那些豪门家族只要提到备好了佳酿，他就会屁颠屁颠地跑过去。石天惊身形忽然出现在木燕身前，轻轻敲了一下他的脑门。石天惊畅怀大笑道：哟呵，小丫头，现在跟师叔讲话都没大没小的，小心我把你师尊收成师娘，让他天天教训你。木燕虽是宗门大长老，但她颇像一个俏皮小女孩，有些云小糖的意思，但是她更加不羁，还有些水妹。哦，那师叔可要加油了。我可是听师尊说过，有个炼丹的大叔跟他说，他要炼出五品丹药，然后将他作为聘礼娶师尊，师尊还说他就要炼成了呢。木燕美眸微眯，双臂环胸道。石天惊呼的一怔，记忆不断在脑子里翻涌着。他在想，是哪个老头想要拿下自己的心仪之人？说来也怪，哪个男丹修不是妻妾成群？但石天惊却是活了大半辈子，连女子的手几乎都没摸过。众人皆以为他不近女色，实则不然。他很喜欢木燕的师尊，但是他是一个大直男，毫无情调，就连跟他师尊单独见面的时候说些暧昧的话都不会。木燕每听他师尊讲到石天惊，就来精神，一副吃瓜相，常常笑得合不拢嘴。燕儿啊，要是你也遇到这么一个人，你说你会不会主动一些？木燕师尊的言语中带着些许迷茫。木燕总是笑嘻嘻道：要是我遇到了，一定主动些，才不会像师尊一样，总是等着师叔这么一个大直男来追你。师叔，你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猜到是谁了？木燕调皮道，其实他也算是给了石天惊一个小小的激励，想通过这种拙劣技法激发出他的纯爱之路，给他一些压力，然后带着五品丹药去提亲。切，能炼出五品丹药的人，在我眼里，除了我师尊，最有希望的便是我。你师尊看来是除了我之外，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石天惊忽然道，他的眼神略显迷离，但还是哈哈一笑。木燕对着他吐了吐舌，冰宫弟子围在他们身周，一个个眼睛瞪得像铜铃。大长老他一直都是这样吗？你不知道吗？大长老在宗主和其他几位长老面前都表现得像一个弱女子，甚至还会撒娇。嘻嘻，原来大长老也是这样，我还以为大长老也是跟二长老一样的冷冰冰呢。凤凰神舟终于落在冰宫，但是一共只下来了3人，分别是凤仪宁、叶希和牛修，都是进入决赛的弟子。凤仪宁一袭华丽红裙，她没有穿鞋，红裙只是稍稍到她的纤细小腿处，刚好露出雪莲一般的玉润足瓣。哎呀，怎么都是一群女子啊？我记得你们赤阳玄冰宫有一个男子的，快把他叫出来，我看看长得俊不俊。叶希一开口便是经典，他的眼神中满是对女子的鄙夷，但是只要一看到男子就双眸放光，一副很兴奋的样子。凤仪宁连忙远离他，灵石轰然散开，快速的四处查探，巡视了一圈之后一无所获，连一丝男子的阳气都找不到。他凤眉微蹙，他怎么没到？莫非冰宫没有安排他去？楚清离忽的挪步进到他身前，盈盈开口，这位便是昆仑殿的大师姐吧？你好，我是赤阳玄冰宫的二师姐楚清离。本是温文儒雅的二师姐，此刻竟会主动向他打招呼，倒也是难得一见。不许喊我大师姐，都把我叫老了。凤仪宁娇怨一声，不耐烦地道：对不起，凤师妹，这样叫你可以吗？凤仪宁有些不悦，楚清离连忙道歉。这还差不多，楚师姐找我何事？楚清离犹豫一瞬，柔声道：我想求一枚你们凤凰神家的凤回路转丹，但是我目前没有那么多灵晶，可以先只给20万灵晶吗？凤回路转丹凤凰神家对外宣布是50万灵晶一枚，
这就是一个03进修士一辈子的积蓄了。但是只要换到了，倒也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因为凤回路转单能极大提高修士踏入劫4境的概率。一听到是求单，凤仪宁更加不耐烦地道：“你应该去凤凰神家，我可没有权利出售这丹药。”林川欠债50万。楚清离一脸失落，吃瘪之后眸光都暗淡了许多。冰灵山雪医院，睡得真香。林川不舍得移开放在苏一雪娇躯上的魔爪，伸了个懒腰。苏一雪似有所觉，娇呼一声：“你放开做什么？”我靠，又要迟到了。林川呼的一声惊呼，将苏一雪都惊醒了。他睁开惺忪的血眸，他不着丝缕的玉体上散发着蒙蒙寒气，正是玄冰玲珑体的玄冰之气。也难怪凤仪宁完全探查不到男子的阳气，林川的阳气完全被他覆盖了。雪儿，我得赶紧走了，等我回来。不，林川急忙穿上衣服，在苏一雪额上轻轻一点，面容带笑，转身就要离开。苏一雪掀开冰黄被褥，从后面轻轻搂住他。切记不要鲁莽行事，一切自身安危为主，我等你回来。感受到身后冰雪般的触感，林川身子微微一颤，柔声道：“放心，有这么一位倾国绝色的雪儿在等我，我哪里舍得冒险？况且我还没有实现对你的诺言呢，更加不会鲁莽了。”不，林川微微转过，反手搂住她玉润的娇躯，稍稍欺负了一小会儿，直到苏一雪唇中吐出：“哼，昨天明明来的那么早，却还是折腾到半夜，你赶紧走，不然来不及了。”才终于离开。林川慌忙去掉自己身上的怪异气味，不仅运转了炎阳术，让炎阳真火帮自己淬洗了一遍，还运转冰心诀，冷却了自己躁动的心。终于赶到了。林川轻喘一声，随后抬眸望向会晤地点，眼中顿时浮现出无比庞大壮观的凤凰神舟。这是昆仑殿的飞舟，怎么感觉像是凤凰神家的杰作？肯定是凤师姐的手笔。说起凤师姐，他就有些意难平，当时要不是她的丹药，他的胸口早就溃烂了，估计都撑不到决赛结束。外加遇上劳大时，还是他和雪儿一同救了自己。虽说后面他吸了自己的血，但是这完全不能抵消掉凤仪宁对自己的恩情。不知道他去不去，若是可以，希望能够在星陨圣灵中将人情还了。林川喃喃道。忽的一个婉转悦耳还有些俏皮的声音落入林川耳中：“林川，来我这里。”正是大长老穆燕。七指英将他的请求驳回之后，他决定亲自出马。大长老的声音：“他找我做什么？”林川顿了少许，随后身形出现在大长老身前。大长老已经来到了他的宫殿灵丹阁，正中心是一个巨大的炼丹炉，此刻还烧着火呢。林川躬身一礼：“弟子林川拜见大长老。”穆燕柔声道：“不必多礼，你可知我叫你过来为何事？”林川满脸疑惑，挠挠头道：“不知大长老唤我何事？是师尊的事吗？”穆燕欲言战笑：“跟你师傅那个冰雕雕可没关系，跟我可是有天大的关系。”林川不禁一愣，天大的关系是什么关系？难不成他是我太奶？大长老，不知您说的是？我要收你为弟子，你可愿跟我一起炼丹？穆燕隐隐开口，巧言稍显震惊，他的眸光略显期待，接着道：“我会把我一生所学都教给你，甚至这个通天炉也可以传给你，他可是我师父教给我的。他不仅练过4品丹药，还练过5品丹药。”听到4品丹药时，林川面部就有些僵硬，很是诧异。但是当他听到5品丹药时，却有些想笑。大长老莫不是唬我的吧？我可是听说5品炼丹师只有无风大陆北部和中部才有，南部并没有吧？穆燕见他不太好骗，索性不装了，娇嗔道：“哼，我是大长老，你只是一个弟子，无论我说什么都是对的。现在我就问你一句，你同意不同意跟我炼丹？我有师尊了，怕是会服了大长老的美意。”林川歉意地说道。穆燕气得直跺脚，几乎是怒骂出声：“你怎么这么笨啊？我是教你炼丹的，又不是教你练功的，性质完全不一样。”随后他接着道：“就这么说定了，等你回来之后，每隔5天便要来我这里一次。要是赶不来，我就把你的修炼资源全部扣下，直到你来为止。”林川心里暗暗叫苦，这冰宫的女子也太霸道了吧，蛮不讲理不说，还喜欢仗势凌人。随后他嘴角微微咧起一个很小的弧度：“大长老看不见，等我的雪儿当上了宗主，我要将你们统统教训一遍，蛮不讲理的教训3遍。”事急从权，林川只能无奈应声：“是，那弟子先告退了。”林川走了之后，穆燕娇娇地坐在软垫上，盈盈一笑。看来对付男人还是要强硬一些，对付宗主那样的女子就要娇弱一些。嘻嘻，我真厉害。3宗会晤处，凤师妹，我是真的很想得到一枚，若是前去凤凰神家，时间肯定不够了，还请凤师妹能够卖我一枚。楚清离态度依旧诚恳，但是凤仪宁的心思完全不在这里。凤年盈怒，耍出了自己的大小姐脾气：“我确实有一枚，
但是你得完完整整拿出50万灵金，我就给你。楚清离20万灵金都是通过不断的做任务得来，几乎没有一天休息过。冰宫的后花园也一直是他打理，每个月也只有100灵金攒了多年，好不容易才凑到了20万灵金。当他以为可以买得起时，凤凰神家忽然将价格抬到了50万，这也让他受到极大打击。他的妹妹楚月丽天资胜过他许多，但是一场大病夺走了他的天赋，甚至还夺走了他的心气，整日闷闷不乐，缩在床榻上。她们姐妹俩关系打小就很好，作为姐姐，她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可是我只有20万，可不可以先卖给我？后面我一定补上，还可以还利息。对他妹妹楚月丽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每一天都是绝望，因此楚清离一天也不想再等了。二女正说着，林川摸着脑阔过来了。咦，他果然也来了。凤仪宁凤眸睁大，娇颜盈笑，娇呼一声：“林川，我在这儿。”林川心里一怔，他果然来了，但是怎么感觉怪怪的？难道他一口认定我就是来找他的？楚清离见状，知晓自己已没有机会，于是默默退开了。林川走了过来，与失落的二师姐擦肩而过。他忽然开口道：“凤师姐，二师姐的脸色好像不太好，你们刚才聊了什么？”凤仪凝娇哼一声：“不关你的事，我才不要告诉你。”林川手心一痒，暗暗道：“果然还是如此的气人。不过现在还是得惯着，毕竟我欠了他好大人情。”凤仪凝美眸一转，软声吐息：“不过，你要是答应再次跟我组队，我可以告诉你哦。”林川眸光微现讶然，心里一阵嘀咕：上一次不是死活不想跟我组队吗？怎么这次主动来找我？随后他转念一想，肯定是自己的飒爽英姿将他征服了。林川心眸凝向凤仪凝，嘴角微微勾起一个弧度：“凤师姐，你不怕我这个大色狼了吗？你就不怕我又在你洗澡的时候偷看？”凤仪凝撇了撇嘴，腮帮微微鼓起，双手叉腰，娇声道：“那天你果然是故意的。”林川微微一笑：“凤师姐风娇水润，身段丰腴，我只恨那天早池中有雾气遮挡，不能将凤师姐的一缕风光尽收眼底，着实有些可惜。”林川银笑着撩拨道：“如今他胆子大了许多，加上跟他接触过一段时间，知晓他并非是那种心狠手辣之人，那么他的本性自然可以暴露一些出来。”凤仪凝瞬间玉颊转粉，然后逐渐的变红，气得直跺脚：“无耻无耻无耻！你根本就是一个大色狼！”凤仪凝娇斥着，声音都有些颤抖。林川听到他对自己的评价，非但不怒，还笑得更开心了些。“是啊，凤师姐，我就是大色狼哦。说实话，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晚上的。师姐要不要让我再看一看？最好近一些，那晚是真的没太看清凤师姐的倾世身姿。”林川再次挑逗道。凤仪凝玉颊瞬间染满红霞，她的银白雪手紧紧攥着自己的赤金红裙，琴手更是激进低到酥胸薄，满上。林川目光再次望向她，因为身高差的原因，加上她羞乱的低头，他这一眼几乎将所有不该看的都看完了。“凤师姐，你的领口还是拉上去一些为好，我看见了倒无所谓，若是被其他男子看见了，你可就吃大亏了。”林川抿唇一笑，好心提醒着。凤仪凝慌忙将拉链向上拉了许多，紧紧捂住胸口，脑海中一片混乱，就连说话都有些含糊不清。你真的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色魔，我不要跟你组队了。哼，要是遇到危险，你也别想我去救你。凤仪凝雪颜红润，娇声怒斥着跑开了。林川这一番挑逗下来，凤仪凝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不仅完全打消了他想要跟林川组队的想法，还被林川再一次饱了眼福，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二师姐那脸色绝对是什么很要紧的事，算了，等进去星陨圣灵有机会再说吧。哇，快看，那是极道宗的极乐飞舟，听说他是极道宗宗主花了1000万灵金请人铸造的，不仅可以日行100万里，还坚不可破，就算是无6境修士都休想攻破它。极道宗一直持有新兰城的管理权，早就富可敌国了，1000万灵金对他们来说不过是9牛1毛而已。这么说来，若是我们冰宫也能管理多年，是不是也能这么有钱啊？那是自然，我们有大师姐，在大师姐30岁之前，我们肯定会一直蝉联第一。肃静！宗主白月一声斥吼，冰宫瞬间安静下来。哼，白丫头，老子来的时候你不出来，极老怪来了你就亲自迎接，你这是存心跟老夫过不去吗？昆仑殿殿主石天金扬声道。白月白了他一眼，她娇颜白嫩，一袭白衣长裙，颇有仙子风范。石老头，并非是我不想迎接你，而是你来得太早了，本公主还没睡醒，不过我都让慕燕来欢迎你了，你应该更高兴才是啊。白月说的不无道理，他的确是更想见到慕燕一些，毕竟他现如今最大的目的是拿下他的师尊，若是能够向他打探一些消息，自然更加稳妥一些。石老头，你这是吃醋了。极道宗宗主的声音凭空炸响，震裂到几欲撕碎耳膜。将近10年没有见面，白丫头，
你竟然变成了11、12岁的少女容颜，难道你们赤阳玄冰宫的冰心诀还能返老还童不成？哈哈哈！吉老怪名为吉昆仑，吉武进修士，已经活了500年，跟10天金差不太多。白月盈盈一笑，多谢吉宗主夸奖。白月平日里游手好闲，除了种些花花草草，就是吃一些润肌丹药，所以才得以保持这副容颜。白丫头，你应该不到300岁吧？吉武进修士即便不吃什么永驻青春的丹药，在你这年纪也有17、18岁的模样。你老实交代，是不是找到了什么提升修为的好东西？吉昆仑忽地皱眉一问。白月不禁娇躯一颤，他的分析竟对了大半。他几年前的确炼化过一株圣药，那一次光是炼化就花了整整1年，然后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吸收完全。自从他炼化圣药之后，他的修为数倍于先前增长，容颜也越发像志同。那之后他也的确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修炼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去木叶那边搜刮丹药，跟他拌嘴。白月嫣然一笑，摇摇头道：吉宗主这说的什么话？我若是有那般机遇，恐怕修为早已超过你们，可如今的我只是吉武进4重的样子，远远比不上你们8重。这倒是真的，不过我们年龄胜你太多，你若是到了我们这般年纪，修为定然不止8重。吉宗主灿然一笑，吉武进8重的修为在无风大陆几乎可以横着走，当然除了中部地区。一个老头儿，一个小丫头片子，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聊起来的。白月，什么时候出发？我可是等不及回去干大事了。石天金心绪焦急，一脸不满地看着二人，怒喝道：石宗主不要着急，离午时足足还有1个时辰，待正阳洒下，减少我们的解封负荷，我们3人可以少出很多力。白月美眸无波，好似一潭静水，淡淡说道。林川这边一直闭眸释放着灵石，许久之后他轻轻吐声，终于找到了。他穿过一片绝美女修人群，拍了拍其中一个最为夺目耀眼的俏丽身影。林师兄，这个银俏玲珑的女修正是林一。林川不仅答应过大师姐需要保护她，也有发自内心的亏欠。林川轻声道：林一，等会儿进去后你跟着我一起走。林一当然知道他什么意思，他其实释怀了许多，母亲的离去虽让他失去许多，不过人嘛，总得向前看。他娇嫩的玉颜绽出一个可以融化一切阴霾的微笑。好呀，我一定跟好林师兄。进入星陨圣林共有10人，3宗大比第一的赤阳玄冰宫能够进入5人，分别是楚清离、林川、林一、程心和紫菱。昆仑殿第2名可以进入3人，分别是凤仪宁、叶希和牛修。而以往蝉联冠军的极道宗只有2个名额，来的分别是乌起和八黑。他们2人的修为皆已经由大比时的03进8重突破到了现在的03进9重。午时已到，白丫头，赶紧开始吧。极道宗宗主吉昆仑催促道：这次大比我可是丢尽了脸面，赶紧解封，我可不想再待在这里了。吉老头儿，你们极道宗霸占新兰城那么多年，早就飞黄腾达了，也应该将位置让出来了。下一次估计就是我们昆仑殿了。石天金凑热闹般的说着，请各宗安排进入星陨圣林的弟子立即前往封印入口，1个时辰内就能进入。白月婉转悠扬的声音在赤阳玄冰宫上空回荡着。程师姐，我俩一起走吧。紫菱一袭乌黑短裙，一双修长玉腿让人耳目一新，秀发扎成双马尾，蹦蹦跳跳的来到程心面前。我们俩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程心柔声应下，紫菱直接揽住了他的手臂。走吧。凤仪宁寻求林川组队，未果后，一个人鼓着腮帮，撇着樱桃小嘴来到了入口处。他冷哼哼地站在那里，生着怨气，嘴里还嘟囔着：哼，本公主才不稀罕和他一起组队，现在就算是他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答应跟他组队。林师兄，你说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啊？会不会有很厉害的选手，厉害到我们打不过的那种？林一袭白衣长裙，白璧无瑕的娇躯就像是最完美的玉雕，玲珑有致，纤称合度，娇娇地走在林川身边。林川沉思几瞬，轻轻启唇：再厉害的选手，你都只需要躲在我身后，我一定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的。林一微微一愣，缓缓吐息：是因为我的娘亲吗？不全是，也有对一个人的承诺，不过就算没有这些，我们是师兄妹，师兄保护你也是应该的，而且还是你这么朱颜雪润的师妹，我的保护欲就更强了。几句话下来，林川的表情由严肃到挑逗，再到淫笑。林一幽怨地白了林川一眼，音若柔风：哼，你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将苏姐姐哄骗到手的？林川嫣然一笑，摇摇头道：我跟雪儿可是一见钟情，2情相悦，3生许诺，4世相守，5运皆亲，我对雪儿是真爱，才不是哄骗。林一嘻嘻一笑：我才不信林师兄，苏姐姐都告诉我了，你总喜欢盯着别的师姐的胸看，她说你就是一个超级大色魔。林一没有给林川开口机会，接着道：哼，林师兄你也真是的，明明都有苏姐姐了，而且苏姐姐那么丰润诱人，
你还喜欢看别的师姐，要是换成我是苏姐姐，一定不会让你进我闺房。因为林一的言语，林川的目光又开始胡乱锁定了。他挠头一笑，你千万不要听雪儿乱说，我真的是正经人。林一注意到他的目光，慌忙拢住苏胸，哼，还说不是大色狼。林一娇羞别过身子，然后微微一顿，又忽然转过，狠狠踩了林川一脚。雪儿喜欢揪我耳朵，你可不要学她，因为每次她揪我耳朵之后就会很后悔。林川盈盈开口，带着些许威胁的语气说道。林一似是想到了什么，玉颊染上一抹嫣红，娇软土声道：你真的好坏。二人谈笑间，也已经来到了星陨圣灵的入口。三位宗主分别站在3个方位，掌中灵气源源不断输送向星陨圣灵，已经半个时辰了，封印已经开始松动了。林一，待会儿你抓住我的手，以免把我们送到不同的地方。林川收起玩味，忽地严肃起来。林一娇羞的玉颊也恢复红润，撇着嘴道：你不准占我便宜。放心，我有分寸的。林川刚一到来，凤仪宁就感应到了，但他依旧一个人赌气般的站在原地。林川自然也感知到他的位置了，不过他也没有要过去找他的意思，反而故意靠近了林一些许。说来也怪，凤仪宁嘴上说着不想跟他组队，但是他的灵石一直有留在林川身上。林川方才故意凑近林一的这个举动，他也捕捉到了。他冷艳眸光闪过一丝寒意，竟然又明目张胆地欺负小女生，这些女人都是一群蠢货吗？难道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变态？一个个的往他怀里凑，真是气死我了。自从上次跟他组队之后，凤仪宁的心里对林川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观。虽然他嘴上说着他的不好，但是女人嘛，耍点小脾气怎么了？组队期间，林川对他也很照顾，虽然他的修为高，但是林川也并没有依赖他，相反还更多的让他休息，即使是绝境之中，他也没有想过弃他而逃。而最让他改观的是，他吸了林川的血之后，凤仪宁体内出现了一缕龙息，不知怎地，如今他只要一见到林川，就有种很亲近的感觉。所有有资格进入的弟子听好了，此次星陨圣灵开启时长为3个月，3个月内，你们可以在里面争取任何能争取到的宝物。不过我还是奉劝大家一句，量力而行。当然，你们每人都会有一枚传送经，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可以捏碎传送经，你们会立马被传送出来。不过后面就进不去了。提醒大家一句，入口之后是随机传送地点，因此你们有组队一起的，需要一同进入。好了，你们可以进了，祝你们好运。白月将注意事项一一告知之后，连步变换来到了林川身前。林川，石岩长老说与你的事，我希望你可以记在心上。这是3枚冰寒珠，每一枚都蕴含我全力一击5成的攻击力，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宗主，师尊他能撑多久？林川皱眉一问。白月将3枚冰寒珠塞到林川手中，放心，有我和大长老在，撑到你出来定然没有问题。我若是没拿到呢，可有其他办法可以救师尊？有，不过他一定不愿，所以一定要寻到那诸极品赤阳草。白月灵眸微微一转，唇瓣轻动。宗主，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带回极品赤阳草的。林川应声道。白月在原地站了许久，也不知道全压在你身上究竟是对还是错。守护极品赤阳草的玄兽可是劫四境。宗主放心，林川一定全力以赴，若是不可为，保命要紧。林川没有再回应，一只手拉过林一，进入了星陨圣灵。若是一血未突破至劫四境，或许能有8成把握拿到那赤阳草。白月轻轻叹息，然后身形消失在原地。星陨圣灵本是一处极为富饶的修炼圣地，就在1000年前，里面尚还有数不清的奇珍灵药、珍稀宝物，但1000年来修士的贪婪将这处圣地弄得破败不堪，乌烟瘴气。100年前，几位极武境存在毫不顾忌的争斗，成为了压垮星陨圣灵最后的稻草。那之后，他彻底破败了，最终这处修炼圣地也被3大宗联合封禁起来，让它成为了一处禁地。从那时起，再没有任何修士进入过星陨圣灵。3大宗此次大比将他纳入奖励，但也只是允许10名弟子进入。其一是为了保护他，其二也是想要看看100年来他究竟恢复几何。哇，林师兄，这里面的灵气比赤阳玄冰宫浓郁了10倍不止，我感觉我的灵海都不觉得在雀跃翻涌。林一仰头望着头顶盘球卧龙般的古树，枝桠间流淌着淡蓝色的灵雾，像凝固的星河碎渣，连呼吸都带着清甜的草木气息。林川2人刚一踏入，淡蓝色灵雾就源源不断飘向他们，仿佛是在欢迎他们来到星陨圣灵。师尊曾说，这星陨圣灵1000年前可是一处修炼圣地，只不过后来因为修士无止境的暴虐争夺，让他沦为破败之地。想不到封禁短短100年，他竟能恢复到如此地步。林川讶然地说着，既如此，林一，我先帮你护法，你试着先熟悉一下这里的灵气。好。林一旋即坐下，灵眸缓缓闭上，开始运转冰心诀。半个时辰后，林川一脸惊色地看着林一，
他的身周已然飘满了小精灵一般的冰灵。这是冰灵？林川诧异地望着他。冰灵在赤阳玄冰宫虽说也能引来，但那至少都是长老方能做到，即便引来冰灵，也只有堪堪数只而已。而现在林一的身周竟是有数十只冰灵。林川的惊呼声扰醒了林一，林师兄，这些冰灵好像在洗涤我的灵脉，我感觉我的灵脉又开启了3条，哦不，现在是4条。林一已是一脸诧异，他的修为瞬间从03境1重初期突破到03境2重中期。林川瞳孔放大到极致，林一身边的冰灵开始一只指钻入他体内。啊，我的冰心诀也突破了，这些小冰灵好厉害，他们钻到我的灵海中了。林一喜上眉梢，他正欲喊林川也试试，忽地娇呼一声，啊，怎么了？是哪里不对吗？林川关切一问。只见林一忽的俏脸微红，莹润小手攥紧微微扯过冰蓝色雪裙，没有。林川的目光一直锁定在他身上，此刻他的状态显然不对劲，他继续问道，怎么回事？说真话。林一开始支支吾吾起来，林师兄，我真的没事，只是刚刚又打通了一条灵脉而已。他的确不算有事，只是有一只调皮的冰灵钻进了他的情脉之中，并将它打通了，这也让他忽然间柔婉了许多。52条灵脉中的情脉忽然开启，一定是一位修士一生中极为尴尬的时刻，因为接下来几天他会变得无比酥软，时时刻刻想要粘在首个接触的异性身上。若是无人在旁还好，但是偏偏林川就在他身边。林川眸中闪过一丝疑惑，你的脸色可不太好。哎呀，我真的没事了。随后林一贝齿紧紧咬住自己的软舌，强行压下心中的起念，盈盈开口道，林师兄，你也快试试，你一定比我更加厉害。林川早就想试试了，方才他虽是在帮林一护法，但他的灵海却没有闲着，时时刻刻都在吸收空气中的灵物。正好，我的灵海也差不多吸满了。林川随即坐定吐纳，炎阳术和冰心诀一同运转着，周身3丈内的灵气骤然分裂成红蓝2色。炎阳术的赤金热流与冰心诀的幽蓝寒气在他体表相撞，如林一那般，他的身周开始飘来冰灵，甚至那些原本围绕林一的冰灵们见状，竟有半数怯生生地飘向他。不止冰灵，竟还有火灵，约莫30只拳头般大小的火灵也萦绕在他周围。林川灵脉风鸣着，冰属性灵气和火属性灵气竟隐隐出现了交融征兆，就连冰灵和火灵此刻都缠在一起，纷纷钻入他的灵脉之中。林一因为情脉的开启，此刻他的眼神恍若暧昧期中的情兔，一眨不眨地盯着林川，丁香唇瓣时而张开。林师兄好厉害，竟然可以将2种相悖的属性融合在一起，修炼起来还能如此顺畅。林一猛猛说着，银白雪躯摇摇晃晃，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他离林川越来越近了。林川先天开启25条灵脉，后天虽说也可以打通灵脉，但是每开启1条都需要耗费无数资源。5条、6条、10条。林川猛地睁开眼，嘴角泛起一丝笑意，他的灵脉数个时辰下来，竟是开启了10条。没想到这里的灵气竟与我如此亲切，不仅让我打通了10条灵脉，就连我无从下手的冰心诀都突破到了第4重。林川愕然地感受着自己神迹般的变化。林川淫笑着抬眸，开始寻望林一的身影，却见林一的雪裙角正垂落在自己膝头，顺着绣着冰棱纹的裙摆望去，林一竟是满脸通红地蜷缩在地上。林一，他慌忙伸手去扶，指尖刚触到他的皓腕，便觉一片滚烫，怎么会这么烫？难道是他最后开启的灵脉是情脉？林川的手顺着他的银白玉手向上，刚要触碰到少女情脉，林一忽的血眸睁开，别碰我！林一轻轻吐出娇乱的声音。林一迷迷糊糊的挣扎，雪袖滑落至肘间，露出7双赛雪的小臂，上面竟浮着淡淡粉雾。林川悠悠一声，竟真的是情脉。他想撑起身子，却因灵脉躁动而软绵绵的摔回他掌心。林师兄，你先不要管我了。林川自然知道他的意思，情脉开启时，修士会因灵脉共鸣而对首个接触的异性产生依赖，轻则举止柔媚，重则寸步难离。林一虽是这般说着，但他指尖正无意识地攥着林川的袖口，似在撒娇着，平日里的灵动全然化作眸底的水光，连说话都带着尾音的颤动。林师兄，我感觉我现在怪怪的。林川摇摇头，我可以用炎阳真火帮你压制住几个时辰，不过他只能奏效1次，而情脉开通之后，这种状态会持续好几天。林一音若柔风，娇娇软软的吐息着，师兄还是打晕我吧。林川此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见他轻轻抬手将林一拍晕了过去。林一嘤咛一声，软倒在林川怀中，感受着怀中莹润如羊脂玉般的血躯，即便是林川此刻也有些压不住起念。他猛咬舌尖，直至有些苦涩味传来，才将他拦腰抱起。也不知林川是否真的拍晕他了。林一在被抱起的一瞬间，一双柔仪竟是挂在了他的脖子上，琴手更是紧紧贴在林川的脸庞上，樱桃般的唇瓣不断吐着娇息，
拂过林川耳垂。林川瞬间有些红热起来，刚压下去的起念如洪水般袭来，他再次猛咬舌尖，不过这次却怎么也不管用，他的手已然揽在林一玉背上，二人分明是面对面的拥着，只不过林一的娇躯悬空，酥腻玉润，浑然无骨的小脚垂在林川小腿处。不行！林川银牙暗咬，旋即玄冰之气浮在身周，让他稍稍冷静了许多。林川本是想要将林一背着走，但是他每次想要抬开他环在他脖颈上的小手，他就不愿。几次之后，林川也彻底放弃，任由他挂在自己身上。唉，这样根本就行不了路啊！被人看见，那不得说我是大变态，欺负小女生。林川有些苦恼地说着。在路上，背在背上还情有可原，但挂在脖上是什么鬼？反正时间还早，就先这样吧。林川无奈只得原地坐下，但是林一依旧挂在他身上，怎么也拿不开。真是个麻烦的情脉。要是遇到的是其他男修士，恐怕林一已经被欺负得不成样子了。当然，除了那个叶希。林川将手从林一香香软软的血躯上移开，然后再次运转起冰心诀和炎阳术，冰灵和火灵再次复制而上。星陨圣灵深处，一弯形如半月的小湖静卧于古树环抱之中，水面上浮着点点银光浮萍，灵雾也随之氤氲升腾，那灵雾密得好似能凝在眉梢，透着水样的清透，让远处赤衣女子的身影如同浸在琉璃盏中，朦胧的恍若隔世。他缓缓走进小湖，玉手向下，衣带解开，两只赤金色的鞋子被他褪下，露出雪莲一般的玉足。他抿唇一笑，轻轻地踏入湖水中，那双玉足纵然没入湖水之中，依然呈现着炫目的白银。星陨圣灵各处都有着若有若无的阴森，唯独这里静谧而清新，湖水也带着微微的冰凉。少女把湖水轻轻撩起，让清澈的水从指尖流逝，她的唇角微微的翘起，静静地看着水滴流淌过自己的玉臂，再到雪卧的胸前。少女手托着香腮，看着湖中倒映的自己，美眸中闪动着迷离的光芒。珠玉般的香肩在她低语时悄悄地露出水面，勾勒着纯美而又撩人至极的风景。都7、8天了，也不知道她死在这里面没有。小湖中的少女正是昆仑殿的凤仪宁，此刻她静静地躺在湖水中，任由调皮的湖水划过她银白的玉躯，唇中时而幽怨吐声。再给她一次机会，若是1个月之内她还是没来找我，我一定不会再理她。凤仪宁娇婉又有些甜腻的声音久久回荡在这处僻静的小湖上空。醒了。林一灵眸刚一睁开，玉颊瞬间就染上红霞，娇躯一颤，他意识到自己正跨坐在林川腿上，双臂还环着他的脖颈，鼻尖萦绕的全是他身上冰雪与炎阳交织的气息。林师兄，快放下我！林川苦笑着将手张开，任由他像只受惊的雪狐般蹦跳着退开3尺，雪裙上的火灵也在灵雾中明明灭灭。是你自己挂在我身上的。你还说？林一琴手低下，跺着脚，玉润小手也不经意间拢在自己的雪卧上面。林川微微一笑，嘴角故意勾起一个挑逗的弧度。林一师妹，我的怀中暖不暖和？林一玉颊更红了，没有回他话，而是歪过脑袋，嘟囔着嘴，唇中吐出慌乱到极点的颤音。林师兄没有对我做那种很坏的事吧？哦，你说的是哪种坏事？林川淫邪一笑，右手抵着下巴，轻佻问道。就是你对苏姐姐做的那种事。林一眼神闪躲，娇羞的起唇。我对雪儿什么坏事都做过，说起来最坏的事还是她主动找我的呢。见林一手足无措的样子，林川灿然一笑。林一眸中瞬间涌上泪花，林川赶忙道。好了，我什么都没做，就连一点点欺负都没有。说起来倒是我被你欺负了好久，你一直挂在我身上，怎么也放不下，可把我忍坏了啊！不许说。林一梦一般的轻语让林川再没有挑逗他的想法。那我现在还是大色狼吗？林川轻声道。走开。林川话音刚落，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瞬间打破了二人稍稍暧昧的氛围。林川眉睫蹙起。二师姐。林一一时从方才的情景中回过神来，二师姐一定遇到危险了。声音是那边传来。走。林川低喝一声，向着声音传来之处飞跃而去。花间舞。楚清离娇喝一声，手中花月剑如蝶翼振翅，剑身上缠绕的灵花虚影瞬间绽放，粉色花瓣裹挟着冰冷飞向逼近的3头碧月豹。这招本是赤阳玄冰宫的柔系剑诀，此刻却因他灵脉中残存的寒毒而泛着诡异的青芒。他的淡绿色雪裙已被豹爪划破数道，显然已在此处缠斗许久。这3头碧月豹却是丝毫不退，迎着楚清离的剑气踱步逼近。吼其中一头稍大一些的碧月豹怒吼一声，微微一蹲，然后瞬间腾飞起来，直冲楚清离所在。可恶，我的剑气竟然伤不了他们分毫。楚清离绝望地说着，握着花月剑的手也开始颤抖起来。滚开！林中忽然传来一声暴喝，林川裹挟着赤焰的天龙破重重轰向飞跃在空中的碧月豹。拼天龙破如同一记重锤，
迎面击中碧月豹的脑门，他的身体被锤飞出去，砸在了一棵又一棵树上，直到第13棵树，他才停下。林师弟，楚清离紧绷的心在林川到来的这一刻终于松了半分。二师姐，当心你旁边。林川的斥喝声刚一响起，左右两侧的碧月豹快速冲向楚清离，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今日志在必得的猎物。楚清离灵石一直锁定着他们，早有防备。这两头碧月豹的修为只有03境6重，而那头稍大一些的碧月豹则是03境7重。楚清离的修为也是03境7重，若是只有那一头7重碧月豹，他想要将其杀死恐怕很难，但是脱身却是很简单。花月年华，楚清离一声低喝，玉腕翻转，花月剑在身前划出5道美丽弧线，粉花虚影剑气骤然膨胀数倍，死死裹向左右两头碧月豹。两头碧月豹仿佛被定住了一般，寸步难行。随后林川带着极其狂跃的速度，抬手两剑，鲜血飞洒，两颗豹头咚的2声落地。林师弟，谢。楚清离纯音若风，轻柔温婉，虚弱无比。话未说完，他就盈盈欲坠。林川快速走近，在他坠地的一瞬间搂住了他的纤纤腰肢。二师姐，张嘴。林川取出一枚丹药，轻柔地放进他的嘴里。接着林川运转炎阳术，炎阳真气透过掌心传到楚清离的灵海之中，这样不仅可以加速他的疗愈速度，还能顺带驱散残存他体内的寒毒。片刻后，林川怀中娇躯微微颤动，他美眸悠悠睁开。林师弟，谢谢你。楚清离温婉甜丽的声音好似可以融化一切，林川竟是有些不敢看他。二师姐，你伤得很重，不过方才我也帮你稳住了。林川隐瞒了一些，他被抓破的冰肌处此刻正泛着深绿色幽光。啊，林师兄，你……林中忽然传出一个空灵的声音，正是才赶到的林一，他的速度比之林川慢了不止1星半点。此刻他刚一赶到，就看到林川怀中搂着一个绝丽女子。见到林一赶来，楚清离慌忙推开林川，慌乱开口：林师弟，你先放开我，我自己能站起来。林川眸中掠过一丝疑惑，然后试着放开了楚清离。只一瞬间，楚清离就要软倒下去，他修长莹润的玉腿根本用不上一点力。他的手下意识地抓住林川衣襟，然后一整个血躯瘫在林川怀中。林一在旁边咬咬牙道：哼，大色狼。林川则是一脸无辜地看向他，甚至还有些幽怨，好似在说着：你看啊，是二师姐自己站不起来，我本好心搀扶着她，你却忽然出现，让她乱了心神。二师姐，你现在很虚弱，就不要逞强了。这样吧，让林一先搂着你。林川给了林一一个眼神，柔声说道。林一白了他一眼，然后接过了他怀中的二师姐。林川走向那头03境7重的碧月豹，他瘫在原地痛苦的嘶吼呻吟着。碧月豹可是好东西，听说你们的豹皮可以当衣服穿，你们的豹肉可以生吃，就连你们的豹头都能入药，当真浑身是宝啊。林川冷森森地笑着，面目忽然狰狞起来。但是你们为何要欺负我冰宫的师姐，甚至还用上了你们1年只有几滴的豹液？碧月豹虽是豹科动物，但是它们并不以速度见长。碧月豹最厉害的杀气不是它们锋利的豹爪，也不是它们锐尖的獠牙，而是它们隐藏在豹爪中的豹液。而这豹液每一只碧月豹1年只能生出几滴，每一滴都算得上一柄毒刃。而沾染了豹液的玄兽或是修士几乎会瞬间瘫软起来，最后死于痛苦之中。因为他们的天敌笑魔熊时常捕杀他们，所以他们基本上会将这豹液留给笑魔熊，从不会留给猎物。吼碧月豹再次嘶吼一声，双腿想要站立，林川不再多说，直接割出了他的兽丹。豹液最好的解毒方式就是吃下他的兽丹。另外2头碧月豹的兽丹也一并被林川收集起来。林川再次来到楚清离身边，他先是将手轻轻放在楚清离被抓破的冰肌上。林师兄，你做什么？林一怀中搂着楚清离，此刻见林川好似兽性大发，娇斥出声。林川没有管他，继续感知着。二师姐都这样了，你还想着占便宜？林一再次迎怒道。林川依旧没有管他，忽然他唇瓣微动，还好还没有深入灵脉。林一根本不清楚林川在说些什么，此刻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保护二师姐不被眼前这个大色狼欺负。我是不是让你欺负二师姐的？他嘟囔着嘴，做出一副很凶狠的表情。林川旋即掏出那枚03境7重的兽丹，然后打出一道灵力，将它送入二师姐的口中。林一愣愣地看着他，轻轻道：林师兄，你给二师姐吃了什么？不会是一些方便你做坏事的奇怪丹药吧？林川随后他掏出剩下2枚兽丹，瞬间捏碎，直至粉末状。他忽地开口，眸中毫无涟漪，将二师姐衣服褪下，我要细细检查伤口。你果然是大色狼。林一娇斥出声，等出去之后我一定会告诉苏姐姐的。林一气鼓鼓地瞪着林川。林川走近了一些，我是真的要检查伤口，要不你来也可以。二师姐中了碧月豹的豹液毒，
我方才给他服下的是闭月豹的寿丹，是亵渎丹，不是你想的那些什么调情丹。林一微微一愕，灵眸轻轻颤动着，心里一阵嘀咕：啊，难道我真的误会他了？我是怕你检查不够仔细，所以才想自己来。二师姐的伤口绝不止表面那么简单。林川一本正经地说着，而林一则是听得云里雾里，总觉得他是在找便宜占。那你一定不可以故意占便宜，否则我饶不了你。林一撅着樱桃小嘴，脑袋微微歪过，用很有气势的语气说着：我像是那种人吗？哼，你明明就是。林一不禁将楚清离搂得更紧了一些。楚清离呼的嘤咛一声，有些苍白的小手很轻微地动了一下，他伤口处深绿色幽光更亮，额间也附上了薄薄的汗珠。来不及了，不跟你拌嘴了，快把师姐给我，我得将寿丹粉末擦到他的伤口处，阻止爆液继续扩散。林川低喝一声，然后伸手就要去搂楚清离。林一这时即便是10000个不放心，也不得不相信他，因为二师姐的脸色已是极为难看了。他很小心地将楚清离换到林川怀中，也不知是不是林川运转着炎阳术的原因，他甫一接过楚清离，他就不由自主地环住林川，琴手更是紧紧埋在他的滚烫的怀中。林一跺了跺脚，眼睁睁看着苏姐姐的夫君搂着别的女子，但他却不能阻止。二师姐，我要帮你涂药了，闭月豹寿丹的灵力颇为暴力，你待会儿忍着些。林川轻语一声，也不管昏迷中的楚清离是否听得见。忽得林川的手伸向楚清离的衣扣，唇中轻轻吐声：得罪了，二师姐。啊！在林一的娇呼声中，林川将楚清离的衣带和衣扣尽皆解开，顿时大片以里风光呈现在二人面前。林一瞬间羞赧不已，很快速地将琴手别过，不敢看向二师姐和林师兄。林川用一个灵气照将自己和楚清离包裹起来，随后他将楚清离带有猩红刺木血迹的血裙放在一边，然后灵力柔缓地顺过他手心，传到他银白雪躯上的每一处。楚清离时而轻鸣一声，他的手指中环着林川，林川也始终让一层柔和的炎阳真火包裹着他。许久，林川痛斥一声，竟足足有3滴爆液，可真是下了血本。随后他将研磨好的寿丹粉末一点点涂抹在楚清离伤口处。要说没有起念那是假的，林川始终运转着冰心诀保持清明，否则他的手一定不会安分。约莫3个时辰后，林一在灵气罩周围不安地踱步着，他丁香唇瓣时而娇斥一声：怎么还没出来？都这么久了，难道还没擦好？他不会对二师姐也做了那种坏的事吧？大色魔！3个时辰来，林一脑中好似想出了10000条林川的可能会实施的恶行，并且准备全部告诉苏姐姐。叮，灵气罩开了，然后是一股怪怪的味道传出。楚清离1个时辰前就已经醒了，不过林川让他在炎阳真火的炙烤中先调息一下，他才没有出来。林一见他已经换上了新的淡绿色雪裙，眸中分明是跟他开启情脉一样的柔情，这不禁让他更加确信自己的想法。他小跳一步，连忙隔开林川，隐隐开口：二师姐，林师兄没有欺负你吧？林川，楚清离温雅的脸蛋微微泛红，然后很轻地摇了摇头：林师弟没有欺负我，相反，他还为了救我，将自己灵力都损耗好多。林川此刻的确有些虚弱之象，他运转了3个时辰的炎阳真火，而且还要时刻提防着爆液的扩散，若不是他手中有许多寿丹，恐怕根本撑不到这么久。真的没有吗？明明你的衣服都……林一忽然用手捂住小嘴巴，憋回了下半句话。真的没有，就算他不小心触碰到奶了，也是为了救我，肯定不是故意的。楚清离用很是温柔的语气说着，好似即便林川将他吃了，他也不会怪罪半分。林川忽然启唇：对了，二师姐，你是如何惹上那3头闭月豹的？楚清离忽的峨眉沉下，就在4天前，我寻到了一处满是龙尸的地方，而且保存的都极为完整。我凑近观察了之后，发现他们不仅保存完整，连寿丹也还在。于是我就想着多收集一些寿丹，但谁曾想，我还没收集几颗，就遇上了正在啃食龙尸的闭月豹，然后就被他们一直追杀至此。后面的事你们也知道了。楚清离一五一十地说着。当林川听到龙尸的那一刻，他的眸中闪过一丝月色，因为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取得一枚爆裂龙年丹。林一美眸忽地抬起，唇瓣轻启：二师姐，你收集那么多龙族寿丹做什么？龙族寿丹对我们普通修士好像没有多大用哎。林川内心也有些疑惑，龙族寿丹后面称为龙丹，只对有龙族血脉之人有效，二师姐也没有龙族血脉啊，难道和凤师姐闹了不愉快有关？楚清离琴手微低，桃色般的唇瓣抿住，显然他很不想说。二师姐，你可还记得哪个地方？我也想去看看。林川开口问道。林一心里一阵嘀咕，林师兄怎么也要去？难道是要帮二师姐收集龙丹？楚清离点了点头。林川再次开口道，我想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一枚爆裂龙年丹。我的炎阳术一直停留在第3重巅峰，迟迟不能突破。
而爆裂龙岩丹是我突破至第4重的关键。林一灵眸转过，鼓着腮帮，好像又误会他了。那个地方很诡异，我也是跟着冰湖才发现了那个地方。冰湖，专门寻宝的冰湖。林川有些讶然地问道。我叫他小黎，取的就是我名字最后一个字。楚清离轻呼一声，唤出了小黎。哇，好可爱的小狐狸。林一嘴巴张成一个大大的 O 型，伸手就要去摸它柔滑的白毛。冰湖灵动的一跃，躲过林一冒昧的抚摸，落在了楚清离玉背上。竟然真的是号称寻宝小能手的冰湖，而且看样子他好像很喜欢二师姐。林川愕然一笑，目光锁在冰湖身上。不过令他惊讶的是，他话音刚落，冰湖就朝他蹦来，落在了他的手心。二师姐，他这是……林川心眸盯向手中冰湖，有些惊讶他为何会跳到自己身上。楚清离却是有些羞涩地说着，因为林师弟身上有我的味道，因为林师弟身上有我的味道。楚清离话音刚落，林一就表现出极度惊愕的神情，他的小手紧紧攥着，玉齿咬着香唇，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哼，我一定要告诉苏姐姐。林一心里暗暗想着。林川一时有些尴尬，他将冰壶捧在手心，摸了摸他的小脑袋。二师姐，不知你这冰壶是如何得到？楚清离温雅一笑，10岁那年我遇见了他，那时他才刚出生，周身满是血迹，我在那待了一整天，也不见母狐踪迹，加之小离当时叽叽的叫，我见他可怜，就带了回去。后来他跟我的感情也越来越好，他寻宝的特性也是后来外出执行任务时才发现的，倒是帮了我很大的忙。楚清离目光望向林川手中的小离，笑容满是宠溺。我将她视为我妹妹之外最好的玩伴。小离重新跳回到楚清离手中，小脑袋在她软鼓鼓的血窝前蹭了蹭，发出叽叽的声响。二师姐，她是不是在骂我啊？一直盯着我。楚清离嫣然一笑，小离说要我好好谢谢你救了我，她很后悔带我去了那个满是龙尸的地方。林川脸上不乏诧异，好厉害的冰壶，不仅可以寻宝，还如此通人性。同时他也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对二师姐做些什么，在帮她疗伤的时候，他可以下手的机会可是非常多。若是他真的下手了，恐怕这冰壶会忽然跑出来划伤他这张招桃花的俊脸啊。不过现在有了林师弟，我试试劝劝他带我们返回去。多谢二师姐。林川微微一笑道。林一一直沉浸在林川是大色魔的世界里，浑然不知大色魔已经逼近他了。打开5条灵脉之后，竟然连升3个小境界，突破到03境4重，真是厉害啊。林川的声音忽然传到林一耳中。林一微微颤动，连忙转身娇乱着说，哼，林师兄，就算是你夸我，我也会告诉苏姐姐你的恶行的。林川把自己最近做的恶行全部想了一遍。你说的是你还是二师姐？肯定是二师。林一刚一开口，他就意识到不对劲。林川取出了一枚素影石，里面留存的正是他紧紧环在自己脖颈上的画面，怎么放也放不下。林一甚至还时不时亲他一下，然后胡乱说些什么。啊，不要放出来，快毁掉了。林一娇喊出声，眸中尽是少女的慌乱与羞涩。她的脸颊慢慢的染上一抹粉霞，一双小手不停扒拉林川的衣襟，想要从他手中摘下那枚罪恶素影石。现在呢，还要不要告诉雪儿？林川挑逗着说，嘴角有些压不住。林一更加慌乱，他的手已经握住了林川拿着素影石的手。快给我，我不要告诉苏姐姐了。楚清离看着两人闹作一团，唇角的笑意愈发温柔。小离忽然从他掌心跳出，化作一道蓝光缠上林川手腕，毛茸茸的尾巴卷住素影石就往林一手中拽。他虽通人性，却也护花心切，见林一急得眼眶发红，竟主动当起了和事佬。小离，你帮他做什么？林川轻斥一声，主动将素影石松开了，然后他顺势将它送到林一手中。林川，二师姐，他是公的还是母的？母的。楚清离盈盈一笑，柔声道。他的内心一阵暗骂，一只小冰壶还是母的，竟也懂得怜香惜玉，刚刚才在我手里蹭来蹭去的，这一下子就向着外人了。好了，小离，别闹了，快带我们去那里吧。楚清离柔声说着。叽叽，他的小身隐忽地窜向东北方。好了，林师弟，赶紧走吧。楚清离温婉的声音让还在修乱中的林一得到了救赎，他连忙追向冰湖，头也不带回的。林川悠悠一笑，二师姐，我们也赶紧走吧。林川则是跟楚清离并肩在后面追着，也不知是不是二人的默契，他俩谁也没有加速，就这么并肩走着。林师弟，你一直都是这样子吗？楚清离忽地问道。林川听得云里雾里，问道，不知二师姐说的是什么？就是欺负宗门师妹啊。楚清离的眼角泛着青光，美眸一眨一眨的，很是清纯。林川微微一愣，眼前这个温文儒雅的二师姐竟然也会俏皮挑逗。林川不甘落后，当然不是，
除非是像二师姐一般好看的女子，我才会欺负。二师姐舒雅动人，7双赛雪可是最斩男的呢。楚青离不禁有些脸红，被林川这么一说，他心魂有些些许颤动。林师弟真会说，我才不好看，宗门里我应该是最平平无奇的师姐了。他低下琴手，略带娇羞地说着。林川却是摇摇头，二师姐，你哪里平，5师姐那样才算平，你的就比大师姐的逊色一点点而已。楚青离自然听懂了林川说的是什么，扔下一句林师弟你好坏啊，然后忽然加快速度向前追去。林川亦是加快速度，他觉察气氛差不多了，于是缓缓道，二师姐，你说你有个妹妹。楚青离一听到妹妹，他的眼神不禁柔和了许多许多。她叫楚月丽，我俩从小相依为命，我们算是彼此唯一的依靠。林川抿嘴一笑道，那月丽妹妹为何没有跟随师姐一同前来冰宫呢？楚青离的峨眉忽地沉下，目光沉冷下来，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因为她的天赋被恶疾夺走了。林川开始整合先前的信息，凤师姐与二师姐素不相识，进入星陨圣灵前却忽然交谈起来。就凤师姐那般公主般的性子，必定不可能是凤师姐主动找上二师姐，那就只能是二师姐找上她。而现在二师姐提到她唯一的亲人妹妹楚月丽天赋被恶疾夺走，那先前她跟凤师姐的不愉快就有迹可循了。林川再次问道，二师姐，那天找上凤师姐是因为你的妹妹吗？林川大致推测出来了，龙丹对她的修炼无益，但能够变卖灵晶，天赋被夺走，找上凤师姐。而凤师姐是凤凰神家之人，有凤回路转丹出售，能让人失去天赋之人重归于前，所以二师姐大概率是为了找凤师姐的目的，也多半是因为此事。楚青离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被你看到了。的确如此，我听说她是凤凰神家的公主，想直接通过她来购买一枚凤回路转丹，只是结果并非所愿。林川猜对了，但是他也开始疑惑起来，并非所愿是什么意思？凤师姐身上没带。楚青离摇摇头，是灵晶不够，我本以为我攒够20万灵晶就够了，跟凤师妹谈过才知道需要50万灵晶。林川一脸愕然，因为凤仪宁竟是直接将50万灵晶送给了他，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几乎是一些低阶修士努力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的。林川柔声说道，这就是二师姐收集龙丹的原因，想要借此来换取灵晶，然后给妹妹治病。楚青离轻点琴手，我妹妹的状态很不好，几乎每一天都在绝望中度过，我就是想早一些让她重新燃起修炼的希望，不想见她如此颓废。林川心里暗暗道，凤师姐对我还是很好的，二师姐也不要太担心，待会儿多收集一些龙丹就是，就算是最次的龙丹也可以卖到1000灵晶。林川安慰着说，2天的赶路，3人1兽已经全部赶到了这个满是龙尸的地方。入口不一样了，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不是从这里进去的。楚青离站在一块硕大的石碑前，有些正然地说着。藏龙谷。林一用手指抵着下颌，轻吟出声。林川走近了些，狐疑地看着面前的石碑，看着字迹，好像只有10年左右的样子。可是宗主不是说星陨圣灵已经封禁了100年之久了吗？难道这里面还有修士存在？楚青离也蹙起峨眉，我也听师尊说过，100年前封禁之时，星陨圣灵内所有修士皆已被请了出去，而且还是集合了3大宗所有长老之力，按理来说不应该有漏网之鱼啊。林一却是扑哧一笑，你俩板着个脸做什么？要我说啊，应该是很厉害的玄兽刻上去的。玄兽一旦进入劫4境，那么他不仅可以说话，还能拥有极高的智慧，写几个字也不是不可能，也不是没有可能。走吧，我们先进去。林川临时散开，警惕着周围，一步走了进去。进入藏龙谷之后，虽说遍地都是龙尸，但扑面而来的不是想象中的腐尸气息，而是混杂着龙涎香的清冽灵气。100米高的穹顶由无数龙鳞拼接而成，每片鳞甲都泛着淡金光泽，在灵雾中折射出万千光影，似巧夺天工，但仿佛又是有人故意为之。林川则是刚一进入，灵海就有了诡异的共鸣感，手臂的龙纹不自觉浮现出来。怎么回事？我的龙纹怎么自己显现出来了？而且我的胸口有一种难言的痛。林川摸着自己的胸口，喃喃自语着。地上的龙尸如蛟龙、狸龙、烛龙、囚龙、魁牛龙等，乍一看去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龙族分支，也难怪谷中的灵气如此驳杂。也不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何这里会有这么多种龙的尸体？林一弱弱一问。林川依旧捂着胸口，应声道，估计也只有龙族他们自己才知道了。二师姐，所有龙丹都给你，也请你帮我留意一下爆裂龙的龙丹。林川已经在方圆10里都查看过了，并没有发现爆裂龙的龙尸，这让他感觉到非常诧异，因为爆裂龙是上等龙族的坐骑，按理来说应是非常多的，可是他却是一只都没找到。楚青离美眸微眯，很是感动的道，多谢林师弟，我让小黎专门找爆裂龙的龙尸。7天过去，
三人一兽在这个灵物驳杂的藏龙骨中已经取了近一半的龙丹，足足有3000颗之多。不过保存完好的只有1000颗，但即便是1000颗，按1颗1000灵金来算，也有足足100万灵金。100万灵金的身价，就算是去到拍卖场、拍卖会都得给你一间上房，让你边品茶边拍卖。其中上等龙族，比如离龙、烛龙等的龙丹一颗至少卖到5万灵金。楚清离没有准备将它们也卖掉，而是将上等龙族的龙丹进阶交给了林川。林师弟，你先不要拒绝。那次你帮我疗伤之时，我在你怀中感受到了一丝龙族的力量，很暖，不像是外物所导致，所以我觉得这些龙丹你是能吸收的。楚清离很认真地说着，唇瓣绽开一个很小的弧度，意味深长地看着林川。林川微微一怔，不是因为他将龙丹交给了自己，而是因为他感受到了自己体内怪异的龙息。他的确可以吸收，但是他手上有足够的兽丹，倒也不担心修炼资源的问题。二师姐是如何感知到的？林川柔声疑问。楚清离却是微微垂眸，声音带着些许焦乱。你帮我驱散寒毒的时候，那时我就感知到了一丝龙息，本来还心存疑虑，但直到来了藏龙谷，我开始确信我是对的。因为我的异状？林川问道。但更让我确信的是，我现在也能吸收下等龙族的龙丹了。楚清离话音刚落，便将一枚下等龙丹取出，然后轻轻捏碎，吸收了起来。林川一脸诧异地看着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怎么回事？我明明记得没有对二师姐做什么，怎么会？不到10息的时间，楚清离就将龙丹完全吸收，这也让林川脸上的惊色更甚。忽的，他眉头沉下，想到了一个极为微小的可能性。难道是我封闭视听的时候？那天林川帮楚清离涂抹好兽丹粉末之后，便封闭了视听，开始巩固刚刚打通的灵脉。但即便是他一下子打通了10条灵脉，他的修为也只上升了1重境界，从03进3重到达03进4重。但他巩固完成后，疲惫感随之席卷而来，但楚清离不着丝缕的在他身边，哪有那么容易静下来休息？他便封闭了视听，但依旧运转着炎阳真火，让二师姐自行调息。但他却是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二师姐，难道你后来做了什么？林川一脸诧异地望着楚清离，因为他的龙息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他体内，而且他也没有主动运转它，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二师姐将他睡了。不过这个疯狂的念头的确让人难以置信，很难想象二师姐会主动睡他。楚清离深情地望着他，唇瓣微微张开，柔声软语道：我其实都怪小离，小离趁我虚弱给我传导了一些意识，加之林师弟的炎阳真火的确温暖，我才……林川这冰壶 TM 把我当日本人整是吧？竟把我当成宝物送给二师姐，关键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才是最吃亏的点。林川内心一阵暗骂，但同时他有些莫名的开心。他靠近了楚清离许多，促狭道：二师姐，那你还好吧？楚清离当然知晓他在说什么，女子初次几乎都有些不太适应，她的玉颊瞬间绯红起来，慌忙躲开他的目光。许久之后，他才是支支吾吾地说：我没事，只是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林师弟，你会不会怪我不守节操？楚清离捏着小指忽然问道。林川微微一笑，靠得更近了一些，几乎是贴在他耳畔边说着：当然不会，但要是二师姐对别人也这样，我就会怪你。有些玩味的挑逗让楚清离的绯红更甚，他的琴手几乎要埋到血窝上。他的呼吸声开始急促起来，胸脯也随之上下起伏，玉手更是无措的乱放。林川见状，顺势握住了他的纤纤玉手，他能感觉到他的手心里已沁满汗珠。他心想，怎么会比雪儿还要羞涩？雪儿看上去可比二师姐冷冰冰多了。楚清离娇躯一颤，下意识的想要挣脱，但他哪里是林川的对手？当初他在后院抓包林川和云小棠的时候，那个时候林川的确打不过他，如今林川虽修为弱于他，但收拾他却是轻轻松松。林师弟，你快放开我！楚清离娇乱吐声着，他的声音带着少女的羞涩，但又有一丝娇妻的娇媚。林川咧了咧嘴，狡黠一笑，好啊。随后他放开了他的手，但他的手却是游到了他的纤腰上，将他轻轻揽住。林师弟，你真坏！楚清离娇怨一声，然后匆忙跑向林一和冰壶。楚清离跑远之后，林川意味深长的一笑，没想到我的龙息竟还可以转到女子身上。这么一说，雪儿、武师姐、小洛师姐，甚至连西西都有。也不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但目前来说应该是好事，至少他们更配合我了。林川淫邪一笑，随后他又抵着下巴，凤师姐现在应是气消了吧？喃喃低语几声后，他继续寻觅他的爆裂龙年丹。又是3天过去，他们剖出龙丹的手法越来越娴熟，已有9成的龙丹都被他们挖出，足足6000颗之多，但没有1颗是爆裂龙年丹。难道这里根本没有爆裂龙年丹？林川狐疑的呢喃着。
他几乎翻遍了整个藏龙谷，但的确没有一具尸体是爆裂龙尸。叽叽，冰湖小离忽然发出一声尖叫，林川等人的目光随之聚集过去，只见小离的站在一具巨大的龙尸上面，不停地扒拉着那具龙尸。楚清离最先赶到，怎么了，小离，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叽叽，小离做出很害怕的模样，示意几人赶紧离开。你是说，你身下的这具龙尸是半年前才死的？楚清离翻译道。他的话刚一说出，随后赶到的林一和林川二人皆是瞠目，吃惊地望着他。刚死半年，这怎么可能？明明龙族也算是修士，怎么会留在这里面？林一歪着脑袋，一脸疑惑地问着。林川则是俯身围着这具巨大的龙尸观察了一周，然后面容更加惊恐。二女同时望向他，楚清离率先问道：林师弟，你发现了什么？这头离龙的确是半年前死的。林川皱眉道，随后摸了摸从龙尸上流出的血液，他的龙血虽已流尽，但仍有余温。离龙的龙血最为炙热，即便是身死1年也会留有温度，而这头离龙的龙血起码还有半年才会完全降下，由此可见他的确是刚死半年。二女十分诧异地看着他，不信邪地摸了摸枯干的龙血，同时表现出吃惊的神色。真的还有温度？林川随后话锋一转，惊悚道，但这不是让人最可怕的地方，最可怕的是他是1个月前被什么东西放到这儿的。你们看他下面的土壤明显是新的，白蚁也还只是在啃食他的龙肤，跟其他的龙尸完全不同，这头离龙的龙肤还十分完整，几乎没有被啃食的痕迹。冰湖叽叽一声蹦跳到林川手中，蹭了蹭他的手心。小离，你也察觉到了是吧？林川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瓜子，轻语一声。楚清离美眸睁大，林一亦是灵眸圆瞪。也就是说，星陨圣灵里面还有修士存在，而且是极为可怕的存在。林一眼中闪过一丝恐惧，战战兢兢地说着。楚清离同样忧心忡忡地道，这离龙生前至少是劫4境的实力，比他还强的存在，岂不是到了师尊他们那般境界？林川点了点头，继续道，是不是人尚不好说，但一定有一位劫4境5重之上的大能存在，外面藏龙谷的字迹加上这具新搬进来的龙尸，这是绝不简单。林师兄，你不要吓我，我们不会已经被盯上了吧？林一眼唇道。他灵动水润的娇躯不禁靠近了他口中的林川大色魔一些。林川肃声道，我不清楚，但我敢肯定的是，这或许和爆裂龙有关。啪啪啪，藏龙谷中忽然响起鼓掌声，而且这掌声分明是浮荡在整个谷中，震耳欲聋。三人一兽无不是面面相觑，对这忽然响起的掌声都十分恐慌。精彩，真是精彩，也难怪你有类似龙主大人的气息，竟能生生想到爆裂龙，真是让人有些佩服。谷中再次传来粗犷浑厚的声音，但听这声音却是没有杀意。林川微微一怔，内心涌上一抹复杂。果然，我体内隐藏的龙息对这种大能来说，轻松就能感应到。不知前辈是何人，晚辈们并无恶意，来此也只为龙丹，并无恶意。林川从容一声，镇定道。只见藏龙谷的最上方忽然出现一具巨大龙影，随之而来的是如山般的灵压，将三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小离更是直接钻进了楚清离的灵兽袋中。林川臂间的龙纹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体内的龙息也在灵海内暴动起来。那具龙影见状，开始慢慢缩小，然后化为了人形态，缓缓逼近三人。他越来越近，三人受到的灵压也越来越强。若不是有林川拖着他，林一已经跪在了地上。林师兄，他方才说什么龙主大人，什么和你相似？你是龙族之人？林一艰难地疑问。林川摇了摇头，我不清楚，我从小就生活在游龙村，亲人也只有爷爷一人，他说的什么龙主，我一点也不知道。林川早已对自己身世有所猜测，他的灵海异于常人的诡异。翻阅古籍之后，他才知道龙族修士的灵海通常为人族修士灵海的2-3倍，上等龙族能达到3-4倍，而他的灵海在真2境是就比常人大了5倍不止。而且他还发现，随着他的修为增加，这种差距一直在变大。此刻他灵3境4重的修为，他的灵海已近乎是同阶修士的7倍之多。如今他每一重突破变得越来越困难，但他却是能越级败敌。以他如今灵3境4重的修为，对上灵3境巅峰的修士可以说毫无压力。上一次森然木林，他凭借灵3境2重的修为，加上那诡异的龙吼，竟是生生定住了森然之王树溪，但他也近乎虚脱。而现在他很确定，若是再次对上他，他一定可以全身而退，绝不会像上次那般狼狈。我难道真的是龙族之人？林川心里再次发出疑惑。取龙丹难道就不是恶意？那个男子站定在3丈外，三人这才看清了他的模样。8尺有余的高大身躯裹着赤色鳞甲，他的肌肤呈古铜色，太阳血杵蜿蜒着2道赤红色龙纹，象征着他龙族的身份。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发羽眸，赤红长发如烈焰般肆意披散，发尾偶尔溅出几点火星，一双树瞳呈金红色，眼白部分隐隐透着火光，望向三人时，唇角微微上扬，竟是在慈祥的笑。他的灵压一点点收起，然后是抚须一笑：“我龙族的龙丹可不是人族修士能拿的。”林一见是一位慈祥的老龙爷爷，他内心的忐忑和不安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他的俏皮和灵动。他樱桃小唇张开一个很小的弧度：“老龙爷爷，这藏龙谷的龙尸都是你弄过来的吗？好厉害！”老龙爷爷：“喂，小丫头，我很老吗？我今年才300岁，正是壮年的时候。”男子斥声道，但在三人听来却已经毫无威严。他的修为至少是劫四境8重往上，林川感觉得到他带来的灵压绝对强于他的师尊，故而300岁对他来说的确不老，的确是壮年。林一歪着脑袋轻盈地说着：“那壮年龙爷爷，您为什么会出现在星陨圣灵啊？100年前不是所有修士都被赶出去了吗？”男子大骂一声：“我叫暴龙，喊我暴龙哥哥，别叫什么爷爷，听见没有，小丫头！”男子怒声道，冲着林一一声龙吼。林川灿然一笑，挥出一个烈阳盾，挡下了暴龙龙吼时的口水。“咦，暴龙，老爷爷，你为什么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啊？”林一依旧抓着老爷爷不放，戳着小嘴问道。林川挑了挑眉，向前一步，对暴龙行了一礼，道：“暴龙前辈应是爆裂龙一族中唯一一只劫四境的爆裂龙吧？”暴龙怒色褪去，随之而来的是一脸震惊，因为他的确是爆裂龙一族的首之劫四境爆裂龙。我在古籍中翻阅过，爆裂龙一般都是各大龙族的坐骑，几乎全是龙形态，但凡是有一丝机会突破到劫四境的爆裂龙，都会被扼杀。暴龙前辈，我可说错？林川平静地道。暴龙的脸色已是极为愕然，他的龙瞳之中满是这个有龙主大人气息的小子。暴龙没有摇头，而是吐出几个字，继续说：“这谷中并非没有爆裂龙，而是所有的爆裂龙都被献祭了，我说的没错吧？”林川依旧面不改色地说着。二女脸上皆写满了震惊，因为林川说的什么献祭，他们可是一点也没看出来。暴龙愣了愣，道：“你是如何看出？”其实在入口时我就已有所猜疑，二师姐说他并不是从那里进入的，但冰湖小离却不可能带错路，他是最识路的选手之一。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刻藏龙骨3个字用的龙血是爆裂龙的龙血，我本以为这里面会有很多爆裂龙，结果确实一只也没有。随后我便检查了一整个藏龙骨，在西南方向，那里的龙尸极为密集，那里的龙血也最为驳杂，加上我体内的龙息也最为躁动，于是好奇心的牵动下，我临时聚于一点，将那块位置探查得清清楚楚，那里竟是一座祭台，而祭台上的血却是极为精纯，赫然是爆裂龙的血。暴龙一脸愕然地看着他，道：“倒是有些眼力，那处祭台我可是专门处理过，没想到还是被你看出了端倪，不愧是拥有龙主大人血脉的龙。”这次幻灵川一脸惊色，小子是人，不知暴龙前辈何意？他眯了眯眸，笑了一下，并没有正面回答林川，而是道：“你既不知道，那肯定是龙主大人故意为之，我不敢多说。不过，你们擅自取走我藏龙谷这么多龙丹，该当何罪？”他的神情忽地冷冽起来，瞪了林一一眼，林一惴惴地躲在了林川身后，吐了吐粉舌，做出老爷爷的嘴势：“前辈并没有加害我们的意思，是否有事相求？”林川忽然发问。楚清离也进到林川身边，丹凤眼还瞟了瞟他的侧颜。唉，暴龙忽然叹气一声，然后露出极为痛苦的表情，道：“的确如此，但对你们来说或许太勉强了一些。”林川心眸放大，顿在那里。暴龙继续道：“你可知我为何能躲过3大宗的搜赶，仍留在这里？”楚清离和林一皆是看向林川，但他却是摇了摇头。不止我一条龙留在了这里，而是有很多龙都留了下来。暴龙的话并没有让林川很震惊，因为那条离龙就是最好的证明。林川插话道：“那条离龙是您杀的吗？”暴龙忽然目露凶光，双手攥成拳头，切齿道：“他该死，他在100年前就该死，但我却在半年前才将他杀了。”暴龙眸光无意间瞥向受惊的二女，收了收情绪，道：“100年前，我的父亲是他的坐骑，那时他的暴力性格就已经展露无遗，不仅时常打骂我父亲，还经常要我父亲送去新的族人，说是要让他们都成为上等龙族的坐骑。的确，离龙是上等龙族，我们爆裂龙若是成为上等龙族的坐骑，的确有面儿，但他却是将我们送去的族人当成了食物，不仅吃了龙肉，还喝了龙血，龙丹用来修炼，龙皮铺成地毯。我父亲发现后，他还一脸傲气地说，他们离龙族收的坐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暴龙的鳞片骤然竖起，赤色甲胄下透出点点血光，这番回忆让仿佛已经点燃了他的龙血。父亲可是爆裂龙东族族长，
将自己的族人送给他们离龙吃。他当然不愿，于是当天就跟那条离龙翻了脸。我依稀记得那天父亲回来的时候，浑身是血，龙角被斩去一只，腹部的鳞甲全被剥去，而且那分明是龙爪生生撕下的。但那之后，我们爆裂龙东族的处境便越发艰难，时常遭到离龙的欺压。但他们是上等龙族，我们只是品阶最低坐骑龙族，敢怒不敢言。林川不禁有些动容，世间的法则果然是弱肉强食，即便是身处人族只能仰望的龙族也不例外。暴龙哥哥，你哭了。灵一空灵悦耳的声音忽然浮荡空中，暴龙好不容易点燃的情绪被他瞬间浇灭，龙嘴一顿输出。看在你这次喊的是哥哥，我不与你计较。暴龙冷哼一声，又瞪了他一眼。林川缓缓开口，所以暴龙前辈合族人展开了一个复仇大计。暴龙用看诸葛亮的眼神看了看林川，不错，但很可惜我的父亲没有机会亲眼见证这一幕。林一仔细看了看这头离龙，发现他的死状极其残忍，不仅龙鳞尽数被剥下，两只龙角也都被拔出，更惨不忍睹的是他的龙肢，四肢几乎没有一条能看的，无一不是残碎，只有龙肤颇为完整，至少没有被拔下铺作地毯。所以100年前究竟是因为什么，前辈才得以留在这里的？林川神色凝重地问道。暴龙捋了捋龙须，有些傲然地说道，这也是我们复仇大计的一环。当年我父亲虽被打成重伤，但他因为和这头离龙有着契约，依旧是他的坐骑，虽百般不愿，但契约只有主人才能主动撕毁，我们爆裂龙根本没有主动权。我父亲早已恨满乾坤，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复仇。暴龙的眼神再次狂热起来，龙涎都时不时喷出。终于在星陨圣灵传出龙王真水的时候，这头离龙终于按捺不住了，和其他龙族一样，他根本抵挡不住龙王真水的诱惑。我父亲便连夜制定了杀龙计划，准备借此机会一举除掉他。暴龙眼中射出激动的凶光，画风斗转。当真正开始争夺之时，离龙却是无动于衷，他只想坐收渔翁之利。当他真正开始去争夺时，已经死了将近上万条龙，但好在最后他没拿到，而是被我们中部地区的一个级5境人类修士得到。但我们爆裂龙却并不在乎什么龙王真水，我们只想杀这头离龙。不过我们的计划刚一开始，3大宗就传来消息，要求所有人立即退出星陨圣灵，否则一律格杀。我父亲当时就改变了计划，用上了我们东族的镇族之宝碧水晶晶，这可是能将修士带入内置空间，屏蔽一切搜查的至宝。不过他也只能使用一次。他抬手，掌心浮现出一枚菱形晶体，表面流转着赤金与幽蓝交织的光纹，正是碧水晶晶的碎片。我们众多族人一同进入碧水晶晶的内置空间，同时我父亲也将离龙送了进来。但结果并非所愿，本以为是一场很轻松的猎杀游戏，但猎物却是我们。他的修为是劫4境4重，我父亲修为最高，但也只是03境9重。最后还是父亲凭着自爆灵海才将他击伤，但碧水晶晶也彻底失效。当时所有族人都悲愤交加，最后我在族人的簇拥下上了祭台，也就是你看到的那个祭台。爆裂龙声音低沉起来，虽已过去100年，但他说及此事时依旧滚着泪光。林川沉闷开口，原来暴龙前辈竟有如此经历。楚清离乎的出声，所以暴龙前辈是想我们带您出去，您还想要再杀离龙？暴龙摇了摇头，不，在没有看见他之前，我的确是这个想法，但看见他之后，我改变主意了。林川有些发懵地看着暴龙，暴龙前辈，您果然早就注意到我们了。你的警敏性很强，这个雪群女娃娃的灵石也尚可。暴龙忽的又瞪向林一，鄙夷道，这个小丫头就是差远了。林一娇哼一声，鼓起了腮帮，粉唇中无声吐出少女发怒时的脏话，臭老头。楚清离上前一步，柔声问道，不知暴龙前辈所说为何？为何遇见林川师弟之后就改变主意了？暴龙收回圆瞪的龙瞳，稍稍柔和了一些。你们别看我此刻生龙活虎，龙精虎猛，但我的寿命已不足1年。说到这时，暴龙的脸色沉了下去，嘴角的慈祥也渐渐褪去。怎么可能？你明明修为都已经劫4境8重了，怎么会只剩这么一点点时间？林一从林川背后探出一颗小脑袋，老爷爷，你不会是在骗我们吧？是哥哥。暴龙刚渲染好的氛围又被他打破。我暴龙一生从不虚言，也最恨虚情假意之人。林川抵着下颌轻声问道，暴龙前辈，您请说说，您改变的主意为何？你先答应。暴龙冷肃道。林川正在那里开始沉思起来。暴龙前辈对我们虽没有恶意，但我们也不欠他，取走的龙丹也没有一颗是爆裂龙的龙丹。他说他的寿命只剩1年，但最初的想法却是报仇。我若是答应，岂不是要与离龙族为敌？小子，你不会以为我是要你去龙族给我们爆裂龙东族报仇吧？暴龙看着林川沉冷的面孔，忽然出声道。林川未语，只是看着他。你叫林川是吧？
林川点了点头，放心，我不会让你去送死的。你不过是03境4虫，对离龙族来说也只是一只蚂蚁。林川肃声道，还请前辈明说。暴龙甩了甩手，无奈道，哎，算了算了，我直接告诉你吧，我想要你和这个女娃娃一同接受我的灵力。楚清离和林川同时望向对方，这是宋机缘来了，真天上掉馅饼。前辈，您这是何意？您可是正值壮年。林川话音刚落，暴龙就化为一条苍天巨龙，几乎将1/10的藏龙骨都覆盖了，其带来的龙压更是让林一和楚清离腿都站不直，但林川却是不受影响，甚至还调转龙息帮他们缓解了龙压。随后他重重地落在3人面前，声音粗犷奔放，我的龙心早已枯黑，龙血也早已流尽，如此你们还不信我只能活1年吗？林川瞳孔陡然放到最大，目光所及赫然是他的毫无遮挡的胸口，而里面正是一颗硕大枯黑的龙心。林一只是看了一眼，就赶紧用他的2只奶白小手遮住了双眸。暴龙重新化为人形，站在3人面前，但3人却都发现他的变化非常大，短短几10息的时间，他竟是憔悴了许多，连龙须都花白了几根，皱纹也附在了脸上，看上去已有些垂暮之年的样子了。老爷爷，你怎么变成真的老爷爷了？林一娇声问道。不过这一次暴龙没有瞪他，而是沉闷说道，我每一次变回本体实体都会燃烧剩余寿元的1半，而在此之前我要么是人形态，要么是虚影，所以你们最开始见到我的时候才是壮年。您中了诅咒？林川怔怔地问道。暴龙点了点头道，离龙身死之时，利用我父亲残存在他体内的龙血对我施展了离龙咒，那时起我的寿元已经快到头了，难道没有破咒之法吗？楚清离轻声道。暴龙摇了摇头，离龙1生1次的离龙咒施展之后自己也会身陨，所以一般只会在自己濒死之时才会施咒，没有解咒之法。嗨嗨，林一银白玉润的脚丫向前2步，老爷爷，你现在好像更严重了。前辈，您现在还剩多久？林川沉声道，不到3天。暴龙面无表情地说着，好像对他来说生命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好，我们答应您，不知接受您的力量之后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林川忽地应下他先前所说。楚清离微微侧目看向他，但他的眸光却是相信。爆裂龙的龙瞳朦胧起来，他缓缓取出一枚令牌和一座玄阵，道，带你们出去后，若是日后有机会去到爆裂龙东族，请帮我寻到那只3角爆裂龙，将这2样东西交给他，仅此而已。林川有些不敢相信他的要求竟如此简单。仅此而已，而且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到。林川身上可是有着龙主气息，待他修为再高些，所有龙都会忌惮3分。林川应下之后思考了几息，道，前辈，我其实还有一事疑问。何事？林川内心挣扎几瞬，缓缓开口，我想要一颗爆裂龙炎丹，我所修炼的功法非常需要它，但藏龙骨我几乎寻遍了，都不曾见到一颗。这个简单，待我力量进阶传于你们后，你取走我的便是。暴龙干脆豪爽的回答让3人皆是动容。他继续道，还有疑问是什么？林川恭敬的一礼，暴龙前辈在星陨圣灵待了100年，可否知晓极品赤阳草的下落？暴龙神色滞在那儿，你寻他做什么？晚辈需要用他救一位很重要的人，若是前辈知晓，还望告知，他是晚辈必得之物。林川说的斩钉截铁，毫不含糊。暴龙叹息一声，也罢，我的确知晓他的方位，但他由一头劫4境9重玄兽赤炎圣眼焰守护着，就算是我想要取走都很难。你确定你还想知道吗？林川没有一丝犹豫，还望前辈相告。暴龙这次却是点了点头，不错，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极品赤阳草就在赤峰山上，出了藏龙谷后一直往西边走，大约1000里后你便能看到一座赤色山峰，那里便是赤峰山。赤峰山，多谢前辈告知，您交代的事我也一定不会忘记。林川再次躬身一礼，好了，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得快些将灵力传给你们。你和这个女娃娃体内都有龙息，但她的却是远远不及你，但仅凭你一人根本消化不了我的庞大灵力，所以待会儿你需要和这个女娃娃做那种事，这样才能保持龙力的传送。暴龙的话毫不隐晦，楚清离直听得耳根发红，就连林川也是老脸绯红。怎么，你难道还是小处男？这点事都不会？林一内心 OS， 把我当日本人整。林一奶白的小脸微微鼓起，然后稍稍别过，纵使他未曾经历，此刻也知晓暴龙说的是什么。我再去搜集一些龙丹。他的声音带着慌乱，娇滴滴的，说完之后便红着脸小跑离开了。前辈，非得这样吗？林川弱弱一问，眸光忽而看向低着琴手的楚清离。暴龙斥声道，林小子，你可是才答应老夫，这一下就要反悔？楚清离的白嫩手指紧紧攥在一起，抓着衣襟，
早已乱了心。我劫4进8中的灵力需要悉数传给你们，他体内的龙息顶多接收我1成的灵力，你虽然厉害一些，但也最多吸收6成。难不成你要我将留下3成，毁了这藏龙骨？你们人类不是总说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我几乎是白送你们一场机缘，你反倒不乐意了。暴龙越说越起劲，龙涎喷飞，胸膛的赤色鳞甲都微微发黑。林川抬眸直视楚青离，显然他已经想开了，想要看看楚青离如何。如果他不愿，那就要他还回来。毕竟他可是偷摸恩了他一次，他都没尝到味儿。楚青离注意到林川的目光，琴手更低了，粉嫩的脸蛋儿几乎贴在了他的酥胸上。但让林川意外的是，楚青离却是点了点头，一瞬都没有犹豫。不会又是那个小家伙搞的鬼吧？暴龙忽的扬声道：“小子！”小女娃都点头答应了，你别不知好歹。暴龙虽是怒吼，但他笑得也很大声。林川低声一问：“前辈就在这儿吗？”暴龙促狭一笑：“怕我偷看？放心，我会将灵力附在你们身周，别人看不见，你们的声音也传不出。”随后暴龙龙臂一挥，一个半径足有5米的灵力圈将二人完全包裹，他的声音也随之从外面传出。半刻钟后，我会一点点将自己的灵力输送给你们，这是我们爆裂龙作为坐骑最擅长的事，你们最好快点，否则浪费了一丁点儿，我都饶不了你们。林川摸了摸下颌，望向暴龙前辈布置的灵力圈，暴龙前辈的声音竟能传进来，看来是个单向灵力圈。保险起见，林川还是多付了一层灵力，毕竟这是暴龙前辈布置的，他自己应是随时能看到和感知到。随后他再次看向楚青离，他的血颊已绯红到像是能滴出血来，背对着他娇娇柔柔地站在那里，玉躯似在颤动，但眸光却是柔绵甜腻。林川自知他的性子虽不像大师姐那般冰冷，但他二人的羞涩却是如出一辙。这个时候他需要主动出击，他挪步靠近身姿婀娜的楚青离，从后面直接搂住了他的纤纤细腰。林川明显感觉到楚青离在被他搂住的一瞬间身躯颤了一瞬，但他并没有挣扎，就连下意识都没有。他的雪裙并没有完全遮住冰肌，只遮住了棉风往下一些，因此林川的手是直接触到他的如玉肌肤的。林川唇瓣贴到他耳畔，灼热的呼吸轻轻打在他的耳垂上，挑声道：“青离，这次不是小离作怪吧？”感受到喘息声的炙热，楚青离这一次下意识地前倾了一些，但仍然没有去挣脱林川的手。相反，他滑凝到如羊脂玉般的手还放在了林川的手上面，软滴滴地道：“有一些，但只有一小些。”林川若是在他面前，便能发现他的眸光不断躲闪着，好似说出这些话已经是他这辈子最大胆的事了。他内心一出喜色，因为若又是因为冰湖二师姐才同意的，难免会有些膈应。如此，他已得到他想听到的答案，接下来便是遵从暴龙前辈之托了。林川忽地反手握住楚青离的嫩白小手，然后又忽地松开。楚青离脸色稍稍显露出失落，他以为林川听到有小离的一点点意愿，他是要放开他了，结果下一秒他温润的脸蛋再次附上嫣红。因为林川的手竟是在缓缓向上游走至逼近雪裙的裙带处时，他才停下。刺了！和往常一样，雪裙的裙带被他用炎阳真火瞬间熔断。林师弟，我这是新衣上。楚青离的声音幽怨中闪着娇羞。林川并不在乎这些，因为对其他女子也一样，他几乎都是直接熔断。裙带断开之后，雪裙缓缓垂落，楚青离本还想用手接住不让她下落，但林川早已警觉到，好不温柔地将她的柔仪握在手心。因为林川在身后的原因，所以他最先看到的是楚青离那雪腻润嫩的玉背，同时最让他瞳孔放大的是他那双修长丰润的纤纤玉腿，一整双酥白滑嫩满溢在林川眼中，他的心魂就要被击溃。青离，下次我会和你一起去找凤师姐，一定把凤回路转单换来，我也会陪你一起回去救治妹妹。林川柔声说着，没有半字假意虚情。楚青离忽的冰眸泛起一点泪花，他缓缓闭眸，任由那滴晶莹玉珠滚落在玉甲上，然后他玉躯缓缓转过，极致的身高差让他只需稍稍抬眸便能对上林川热烈的心眸。我相信你。音若柔风，勾心摄魄。他话音刚落，丁香朱唇便是主动附上了林川的唇瓣，皓腕一时环在了他的脖颈上。林川目光愕然地看着二师姐，突如其来的主动让他都呆滞了一瞬，但很快独属于林川的姿态便开始了。林川的鼻尖溢满了清香，楚青离雪眸早已闭上，更让他震惊的是，他的软舌也不安分地乱动着他，最后扫了一眼二师姐玉润美如画的雪躯，将她最后2件衣物也尽数褪去。随后他从储物戒指中换出一张2米大床，轻轻柔柔地将香香软软的楚青离放了上去。呜！楚青离发出一声呜咽，他自是没想到林川竟是随身带床，还是这么大一张。他俯身倾向软在床上的楚青离，轻声道：“青离，这样或许方便一些。”楚青离雪颜溢满娇羞，
急促的呼吸声带动着雪卧上下起伏着，林川只感觉内心涌上一股极其狂热的躁动。他目光灼热地望着身前雪腻如天仙般的二师姐。楚清离自是感受到了他的饥渴，他再次将俯身的林川拉进怀中。林川的脸就这么直横横地埋在了他的酥峰上，满脸的香脂软玉，迎香满意。不要咬啦！楚清离神情略显慌乱，毕竟这跟他上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上一回林川完全是无意识的情况，是他主动揽下所有，而这次林川可是完全自主操控。林川稍稍抬眸，望了望有些不知所措的楚清离，他的动作轻柔了一些。感受到林川动作的放缓，不知怎的，楚清离的娇嫩玉手又开始主动伸向他的衣扣，他极其淑女的帮他褪下了衣物，甚至都没有乱扔。这轻微的细节不禁让林川有些内疚，他忽然出声：“清离，你真的好温柔。”楚清离深情款款地望着他，暴龙前辈的灵力输送开始了，我们也抓紧吧。他的唇音十分轻柔，满满的都是少女般的青涩感。林川咧了咧嘴，淫邪一笑，随即搂上了温香的楚清离。不能写了。暴龙在灵气圈外持续输送着灵力，他的龙躯越发衰老，脸上的皱纹甚至比他的龙须还要密集，但他却是勾着唇角，一丝若有若无的浅笑挂在嘴边。我的灵力已送进去80%，竟还是没有反冲之力，看来那小子还不算差劲。龙主大人，这或许是我暴龙对您最后的尽忠了。若有一天他能去到龙族，您或许也会感受到他身上有我的力量吧。暴龙的龙眸已经在慢慢变得暗淡，他的呢喃也混着无力感。林一其实一直站在远处观望着这边，他的灵眸时而看向灵气圈，时而看向暴龙爷爷。暴龙爷爷，远处的他似乎也感知到了暴龙的寿元几近枯竭，发出了梦一般的轻盈。约莫1个半时辰后，灵气圈已经开始若隐若现，暴龙的灵力已差不多送进去了90%多。又过了半个时辰，灵气圈轰然消散，暴龙再也撑不住，几乎只剩下最后一丝灵力，吊着他最后一口气。林川和楚清离十分迅速地披好了衣物，在暴龙站立不稳就要倒下的瞬间，林川接住了他暴龙衰白的龙眸，萌萌地看着他。灵3境8重，我还以为你能一举突破至劫4境呢，果然你的灵海不是常人能比的。暴龙近乎将全部灵力送了进去，而他们爆裂龙对这种灵力传送方法说得上极为娴熟，至少也有70%能够真正转化到他们身上。但林川竟是连劫4境都未突破。反观楚清离，他虽只吸收了10%灵力中的2%，但他却是一举突破至劫4境1重巅峰。要知道，单单是从灵3境巅峰突破至劫4境，可是需要极为庞大的灵力。他不仅成功突破，而且还进入1重巅峰。劫4境每1重小境界的突破，若是正常修炼，对楚清离来说至少也得3-5年，但看样子他最多再有半年就能进入2重。林川却是顾不上喜悦，诚恳道：“暴龙前辈，谢谢您。”楚清离亦是盈盈一礼，额间香汗都未擦去，道：“暴龙前辈之恩，清离永不会忘。”暴龙打断他，低喝一声：“得，我已是行将之人，你们能记住我先前所说就好。若是有机会便去走一走，实在不行，我也不会怨你们。”林川却是字字惬意：“暴龙前辈放心，我一定将东西交给那头3角爆裂龙，不会辜负您的倾心之愿。”而这时，林一也小心翼翼地迎步挪近着，他的声音带着娇碎：“暴龙哥哥，你真的很好很好，你在那边一定要再次暴揍那条臭狸龙，不然我永远也不会喊你暴龙哥哥。”暴龙想要狂笑，但他的龙喉已不支持他这般做，最终化为淡淡一笑：“你总算讲了一句好话，这是我专门给你留的，无论什么危险，他都能保住你一次。”暴龙手中出现一块由几枚碎晶组成的剔透晶晶，这是碧水晶晶的碎片。林一歪头一问：“怎么不想要啊？那我送给林小子了。”暴龙做事就要送给林川。林一快步跑过，从暴龙手中取下那枚晶晶，盈盈开口：“谢谢暴龙哥哥。”暴龙慈祥一笑，然后永远地僵在了这一刻，他的身躯瞬间化成龙形态，不过龙躯却没有了最初那般遮天蔽日。林一的泪珠滑落到他领袖的脸颊上，他虽是一直在跟暴龙拌嘴，但他却也是极为感性之人，看得出他的善良。楚清离亦是掩着唇，娇躯颤动着靠向林川。林川表情凝重，只见他唇中缓缓吐出：“前辈，您走好便是，日后我若是遇到行凶的离龙，绝不手软。”说罢，他搂住了靠向他的楚清离，道：“二师姐，你接下来有何打算？”他颤抖着声音说：“我就留在这替前辈守着吧，毕竟他赠送的机缘几乎不要求我们任何回报。”林川转念一想，楚师姐此行主要是获取值钱之物，如今龙丹价值已远超1枚凤回路转丹，而他的修为也已经劫4境1重巅峰，有危险的概率几乎为0也好，那你在这一定小心，出什么事立即通过传音预告知我。”林川肃声道。楚清离很温柔地点了点头：“我这边应是无事，倒是你那里想要从劫4境9重玄兽赤炎圣眼验照下
抢走极品赤阳草，肯定危险重重，我不放心。你跟去我更不放心，林一也跟着你吧。你放心，我自有对付他的办法。林川星月般的瞳眸射出柔光，十分笃定地说着。好，但你一定要小心，若是不可为，千万不可冒险，否则……楚清离的话忽地顿在那里。林川只觉得这一幕颇为熟悉，因为雪儿好像也这般说过。不，林川亲了他一口，挑逗着说：放心，清离的话我一定记在心上。林川随后十分痛心地取出了暴龙前辈的龙丹，至此他终于可以修炼炎阳术第4重了。随后他告别二女，独自一人迈出了藏龙谷。师尊，有了爆裂龙炎丹，即便极品赤阳草不管用，或许你的弟子也有办法让您摆脱冰晶寒毒的侵扰了。皎月高挂，月色深沉，林川等人来到星陨圣林已有1个月出头。他出了藏龙谷之后便一直向西，到现在他差不多赶路了3天。赤色山峰想必就是前面了。林川站在不远处，望着眼前枫红的山峰，不禁有些讶然。赤色山峰在月色下泛着水晶般的光泽，枫叶红的植被与赤色岩石交相辉映着，竟似火焰在山体上永不熄灭的燃烧。果然大自然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这山峰竟是如同神迹一般。林川并没有急着上山取草，而是围着赤峰山四处转悠，时不时比划一下路线。3天后，林川已在一棵枫树上休息。这3天来，他差不多已摸清极品赤阳草的位置，就连赤炎圣眼焰的习性他也差不多摸清了。赤炎圣眼焰夜晚警惕性十足，白天虽会外出觅食，但大多时候就只在赤峰山内，最多不过半个时辰，他就能回到巢穴。我若是夜晚去，除非能无声无息摸进100米内，然后用上宗主给的一枚冰寒珠，或许就能伤他。话音刚落，林川手里现出临行前宗主给的3枚冰寒珠，其上寒芒点点，寒光闪闪，饶是林川拿着都能感觉到其内的恐怖灵力。宗主是极武境修士，他全力一击的5成力量，就算是轰杀这赤炎圣眼焰，恐怕也不是问题。林川几乎敲定了主意，准备就在夜晚上山，但此刻保险起见，他还想再做一件事。爆裂龙炎丹他的炎阳术停滞在第3重巅峰已经很久了，因为缺少爆裂龙炎丹，第4重迟迟无法修炼。若我的炎阳术进入第4重，就算冰寒珠杀不死他，我也有一战之力。林川冷声道，星月般的瞳眸抖射寒光。赤炎圣眼焰是火属性玄兽，而林川修炼炎阳术也算是火属性修士，真正对上他，林川除了修为的劣势外，优势很明显。赤炎圣眼焰的火属性功法对同为火属性的林川来说无疑是大消，而林川又是冰属性修士，正好有克制效果。若是皆不可为，那就龙吟压制。林川随即将一颗冰寒珠放在身周，他没有压制它，任由其释放恐怖的灵威。然后他才是坐定闭眸，脑海中浮现出炎阳术第4重的修炼功法，开始攻关第4重。咔的一声，鸡蛋大小的爆裂龙炎丹在他的嘴里轰然碎开，炎阳真火将他一整个覆盖住。林川本是只运转了炎阳术，但龙丹表面流转的赤金火焰纹与他臂间的龙纹竟是遥相呼应着。林川不禁惊呼一声，竟还能将我的龙纹引出来，暴龙前辈的龙丹果真厉害。龙纹的显现算是意外之喜，因为这意味着他冲关的同时还兼修龙纹，这让他取下极品赤阳草的信心更足。吃半刻钟过去，林川周身温度极高，3丈内的枫叶已不觉燃烧起来。后3个时辰过去，林川领海内传出一声震天龙吟，赤峰山好似都颤动了一瞬。他领海中央的炎阳真火与龙纹共鸣着，他臂间的龙纹完全显形，不再是起初的若隐若现，而是真正的实纹。但龙纹已不止臂间有，他的胸膛也有。林川的衣物早已被自己灼热的真火烧成灰烬，此刻他的胸膛对称着已显现出2条黑色龙纹，黑色龙纹淬着火焰，沿着胸骨两侧盘曲成一个8字。林川面露痛苦，这突生的龙纹让他的胸膛仿佛被撕裂一般，噗，一口血溅喷出。林川紧紧捂着胸口，龙纹所在，这是龙纹。此刻他疯狂回想暴龙前辈所说，在他听来很奇怪的话，此刻有了一丝明目，竟有龙主大人的气息。龙主大人不告诉你，我不敢多说。暴龙前辈的话开始让他对自己的身份好奇起来，他的唇间也微微开合。难道我是龙族人？龙族不同其他玄兽种族，血脉高一些的龙族生来就是人形，爆裂龙显然不在此类。林川本以为他臂间的龙纹只不过是上次吃狂龙血兔龙心的意外之喜，但此刻他开始怀疑起自己身份了。噗，又是一口血溅喷出，爆裂龙炎丹的磅礴灵气在他的灵海不断翻涌，他来不及再思考，硬着头皮继续冲关了。2天2夜过去，林川已到了最后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他的肌肤在炎阳真火的炙烤下已红得透亮，嘴角更是血迹斑驳，就连合在一起的手都止不住的颤抖着，就剩最后的凝数了。
林川喘着粗气沉声道，额间也早已汗珠滚滚凝数，乃是将岩阳树第3重开辟的临海位点明到第4重去。前2天的熔炼主要是在临海给第4重岩阳树开辟临海位点，因为每一重岩阳树都对应着固定的临海位点，第3重处在裂点，而第4重处在燃点。林川深吸一口气，然后暴喝一声，给我凝！吼！林川的怒吼声再次裹挟出龙吟，第3重临海位点瞬间凝成。林川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将它凝到燃点。最后一步成了，总算是成了。林川淡淡一笑，将近3天，岩阳树第4重初期，跟我预想的差不多。但我胸口的龙纹……林川瞥了瞥臂间的龙纹，又瞄了瞄胸口的龙纹，道：眼下先拿到极品赤阳草要紧。眨眼间他披好了衣服，撤去了灵力圈，但眼前的一幕却是让他颇为愕然。他身周百米光秃秃的，只剩一片焦黑的土壤，原先醒目的枫叶林也化为灰烬。这些都是我做的。他挠着脑袋，狐疑的自喃着。另一边，凤仪宁也游玩着，看到了赤峰山。月色光辉下的赤峰山闪烁着梦幻般的光雾。他站在山脚下，望着眼前沐浴在月色中的赤色山峰，樱桃唇半不觉欧了起来。从来没见过红色的山，他轻声呢喃，摇鼻萦绕着淡淡的焦木香。林川早已动身，他也完全被吸引住了，连步挪向赤峰山。月黑风高，夜已沉下。赤峰山的半山腰站着一个俊秀男子，目光炯炯。他一袭青衣淡衫，与赤色山峰辉映着，格外应景。赤炎圣眼焰就在半山腰上面一点，也就是他的头顶，最多不过200米。而极品赤阳草就在他巢穴周围，林川越靠近便越是能感受到赤阳草的烈阳药性。他的灵石覆盖刚好100米，但我得绕上去。林川低语一声，随后绕着山腰朝与他平齐但相距100米的位置走去。他绝不能在未靠近之前就被发现，赤炎圣眼焰的攻击性极强，稍有敌意便会直接攻击，因此他的每一步都格外小心，必须精准计算他的灵石覆盖半径。山下，凤仪宁蹦跳着来到了赤峰山山脚处，也就是林川烧焦的那块地方。咦，这是刚烧过不久的。凤仪宁歪了歪脑袋，狐疑着走近了一些，好像是他的术法。他拾起一枚衣角，轻轻放在手上，开心道：果然是他。不对，我为什么要开心？若是我找到的他，岂不是显得本公主很没有面子？凤仪宁将嘴角压下，撅着唇半傲娇道：必须他来找我，我可是公主。他气鼓鼓地站在那儿，但没过一会儿，他就释放灵石朝赤峰山寻去。他如今重回劫4境一中了，还是一重巅峰。星陨圣灵的灵气极为浓郁，他手上又有数不尽的丹药，突破到劫4境倒也不足为奇。咦，怎么会找不到？难道他已经死了？凤仪宁玉唇微瞥，凤眸闪着忧色。他不信邪地加大了范围，但还是没有找到。难道他不在这红山上？凤仪宁玉臂抱于软鼓鼓的胸前，脸上显露复杂之色。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他顿了几时息后，竟是鬼使神差地朝山上走去。林川已经能完全看到赤阳草所在，目光灼热起来。就是这个距离了。他的手中现出一枚冰寒珠，他出现的刹那，冲天的冰寒灵力就将赤阳草的烈阳药性覆没掉。林川身上的炎热顿时退去，而赤炎圣眼焰似乎也察觉到了异样。本是熟睡的他，眯着眸翅膀轻轻震了震林川，咧了咧嘴，没有丝毫犹豫。冰寒珠如炮弹般射出，恐怖的冰寒灵力如飓风般散开，全部席卷向赤炎圣眼焰。赤炎圣眼焰啾鸣一声，同色焰眸瞬间睁开，但冰寒珠早已进到他10米以内。没有一瞬纠结，他旋即震开翅膀，但并不是防御，而是护着极品赤阳草。砰！冰寒珠裹挟的冰寒风暴重重地轰在他的右翅上，骨骼断裂的脆响与灵脉冻结的滋滋声同时传来，顿时混着点点猩红的焰雨，漫天飞舞，天焰散花。赤炎圣眼焰咕嘎一声，侧着方向暴退数米，他庞大的身躯被轰得撞向山岩，利爪在赤金岩壁上犁出血槽，鲜血喷涌而出。是谁？谁敢偷袭本焰？惨叫声中带着刺骨的颤音，赤炎圣眼焰的左翼勉强撑起身体，却发现右翅已完全扭曲，羽毛根部甚至渗不出鲜血，已被完全冻住。林川握着第2枚冰寒珠的手微微发颤，眼前的场景远超他的预期，宗主的冰寒珠竟能将劫4境9重的玄兽一击重创。他本以为这必定是一番苦战，没想到竟是一颗冰寒珠直接碾压。他嘴角微微勾起，缓缓走进扑腾不起来的赤炎圣眼焰。赤炎圣眼焰的瞳孔中第一次浮现出恐惧，这只在赤峰山称雄100年的霸主，此刻像被拔去尖牙的猛虎，庞大的身躯蜷缩着，喉间发出濒死般的低鸣。你是何人？为何要伤我？他的声音带着恐惧，会不止不住的颤动。但让他害怕的却不是面前这个03境8重的修士，而是他手中的冰寒珠。
林川挪着步子，目光扫过他右翅的伤口，那里的羽毛已完全脱落，露出的皮肤下能看出他的玄兽灵脉已被毁了。他知道，若此刻再次出手，就算不用冰寒珠，赤炎圣眼焰也必死无疑。抱歉，我只要草。林川踏前几步，缓缓走进极品赤阳草所在。赤炎圣眼焰的瞳孔中闪过一丝痛苦，但又忽地坚决起来。你不能带走它。林川眸子忽地冷冽起来，手中的冰寒珠再次绽放寒光。你还想吃一颗？赤炎圣眼焰笑了，笑里透着一丝绝望。你不能带走它。他张开左翼，拦住了逼近的林川，眸中已无恐惧，满是决然。你不怕死？林川冷冷道。怕死？我100年前就该死，但却是这诸极品赤阳草救了我，所以你想要取走它，就先杀了我。赤炎圣眼焰左翼张得更宽，焰眸映出灰蓝色。林川微微动容，手中的冰寒珠也收紧了一些，嘴里吐出一句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后继续走向赤阳草。嘎！赤炎圣眼焰绝望的嘶鸣一声，但他却根本站不起来。你若再向前一步，我便与你同归于尽。任凭赤炎圣眼焰如何嘶嚎，林川头也不回，一直向前走着。但他的每一步都变得艰难起来，因为极品赤阳草周围的温度实在是太高了。他随即再次拿出冰寒珠，任凭它释放冰寒真气。差不多半刻钟，他终于走完了这10几米。极品赤阳草果然霸道，若是没有宗主的冰寒珠，只凭我的4重冰心诀，根本无法近身。林川喃喃吐着，赤阳圣眼焰的啾鸣声沙哑了起来。他的确想要和林川同归于尽，但他的灵脉都已碎裂，就算自爆他也毫无杀伤力。他林川没有犹豫，摘下了一株极品赤阳草。赤炎圣眼焰的焰眸瞬间涌出泪珠。不！就在他张嘴的一瞬间，林川扔出半枚凤回路转丹，直生生落到了他的嘴里。没错，就是凤回路转丹。上一次凤仪宁让他当疗伤丹药吃，他的确吃了，但没吃完。准确的说是吃了一半，吐了一半。他一次性根本无法吸收完，所以他从天乱山林回去后，便将剩余未吸收的凤回路转丹重新凝了出来。赤炎圣眼焰的肺部本能的闭合，将那半枚泛着赤色红光的丹药吞入腹中。你给本燕吃了什么？赤炎圣眼焰眸光发颤地问道。林川却是淡淡道：放心，不是毒药，相反，它不仅能帮你重铸灵脉，或许还能让你修为有所精进。赤炎圣眼焰满脸疑惑，但随后丹药的药性便开始奏效，他的右翼缓缓愈合，就连灵脉也开始修复。他开始露出惊色，但随后他又狠声道：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感激你，就能带走我的救命恩人？林川淡淡一笑，指了指极品赤阳草的位置。你的救命恩人还有一株，只不过那株比较小，我带走了一株大的。赤炎圣眼焰焰眸望去，发现那里的确还有一株。你早就知道？赤炎圣眼焰诧异地问着，他的眸光不再是绝望。不，在伤你之前，我并不知道。林川肃声道。林川起初的确不知道，他最开始的想法便是不计一切代价拿到那株极品赤阳草，因为在他看来，这赤炎圣眼焰乃是一只凶兽，杀了便杀了。但在他听到恩人的那一刻，他的心魂还是颤动了一瞬。谢谢你，赤炎圣眼焰温润着眼眶说道。林川却是淡淡道：你不用谢我，因为我一开始的想法的确是杀你。赤炎圣眼焰滞在那儿许久，他才是开口道：不管怎样，我能感受到你的丹药的确在让本燕的灵脉恢复，你拿走那株极品赤阳草，就当是我俩扯平了。这次换成林川愣在那儿，因为眼前这只赤炎圣眼焰和他在典籍中读到的赤炎圣眼焰完全不是一个品性。典籍中记载，赤炎圣眼焰的品性极为恶劣凶残，报恩在他们身上更是一点不沾边。此刻他竟还颇有礼貌。林川沉思少许，随后又扔给他几枚上等龙族的龙丹，道：这些龙丹有助你更快恢复，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般品性。林川扔下丹药后便离开了。赤炎圣眼焰左翼接住那几枚龙丹，嘎的一声轻呼，看来他是将我与我族人同类而论了。林川刚往回走没多久，正好碰上了急匆匆上山的凤仪宁。方才冰寒柱的爆炸让他在山脚都能感受到极大的灵威，此刻的凤颜带着焦急，眸中闪着忧色，喘息声急促，酥胸剧烈起伏着。凤师姐。林川有些愕然地看着他，轻声道：你怎么来了？凤仪宁先是唇瓣勾起，然后赶紧别过精致的小脸蛋，撅着嘴道：要你管。本公主见这山峰好看，就想夜游一番，怎么碍着你林公子什么事了？凤仪宁虽嘴上吐怨着，但她在见到林川的一瞬间，心里就已乐开了花。但她不能喜形于面，因为这样就输了。林川抿嘴一笑：凤师姐还在为先前那事生气。凤仪宁顿时侧过脸来，气鼓鼓地望向他，娇怒道：我才不会跟你这种大色魔生气。
林川淡淡一笑，忽地抬眸望向天空，道：唉，刚刚还想着和凤师姐一同游玩一番这赤峰山，但现在看来我是没机会咯。林川旋即往山下走去，留下凤仪宁一人杵在那儿。可恶可恶可恶！凤仪宁气得直跺脚，朱唇中更是吐着与她容貌完全不符的秽语。林川慢悠悠地走着，唇角勾有一个很小的弧度，应该不出3个数，凤师姐就会回来吧。3、2，在他数到1的一瞬间，一阵香风袭过，一个婀娜少女落在他面前，但她的脸色却是极为不自然，看向林川的眼神涌着幽怨之色。林川佯装严肃地说道：凤师姐还有何事？凤仪宁没有说话，而是直接捏住林川的皓腕，然后一口咬住。林川嘶吟一声，他下意识地想要抽开他，但却发现他的手甚至身体都完全动不了了。不过他的嘴巴还是能说话的。凤师姐，你这是做什么？凤仪宁只咬到他的手腕泛红，才松口。难怪先前感应不到你的气息，原来的修为都到了03境8重，真是变态。凤仪宁依旧捏着他的手腕，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他。凤师姐，难道你一直在找我？他连忙歪过脑袋，抓着他的手也微微颤动着。谁找你了？林川抿了抿嘴，然后看向自己被紧紧捏住的手，忽地又正经起来，道：凤师姐，你看你咬也咬了，捏了捏了，是不是可以放开我了？好啊。凤仪宁随即松开了他的手，但林川还是动弹不得。他的眼珠子绕着眼眶360度滚动，不断的放大又缩小。凤师姐，你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一点也动不了？凤仪宁得意的欢笑出声，凤眸深处凝出一抹快意。我不过就在你身上加了一点点禁锢而已，只需要站个7、8天就好了。一听到禁锢，林川恍然大悟，凤神禁锢可是能比肩龙神禁锢的第2禁锢术，但怎么眼前这只小凤凰也会？他一脸沉闷地望向他，不知我哪里得罪了凤师姐，可有补救之法？凤仪宁双手环在莹润的酥棉上，手指轻轻勾着丁香软唇，嫣然一笑道：3天后再告诉你。西林川。随后他淫笑着走到林川身前，白皙嫩滑的手在他身上不断摸索着，时不时挠他一下，让他哭笑不得。好烫！凤仪宁惊呼出声，他的手慌忙扔开装着极品赤阳草的储物袋。林川灿然一笑，低声道：活该。凤仪宁耳尖得很，听到了他的嘲笑声，狠狠白了他一眼。发现不解气，他旋即蹬掉赤金色的布鞋，露出酥腻玉润的银白小脚，然后猛地一踩。林川的笑声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生疼。凤师姐，你就别折磨我了，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好不好？凤仪宁却是不搭理他，捡起了地上的储物袋，道：这里面装的是不是极品赤阳草？林川点了点头，促声道：那个不能给你。哦，这是你在这赤峰山所得？凤仪宁柔声问道。是。林川应道。所以今晚那么大动静，就是为了拿到它。据我所知，你们赤阳玄冰宫的女修多半会受寒毒侵扰，而赤阳草便是能解寒毒之物。而你是男子，它对你来说作用不大，所以你是准备送人？凤仪宁带着些许异样的情绪问道。的确如凤师姐所言，我摘它就是为了救人。林川没有否认，淡淡应下。是不是你那个很清冷，但又有几分姿色的大师姐？凤仪宁的凤眸中微现妒意，脸上有些不悦。林川微微一愣，然后促狭道：凤师姐，这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莫非你吃醋了？凤仪宁玉颊侧过，不看向他，要你管？我就是问问而已。你不说，我就再给你多加2天。林川无奈的苦笑起来，促狭道：你加吧，我若是内急了，小便你帮我脱裤子就好，大便的话你可得帮我擦屁股啊。林川话音刚落，凤仪宁赶紧扔下他的储物袋，留下一句大色狼，后红着脸逃开了。先帮我解开啊。但他的声音根本没得到回应，凤仪宁显然已经走远了。1天后，林川仍苦闷地站在那儿，期间凤仪宁一次也没来看他。竟然连我的龙纹也解不开这玩意儿，不愧是和龙神禁锢齐名的凤神禁锢。凤神禁锢是真正来自真神的宝术，他的修炼条件极为苛刻，除了拥有凤神血脉之人，几乎无人能够修炼。不仅如此，他还对血脉纯度有极高要求，若是你的血脉纯度不够，你或许在有修为优势的修士面前都施展不出，但你的血脉纯度若是够高，则可越级禁锢对手。而凤仪宁是凤凰神家目前血脉最为精纯的一位凤凰子弟，他的血脉纯度高达 91%， 对他来说，就算是想要禁锢劫4境4重修士，或许也不是难事。一旦禁锢，便是连着灵石一起禁锢，修士便与待宰的羔羊无异。凤师姐的禁锢术如此厉害，但为何天乱山林那次他不用出此术来对付老大呢？林川疑惑地呢喃着。
若是上次对付牢大用此术禁锢他，绝对是单方面的碾压了。3天后，阳光洒在凤仪宁晶莹玉润的娇颜上，让她似精灵仙子般迷人耀眼。她其实离林川并不远，就在她身后50米不到，但林川偏不了头，灵石也完全散不出去。也就是说，她除了一张嘴巴能讲话，啥都做不了。凤师姐，第3天了，你现在可以出来告诉我了吧？林川嘶哑着声音朝着空气喊道。凤仪宁得逞一笑，听到林川的求饶似的喊他，内心竟是莫名的开心。他踏前几步，很快便来到林川面前，双手交叉着放在玉臀上，狡黠笑道：让你总是揶揄我，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林川哭笑不得，他其实也就看了他洗澡，但还不是故意的，甚至啥都没看到。再者就是拒绝了他的组队邀请，顺便逞了一下口舌之快而已。林川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轻声问道：凤师姐，为何上次对付老大你不用这招呢？凤仪宁没有丝毫犹豫，歪着脑袋笑道：因为那时候我还不会啊。嘻，说起来还多亏了你，我才能学会。林川一脸疑惑，什么叫做多亏了他才能学会？难不成是专门学的这个来对付他？噗嗤，你这个表情好好笑，你不会认为我是专门学来对付你的吧？凤仪宁堂口张开，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林川怔了一瞬，心眸凝在他精致的脸蛋上，道：难道是其他原因？说到其他原因，凤仪宁的眸瞳忽地柔和了许多。林川也注意到他的异样，这种异样竟是和二师姐、大师姐他们极为相似。难道是因为他吸了我血的缘故？林川内心想着，如此倒也说得通了。难怪他对我的态度变化这么大，定是因为他吸了我的血之后，他的体内也出现了龙息。是因为吸了我的血吗？林川小心求证着。凤仪宁却是闪过一丝慌乱，然后点了点琴手。上次天乱山林，我虽强行突破禁制，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修为也跌落至03境8重，但我在吸食了你的血液之后，体内莫名多了一股温热的龙息，它的疗伤效用比丹药还要厉害很多很多。我不到1个月就完全恢复了境界，而且我还发现许多我难以入门的功法，如今修炼起来都得心应手。我觉得都是因为那缕龙息的缘故。凤仪宁凤眸中泛起细碎的光，像落在冰面上的月光，亮晶晶的，却又带着一丝难以言说的柔软。林川愕然地看着他，但让他惊讶的不是因为他知道了答案，而是他说他的龙息有明悟效果。他一脸惊色地问道：凤师姐，所说为真？若是真的，这对赤阳玄冰宫来说一定是一个极好的消息。若是人人都染上这么一点龙息，那还得了。若真如此，赤阳玄冰宫不出100年必成为无风大陆最强宗门。凤仪宁却是不乐意了，小手指戳着他的脑袋瓜子，丹凤眼正对上他的心眸，混着海棠香的吐息打在他的脸上，道：我才不会像你一样竟会花言巧语。林川的鼻尖溢着芳香，让他不由得深深一吸。凤师姐，你身上好香。凤仪宁闻言慌乱撤开白皙手指，然后玉颊侧过，撇着嘴道：哼，别以为这样我就会解开禁锢，除非你答应跟我去那个地方，我就可以帮你提前解开。话音刚落，凤仪宁的眼神开始躲闪起来，粉质脸蛋也抹上一丝异样的嫣红。林川却没有急着答应，反而耐心了起来。凤师姐身上可还有凤回路转丹？这个家伙怎么不正面回答我，反而问起这个来了？凤仪宁内心一阵猜疑，随后他缓缓道：有，你难道还想要？他又认真看了看他的修为，的确是03境8重，距离03境巅峰冲击劫4境还早着呢。林川摇了摇头，淡淡笑道：不，我只是替我的一位朋友问一下而已。凤仪宁听后气不打一处来，几乎是瞬间就想到了他的朋友是谁，定是那天问他买凤回路转丹的那个楚清离。他纤眉蹙起，玉唇微撇，丰硕胸脯剧烈起伏着。林川不仅不回答他的问题，相反还在为其他女人着想，这分明是故意挑衅他。他随即闷哼一声，然后就要离开。林川早有预感，旋即开口：凤师姐，我答应你，我真的憋不住了。虽说他的灵力不能作用在外，但是作用在内还是可以的，但憋太久了也不太可以。而他故意在他生气的时候答应他，这样既能掌握主动权，又能遗弃他。巴适。凤仪宁顿住脚步，娇躯颤动了一瞬，他微红着脸转过身来：你若是骗我，我就让你永远待在这里面。林川咧了咧嘴：放心，男子汉大丈夫从不说假话，既我答应了你，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会去。又来油嘴滑舌。凤仪宁颇有深意地望向他：难怪你在赤阳玄冰宫能有诸多红颜。林川不乐意了，冷笑道：那是我长得帅，就我这脸蛋，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玄兽见了都悲哀，哪个女子看了不迷糊，看了不喜欢？噗嗤。凤仪宁轻蔑一笑，做出呕的表情：哼，自以为是的大色狼，
我的好几位皇兄可都比你好看，你长得也就一般，10分满分，我最多给你8。听到凤仪宁对自己的样貌打分竟是如此低，连优秀都没有，他佯装怒斥道：“连9分都没有，你是不是眼光不太好？是你自己迷之自信而已，我才没有乱说。我那几位皇兄的样貌对上你，一定是碾压式的胜利。”凤仪宁双臂环于高耸胸脯上，稍显得意地说着。林川可是赤阳玄冰宫千年来唯3的男弟子，外貌的含金量自不必多说，如今竟是被说成一般，他也没好气的道：“凤师姐，我给你打1分。”凤仪宁斜过凤眸，怒视着他：“你是不是故意想气我？你且听我给你的扣分。”林川嘴角微微勾起，坏笑着道：“首先，你的脾气不好，扣3分；其次，你时常出言诋毁我，扣3分；最后，你……疼。”林川尚未说完，凤仪宁就猛地捶向了他的胸口。本公主天下第一好看，绝对的满分，你竟才给我1分，就是欠收拾。凤仪宁娇怒道，酥嫩的脸蛋都气得变形。没过一会儿，她越想越气，再次抡起粉嫩的小拳头就要捶向林川。咕嘎，天空传来一声艳叫，凤仪宁刚抬起的手被一股异常强势凛冽的灵力震开。赤炎圣眼焰，嘎！他在高空鸣叫徘徊1周后，落在了林川的身后，冲凤仪宁一阵鸣吼。突如其来的大鸟让凤仪宁有些不知所措，方才的怒气完全褪去，此时竟是生出了一抹惧色。他能感觉到赤炎圣眼焰修为对他的杀意，而他的修为竟隐隐有极武境的趋势。只见赤炎圣眼焰旋其左翼，猛地一旋，带动起一阵灵力风暴涌向林川，但那灵力打在林川身上却是极为柔和。禁锢解开了，林川轻呼一声，然后转过身：“你伤好了，还突破了。”不过3天未见，赤炎圣眼焰的玄兽灵脉竟是完全恢复，而且更让他吃惊的是，他突破到了极武境。极武境的修为，放眼整个无风大陆都是横着走的存在，而他却是在灵脉破碎的情况下3天破境了。你的修为？林川诧异地望向他，眸中满是惊色。托你丹药的福，我对极武境的明悟加深许多，但还是多亏了剩下的那株极品赤阳草，我才得以破境。赤炎圣眼焰激动地说着，语中满是喜色。你服下了它？他点了点头。林川一脸愕然地看着他，那可是他救命恩人的子女，他竟是将他吃了。不过并非我主动服下，而是主动他飞入我口中。林川脸上写满问号，然后恍然大悟道：莫非是他已生出草灵？珍奇灵药之中，若是生长环境极为优渥，则有很小概率生出药灵，一旦生出药灵，则其便有认主想法。的确如此。赤炎圣眼焰张开喙部，一枚赤金透亮的草种从喉间飞出，悬浮在半空时竟化作8掌大的光人。它通体由赤阳草的叶片构成，叶脉间碧绿纹路和赤金纹路交织着，看上去与一枚丹药无异。就是他让我突破到了极武境，而且他好像将我当成他的主人了。林川凝视着悬浮的光人，瞬间明白了所有。他应是我手中那株赤阳草的子嗣，自胚胎时便浸润在极品赤阳草的焚天烈焰中，如此优渥环境，他能生出草灵倒也不奇怪。林川望着在赤炎圣眼焰会前亲昵打转的草灵，轻声道：而你又守护他近100年，眼中所见唯有你，心中所感也唯有你的执念与温热，故而在你危险之际认你为主，助你突破了。赤炎圣眼焰咕嘎一声，你之所说竟是与我之感觉所差无二。你守护极品赤阳草100年，而这草灵看上去至少也有80年，它的灵智几近圆满，你应是从未进过极品赤阳草10米内吧？林川之所以这般问，是因为那天他说出还有一株极品赤阳草时，赤炎圣眼焰的神情愕然，完全不像是装的。我一直将他当恩人守护着，没有半分亵渎，亦从未临时查探过他。林川淡淡一笑，你守护100年都未动半分歪心思，草灵救你于危难，很合理。哇，这草灵好可爱。本是在赤炎圣眼焰周围打转的草灵光人，此刻竟是飘到了凤仪宁手上。赤炎圣眼焰怒斥一声，放下他，否则死。他眸中杀意涌动，双翅更是微微震动起来。他虽尚未巩固极武境，但想要捏死一只劫4境1重的修士还是极为简单的。凤仪宁脸上的惧色在他帮林川解开禁锢的时候就已退散，此刻他竟是摆出了公主架子。怎么，你擅自解开本公主对林川的禁锢，我先不计较，但这草灵明明是自己跳到我手里的，我为何要放下？赤炎圣眼焰眸中的杀意更甚，我虽从未杀人，但你别逼我让你成为第一滴血。说罢，赤炎圣眼焰的瞳孔骤然收缩成竖线，极武境的灵压如火山爆发般席卷而出，赤金羽毛根根倒竖，每一片都泛着割裂空间的凛冽杀意。强大的灵压附下，手中的草灵不觉飘向赤阳圣眼焰，与它融为一体。
凤仪宁只觉胸口一闷，赤金红裙随风摆动，盈盈玉腿也开始颤抖起来，已有摇摇欲坠之势。但她的公主性子可不会就此认输，只一刹那，她的身周燃起凤凰真火，冲天的火光竟是生生将赤炎圣眼焰的灵压撕开了一道口子，这也让她有了喘息的机会。本公主可是凤凰，岂会被你这只火焰鸡欺负？凤仪宁的赤声颇为尖锐，根本没有赤炎圣眼焰的雄浑气势，竟是凤凰血脉，真是让人惊叹。若是你修为再高些，我或许会惧你。赤炎圣眼焰俯视着他，轻蔑道：但你现在羽翼未丰，安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扑腾？话音刚落，赤炎圣眼焰带着滚烫灵压一步步逼近凤仪宁。你既喊我火焰鸡，那就让你见识见识火焰鸡的怒火。他每向前一步，凤仪宁的修长玉腿便弯曲一分。凤仪宁哪里承受得住？当他走了5步之时，他已是拼尽全力，唇角都溢出了猩红。就在他要完全跪地之时，林川取出一枚冰寒珠，将赤炎圣眼焰的凛冽灵压丸全覆没掉，然后顺势搂住了凤仪宁。你做什么？凤仪宁娇斥一声，但他却是没有挣脱搂着他的林川，只是幽怨地看着他。赤炎圣眼焰收起了自己灵压，疑惑问道：你为何帮他？但没等林川开口，凤仪宁却是道：他是本公主的男人，不帮我难道帮你？林川将准备好的说辞咽了下去，俊秀的脸庞上再次挂满问号。我何时成了他的男人？就因为偷看了他洗澡，就要以身相许？赤炎圣眼焰愣在那里，他先是看了看林川，见林川没有反驳，以为他是默认了，于是他缓缓开口道：你既说他是你的男人，那你为何囚禁他？当然是因为他不听话，而且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只需要知道他是本公主的男人就够了。林川，赤炎圣眼焰却是肃声道：当然跟我有关，他若是你的男人，那你就是我的主母，我肯定不能动你。林川脸上的表情忽地极度愕然起来，什么东西？怎么一个说我是他的男人，一个说我是他的主人？跟我商量过吗？林川是你主人？凤仪宁忽地柔和许多，歪着琴手道。赤炎圣眼艳厉声道：我的确要拜他为主人，只不过主母方才没给我机会而已，不是你上来就……凤仪宁正要开口，林川一声呵斥打断了他。停！他先是看向赤炎圣眼焰，疑惑道：你为何要拜我为主人？因为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星陨圣灵的玄兽都被下了禁制，除非与修士签订契约，否则一生都出不去。当然更因为是我的草灵赋予我的意志，他的内心告诉我，外面世界有他很在意的东西。赤炎圣眼焰轻声说着。就这吗？在林川看来，他是极武境玄兽，他的身份算得上极为高贵，但竟是要认他这个03境的渣渣为主人。虽说这会让他很有面子，但说出去怕也会让人笑掉大牙。毕竟极武境玄兽给03境修士当坐骑，谁信啊？其实我还有一点私心，不过主人放心，绝不会对您不利。哦，说来听听。赤炎圣眼焰认真道：虽说您的修为不如我，但您身上有着极为高贵的龙族血脉，给您当坐骑，这会是我的荣誉。你能看出我身上的龙族血脉？林川惊语一声。突破之前我就感受到，只不过那时不够确定，现在我十分确定，您身上不仅有龙族血脉，还极为高等。赤炎圣眼焰焰眸满是真切，看不出半分假话。林川忽地愣在那里，劫4境巅峰便能看出我身上的诡异龙息，岂不是说冰宫的许多长老都能看出？岂不是说昆仑殿殿主和极道宗宗主也能看出？这忽然的发现让他内心一阵后怕，因为若他有高等龙族血脉的事传了出去，那他一定会上悬赏榜。中部地区之外的修士中，但凡有丁点龙族血脉的修士都会上悬赏榜，而且起步价便是惊人的100万灵晶。先前他只是以为自己沾上了一点龙息而已，倒也没有太在意。而此刻赤炎圣眼焰竟是说出他有龙族血脉，而且观他所言，加上先前暴龙前辈的暗示，还有自己手臂上、胸口上的龙纹，这一切的迹象都在告诉他，他的确拥有龙族血脉。赤炎圣眼焰见林川许久没有回应，于是主动啄破语意，凝出一滴精血。主人，请您与我签订灵契，我会终身忠诚伴您左右，直至我死去。林川从方才的冥想中醒来，背后已然浸出冷汗。你真决定了？我决定了。也好，或许目前我正需要你这样一位高手的保护。林川见他诚心认主，加上他有上悬赏榜的风险，他颇为爽快地与他签了灵契，一来可以保护自己，二来可以装逼。林川微微一笑，既如此，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坐骑，姑且叫你小燕吧，但非必要时刻，除了坐骑，我不会对你下任何命令。随后他又补充道。赤炎圣眼焰点了点头，全听主人吩咐。他说罢后，便
便望向主人怀中的凤仪宁：“对不起，主母，方才是小燕太冲动了，小燕给你道歉。”林川怀中的凤仪宁在听到他要与他签订契约的时候，就已经惊掉了下巴。有集武境玄兽当坐骑，岂不是和他的父亲一个档次了？林川的心眸也忽地凝向他，狡黠一笑，道：“那我是现在该叫你老婆，还是凤师姐？”嗨嗨！面对林川突如其来的羞耻疑问，凤仪宁很是虚弱的玉躯在他怀中颤动了起来。感受到他的虚弱，林川取出一枚龙丹，也不管他答不答应，直接塞进了他的樱桃小嘴中。随后他卷动着龙息，开始为他输送灵力。你不说话，我就默认你是答应了。那你现在可是我的老婆了。哼，大色狼就会占我便宜。凤仪宁玉颊染上嫣红，琴手完全埋进他的胸口，温润酥软也贴到林川胸膛。一时间，林川竟是恼热起来，但他还是强行压下起念，柔声道：“对了，凤师姐，你先前说要带我去的那个地方在哪儿？可以让小燕带我们去，以小燕的速度，估计星陨圣灵任何地方她都能3天之内抵达。”一听这话，凤仪宁琴手埋得更深了，她的声音也极度绵软起来。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唤她为月湖。一旁的赤炎圣眼燕听到月湖的时候，眼眸都明亮了许多。那里可是一个月牙形的小湖？他轻声问道。凤仪宁没有出声，只是点了点头。嘿嘿，主人，我知道主母所说为何了，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去。赤炎圣眼燕意味深长的一笑，不禁让林川有些后背发凉。凤师姐，那里有什么奇怪之处吗？林川摇了摇怀中的凤仪宁。你先别管，去了就知道了。见凤仪宁不开口，林川又望向小燕。那月湖可以说是专门给主人和主母准备的，若是共浴湖中，不许再说，赶紧带我们去。小燕的解释被他的主母斥声打断，随后俯下身子示意二人坐上去。林川似懂非懂，但既然他答应的事，自不会反悔。走吧，去月湖。星陨圣灵，月湖。小燕带着林川二人不到2天半就来到了这儿，真是瑰丽。宛若仙境的月湖，林川的眸光瞬间被拽入其中。湖上灵雾蒙蒙，氤氲升腾，湖中碧波粼粼，涟漪轻颤，周围的林木更是茂盛森幽，其藤蔓都散发着深蓝荧光。凤师姐，到了。林川晃了晃怀中的凤仪宁，轻声道。凤仪宁2天半来一直赖在他怀中，他自己也不调息，就要林川输送灵力帮他养伤。说是因为他故意在一边站着，看着他被欺负，却没有一点表示，所以都是他的错，要他负责到底。不过这对林川来说也不打紧，他服下一枚龙丹之后便已无大碍了，后续主要是慢慢调和龙丹中的灵力而已。但有一点让他很煎熬，就是凤仪宁会时不时的这里摸一下，那里揪一下，甚至有时会挑逗他。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我的伤都还没。你的伤好了。凤仪宁到嘴边的话被林川打住了。凤师姐，你这2天折磨我还不够吗？明明昨天就好了，你非赖着不下去，我可是难受的很啊。林川一脸幽怨地看着他，温热吐息迎面打在他的精致脸蛋上。凤仪宁却是不乐意了，娇斥出声：哼，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我每次睡着了，你都悄悄将手伸到我裙衣里面，别以为我不知道。望着凤颜绯红的凤仪宁，林川竟是无力反驳，还不是因为你赖在我身上，像你这般倾世容颜风姿绝代的女子，但凡是个男人都会忍不住，就算是我这个血气方刚的大帅比，也不可能忍得住。林川强装镇定地说着，目光也稍稍撇开，不看向他。那你为什么还要有动作？大色狼。凤仪宁玉颊上的红霞瞬间蔓延到脖颈处。其实也没什么吧，反正隔着衣服，要怪就怪，你自己醒了。你。林川一脸坏笑地说着，不经意间他的眸光又胡乱锁定在香香软软的凤仪宁身上。不仅如此，他还不怕死的再次感受了一把。小燕。凤仪宁猛地挣脱林川，气鼓鼓地站起，冲赤炎圣眼燕娇喊道。赤炎圣眼燕应声，主母有何吩咐？出去守好，3天之内不能让任何人进来，你也不能进来，无论你听到什么。他的赤音带着不可拒绝的怒意，凤眸更是狠狠瞪了林川一眼。赤炎圣眼燕就算是再蠢，听到凤仪宁最后一句话后，也不会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了。是，主母之言亦是主人之言，我一定守好，就算是一只苍蝇都休想飞进来。小燕笑着离开了。完了，这下彻底激怒凤师姐了。林川心里一阵嘀咕，凤师姐，方才我不是过。扑通，林川话未说完，就被凤仪宁一个大嘴巴子呼进了月湖中。顿时磅礴的灵力如山般涌入林川灵海之中，而且这灵力分明是颇为上乘的星月灵力。星月灵力虽也是灵力的一种，但它可不是普通灵力能比的。无风大陆有云，若是无风大陆真有霸主，那必然是3000年前的那2人，一男一女。
男子名为刘星，女子名为刘月。据说他们的宗门星月宗，宗内万人，个个都是劫4境往上的修士，而这主要得益于他二人所创的星月灵力。星月灵力是他二人合修时被刘月的弟子柳梅无意中发现，柳梅天资平平，起初本是刘月数十弟子中修为最低之人，端茶倒水之活几乎全数归于他身。也正因为这个，他得以敬视刘月。不过他并无怨言，依旧尊师重道。刘月有个爱好，就是睡觉前必须涂抹新取的玉露，所以柳梅每天晚上都会给他送去鲜润的玉露。但渐渐的，他发现了一个 bug。他有一回提前了一个时辰，带着玉露到了刘月闺院，但他谨遵师嘱，不到点绝不会进，而他也不会浪费掉这一个时辰的修炼时间。然而令他吃惊的事发生了，他那一个时辰的修炼竟是从真2境3重突破到了真2境5重。他本以为是意外，接下来几天都是提前1个小时到达刘月闺院，他的修为依旧上升得飞快，反复10来天后竟已是03境5重。柳梅经过10来天的验证，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便将此事告知了师尊。原来他的师尊是极阴体质，而他师尊的道侣刘星则是极阳体质，二人合修时能转化出十分浓郁的灵力，也就是他们所命名的星月灵力。至此，星月宗鼎盛一时，傲立无风大陆近1000年之久。但刘星刘月死后，风靡一时的星月灵力也渐渐淡出了修士们的视野，流星宗也渐渐瓦解，无风大陆也鲜少再传出有关星月灵力的消息，修士们又回到正常的修炼节奏。真的是星月灵力！林川惊呼着捧起一抹湖水，想要就地吸收，试试它到底是否如传说般神奇。但无论他如何吸收，愣是没有半点灵力进入他体内。咕咚！不信邪的他甚至直接喝了一大口，但他还是没能如愿。林川喝进去之后，本已感受到星月灵力的存在，但几乎是眨眼间，星月灵力便冲鼻而出。怎么会？噗哈哈哈！真是笨蛋！一旁的凤仪凝怒颜消散，毫不掩饰的鄙夷一笑。林川转过身去道：凤师姐，你也认出了这壶中的星月灵力？凤仪凝傲娇着点了点头，那当然，本公主懂得可是比你多得多。父皇说过，现存的星月灵力只能用特殊方法吸收，一个人是吸收不了的。哦，什么特殊方法？不会这就是你带我来的目的吧？林川几乎是瞬间就清楚了他口中的特殊方法为何。阴阳结合流星流月前辈通过合修诞生出的星月灵力，那时尚在空气中算是无主游离态，而这湖水中的星月灵力是有载体的。如果说有一个方法能够将之吸收，那必然是阴阳结合。阴体将月灵力分离出来，阳体将星灵力分离出来，然后再将之混合为游离态，无主状态下，到时必然可以吸收。林川淫笑着缓缓走向岸边，凤师姐，我想邀你共浴。林川话音刚落，凤仪宁就娇躯一颤。你在说什么？坏呗！我想与凤师姐共浴。林川一步步逼近岸边的凤仪宁，笑声也越来越淫邪。我才不要！那凤师姐邀我来这儿，是为何？总不能是让我来这儿陪你看风景的吧？凤仪宁忽地别过琴手，慌乱说着我，但他话未出口，便被已经摸过来的林川拉入怀中。你做什么？放开我！凤仪宁下意识地想要挣脱，但林川没有给他机会，而是搂得更紧，柔声问道：凤师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或者说你有无法抗拒的事？林川话音刚落，怀中的凤仪宁就湿了眼眶，泪水开始打转。凤仪宁的哭泣显然让林川对自己的揣测更加确信。告诉我，3个多月前的昆仑殿，那是凤仪宁天乱山林破风后与他父皇头一回见面。宁儿，你母后给你寻了个如意郎君，你直接回国准备婚事吧。你若还在这里，我不放心。我不要。父皇，女儿不要你们安排我的婚事。他父皇名为凤霄，5、6境绝顶高手，在无风大陆东部几乎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他可以说是不怕天也不怕的，但他偏偏就怕2个女人，一个是凤仪宁，一个是凤仪宁的母后。你也知道你母后的性格，你若是不答应，她一定会百般折磨我。凤仪宁没有丝毫犹豫地摇了摇头。你就应下吧，姑奶奶，她挑的那男子我看了，样貌自是不必说，一绝，而且他的天资也是不错，外加家族也颇为庞大，绝对是我们东部最配你之人。不要！面对凤仪宁的拒绝，凤霄没有丝毫意外，因为他的脾性向来如此。可是你母后那边，我怕是不好交代。凤霄面对凤仪宁可谓是极为温柔，语气也尽可能的收敛。母后那边，父皇一定能帮我解决的吧？凤霄无奈的摇了摇头，解决不了。你娘这回态度极其强硬。父皇，您最好啦，就再帮帮我吗？
凤仪宁又开始了他在父皇面前屡试不爽的必杀技撒娇。凤霄最吃不了他这一套，连忙打住他，停，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真的吗？我就知道父皇最爱我了。此刻凤仪宁将自己娇滴滴的模样展露无遗，丝毫没有了那股傲娇公主脾气。我只能给你2个选择，其他的我帮不了你。凤霄很严肃地说着。我一定不会让父皇为难的。父皇快说说。凤仪宁娇声应着。第一，就是你现在立马回去完婚，不过你显然不愿意，那我直接说第2个。凤仪宁的眸光忽明忽暗，既有害怕又有期待。第2嘛，跟第1差不多，就是你自己找一个你喜欢的，不过他的天资一定不能差于你娘挑选的那人，最好是能胜过他。凤霄本以为自己的女儿会再次为难他都已经想好了接下来的应对之法了，结果他却是欣然答应了。好，我就选第2条。凤仪宁脱口而出，这让凤霄的凤凰神童都不禁圆瞪了起来。你认真的？我很认真。凤仪宁满心欣喜地说着，而且他一定要得到你娘的认可，你娘的要求多么苛刻，你是知道的。你现在还选第2条吗？选？也不知是不是自己的女儿吃错药了，凤霄一连问了好多次，他都坚定不移地选第2条。既如此，我一定会如实告诉你娘，1年内，你若是能带回这么一个人，并且真能得到你娘的认可，那便万事无虞。可你若是带不回，那就只能乖乖回国，接受你娘的制裁。凤霄的眸光一直凝在他的身上，但换来的却是他坚如磐石的答案。父皇放心，女儿1年内一定能带回去一个，得到娘的认可。凤仪宁英桃唇瓣微微开合，她娇碎的眸光尽数凝向林川，哽咽道：你娶我好不好？我不想嫁给别人。突如其来的求婚让林川一脸无措，一整个愣在那儿。凤仪宁见林川一言不发，声音更加破碎：我一定改掉我的公主脾气，绝不会再说你大色狼，也不会像之前那样禁锢你，好不好？他的一双柔仪紧紧抓握在衣襟上，仿佛只要林川稍一拒绝，他便会放声大哭起来。这一幕，即便是心坚如铁的林川也很难不为之动容。他用手轻轻开去他玉颊上的泪珠：凤师姐，我答应你，但我也想知道原因。话音刚落，凤仪宁的朱唇便附住了林川的唇瓣，顿时一阵芬香扑鼻而上。林川早已不是刚入宗门的青涩小子，此刻自然知晓凤仪宁的内心是多么脆弱，而他能做的，而且最能做的，就是给予他最炙热的回应，这一定是当下抚慰他情绪最好的办法。他原本放在他腰间的右手缓缓移至玉背上，被他忽然侵袭的唇瓣也开始反扑，反复住了他的丁香粉唇。感受到林川的主动回应，凤仪宁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发出一声长长的呜咽。林川稍稍抬头，唇瓣贴近他耳畔，道：凤师姐，我会娶你，你不会嫁给别人，你也不用改掉你的公主性子，你还可以随时随地骂我，禁锢我，我喜欢这样性格的你。凤仪宁轻轻地嗯了一声，然后将琴手一整个埋入林川胸膛，他的眼泪止不住的滚落，完完全全打在林川的胸膛上，胸口上传来的湿热好似一根根刺一般，让他无比心痛。其实月湖就是流星前辈在星陨圣灵里留下的机缘，我们一起吸收星月灵力可好？凤仪宁开启红润娇碎的凤眸，气音道：林川的手轻轻移至他的衣带处，轻轻一滑，衣带徐徐坠落，他的一袭赤金长裙亦没了束缚，一点点滑落。凤仪宁没有一丝一毫的挣扎抗拒，相反，他还主动抬起皓腕，任由衣裙滑落。长裙刚一滑落，他莹润白皙的肌肤，修长笔直的玉腿便映到林川眸中，这也瞬间点燃了林川的脑中的烈火。凤仪宁的肌肤白粉嫩光滑，白如银雪，精致的锁骨下是一对娇挺的绵软。林川的目光也正是落在他的傲人雪峰上，但他没有很着急地褪去他最后的遮蔽，而是轻拉着他缓缓走进月湖。湖水差不多没到2人腰际时，凤仪宁忽然出声：林川，待会儿你能吸多少星月灵力就吸多少，我没问题的。他垂着眸，声音娇乱到惹人怜惜，脸上的绯红几乎都要绵延到他的耳间。林川自然知晓他是何意，要将以湖水为载体的星月灵力转化为由离态的星月灵力，必须是阴体和阳体1比1的抽离转化。凤仪宁之意即为，无论多久我都能坚持住。凤仪宁话音落下之际，林川也停了下来，稍稍转过，正对向他道：凤师姐，我的灵海极为诡异，若是全力吸收，怕是3天3夜都不够。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急需要我提升修为的事？凤仪宁却是羞赧的低下琴手：等你吸收完了，我再告诉你好不好？我一定全部都告诉你。他的声音很柔很碎，与他以往的公主性子完全相悖。林川倒也没有勉强，而是轻轻嗯了一声，随即将他拉入怀中，唇瓣附在他耳边，柔声道：我会尽力吸收的，但绝不会让我的凤师姐过度疲惫。在我看来，你比你要对我说的话
重要千倍万倍。语罢，林川看着湿着身子、胸衣紧贴的凤仪宁，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火热，唇瓣直接附向她的嫣红如花般的小嘴。她的唇暖如曜日，她的唇清凉如雪。林川这方面可不是什么好人，她的唇瓣肆意磨蹭着，清香柔软，湿滑软腻的感觉让人迷醉。呜，一声绵长的呜咽声之后，凤仪宁闭上了凤眸，嫩白小手也不觉环住了林川的阔背，开始了双向奔赴疼，不许咬。林川齿间带给凤仪宁丁香软舌的痛感，不禁让他下意识挣开了他。他一脸埋怨地看着他，你要是再咬，我就要动用凤神大人的神术了。哼，不需要一丁点的思考，林川便能知道他所说神术为何。凤神禁锢若在这种时候被禁锢，那我玩个蛋啊，这不比杀了我还难受。他挑逗着说，还不是都怪凤师姐的小舌太滑太软了，我忍不住。谁料凤仪宁竟又是冷哼一声，还颇为用力地掐了他胸口一把。哼，坏胚！不过他掐了他之后，手却没有立即离开，而是伸向他的衣扣处，一粒一粒帮他解开。林川微笑着，心眸紧紧凝着他，心里一阵狂喜。没想到凤师姐这个时候倒有些二师姐的样子了，完全不像是我认识的公主凤仪宁。不过林川自不会一直观望，他的手也开始不安分起来。他的手先是抵着他的柔滑纤腰，然后顺腰而上，抵达最后一处衣带旁。色胚！凤师姐，你打的是死结吗？我要不直接烧断了吧？林川一如既往的不会解，甚至将一个极为标志的4节系带说成是死结。不行，等我先帮你解了，我再自己来。凤仪宁娇斥一声，白了他一眼，然后继续手上的动作。几时息后，林川的衣扣已解开半数，但林川早已饥渴难耐。凤师姐，你这样我真的很难受啊。于是他的手一直停留在他的玉背之上，而他的眼睛却是瞄向不知名的酥软丰硕。差不多只凝看了3息，林川就移开了放在他玉背上的手，而是狠狠地抓了一把，而且还停留了凤仪宁解衣扣的时间。满手的香脂软玉，柔润饱满，又绵又弹。凤仪宁停下了手中的解扣，小手握成粉嫩的小拳头，重重捶向林川。林川自是任由他撒气，但他的嘴巴又开始挑逗了。凤师姐太慢了，我都没事干，反正又不是没抓过，来之前都好多次了。凤仪宁娇羞成怒，一把扯开了他的衣服，他的青衣不争气地裂开了。林川咧嘴笑着，任由他在自己身上发泄。片刻后，他的心绪平复了一些，粉嫩拳头也悄悄地停留在林川胸口。好了吗？接下来该凤师姐了。林川反手握住他的柔仪，然后带着他移向他的衣带处。你手先拿开，然后还要转过去。林川一脸懵逼，这是不给看呗？但他也没有计较，而是很听话的先转了过去。但就在凤仪宁慌乱无措解开衣带的一瞬间，林川猛地转身，他的瞳孔放大到极致，眼前的风景让他的心眸也极致敞亮。好胀！凤仪宁因为是第一次裸成于人前，以往即便是她的近身侍女也不可能有这般眼福，而现在竟是被一个男子尽数收于眼中。但当林川转过身的一刹那，他还是下意识地拢住，不让他全部看到。但也不知是他的手太小，还是他的轮廓太过丰润，呈现在林川眼中的几乎是他的全部。凤师姐，你是不是故意穿得很紧的衣服啊？林川的眸光一直锁定着某处，轻声问道。什么意思啊？凤仪宁此刻心绪极为混乱，算得上是平生最羞涩的时刻。林川之言他的确不知，就是你的尺寸完全不是表面的那么简单啊，简直是深藏不露。语罢，林川的魔爪就要再次抓去，但凤仪宁却是别过玉躯，转向湖中心的位置，倒再往里走些。此处湖水堪堪没过腰际，对星月灵力的转化或许的确有些影响。林川本以为他是这个意思，便跟了上去，但直到凤仪宁停了下来，湖水没过香肩，浑圆酥软，他只能看见倒影时，才发现自己上了套。凤师姐，待会儿就要你好看。凤仪宁背对着他，柔婉甜腻的一笑，我不是故意的，就是有点害羞了。此刻林川的内心不仅火热，还多了一抹火气，想要尽情泄完的火气。待会儿别求饶。二人这一玩一闹，不知不觉间已是夜晚。月湖的夜来得格外温柔，漫天星星仿佛坠入湖中，将两人浸在璀璨的星光中。林川望着曼妙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雪区倩影，眸中漾着比夜空繁星更加耀眼的星光。他栖身来到凤仪宁身后，这一次他没有前戏，也没有言语，直接搂住了她。搂住的却不再是她的纤纤细腰，而是玉酥绵软，双手所成动作赫然是抓握，好似在刻意发泄着方才的不满。但这一回凤仪宁却是没有半分抵拒，只是她的樱桃小唇中时不时发出一声嘤咛，
也不知是不是林川太过粗暴的缘故，在林川所有的红颜中，苏一雪无疑是他最温柔以待之人，而云小棠则是被他霍霍的最厉害的。虽说他看起来很小一只，也极为俏皮灵动，但他却是最听话的。林川即便是白天去找他，他也十分愿意。而且更逆天的是，无论林川何种姿势要求，他都不会拒绝。相反，他还会尽力的去迎合，即便是极为羞耻的动作。他的心思也极为单纯，稍一挑逗便面红耳赤。而林川更是对他说过，只有不断变换姿势，寒毒才会消散得更快的无耻之语。但云小棠却是十分相信，一点不怀疑林川话语的真实性。而另外几位红颜却是知晓许多，一点不好骗。比如楚清离就不好哄，林川除了他的身子，几乎没有占到便宜。许久，凤仪宁轻轻拿下他的手，然后玉躯缓缓转过，用最深情的凤眸望着林川。林川，待会儿一定要多吸收星月灵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好不好？凤仪宁接二连三的叮嘱，他差不多能猜到一些东西了。他此番以身相许，除了对自己的爱慕之外，应是想要自己强大起来，然后傲然站在他身边。林川深情地望着他，启唇时满是决意。凤师姐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最后的话语落下，林川从水下搂住了他的纤腰纷争，开始了一天后。凤师姐，你真的不吸收吗？这星月灵力堪比灵丹圣药，极好吸收，而且几乎是瞬间就能融入灵海，转化为自身灵力。林川坐在湖中，瞳眸柔和地望着咫尺之距的凤仪宁，声音极尽温柔。只见他摇了摇头道，我只吸收一点点恢复一下就好，剩余的你不可以浪费，都要吸收完，这可是流星前辈的馈赠，浪费一丁点都不允许。一天12个时辰，林川有6个时辰是在吸收灵力，而另外6个时辰则是在转化灵力。凤仪宁每一次转化完后都极为虚弱，双腿发软的那种，但即便如此，他也毫无怨言，甚至脸上是淡淡的喜色。不过林川也不会太过折磨他，只在刚开始转化时要他主动，后面几乎全是他掌握主动权。林川点了点头，感受着周身的灵力运转，惊呼着开口，短短一天，我竟是从灵3进8重突破至灵3进9重，真是奇妙。凤仪宁脸上的喜色更浓，嘻，不愧是我挑选的夫君，就是厉害，肯定比母后挑选的那个厉害多了。凤仪宁还会夸人，而且他母后挑的夫君又是什么鬼？你母后给你挑了夫君？林川很严肃地问着。凤仪宁见他这般认真，便萌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只见他调高甜婉的音调，对啊，母后很早就给我挑选了一个可责为夫君之人，听说他天资凛然，年方20，修为便已是劫4境巅峰，而且他的家族也极为庞大，一点也不比我们凤神皇家差哦。还有他的名声在我们无风大陆中部也是如雷贯耳呢，都盖过了我这个天资聪颖的公主。凤仪宁越说越起劲，林川越听脸色越差。你们定亲没？林川问出了最为关心的问题，他的目光全部凝在他的玉颊上，即便他一丝不挂，此时林川的目光也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偏斜。凤仪宁很喜欢他的这副样子，因为这说明他还是很在意他的。他满心一喜，面露狡黠，如果定亲了，你会怎么办？他问出这句话后，不知怎地，方才的欢心完全转化为忧心和期待，一双丹凤大眼也死死凝在林川俊秀脸庞上。但林川却是说出了让他瞬间心碎的话，那就不娶你了。凤仪宁无比期待的目光直接僵在那里，本是调息运灵的手也无力的垂下，满是星光的凤眸也暗淡了下去，甚至他的丁香粉唇都似在抽泣。他强压住自己的泪水，用极为破碎的声音道，为什么？你不是答应过会娶我吗？凤仪宁的眼角已挂着泪珠，娇碎的欲言让林川都不敢忘去。林川没有立即回他，而是轻轻将他揽过，但这次他表现出了些许抗拒，不过他哪里挣脱得了林川。林川将他揉到怀中，温唇附在他耳边，不再是挑逗的声音，当然是逗你的，我可不会让他人截胡，无论是什么绝世天才还是显赫太子，都抢不走你，你也休想逃开。呜呜，他压在眼角的泪珠终于在林川斩钉截铁般的话语下一滴滴滚落。你又戏弄我。呜，林川轻轻开去他玉颊上的热泪，是凤师姐不信任我，我林川才不是那种始乱终弃之人，那若是我母后态度强硬，非要我嫁给他呢？凤仪宁的声音依旧脆弱娇碎，听得林川十分后悔。那我便杀了那人，让你母后选我。虽说林川的说辞有些极端，但凤仪宁听着却是暖洋洋的。他凤颜泛喜，完全将琴手埋在他炙热的胸膛上，娇滴滴道，你只要能打过他就好，杀他麻烦事太多了。林川冷静分析着，劫4境巅峰，我才灵3进9重，不过他20岁，我17岁，给我时间一定能胜他。我答应过父皇1年内必须将你带回去，现在就剩9个月了。什么？这么快？林川惊呼出声，那还等什么？
我们继续。这次你先在上面。林川稍稍顿住，然后淫邪一笑，当然可以。3天过去了，月湖内的云雨仍未散去，反而愈加激烈。空气中不仅有由离态的星月灵力，更有一股奇异的味道。好了，你该吸收了。凤仪宁轻轻推搡着林川，很柔婉地说着。林川看上去却有些不悦，旋即用力一抓，放下了他，然后便是坐定吸收起来。只见他灵海大开，所处位置瞬间形成一个漩涡，星月灵力浪花般被卷了进去。凤仪宁就在旁护着他，偶尔吸收一点点，用以恢复自身灵力，从不多取。剩下时间则是痴痴望着他，唇角时不时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浅笑。差不多1个多时辰过去，空气中的星月灵力稀薄起来。林川的心眸也缓缓睁开，目光凝向眼前的凤仪宁。我的修为好像定在03境巅峰了，无论我吸多少，他都没有半分松动。凤仪宁歪了歪脑袋，是不是因为离你突破所需灵力相差甚远，才会感知不到？林川却是摇了摇头。第2天时，我便03境巅峰了，而现在是第4天了，几乎没有浪费一丁点星月灵力，但我的确没有半分要突破的意思。凤师姐，接下来换你吸收，我替你护法。凤仪宁本想摇头，但他转念一想，若是自己摇头了，岂不是立刻就要离开？他自己对修为其实并没有太在意，相反，他更喜欢当一个无拘无束的公主。奈何她是凤凰神家血脉最纯之人，她16岁之时还被封了凤凰神女，这种逆天血脉的加持下，想要摆烂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尤其是她还有一个极其严苛的母后，她更加不敢了。凤仪宁娇娇应声，又向林川靠了过去。星陨圣灵藏龙谷，1个多月来，这里的龙尸已被寻了个遍，就算是埋在土里的也不例外。而这主要是靠楚清离的灵宠冰狐小狸，他能精确定位哪块地方埋着龙尸，然后楚清离会毫不留情地剖出龙丹。虽说龙丹的价值早已达到50万灵晶，甚至远超100万灵晶，但如今不仅是林川，他也能吸收龙丹。上次在暴龙前辈的帮助下，他体内的龙息几乎可以揉成团，不再是一缕，甚至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灵脉在扩宽，而这必然是因为增加了龙息的缘故。故而他挖龙丹时没有丝毫犹豫，因为龙丹可是极为上乘的修炼资源。二师姐，这里好像没有我们没挖过的龙尸了。林一蹦跳着来到楚清离身前，空灵悦耳的声音浮荡在藏龙谷中。楚清离血眸缓缓睁开，小离也找不到了龙尸了。这1个多月来，我们收集了近2万枚龙丹，装了10个储物袋才装下。虽说其中1/3有破损，但仍有交易价值。下等龙族龙丹有12000余枚，中等龙族龙丹则是6000余枚，其余为上等龙族龙丹。楚清离清算着这1个多月来的收获，嘴角不自觉地泛起一抹喜色。他血岩上的酒窝也仿佛盛着蜜一般，格外甜润，透着满满的愉悦与满足。林一师妹，我想将上等龙丹都给林川师弟，其他龙丹我2人均分可好？楚清离自不会独吞，虽是他出力较多，但他也很愿意分享这份沉甸甸的收获。林一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二师姐，我都没帮上什么忙，你给我1成就好。1成是不是太少了？楚清离轻声问道。林一却是嘻嘻一笑，1成其实我也用不上了，虽说它的价值极高，但只是换成灵晶未免太浪费了。二师姐，你先前说你是因为林师兄才能吸收龙丹的吗？林一的忽然一问让尚在喜悦中的楚清离微微愣住，然后颇为小声的了一声。那我姐姐肯定也可以吸收啊。你是说大师姐？林一是因为苏一雪才进入的冰宫，而他口中的姐姐自然就是苏一雪。林一秀眉微微蹙起，精致雪嫩的脸蛋微现无措，意识到自己说漏了话，他亡羊补牢般的捂住了樱桃小嘴。二师姐，你听错。他本还想补救一下，但楚清离却是眼唇一笑。我先前就发觉大师姐对待林师弟颇为柔情，本还以为大师姐对男子向来如此，但如今你所说倒也让我恍然大悟了。林一极为慌乱的出声，二师姐，不是你想的那样。楚清离嫣然一笑，林一师妹不用瞒着我的，我又不是柳如烟，不会四处乱说的。而且大师姐平日里对我也很好，说是关系很好的姐妹也不为过。若日后因为林川成了真正的姐妹，倒也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楚清离极为大方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实他起初听到林一所说还是有些吃惊，但细细一想，除了林川也不可能有人能撬动大师姐的冰心了，毕竟林川的嘴可不是一般的坏。咿呀，你们怎么都这样？林一小声嘟囔着。楚清离却是微微抿唇，然后抬眸看向藏龙谷出口，梦一般说着，难道林一师妹不觉得林师弟是一个很值得托付终生的人吗？林一没有丝毫犹豫，娇怒道，哪里值得，他就是一个大色魔。色胚，他可是搂了你整整7天都没动你，
要知道，你的容颜绝不在我之下。若是换成其他男人，怕是早已将你吃干抹净了。如此，你还认为他是色胚吗？面对楚清离的帮衬洗脱，林一幽怨的别过琴手。反正他就是一个大坏蛋，天天将姐姐欺负到中午才起床。听到这儿，楚清离再也忍不住的笑出了声。等林一妹妹也寻了一个好夫君，就理解大师姐了。林一懵懵懂懂，二师姐所说她颇为困惑，索性也不再去想。二师姐，那我可不可以要一成中等龙丹给姐姐啊？楚清离抿唇一笑，当然不可以。啊，说好的均分就是均分，我也用不了太多。语罢，楚清离便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半龙丹递给了林一。除了上等龙丹，其余龙丹我俩一人一半，你快收下，大师姐估计也会很喜欢的。林一银白小巧的手接过储物袋，然后是一声极为甜腻的道谢。谢谢二师姐。不必客气，这本就是你应得的。楚清离眸光微转，落到装有上等龙丹的储物袋，秀眉轻蹙。就是不知林师弟那边还顺利吗？星陨圣灵，月湖。5日过去，湖面上的云雨停了，二人皆入定着。凤仪宁吸收着星月灵力，而林川则是巩固着自己的修为，顺便摸索着突破的方向。真是怪事，为何我始终无法找到那个点呢？除去必要的转化时间，林川已经找了整整2天半，但他始终发现不了那个契机。书中记载，林三境巅峰想要更上一层楼，必须得找到一个修点。修点颇为广泛，可以是冰修、水修、火修等元素修点，也可以是龙修、魂修、丹修等特殊修点。在赤阳玄冰宫中，因功法限制，绝大多数长老皆为冰修，但也有少部分人如宗主白月是魂修，大长老木焰是丹修，二长老七指英是冰修兼水修。林川尝试过了他所有能修炼的点，冰修、火修、龙修等等，他都已试过。让他困惑的是，无论他如何摸索，即便是两合修，皆是一无所获。这不禁让他自我怀疑起来。难道我要止步林三境？他的声音很低，但正好被刚刚结束修炼的凤仪宁听到了。只见他缓缓站起，酥腻玉润的白足轻轻点在水面上，一双白皙修长的美腿迎动着迈向他。凤师姐，你突破到4重劫4境了。没等他靠过来，林川已经抢先开口。但凤仪宁并没有表现出很开心的模样，而是进到身前柔柔地搂着他。劫4境的修点不好找的，尤其是像你这种天才，才不会几天就找出来。当时我本以为我是火修，但强行破封那次我才发现我是凤修。你有炎阳术、冰心诀，还有那诡异的龙族力量，你的修点可不好找。无啊，凤仪宁本是很严肃地说着，但林川魔爪的肆意游动，忽的让他玉颊泛红。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的很认真的。林川的手被他的呵斥惊住了，停在了他的圆润玉臀上。我都听见了，我的修点的确很难找。无碍，几月后若我还是未能突破，那就只能那样了。凤仪宁羞涩地移开他的手，然后放到前边来。林川本以为会被他狠狠甩走，没想到竟是摸到了更软的东西，不禁内心狂喜。看来一点也不拒绝我了，下次直接摸这里。哪样？林川唇角勾起，冷森一笑，灭杀。噗嗤，你笑什么？你觉得我林三境杀不了他吗？凤仪宁的忽然发笑，让林川误以为自己被看不起了，胜负欲上来了。劫4境巅峰的玄兽赤炎圣眼焰我都收服了，他不过一个劫4境巅峰的修士，在我眼中与土鸡瓦狗无异。我不是因为这个笑，而是因为你方才的表情，我很开心。随后他白嫩小脚微微点起，在林川的唇上微微一点。不，等我回去找宗主多给些丹药，你都试试，或许能找到些许契机。说到这儿，他凤眉忽地垂下，欠声道：若是当时没有给你凤回路转丹就好了。他对修士的明悟只有守没有效，不然你现在一定找到了修点。林川悠悠一笑道：放心，我林川是谁？等我回宫后多向长老们寻求些经验，到时候一定弄出个独一无二的修点。凤仪宁看着极为认真的林川，不知怎地，内心有着莫名的欢心。好想一直这样。哪样？一直抓着我的手放在你的酥软上。凤仪宁猛地甩开他的手，哼，色胚。随后她穿上了自己的赤金长裙，本是莹润奶白的少女瞬间化为一位绝代的凤凰神女。林川也披上了新的青衣，随后他的目光又涩涩地凝在她的玉峰上，手做着比对的手势。果然是衣服太紧了，勒的。轰！林川的胸口被重重地拍了一掌，身形倒退数米。凤师姐，你打我作甚？林川捂着胸口，脸上是极为无辜的表情。凤仪宁没有理他，娇哼一声，直接走了出去。怎么都一个样，雪儿也是这样。林川嘀咕一声，转身就要跟出去，但一个忽然浮荡的声音让他止住了脚步，慢着。少年。月湖湖面上空传来一个颇为沧桑的声音：
听声像是一个花白老头。谁在说话？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林川神经瞬间紧绷起来，刚抬起的脚僵在了半空中。放心，老夫没有恶意。老者的声音虽苍老，但极为和蔼。林川仅凭声音便能听出其修为远在自己之上，但他的出声却没有激起一丁点涟漪。林川礼貌回应，不知前辈是何方高人，小子是否有得罪之处？老者的声音再次传出，但这次他锁定了他的位置湖中央。哈哈，老夫可不是什么高人，若是放在几千年前，或许我的确算得上高人，但现在不过是一缕残魂而已，还是靠着这湖水苟延残喘呢。湖水也就是说，林川动了他的棺材。他转过身，对着湖中央躬身一礼，额间冒出冷汗，声音微微发颤。抱歉，前辈，小子起初并不知晓您的存在，更不清楚这湖水对您的重要性。取水，实是将其看成机缘，并无其他。老者又是灿然一笑，你这么紧张做什么？我又没有因此怪罪你，只是一点湖水而已，无伤大雅。那前辈所为何事？林川弱弱一问。林川话音刚落，月湖湖水幡然涌动，周边所有灵物都向湖中央汇去。只见一个老者身影在湖中央缓缓显形，竟是个身着青衫的透明虚影。他的发间缠着星纱凝成的发带，衣摆上绣着的星月纹已残缺不全，却仍有淡淡灵光流转。他虚踏湖面，但每一步却像是10步，惊起阵阵涟漪。老夫名为刘星，星月宗第1代宗主。刘星2字一出，林川的紧张感瞬间褪去，随之袭来的却是敬畏感。小子久仰刘星前辈大名。老者却是悠悠一问，你认识我？林川从容道，前辈之名如雷贯耳，前辈所在宗门之名更是千古流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行了，马屁倒是会拍，那都是几千年前的事了，现在哪还有什么星月宗，哪还有人知晓刘星？不难听出老者的话语中满是失落。林川收了收情绪，不知小子可能帮到前辈。哈哈，好小子，我就喜欢你这种聪明人。老者面容带笑，缓步走到林川身前。你可想继续吸收这星月灵力？林川抬眸望向他，嘴角不觉勾起。星月灵力堪比灵丹圣药，说不响肯定是假的，但我如今到了瓶颈期，压根就看不到我的修点在哪儿，吸收无益。林川语罢，老者摸着花白胡须，眸光深沉起来。我何时说过要你即刻吸收？林川眼神一转，疑惑道，前辈何意？难不成是让我取走一些湖水？随后他摇了摇头，这根本不可能，寻常储物容器能装10立方米算是不错的储物容器了，而就算是颇为上乘的储物容器，那也才能装数10立方米，根本无法支持2人长久修炼。老者依旧笑着，只要你能答应老夫的事，取走整个月湖又如何？老者话音刚落，只见他手指一点湖中央，湖中央的漩涡如被扯开的水幕，一尊青金色的五角巨鼎破水而出。五角巨鼎每一角都刻有一只神兽，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麒麟。鼎口边缘浮动着淡金色的光晕，细看竟是12颗暗星在微弱转动。鼎身上还嵌着12颗拳头大的月破石，每颗都凝着不同月相的精华。五角巨鼎仿佛自带灵智，老者刚一唤出，其恐怖的吸收之力就让月湖湖面水位瞬间就下降了3尺。林川双眸圆瞪，惊呼出声，那是什么鼎？竟能瞬间收掉100立方米的水？100立方米有什么？还有更厉害的？语罢，老者枯瘦手指虚空一点，鼎身陡然倒旋过来，鼎口边缘的淡金色光晕自然结成星阵，如同一张血盆大口，贪婪地将湖水吸入其中。仅仅几时吸，水位又下降了3尺，而且观其架势，竟是没有丝毫要停口的意思，反而越吸越快。林川脸上的金色更甚，鼎类储物容器几千年前可是主流储物容器，他自然听说过。不过随着修士对简约便携的追求，储物袋、储物戒指等便携储物容器的出现，让鼎类储物容器渐渐地退出了舞台。相较于储物戒指等细小的储物容器，大多数鼎类容器本身就有将近好几个立方米，为了储存它们，修士们还得套娃似的多备一个储物容器。相同的储物空间之下，谁想背一口大锅？前辈，您这鼎最多可以储存多少立方米？林川看着水位一点点下降，到现在五角巨鼎至少装了800立方米的湖水，如今它的容量我也不好说。老者再次虚空一指，鼎身上的月破石也缓缓发出亮光，12枚月破石，12种光亮。月破石亮起的瞬间，鼎口的淡金色光晕骤然爆发出太阳般的光辉，鼎口上心震吸力陡增数倍，湖面水位如遭飓风席卷般急剧下降，这是要将整个月湖都吸进去。五角巨鼎的吸速、容量以及鼎口鼎身的玄妙星阵月石，无一不让林川吃惊。刘星前辈眯了眯眸，笑道：若是月湖出城之时，这鼎定然装不完。但数千年过去，
这月湖之水越来越少，如今它的大小差不多是当时的10之1、2、2、3千立方米而已，而以几千个立方在流星前辈的口中竟是如此渺小。林川再次凝向他，敢问流星前辈，这是什么鼎？五兽星月鼎。五兽星月鼎，难道是那尊早已被损毁的五兽星月鼎？林川唇中发出惊叹，流星前辈显然不像是在骗他，但根据他在古籍中所了解到的，五兽星月鼎早在星月宗宗主流星殒命时一同损毁，而现在林川看到的却是颇为完整的鼎。前辈，五兽星月鼎不是早都损毁了吗？为何还会出现在您手中？老者悠悠开口，你知道的倒是不少，的确，它的确不是完整的五兽星月鼎。完整的五兽星月鼎装的小小月壶哪里用得了这么久？林川本以为这鼎只是一口房鼎，但老者之言，这鼎显然是真迹。当年我命陨之时，五兽星月鼎的确损毁，但它的损毁却只是五角上的五神兽。当年众人都只看到了五兽星月鼎轰然炸开，碎成粉末的情景，但他们却不知这是五兽在为我留后路啊！炸开的根本就不是鼎，而是五兽兽灵。流星的目珠越发昏沉朦胧，他们每一只都跟了我1000年之久，说是我从小养大的孩子也不为过。当年我败给那人之后，寿元也几近枯绝，能留有一缕残魂，全靠我那5个孩子。在我倒下的瞬间，五兽同时碎裂自身兽灵，将我的一缕残魂收到了这五兽星月鼎之中。林川微微一顿，所以前辈还算是活着？不，我只是一缕残魂而已，虚在世上罢了。流星笑容褪去，言语中尽是沧桑与失落。吊着我的唯有牵挂罢了。随后他目光再次投向林川，先前我要你帮的忙便是我的牵挂，若是你了结了我的挂念，这鼎便永久赠予你，而且你在答应期间还能无限期吸收星月灵力。林川内心一喜，向前一步道，还请前辈明说，小子定当尽力。其实也很简单，关于流月你应该也知晓一些吧。林川点了点头，他当时与我一同陨落，但他的魂魄却是尽数留存了下来。五兽本是想要均分兽灵，让我2人都留下相同的魂魄数，但我强行更改了他们的意志，将我妻子的魂魄尽数留了下来，而我只留下一缕。正如你所看到的，顶口上的星光代表的是我的，而月光则是代表流月生机。林川乍一看，顶口的星光已是极为暗淡，而顶身上的月光却是幽亮璀璨，莹莹闪闪。他抵着下颌问道，难道流月前辈还活着？古籍中虽记载流月前辈与流星前辈一同陨落，但此刻流星前辈所言却与古籍所述大相径庭。流星的瞳眸再次转为深沉，缓缓道，他不仅活着，还重生了。重生？林川眉睫微微蹙起，流星前辈的话让他十分诧异。流星似是看出了林川的疑惑，枯瘦的双指闭拢，顿时一道玄光击在了五兽星月鼎身上。征早已将月壶收进的五兽星月鼎发出风鸣，鼎身月破时突然爆发出12道月光，随后鼎口缓缓浮现出一个女子身影，女子闭目悬浮，银发及肩，一身有些简单的黑裙，但也勾勒出了她丰腴浮凸到惊心动魄的完美曲线。虽是沉睡之态，但她的脸蛋依旧红扑扑的，看上去极为娇嫩。前辈，她便是流月前辈吗？林川试探性地问着。流星点了点头，一双老眸深情地看向他。算是，算是。林川脸上写满疑惑，什么叫算是？流星看出他的困惑，接着解释道，流月虽魂魄完整，但他却是真真正正的死过一次了。你现在看到的是他的众生之躯，是我碎掉11颗星材换来的众生之躯。林川目光不觉扫过五兽星月顶上的12颗星星，竟有11颗完全灭掉了。随后他的眸光再次凝到流星身上。我星月宗有一顶级秘法星月银空，它能接引人的魂魄，但凡有一缕都能由星辰接引，为其重铸身躯。星银空是男子所学，女子学的则是月银空。我星月宗之人都有自己的修炼星或者修炼月，天赋越高，修炼星月数越多，但星月银空的施展则是需要碎掉自己的修炼星月，而修炼星月一旦碎裂，那便是不可逆，因为它绑定的是修士的灵魂本源。我本以为耗费6颗已是极限，但没曾想竟是耗费了11颗才换来他的重生。林川望着顶口悬浮的流月，微微顿住。星月宗的修炼星月，他曾在古籍中见过记载，那是星月子弟的天赋星月，亦是与灵魂共生的命星，每一颗都承载着修士的天赋与寿元，碎裂一颗便如折损半条性命。流星前辈此刻的残魂如此淡薄，怕是连最后一颗修炼星也即将破碎。原来古籍中记载的星月银空，竟是一人以寿命为代价，换得另一人魂魄重铸，灵胎重生。前辈，您……林川唤他的声音微微发颤。流星瞬间会意，我的最后一颗修炼星约莫10年后会彻底熄灭，其实他本该早就灭掉的，
但刘月未醒，我怎能安然离去啊？几千年来，他一直都是这副模样，从未醒过一次。林川望着武寿星月顶上的12枚月破石，道：“刘月前辈的修炼月这般明亮，为何始终无法苏醒？”流星虚影缓缓飘到刘月身前，声音低沉起来。他的魂魄、躯体都很完整，但他这副躯体的修为早已化神，而他的胎却仍是灵胎。化神之前，修士凝聚灵海，灵海孕育灵胎；化神之后，灵海蜕变为神海，灵胎亦进阶为神胎，这是修士从人到神的必经蜕变。流星指尖掠过刘月眉心，那里本该浮现神海印记的位置，此刻却仍然只是灵痕。刘月的躯体早在他刚重生时就已完成化神，但躯体我可以帮他化神，灵胎我却是无能为力。流星前辈平淡无波的言语，却是让一旁的林川瞠目结舌。神，他的嘴角低低呢喃着，一整个愣在那儿。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也就是说，刘月前辈想要进阶神胎，必须醒来，靠自己进阶。流星微微顿首，灵胎的进阶一定得是修士主动操控，他人根本无法控制你的灵胎，但几千年了，刘月却是一次未醒。林川微微皱眉，轻声道：“刘月前辈不醒，那便不能进阶神胎，不能进阶神胎，刘月前辈又醒不来，如此岂不是陷入了死循环？”流星苦恼地叹息一声：“正是如此，我试过无数办法，但都无用，所以我决定将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林川一脸愁容：“前辈都唤不醒，小子如何能做到？虽说我试过很多方法，但最有效的方法我却是没试过。”流星颇有深意地说着，听得林川一愣一愣的。为何前辈不最先是最有效的方法？林川狐疑道：“唉。”流星再次忧叹一声：“因为我出不去星陨圣灵。”林川眉头皱起，疑惑更深：前辈神通广大，为何出不去这小小的星陨圣灵？流星吭哧道：“星陨圣灵本就是武兽专门为我铸造的一座坟墓，其存在目的就是为了护河流月。我出不去，但我在这里面却也是极为安全。”流星，星陨圣灵。林川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星陨圣灵名字的由来，也难怪星陨圣灵能孕育出如此多的圣药灵草，竟是因为前辈和前辈的武兽陨落在此。流星却是略显鄙夷，淡淡道：“什么圣草灵药，不过是一些小花小草罢了。不过对你们灵3境、劫4境的修士来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宝物。但在我看来，唯一有些价值的就是100年前的龙王真水了。不过他已被人取走，不然倒是可以让你悟道。龙王真水他可不是第一回听说了，暴龙前辈说过，100年前的那场争夺大战就是因龙王真水引起。”林川稍稍动容，没想到这龙王真水竟能入流星前辈之眼，看来的确不凡。流星抬眸看向武兽星月鼎，淡淡一笑：“不过星月灵力也不会输于龙王真水，你成神之前，星月灵力都会是你的很大助力。”流星话音刚落，林川内心狂喜，成神不弱于龙王真水的星月灵力。成神2字经由流星前辈说出，林川内心极为动容，他的嘴角微微勾起，还请前辈倒将那方法告知于我，我一定全力助刘月前辈苏醒。很简单，你只需要找到新的武兽，未成年小兽也行，将其收入鼎中，只要武兽聚齐，刘月苏醒有望。流星的话语极为平淡，仿佛说的是一件很小的事一样，很简单。新的武兽，武神兽，简单。武神兽乃一只不是无风大陆的顶级存在，就算是小兽，想要收取也是极为困难。林川蹙眉道：“前辈，这恐怕很难。”流星确实不以为意，悠悠道：“你身上有最强大的龙族血脉，对上那些小兽，血脉上可以说是完全压制。更何况你还有凤凰神女相助，纯正凤凰血脉对玄兽的威慑力仅次于你。如此，你可还觉得很难？”林川眸子一转，流星前辈所说的确有理，小子一定竭尽全力。随后他将目光投向武兽星月鼎，伸手就要去取。流星横眉一笑，还是个急性子，旋即他双指一点，嘴唇开合，也不知说了什么，武兽星月鼎倏地飞向林川。以后它便是你的了，其内储存容量与鼎上的修炼星数、修炼月数以及武兽强弱程度有关，你自行摸索便是。林川嘴巴微张着，双手大张，准备接住这巨鼎，但武兽星月鼎却是渐渐变小了，最后只有1个拇指盖大小。流星前辈毫不掩饰地讥笑一声：“我的宝贝，岂能与那些凡鼎一般笨重？”林川尴尬一笑，嘴角微微抽搐。当他在望向流星前辈时，他已经转过身去，虚影越来越远，越来越看不清。林川扬声道：“前辈，你不一起出去吗？”在林川看来，鼎便是流星前辈的残魂载体，流星前辈应是离不开鼎。流星摆了摆手，知晓了他的意思，悠悠道：“我出不去，但我即便离开了武兽星月鼎，也无大碍。前提是你小子不动我最后一颗星，那我就还是有10年。
林川会意一笑，那就行，小子就先告辞了。说罢，林川就要往外走去。等等，但他的头刚转过去，刘星便喝声道：“把湖水留下一半，不然我明天就得嘎。”林川歉意一笑，旋即倒出一半湖水，月湖再次显现出来。好了，你可以滚了，再不出去，你那凤凰老婆怕是要冲进来了。刘星抚须一笑，身影彻底消失在了原地。月湖上空传出他最后的声音：“希望10年内，你能带着苏醒的刘月来见我，即便他有可能已经不认识我了。”林川不知怎的，心眉垂下，道：“前辈放心，小子一定让你2人有再见的时候。”语罢，月湖上空再未有任何回应，林川也急忙朝外走了出去。谁料他刚到出口处，就碰上了怒气冲冲的凤仪宁。他玉唇微微撇起，香腮也鼓着，一脸幽怨地看着林川：“你还知道出来啊？”林川一脸无辜：“凤师姐，我……”但没等他说完，凤仪宁便是向前一步，扑进了他的怀里。“我还以为你另寻出口跑了。”林川，这剧本跟我想的一点也不一样啊！我还以为会被劈头盖脸骂一顿呢，怎么可能？我林川说话算话，就是忽然有点事耽搁了而已。虽说凤仪宁没具体问，但林川还是决定隐瞒刘星前辈的事。凤仪宁抬眸望向林川：“我们现在是去找你的小师妹吗？”林川点点头：“进入星陨圣灵差不多2个半月了，跟他们会合之后就立刻回宗。”凤仪宁微微顿住，峨眉蹙起：“立刻？不是还有半个月吗？宗主说过，我快一分取回极品赤阳草，师尊便少一分痛苦。”凤仪宁愣在了那里，心绪涌动，原来是给自己师尊索取，我还以为是给他那个冰坨坨大师姐呢。他眉间绽开笑颜，眸中闪过月色，道：“我们走吧。”不一会儿，林川和凤仪宁就到了赤炎圣眼宴的背上，小燕会部微微摆动：“主人，我们现在去哪儿？”林川眸子射出柔光，道：“藏龙谷。”话音刚落，赤炎圣眼宴展开硕大赤翼，一阵狂风卷动之后，2人一兽出现在了高空之上。赤阳玄冰宫，阴雪阁，一身段极尽丰腴，曲线极为曼妙的冰雪仙子娇弱地躺在冰床上。她一身冰蓝玄衣，面容稍显惨白，但这也完全抹不掉她的清冷气场。“木燕姐姐，我姐姐的情况如何？”七指柔的柔音里尽是担忧，就连她的粉颊也写满了忧色。大长老木燕眯了眯眸，将七指音略显苍白的冰雪柔仪轻轻放下，道：“只因妹妹的状况极为不好，如今她体内的冰晶寒毒就要侵入灵脉，若再没有合适灵药治疗，怕是会断送仙途。”木燕话刚一说出，七指柔瞬间崩溃，没一会儿粉颊上便滚满了泪珠。许久，她稍稍平复了一些心绪，哽咽着道：“真的只有等林川拿回极品赤阳草吗？”迟延忽然插话道：“木燕姐姐，我手上还有几株上品赤阳草，能不能先给芷英姐姐用上啊？”迟延长老同样担心，冰宫长老几乎都是同一时间入宫，以前是师姐妹的时候关系就不错，如今当上了长老，关系依旧很好。即便迟延上次因为替大长老木燕代为表述收徒一事吃了闭门羹，他们依旧相处融洽。木燕却是摇了摇头：“不行，上品赤阳草用在冰晶寒毒上，就像是挠痒痒一样，根本起不了一点作用。”木燕的冷语让七指英刚燃起来的一点希望，又灭了他软唇低喃着：“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吗？”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宗主白月忽然开口：“我记得上次只因妹妹身中普通寒毒，连赤阳草都没用，而是用一把剑解的毒。”大长老木燕恍然大悟：“你是指天龙血剑？”他继续道：“天龙血剑内若有龙炎，那的确可以解寒毒，但若是龙炎等级不高，冰晶寒毒也解不了。”七指柔美眸骤然抬起：“姐姐的确有一把天龙血剑，但好像已将它借给了林川。”他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了七指英身前，眨眼间就取下了七指英手中的储物戒指。他临时轻易扫进储物戒指，但他翻了许久都没有找到天龙血剑的踪迹。他有些绝望地摇了摇头：“没有。”众女皆是美眸垂下，木燕更是深深叹气道：“我若是4品炼丹师就好了，那我一定能炼出驱除冰晶寒毒的丹药。”宗主白月安慰一声，音若柔风：“只能等林川的消息了。3个月已过去2个半月，也不知他取到没有。”嗨嗨！众女最忧心之时，二长老七指英忽然咳嗽2声，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移到他略显苍白但又极为清冷的娇躯上。“啊，姐姐，你醒了！”七指柔最先出声，语中尽是关切与担心。迟烟和白月亦靠了过来。宗主白月柔声问道：“芷英，你现在感觉如何？”七指英唇瓣刚起，便被咳嗽声压了下去。“嗨嗨！”他的唇瓣在起，“我无事，只是有些冷而已。”冷？听到这儿，众女皆是慌了神。要知道，冰宫弟子刚一进宗门便是与冰雪打交道，按理来说最不怕的便是冷，而现在七指英竟是说出冷字。木燕低语着：“
已经这般严重了吗？他们身为冰宫弟子，自然知晓什么时候最怕冷，那便是受寒毒侵扰之时。不过若不是特别严重，倒也没有太大感觉。但如今七指英的境况或许已到了极为严重的时候。七指柔早已将姐姐从冰床上扶起，揉入了怀中。姐姐，我们已经找到办法了，你撑一段时间，过段时间你一定会没事的。七指英抬起抵在妹妹酥胸上的软唇，轻声道：你们说的是临川妖？听到这儿时，众女皆是一惊，因为临川替她寻极品赤阳草的事，他们未在她面前提及半字。见众女皆是极为讶然地看着自己，七指英缓缓开口：在你们到来之前，我就一直醒着的，所以你们的话也都听见了。天龙血剑，我早都送给临川了。七指柔跃眉微蹙：啊，姐姐，天龙血剑不是你最厉害的灵器吗？为何这么草率送给临川？七指英淡淡道：你不也一样，将酝养多年的冰山雪莲赠予医雪，那不也是你最为珍贵的东西？可是，七指柔还想再说，但七指英却直接打断了他：没有可是，他是我的弟子，而且是我当上长老来唯一的弟子，他值得拥有最好的。莫说是灵气，若我有仙气、圣气，同样会赠予他。听到这时，迟延已愕然不已，他从未想到七指英对临川竟是这般大方。随后，七指英冰冷柔衣扶住七指柔，琴手也转向白月，岔开话题道：宗主，极品赤阳草由什么玄兽守护？白月内心一沉，果然还是问了。在七指英刚一说出他一直是醒着的状态时，白月就知道会有这么疑问，但他还是很镇定地说着：放心，不是什么厉害的玄兽，而且我给了临川3枚冰寒珠，就算不敌，保命也足够了。白月说到冰寒珠时，七指英的脸色骤然清冷起来。他可不蠢，若是寻常玄兽，哪里用得上冰寒珠？七指英再次问道：宗主，那玄兽是何修为？劫四境巅峰。白月故意用的疑问句，想要稍稍缓和一下七指英接下来的火气。他太了解他了，就凭他方才说的那番话，他等下一定会发怒。正如宗主白月所料，他的话音刚落，七指英周身的灵气就躁动起来。也不管伤势如何，他娇斥一声：临川不过03境修为，宗主为何让他去做这般不可能完成之事？甚至还有殒命的可能性。白月早有预感，他将一缕冰魂气息附在七指英身上，悠悠道：妹妹莫急，他身上有着龙族血脉，对上玄兽本身就有压制效果，况且我给他的冰寒珠，每一枚都蕴含我全力一击50%的力量，足以自保，甚至还有可能直接灭杀那只守护兽。而且能入星陨圣灵之人本就只有03境弟子，总得有人替你去取，让临川去，再合适不过了。七指英周身冰灵气骤然凝结成霜，娇躯剧烈震颤，哪怕白月的冰魂气息压制着伤势，仍能看到他眼底翻涌的怒意。就算有龙族血脉，面对劫4境巅峰的玄兽，也不过是蚍蜉撼树，哪里是对手？他根本连用出冰寒珠的机会都没有。这一次，搂着他的七指柔跟着颤动着，他也不曾想到，为何自己的姐姐忽然间这么在意自己的弟子了。七指柔紧紧搂着他，用很轻柔的语气说着：姐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或是意识到自己对临川的过分在意，他稍稍平缓了一下情绪。没有，这只是一个师尊对弟子正常的反应，不是吗？反正若是临川出了事，就算你们有法子助我解毒，我也不会答应。白月早已瞠目，见芷英妹妹如此激动，她生生咽下了已到嘴边的安慰语句。随后她眸光一转，改口道：妹妹放心，她应是无事，我给她的冰寒珠上有我的魂印记。白月刚一提到临川，七指英的注意力瞬间转移到他身上。我能感知到他只在1个月前用掉了1颗，但那之后便是再未用过。为了让七指英相信他甚至将莹润娇小的玉手都伸了出来，掌心处有3个冰蓝光点，已经灭掉了1点，另外2点则依旧铮亮。大长老木燕忽然站了出来，看着宗主的手心，道：宗主那么厉害，临川肯定是用那枚冰寒珠杀死了那只玄兽。迟烟和七指柔赶忙附和道：对啊，木燕姐姐说得很对，肯定是这样。众女一番说辞，倒是让七指英冷静了下来。白月抓住这一瞬间，一抹冰蓝魂力骤然打在了七指英心口，随着一声娇哼声传出，七指英美眸闭上，彻底软在了七指柔怀中。宗主，姐姐这是？七指柔立即问道。我只是让她昏迷了而已，但在昏迷期间，她不会有任何痛苦。七指柔瞬间会意，难道是您的冰蓝星魂？我抽出了一缕冰蓝星魂，它能一直让芷英妹妹处于安全状态，我会尽量维持到临川回来，这期间就由我来照顾她吧。白月捂着心口淡淡说着，但她的声音却是多了一点虚弱。七指柔自然知晓冰蓝星魂为何物，但都是姐妹相称，此刻她所有的感动都化为了一句话：谢谢宗主姐姐。喂，
你们退下吧，这里有我便好。白月说完后，木燕和迟烟先一步走出。七指柔本还想留下照顾姐姐，但拗不过白月，只好将姐姐放在了冰床上，不安地离开了。等众女皆离开之后，白月再次伸出银白小手，但手上的3个冰蓝光点都消失了。白月之所以在七指因心绪刚平复一些就让他昏睡，那是因为他手心的3个冰蓝光点都是他自己捏出来的。对，他自己也不知道林川的近况，因为他压根儿没想让他知晓林川替他取极品赤阳草这件事。但更让他诧异的是，他对林川的反应竟如此强烈，所以他才灵机一动，让自己的冰蓝星魂侵入他的大脑。否则若是让他发现了端倪，心绪只会更乱。妹妹啊，难道你的冰心融了吗？星陨圣灵藏龙谷，小燕带着林川和凤仪宁只花了2天不到时间，便来到了藏龙谷。啾！随着啾鸣声响起，赤炎圣眼焰徐徐落下，停在了谷口。林川捋了捋他的柔滑羽翼，轻声说着：“小燕，你也进谷吧，让我的师姐师妹都认识认识你。”是，主人。随后，林川破开楚清离的灵力禁制，缓步走了进去。二师姐，有人闯进来了。林一慌忙出声，神色极为紧张。当他望向楚清离时，却发现他的血颜一时生出惧意，好可怕的气息，修为至少高我一个大境界。林一一听楚清离的话，脸上惊色更甚，比二师姐还要高一个大境界，那得多强啊！二人对视几秒，眸光冷冷交织，眨眼间，花月剑已出现在楚清离手中，顿时花香扑鼻而来，剑光冷冽，似要饮血。楚清离冷冷出声：“林一师妹，躲我身后，若有机会，你立即离开，去找林川。”林一很用力地晃了晃小脑袋，但下一秒，林川的笑声传了进来：“哈哈，不错嘛，林一，我还以为你是个胆小鬼。”林一刚一听见是林川的笑声，绷紧的心一下子松了下来。但见林川如此调侃自己，他奶白的小脸一下子撅起，气鼓鼓地说着：“哼，我可不像你，将二师姐扔在这么久。”楚清离也瞬间收好了花月剑，眸光柔和起来，隐隐走到林川面前，细细打量了一会儿，嫣然一笑道：“拿到了。”林川点了点头，心眸同样极为温柔地凝视着他。劫四境2重了，暴龙前辈的灵力果然厉害，巩固完竟还能再升一个小境界。楚清离血手微微铺开，现出一个储物袋，递向了林川。这是？林川扶额，有些好奇地接过，灵石一扫，脸上瞬间溢出金色。近2000枚上等龙丹，你们是把整个藏龙谷都翻过来了吗？楚清离点了点头，都是小离的功劳。这是给我的。林川弱弱一问。我和林一都用不了这么高等的龙丹，但换成灵晶未免太浪费，所以都挑出来给你了。林川内心极为触动，但他也没推脱。如此，那便谢谢离儿了。话音刚落，赤炎圣眼焰和凤仪宁也缓步走了过来。凤师妹。凤仪宁峨眉微蹙，轻唤了一声：“楚师姐好。”相较于上次一副不爱搭理的样子，凤仪宁这回礼貌多了。楚清离略显诧异，冰眸转向林川，眼神中带着疑惑。林川尴尬一笑：“凤师姐与我半路偶遇，我们……”但没等他说完，凤仪宁因桃唇瓣就抢先道：“我现在是林川未婚妻，所以才跟着他一起来的。”他一边说着，一边就要去挽林川的手臂，但被林川一个疾步躲开了。凤仪宁话音刚落，林一和楚清离同时讶然地看向林川。林川现在很想将凤仪宁狠狠欺负一番，只见他尴尬一笑道：“这个是1-2句话说不清楚，等回宫再给你们解释。我现在要再去拜谢一下暴龙前辈。”随后他瞥了瞥赤炎圣眼焰：“小燕，你待会儿跟他们自我介绍一番，我这会儿有些事。”说完，他不想再等1秒钟，急忙转身离开。但离开之时，他瞪了瞪凤仪宁，传音道：“凤师姐，给我个面子，等时机到了，我会主动说出。”凤仪宁撇嘴一笑，幽怨地瞪了他一眼：“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就只是想炫耀一下。”林川。待林川走后，凤仪宁挪步进到二女身前，同时小燕也靠了过来：“二位仙子好，我是主人的坐骑赤炎圣眼焰，你们你可以唤我小燕。”赤炎圣眼焰轻声开口，很有礼貌地说着。楚清离曾了解过赤炎圣眼焰，古籍上记载说他们极为凶狠暴力，莫说坐骑，就是别人摸他一下，恐怕也会被列入食物对象。但眼前这只看上去竟是如此温顺。林一扯了扯楚清离衣襟，暗暗传音道：“二师姐，他好像就是那个很恐怖的存在。”楚清离应下：“他是极武境的修为，竟能收极武境玄兽当坐骑，想不到大色魔灵师兄竟然这么厉害。”楚清离没再回林一，冰眸凝向凤仪宁：“凤师妹，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他的确极为好奇，毕竟按关系上来说，他和林川也算是道侣关系了。虽说他不介意男子有个3妻4妾，但这先来后到
谁是姐姐，谁是妹妹，总得分清楚。凤仪宁没有急着回答他，而是取出了一枚赤焰环绕的丹药。凤回路转丹，这丹药给你，上回我在气头上呢，所以才那般对你说话。这枚丹药就当是赔礼了，还望楚师姐不要在意。楚清离愣在原地，上次他的确与凤仪宁闹了不愉快，但他只是单纯以为灵晶不够，如今看来，或许凤仪宁性子就是这般。楚清离摇了摇头，我不能白白拿你的，我用龙丹与你等价交换吧。说罢，他便要拿出100枚中等龙丹来，其价值远超50万灵晶了，甚至远超100万灵晶。凤仪宁轻摇琴手，我不要，其实这些丹药我都是当糖豆吃的，我还有好多，而且我的灵晶也多得花不完，楚师姐就收下吧，千万不要有负罪感。楚清离还是不愿，硬要赛龙丹给他。那好吧，我就拿1枚，剩下的你可以换成灵晶给林川，这样总行了吧。凤仪宁见他没有拒绝，便将手中凤回路转丹赛到了他的手心中。楚清离峨眉微蹙，你和林师弟到底什么关系？一旁的林一感觉到有瓜来了，赶忙凑过小脑袋。面对楚清离的再次发问，凤仪宁这回不答不行了。他脑海中浮现出林川方才委婉的警告，只见他支支吾吾着，就是比普通朋友好上一些些的朋友而已了。楚清离面色冷冽起来，眉睫依旧蹙起。那凤师妹方才所说的夫君。凤仪宁微微一笑，这个就让林川与你们说吧。林一却是忽然探出头，凤师姐，林师兄不会也对你做了很坏的事吧？也。林一的话让凤仪宁略显诧异，他含笑的俏颜收起，凤眸对上林一灵眸。难道林川对你做了很坏的事？林一先是没有反应，然后猛猛摇头，我说的不是抱抱。林一话音刚落，凤仪宁脑袋又偏向楚清离，楚师姐，林川是不是对你能如此问出，是他对楚清离太过于在意林川之事生出的疑虑。凤仪宁刚一问出，林一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好像又说错话了。他歉意地望向二师姐，但楚清离却是异常冷静，神情没有丝毫变化。不过我跟他算是阴差阳错吧，但我的确挺欣赏他的。楚清离声音柔和甜婉，落落大方，没有一点拘束模样。凤仪宁却是暗生醋意，内心一阵嘀咕，哼，我就知道他是色胚，不仅禽兽了自己大师姐，连二师姐也不放过。不过他先前保证过的，不能太无理取闹。虽说林川允许，但他也不能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以免降低林川对自己的好感。好一会儿，他缓和了情绪，楚师姐心地善良，温婉柔美，实为一位不错的道侣。哼，林川真是好运气。他压了好久，还是没压住，没好气地补了一句。楚清离却是柔婉一笑，凤师妹原来跟我五师妹云小棠一样俏皮可爱。的确，云小棠与凤仪宁某些方面上的确有些相似，娇俏可爱，玲珑动人。但云小棠可没有公主脾气，而且云小棠对林川是千依百顺，从不会生他气。林一本有些歉意的脸忽然发绿，娇哼一声，哼，我一定要告诉姐姐，她真的太过分了。楚清离扯过她，捧住她的香肩，还是先不要说的好，等时机到了，林师弟自己便会说与我们听的。他的这番话，林一倒是没什么感觉，但凤仪宁听上去却是有些刺痛，乱了心绪，愣在了那里。他为何如此迁就林川？而且说的话与林川传音我的竟然一模一样。林一似懂非懂，撅着小嘴道，好吧，我听二师姐的，但若是林川敢不去姐姐那里睡，我一定饶不了他。他说完后好像又意识到了什么，连忙补充道，还有也要去二师姐那里，否则我也饶不了他。楚清离美眸眯起，促狭道，林师妹，你好像打不过他哦，别到时候被他欺负了去。林一莹润小脸蛋瞬间红酥了一部分，很有底气地说着，我找姐姐一起揍他。楚清离淫笑出声，大师姐的性子可不会揍他，不过放心好了，林川会处理好这些的，我们要相信他。相信我什么？二女话音刚落，林川悠悠走了过来。楚清离甜婉一笑，好了。林川点了点头，目光刚从楚清离玉颊上移开，便撞上林一气鼓鼓的眼神。小姑娘此时正玉臂环胸，灵眸散发着彻骨寒意，像要将她冻成冰棍似的。林川比了比她的酥软，讥笑道，你应该向雪儿多取经，看上去都没啥质感。你，林川这一挑逗让他极为羞怒，只见他跺了跺脚，然后气冲冲的要对过来。楚清离淫笑着将他搂住，不让二人发生冲突。别跟他计较，他就是故意气你，想要看你笑话，千万不要生气，别让他得逞。林川淫笑着继续扫着小姑娘的绵软，又扫了扫楚清离的，还是梨儿的长得好。林一再也忍不住，用尽全力挣扎起来，想要猛猛捶林川一顿，但楚清离也是死死搂着他。不过他也冷冷横了林川一眼，不许再说。林川吃瘪了，没想到刚捂热的小娘子又向着外人，扎心啊。他摇了摇头，
眸光扫到了正在发愣的凤仪宁。罗布靠近之后，他抓了一把香脂软玉，凤师姐，你还有人在呢。凤仪宁回过神来，脸蛋染上一抹嫣红，幽怨地说着，你怎么忽然发起呆了？林川刚一问出，只见凤仪宁凤眸垂下，银白小手也紧紧攥在一起。我的性子是不是很招人厌？林川眼珠子转了几圈，怎么又说到这个了？他们都聊了什么？看来又要使出我的杀手锏了。在外人面前，你是公主，就算他们不喜欢你的性子，也要喜欢。而在我这儿，你依然是公主，我的小公主，你的所有性子我都会惯着，不必太在意别人目光。语罢，凤仪宁心情大好，只见她轻轻点脚，不，哼，你好会说，难怪可以将你宫的大师姐、二师姐一齐拿下。什么？林川正在了那儿，难道他们聊的就是这个？他不禁又扫了扫这3个女人，内心一阵嘀咕，看来以后还是少让这么多女人会在一块儿，弄不好都收不了场。林川支支吾吾，不想回他，我们得赶紧走了。凤师姐是要一起离开，还是等3月期满再走？凤仪宁一听要分开，眸光不舍，我留下吧，等快结束的时候，宗主会在入口接应我的。那行，你多保重，千万别冒险，若是可以待在藏龙谷就很好。林川肃声道。他本已转身，却又猛地回头，掏出一枚泛着幽蓝光芒的冰寒珠，塞进凤仪宁掌心。拿着它，我才能安心。凤仪宁没有拒绝，记住你答应我的事，我会等你的。放心，我林川说到做到。走了。林川道别凤仪宁，随后唤了一声楚清离和小冤家灵一，3人坐上了赤炎圣眼宴，飞向了入口处。片刻后，藏龙谷内就只剩凤仪宁一人，满谷的馥郁灵气正衬他的满心欢心。那我可要做回我的公主了。天蓝蓝，云白白，鸟唧唧，花盛开。噗嗤，林一毫不掩饰的轻笑出声，唱得好难听。林川不乐意了，我自唱自嗨，你不会捂着耳朵吗？林一翻了翻白眼，吐了吐香舌，我不。楚清离早已习惯，这2天来2人一直是这般拌嘴。林川瞪了林一眼，随后目光投向楚清离，离儿，你给评评，你就说好不好听。楚清离美眸流转，声音甜婉悠扬，好听。话音刚落，林川瞬间来了底气，我就说你这小丫头没啥品味。说罢，他还不忘冲林一扬了扬下巴，哼，你一口一个梨儿，二师姐不说好听才怪呢。林一幽怨的别过粉颊，气鼓鼓的说着，那要不要我也叫你依依？林川话语刚出，楚清离便知道林一待会儿又要吃亏了。依依，怎么样，甜吗？林川佯装期待的看着林一，轻语着。林一做出呕吐的表情，口吐芬芳。滚！林川倒也听话，真的滚了一圈。赤炎圣眼宴的宴杯很大，在3个人绰绰有余，但也很小。林川只滚了一圈，就落到了楚清离雪腻嫩滑的大腿上，芳香扑鼻而来。楚清离血躯微颤，怎么我吃亏了？林川还觉得不够，再翻了一点点头，翻了半圈。只见他猛地一吸，这下香多了。楚清离常年与花草打交道，故而总有花香绕身看得出来，林川也极为享受。林一却是冷骂道：坏呸！林川不以为意，悠悠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而且梨儿都没说什么，你个小丫头还管上了。林一说不过，又双着生气了。他娇颜盈目，愤愤道：我一定要姐姐好好教训教训你。楚清离抿唇一笑：林川，你说的那番绝妙机缘是什么？林川又将脑袋翻过来，但却把双手放在了脑后。双手也刚好抵在楚清离雪润大腿上，让他忍不住想要揉玩一把。楚清离似是看出了他的心思，一双柔仪禁锢住他的魔爪，不让他得逞。但他的手却成了替死鬼那玩意儿，能加速我们提升修为，等回宫后我去找你，一试便知。楚清离玉颊忽的转粉，娇乱着低声道：林一还在呢，他懂什么？我都没把他当人看。说罢，他特地瞟了瞟林一，只见他用极为冰冷且愤怒的眼神凝视着自己。林川轻斥道：你瞅啥？林一唇瓣开合，说了一大段话，但没有发出声音，然后将头偏了过去，封闭了听觉，不看也不听2人的话。林川读不懂唇语，但色胚他还是分辨出来了。楚清离嫣然一笑，若是大师姐知道了，一定会替林一师妹做主的。林川翘了翘腿，自信满满的说着：无妨，雪儿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对了，你的修为是不是因那番绝妙机缘而快速提升的？林川点点头，不过我找不到我的修点，卡在03境巅峰了。楚清离将他游走到小夫的手再次握住。我主修冰心诀，走的是冰修的路，宫内大多数长老也是和我一样的元素修点。入林之前，我多方借鉴过，所以我寻找起来颇为轻松。但你主修的功法有2种，甚至3种，
你的优点寻找起来定然不容易，所以不急于一时，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楚清离的温婉理解让林川极度舒适，虽说他知晓这是在安慰自己，但凤仪宁的话他也不会忘记。我回去找师尊了解了解，他是冰水双修，或许我能从师尊那儿寻到契机。说到师尊，他顿了一下。小燕，还有多久到入口？赤炎盛眼燕啾鸣一声，回主人，最多半天就能到。楚清离放开了他手，扶住他额头。你也不用太担心，有了极品赤阳草，二长老一定会没事的。林川低语一句，希望我回去的不迟。赤阳玄冰宫，阴雪阁，七指阴闺房。宗主，姐姐状况如何？七指柔语气尽显担忧，脸上也写满不安。宗主白月柔柔笑道：芷柔妹妹放心，只因她有我的冰蓝星魂守护，半个月内都不会有事。嗨嗨！白月话音刚落，便咳嗽几声，七指柔连忙靠了过来，幽声问道：宗主，你怎么了？无碍，只是维持冰蓝星魂消耗有些大而已。你去燕子妹妹那儿多取些聚灵丹药来，我尽量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七指柔应声，旋即冰芒乍闪，消失在了原地。差不多半刻钟后，七指柔回来了，而且还将大长老木燕一并带了过来。木燕赶忙将一枚储物戒指递给宗主。宗主，我将我珍藏的所有丹药都拿来了，你随便用，只要能稳住芷音妹妹就好。白月临时一扫，这么多丹药，甚至还有10几枚4品丹药，燕子妹妹你真是深藏不露啊。木燕却也不痛心，宗主就别打趣我了，目前稳住芷音妹妹最要紧，丹药啥的还可以再炼。白月知晓，此次木燕定是将全部家底都拿了出来。我可是无所不能的宗主，等此番事了，你去我的宝库里，灵草圣药随便挑，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换在以前，白月这话刚一说出，木燕恐怕就出现在他的宝库前了。但现在木燕却开心不起来，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低声呢喃着，也不知道林川取到极品赤阳草没有。七指柔自己安慰自己道：姐姐亲自选的弟子，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如今只剩10天了，芷柔，你去星陨圣林入口处守着，若有我宫弟子出来，我会提前告知你一声，如是他人，你且等着，但若是林川，立即带回。七指柔很想拒绝，因为他想每天都能看见姐姐，但宗主命令不可违，他只好应下。是。七指柔话音刚落，白月袖间忽现红光，刺目耀眼。只见白月冰颜泛喜，轻声道：我宫有弟子出来了。七指柔激动的要跳起来，肯定是林川。白月亦是俏颜泛喜，事不宜迟，你赶紧过去看看。白月将袖间红石取下，飞向了七指柔手心中。七指柔没有半分犹豫，冲出了闺房，倩影掠向星域圣灵方向。另一边，林川几人怔怔地望着出口，什么都做不了。他们已经处那儿半天了，使出了浑身解数。楚清离率先出声：我们好像出不去。林川这会儿却显得很冷静。宗主说过，能提前出去，我们且再等等。主人，要不让我试试？林川看上去虽不急，但赤炎圣眼焰和他可是有灵气的，他的情绪他是能感知到的。林川眸子转向他，淡淡道：这可是集3大宗主的封印之力，你虽也是集5境，但毕竟刚刚突破，而且就算强行突破，也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再等等吧。赤炎圣眼焰咕嘎一声，没再说什么。林川一人走到封印漩涡处，灵石大放，随后陷入了沉默。这封印中竟有60%都是对龙族的压制。他暗道不可思议，南部地区的古迹竟是专门防着中部地区的龙族修士。就在他沉思之际，封印漩涡徐徐转动，忽然一股巨大的灵压袭来，将林川震退了数米。楚清离见状，上前接住了林川，怎么回事？赤炎圣眼焰更是瞬间出现在几人面前，焰眼尖锐地幽视着转动的漩涡。林川捂着胸口，不知应是有人打开了封印。只见漩涡中心出现亮光，一抹冰蓝倩影破光而来。赤炎圣眼焰见他逼近着，眸中杀意涌现，退开，否则死。林川等人看清楚来人之后，皆面露微笑。林川淡淡道：小燕，自己人。林一惊呼着上前，盈盈一礼：四长老。七指柔冲他点了点头，然后身影瞬间掠至林川身前。宗主感应到我总有弟子要出来，特让我前来接你们。随后他话锋斗转，眸光悠悠道：极品赤阳草拿到没？林川定眸一笑，手中现出一株灼热无比的灵草，信不辱命。随后他笑意褪去，幽意涌现：我师尊如何了？极品赤阳草出现的瞬间，七指柔几乎要哭出来。他颤抖着说：姐姐现在由宗主守着，暂时无碍，只希望这株极品赤阳草能如我等所愿。语罢，七指柔抓住林川皓腕：走，先回宫，姐姐的毒越早解越好。林川却是反手握住了七指柔的冰冷柔仪：四长老，我们做他回宫更快。
随后，林川一个跃步将七指柔带上了小燕背上。楚清离和林一跟上之后，林川肃声道：“小燕，去赤阳玄冰宫。”启程后，七指柔才是开口道：“他是。”林川应道：“我的坐骑赤炎圣眼燕，四长老换他小燕就好。”坐骑。七指柔月眉微蹙，精致水润的脸蛋愕然地看着林川。极武境的玄兽坐骑，你如何做到的？林川淡淡一笑，这个说来话长，我长话短说吧，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我打赢了之后，他就与我签了灵契，差不多就这样。林川三言两语，七指柔却是目瞪口呆。林三境是如何打赢极武境修士的？而且他如今也只是劫四境九重而已，一个弟子竟已有了极武境的灵宠。赤阳玄冰宫怕是除了宗主，无人能治他了。不愧是姐姐亲选的弟子。修为竟也是到了灵三境巅峰。你真是妖孽。七指柔的眸中尽是对林川的诧异，如此进境神速，怕是用不了多久，连他也不敌他了。或许我们赤阳玄冰宫要出现首位男长老了。林川尴尬一笑，四长老说笑了，弟子不过得了些机缘而已，长老属实不敢当。七指柔轻点琴手，心性也不错，难怪姐姐如此看好你。说罢，他眸光转过，清离也劫四境了。楚清离上前温婉一礼，弟子跟着林师弟沾了些光，这才突破。楚清离说话之时，眸光有些闪躲，不敢正面对着七指柔目光。七指柔笑道：“清离也很不错，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厉害。我们本以为你应是刚好到劫四境，但没想到你竟是突破到了2重。”楚清离刚想回应，赤炎圣眼燕却是忽然开口：“主人，到了。”小燕话音刚落，一座冰山般的宫殿群映入众人眼帘。虽是夜晚，但冰宫的清寒瑰丽仍让人眼前一亮。没等赤炎圣眼燕落下，七指柔就要带着林川掠下。我们先去阴雪阁，小燕，你待会儿就待在二师姐那儿就好。林川吩咐一声后，便跟着七指柔去了阴雪阁。主母，您住哪儿？林川走后，自然是楚清离这个主母最大。主母，你为何如此唤我？楚清离疑惑出声。小燕嘎了一声，主人身上有你的元婴气息，对我来说，这并不难看出。小燕说出原因后，楚清离脸上的疑惑褪去，但生出了一丝慌乱。只见他低声轻语着：“这么说，方才四长老也看出来了。”林一这时也靠了过来：“二师姐不用担心，姐姐和大瑟、林师兄也被好多长老知道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女生初次经历这些，总有些不知所措，都是正常的。显然楚清离也是这般。那我先将你带到大师姐那儿吧。您会先去见她吧？”楚清离轻声问道。林一甜婉一笑：“我就是这么想的，谢谢二师姐。”随后，楚清离指向了雪医院的位置，赤炎圣眼燕羽翅一震，眨眼间便出现在雪医院前。姐姐，尚未落下，林一空灵婉转的声音就已喊出。雪医院中，苏一雪正盘膝坐在冰浴床上修炼，周身萦绕着细密的冰雾。听到林一的喊声，他指尖微动，冰雾骤然收敛，化作点点寒星没入掌心。依，他轻唤一声，冰蓝白裙扫过冰床，旋即起身推门而出。姐姐，门刚一推开，林一便蹦跳着扑进了他怀中。想我没有？苏一雪没有一丝犹豫，点了点头。当然想，姐姐都快3个月没见到依依了。楚清离这时也跟了上来：“大师姐，你们怎么提前回来了？林川呢？”苏一雪望了望二女，又扫了扫周围，但却是没有看到林川。他还没出来吗？林一在他怀中蹭了蹭，娇哼一声：“我看姐姐才没有想我，想的全是林师兄那个大色狼。”苏一雪甜腻一笑，摸了摸林一的小脑袋瓜子：“怎么会？姐姐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林一忽的抬眸，灵眸圆瞪：“哼，姐姐，你都跟大色狼一样油嘴滑舌了。”虽是这般说着，但林一却也是内心愉悦。楚清离温婉一笑：“大师姐，林川师弟并无事，他被你师尊带到二长老那儿去了。”苏一雪闻言，嘴角微微上扬：“多谢二师妹相告。”咦？苏一雪听到林川安全的消息后，才是好好打量了楚清离一番。恭喜二师妹成功进入劫四境。楚清离莞尔一笑：“多谢大师姐，其实这还是林师弟的功劳，若没有他，我根本没法获得那般机缘。”这时，林一从苏一雪怀中摸了出来，他翻了翻储物戒指，从中取出几个储物袋，塞到了苏一雪手心。“姐姐，这些是龙丹，你留着修炼用，一定比平时的修炼更好。”苏一雪忽现一色，徐徐打开其中一个储物袋，然后是一脸惊色：“这么多龙丹！”随后他又看了看另外几个储物袋，琴手转向小林一：“这些也是吗？”林一很用力的点了点头：“你们这是端了一座龙窝吧？这些龙丹加起来都快上万枚了。”苏一雪雪颜满是亚色，拿着储物袋的手都有些颤抖。
林一却是俏皮一笑，嘻嘻，其实我们就是挖了一些龙尸而已，对付龙族我们可没有那实力。随后林一详细解释了龙丹的由来，苏一雪全程瞠目结舌地听着，但林一刻意舍去了暴龙哥哥为楚清离和林川提升修为那段。二师姐人好好，明明他出力最多，还偏要分我一半龙丹，但我用不上，就只能给姐姐了。话音刚落，林一又撅着嘴道：对了，姐姐千万不能给大色魔，他也有一份的。苏一雪轻点琴手道：依依，你今晚就在我这儿吧，不用回你的闺院了，我顺便帮你巩固一下这几月的收获。随后他转向楚清离，清离，这段时间多谢你对林川的照顾，他没对你使坏吧？楚清离稍稍别过玉颊，眼神闪躲起来。没，林师弟人很好，而且说起来还是林师弟对我帮助更多，还救过我。林一知晓许多，看着二师姐的慌乱模样，在一边无声淫笑着。片刻后，他挪步进到二师姐身前，二师姐，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然后他凑到楚清离耳边，用只有他二人可以听见的声音说着：二师姐，你再不走就要被姐姐问出来了。楚清离耳尖瞬间发红，娇乱一声：我的确有些累了，就先回院了，大师姐有空一定来找我玩。楚清离走后，苏一雪柔美的瞪着含笑的林一，有什么事连我都不能说的？林一粉颊侧过，秘密。苏一雪稍稍撇过脸，轻哼一声，露出一副极为清冷的样子。林一见状，赶忙过来挽住姐姐的手：姐姐别生气，其实这个秘密姐姐迟早会知道的哦。苏一雪捏了捏林一的小摇鼻，今晚不许睡，给我狠狠练。林川做出一副很无助的表情，但眸中却是对林川的不满，都怪那个色胚，害我还被姐姐罚。阴雪阁七指柔闺房，宗主姐姐，极品赤阳草送来了。七指柔倩影略至，匆匆道。七指柔在刚要回宫时，就已传音白月林川取得极品赤阳草一事。白月也早已让木燕准备好了一切，万事俱备，只差主要极品赤阳草就能开始驱毒了。宗主，师尊他虽说冰床上躺的是他师尊，但他也没有一点僭越，老实的站在他们后面，忧心问着。白月淡淡笑道：你师尊暂无大碍，你这次做得很不错，等此件事了，我带你去我的宝库，宝物任你挑。宗主的宝库本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但林川此刻却高兴不起来。多谢宗主，但还请宗主和大长老一定要将师尊寒毒驱散。语罢，林川手心中乍现一株炙热灵草，浑身赤红，自带微弱灵压。木燕冰眸凝向他，放心，我们可是很好的姐妹。随后木燕从林川手中接过极品赤阳草，细细打量一会儿后，眸光忽地亮了起来。这株极品赤阳草品相极好，可以说是极品中的极品，而且他似乎还受过草灵的洗涤。林川上前一步，愕然道：大长老不愧是炼丹奇才，只是稍一查探便能看出虚实。他的确受过草灵洗涤，而且几乎是每天都在经历洗涤。木燕盈盈一笑，七指柔闻言大喜，如此姐姐的寒毒驱散几率又大了几分。片刻后，木燕笑意收回：宗主姐姐，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开始吧。白月应声道：林川、芷柔妹妹，你们先退下吧，我们这边开始了。对了，芷柔妹妹，此次驱毒我与燕子妹妹估算过，少则1月，多则数月，这期间赤阳玄冰宫就交给你和迟烟妹妹了。七指柔雪眸从姐姐身上移开，轻点琴手：宗主安心救治姐姐就好，外面的事放心交给我和迟烟妹妹就好。林川，我们走吧。说罢，他便要拉着林川离开。林川却没有急着走，而是缓缓出声：宗主、大长老，师尊驱毒成功率几何？白月没有立即回应，木燕亦是月眉沉下。能过半吗？林川再次问道。二女还是没有出声。我懂了。林川问完后便默然离开了。林川天赋极好，若是他早些入宫，如今炎阳术至少也是5重，5重炎阳术就算是解冰晶寒毒也不是不能一试啊。林川离开后，白月感慨说着，七指柔却护着说道：林川其实已经很尽力了，他一个03境修士，能从劫4境巅峰玄兽手中拿到这极品赤阳草已是极为不易，况且他入宫不满1年，能将炎阳术炼至第4重也算是妖孽了。木燕嫣然一笑，所以我才要让他也当我的弟子嘛，我就喜欢教天才，我一定要将芷柔妹妹的寒毒驱散，然后再跟她好好谈一次。那姐姐便拜托宗主和大长老了，我也走了。语罢，七指柔也忧心忡忡地离开了。阴雪阁外，夜色笼罩下的冰宫清冷而璀璨，月光掠过枝桠，贴到林川身上。林川在冰宫内徐徐走着，师尊那边近期应是不会有结果，我的炎阳术最好能够到第5重的门槛。随后他灵石四散，林一怎么也在雪儿那儿？真是不懂事，看来只能换个地方了。5师姐那儿，2师姐那儿，好难选啊，
若是都在一起就好了。夜色静谧，林川在清幽小径上徘徊着，很是纠结。先去五师姐那儿验证一件事吧。林川抿了抿唇，随后走向云小堂闺院。林川踏着月光行至云小堂闺院外，远远便听见一缕清乐笛音潺潺流出，如冰泉数十，又如细雪落梅。林三竟6中了，看来五师姐也很努力啊。林川透过窗户看着那抹芊芊身影，喃喃一句。云小堂如今修为远不及林川，林川只需稍稍压一下灵石，便能神不知鬼不觉摸进去。这不，没一会儿，林川便摸到了云小堂身后，而他甚至都没有半点察觉。只见林川淫邪一笑，左手遮住云小堂的双眸，右手嘛，则是放在了一座绵软玉峰处。林川的手刚一触碰到少女的玉躯，他就触电般的松开了手中的金银竹笛。三师姐，云小堂轻柔出声，也没有急着推开林川魔掌。三师姐柳如烟经常这般跟他开玩笑，猜他无可厚非。林川未语，只是忽然用力揉捏了一下。三师姐，你变坏了。云小堂娇软一声，随后银白小手附在林川放在他绵软的上的那只手。不是三师姐，三师姐的手感他早已熟透，冰凉冰凉的，而方才所处温度分明比柳如烟的高了许多，而且还有若有若无的灼感。察觉到不对劲，他猛地想要运转冰心诀挣脱，但林川却是忽地松开了他，任由他转身。林川看见身前之人是林川，掌心刚凝起的一点寒芒瞬间又没入掌心，然后他的白皙小手攥成一个粉嫩的小拳头，很用力地挥向林川的胸口。林川也没有躲开，任由他在自己心口乱捶。好一会儿，他软倒在林川怀中，玉手轻轻放在他的心口，再次启唇。你怎么提前出来了？不是还有10天吗？林川微微笑道。想你了就出来了。哼，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不正经。幽怨一声后，他打量了林川一阵。哎，你的修为都比我高了哎。得了些机缘。林川搂住他的纤细腰肢，轻声道。五师姐信不信，不出7天，我就能让你和我一样的修为。7天？不可能，我才没有那么厉害。而且我早都被你做了坏事了，没有那般效果的。云小堂显然会错意了。林川贴近他耳畔，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先试试这个，我将它炼化了，然后输送进你的灵脉中，你看看是否能吸收。谈笑间，林川手中忽现一枚上等龙丹，这是一枚战龙龙丹，其保存程度极为完美。龙丹，我怎能吸收？寻常兽丹是任何修士都能吸收的，但龙丹必须是有龙族血脉，或是沾染了一些龙族血脉的修士方能吸收。林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楚清离和凤仪宁那儿都得到了证实，他想再确定一些。你先盘膝坐好，我将灵力输送给你，你试试尽力吸收。云小堂茫然地望着他，将信将疑地盘膝坐下。凝神，这战龙丹中的灵力极为暴力，若有不适，我立即停止。语罢，林川掌间凝出一缕缕炎阳真火，轻轻按在云小堂后心。战龙丹悬浮在林川胸前，在炎阳真火的炙烤下化作乌金色灵力，顺着林川手臂一点点流进云小堂体内。云小堂浑身一颤，只觉一股灼热洪流流入灵海，这灵力分明比平时吸收的寒冰灵力浓郁了数十倍不止。但他也更为暴躁，云小堂小手攥紧裙角，脸色发白，香汗直冒。林川眉睫微微蹙起，脸上闪现一丝疑惑，低喃着：难道五师姐体内没有龙息？话音刚落，林川便要停止灵力的输送，但就在这时，一股层次很高的气息现出，云小堂的脸蛋也恢复红润，灵力输送的阻滞大大减少。林川，我好像能吸收了。云小堂唇瓣轻轻开合，声音里夹杂着兴奋与喜悦。林川顺势将他的手握住，让臂间龙纹显现出来。果然，龙纹有感应。林川舒展心眉，唇角微微勾起。五师姐，你看看能吸收多少？多少我这儿都有。云小堂轻点琴手，也不管自己的玉润小手在林川掌心冒汗，肆意的吸收着。快灵3境7中了，这才刚刚好1颗，效果真好。林川面容带笑的说着。听云小堂灵海气息翻涌数十息，忽然间周身腾起细碎冰棱，在屋内折射出冰蓝寒光。林川赶忙再取出1颗龙丹，迅速将其炼化，然后将其中灵力尽数输送给云小堂。半个时辰后，云小堂真正突破至灵3境7重。本是盘膝的他，灵眸缓缓睁开，无瑕的脸儿布满娇艳的红霞。他痴痴地望着身前之人，不到2个时辰，我竟是突破了一个小境界。林川，你太厉害了。五师姐可感知到了体内的异样？云小堂娇颜略显疑惑。好像是有一些不一样，我感觉到有一抹很奇怪的气息，帮我转化了龙丹中的灵力。那就对了，那玩意儿是龙息。林川笑道。云小堂瞠目，阿里，龙息？可是我并不是龙族修士啊。林川看着他，未语，但一脸淫笑。难道是？这时
就算云小棠不大聪明，也知晓了是因为林川的缘故。怪不得我也能吸收龙丹，原来是林师弟的功劳。哼！林川撇了撇嘴，武师姐难道还不乐意？只见云小棠别过玉颊，鼓了鼓香腮，我可没机会说不愿意。你从来都是先欺负了再说。话音落下，他又转过琴手，幽怨地看着林川。林川岔开这个床上的话题，道：“2枚龙丹就让师姐你突破一个小境界，看来根本要不了7天，师姐就能晋级03境巅峰啊。”云小棠摇了摇头，我感觉我能突破一个小境界已是极限了，再多就吸收不了了。我又不是只有这一个法子助你突破，刚才不过是验证我的猜想而已，算是小试牛刀，接下来才是正题。语罢，林川便起身，淫笑着逼近云小棠。武师姐，我馋好久了。林川进到云小棠身前，低声道。云小棠娇怨一声，哼，又要对我做坏事，待会儿武师姐就知道了，这可不是坏事。林川将盘膝坐着的云小棠公主般的抱着，然后挪步走向她的2米宽的软榻。云小棠玉手扶着林川的胸膛，能感受到他的心跳极快，这也让他的脸蛋渐渐染上粉霞。大师姐那儿，你先去了没？云小棠忽的慌乱出声，娇美灵秀的脸颊紧紧埋在林川怀中。雪儿那儿有人，不方便去。随后他嗔怪道：“武师姐这是觉得雪儿是姐姐，应该先去她那儿。”谁知云小棠却是掐了他一把：“才不是，我只是觉得大师姐那么想你，你应该先去她。”云小棠话未说完，便被林川附住了丁香朱唇。随后他轻轻将她放在软榻上，春宵一刻值千金，难不成武师姐要将我赶走吗？云小棠这会儿却是露齿一笑，杏眸风情万种，莹润小手轻轻环住林川脖颈，梦一般语无伦次地吐着软语：“林川师弟，今晚是我的，你就算想要走都不能走。”面对云小棠忽然间的霸道，林川不禁面露愕然，但沉思一瞬后又觉得合情合理，肯定是因为天天和3师姐在一起学坏了，不过倒是学到了几分3师姐的魅意。林川直勾勾地锁着颇为娇小的酥软，然后一脸埋了进去。云小棠娇吟一声，这让林川心口躁动，他的手徐徐游移起来。你……云小棠想要挣扎，但转念一想，好像自己早已身心交付，最终也只是很轻的推搡。林川见状更肆意了，脑子也更热了，最终他的手停在了某处。武师姐，你有些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前边不如大师姐他们，但后边好像一点也不输他们。林川温热的吐息不断打在云小棠的心口处，他的玉颊也早已由粉色完全转为绯红。坏林川，你还不如直接欺负我的好，你这样我好难受。林川抬眸嘿嘿一笑，好啊。随后他起身唤出一尊巨鼎，正是五寿星月鼎。五寿星月鼎顶口处星光暗淡，鼎身则月光铮亮，而且窗外射进来的月光竟直接被他吸收了。在回宫之前，林川临时查看过他，鼎内有一个独立空间，大约有100个赤阳玄冰宫大小。武师姐，我们去里面吧。这时云小棠瞳孔骤缩，只觉一股古朴而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压得他灵脉微微震颤。它名为五寿星月鼎，具体由来等完事了再告知你。随后林川将巨鼎缩小到只有拳头大小，手指一点，下一刻2人身影被鼎身光芒吞没，在睁眼时已置身于鼎内空间。好奇怪的地方！云小棠惊呼出声，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广袤的荒原，一望无际。东边天际是一条断裂的青色山脉，宛如巨龙的脊梁早已崩塌。西方地平线尽头，一片白骨皑皑的荒原上，巨大的虎牙岩硕然挺立着，每根岩石都刻着斑驳的爪痕。南方天际则笼罩着暗红云层，一座熄灭的火山突兀而立，岩浆凝固成狰狞的血色纹路，山脚下散落着焦黑的朱雀羽毛。北方是一片冰封的湖泊，湖面倒映着破碎的玄武龟甲，那只曾背负山岳的神龟，如今龟甲裂成数块残片，沉入了湖底正中央的丘陵上。一座残破的麒麟台巍然耸立，但台基上的瑞兽浮雕早已模糊不清，唯有台顶那枚断裂的菱角还在散发着微弱的祥瑞之光。林川也是首次进入，虽早有预感，但真实见到仍有些动容。五角上的五神兽皆已陨落，但他们也或多或少的在这鼎里留下了痕迹。林川临时散开，叹息着巡视了一番，目光最后锁定在一处小湖上。五师姐，去那儿。林川指着不远处的小湖道，急速掠去。小湖刚好挨着正中央的丘陵，但已不是月亮形状了。不过远远观去，其上仍有灵雾氤氲升腾。云小棠根本不知林川在搞什么，但他还是很听话的跟着过去了。不一会儿，林川便现身到小湖边。虽然少了一半，但却没什么不一样，就是样子没有先前好看了。语罢，林川手掌翻动，天龙血剑横在手中，他忽地跃上空中，天龙血剑对着小湖划出一道道冷冽血光。剑光所过之处，湖水不觉流动起来，
沿着他勾勒的轨迹重新塑形。云小棠瞪大双眼，只见原本不规则的湖面逐渐凝出月牙轮廓。片刻后，小湖完全塑形，赫然是月湖的缩小版半月湖。林川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样看着舒服多了。旋即他褪去所有衣物，扑通一声，任由自己落入半月湖中。云小棠一脸茫然地站在湖边，好一会儿，林川才是冒出一颗头：“吴师姐，快脱掉下来。”云小棠却扭捏起来，银白小手轻放在衣带上，迟迟没有去解开。许久，他娇软一声：“在湖里吗？”林川促狭一笑：“当然。”云小棠能感受到湖水中浓郁的灵力，但却不知是星月灵力。又过了好一会儿，林川见云小棠还是没有动作，于是他便游了过来。好慢！一声轻斥，林川一丝不挂地走到云小棠面前，伸手就要去解她的衣扣。云小棠虽是见过，但此刻还是捂着红扑扑的小脸蛋，不敢正面看他。林川却是一点不温柔地解开了衣扣，然后撕开了衣带。当大片银白血肌呈现在林川眼中时，他只是浅浅一笑，然后目光锁定在云小棠娇小的绵软上，魔爪也顺势游上，指尖点起一点火星，烧断了最后的衣带。呜，你又这样！云小棠紧手低到酥软处，幽怨一声：“还不是师姐不听话，非要我上来。”没一会儿，林川便横抱着云小棠往湖中心走去。“你温柔些。”林川咧了咧嘴，淡淡一笑：“五师姐如此诱人，我如何能自控？”云小棠琴手埋在他怀中，娇乱说着：“起码不能像之前那样。”林川疑惑问道：“哪样？就是变来变去那种？这是谁说出来的？”五师姐本是心性极为单纯的一个小萝莉，根本不懂这些。大师姐说的。应是不会，那就一定是三师姐。一想到这儿，林川就有了直面柳如烟的冲动。好，那我变些新的。林川狡黠一笑，继续道：“待会儿五师姐可要好好按我说的做，这里的灵力可不简单。”语罢，林川直接放倒了云小棠。湖面如床面，人也不下沉。一个时辰后，云小棠软软起身，然后又盘膝坐下，柔语一声：“林川，这灵力好像和平时见到的不一样哎。”林川心眸睁开，这是星月灵力，其效果是寻常灵力的数10倍。你抓紧吸收，我可还没过瘾。云小棠白了他一眼，明明都欺负这么久了。林川抿了抿唇，嘿嘿道：“起码得1夜。好了，星月灵力存留时间有限，抓紧吸收。”云小棠挑眉道：“知道了。”语罢，他还冲林川吐了吐香舌。林川却是不惯着，上前一步，轻轻捧住他的琴手，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咬住他的丁香软舌。云小棠很用力的一锤，林川才是淫笑着松口。你坏！林川一脸无辜，我很轻的，几乎没用力。云小棠粉嫩玉手揉着眼睛，也不知道真哭假哭。但无论真假，林川都受不了这妇哭娇娇的模样。对不起，五师姐，下次我不会乱来了，我让你咬回来如何？云小棠透过手缝望着无比自责的林川，却是扑哧一笑：“嘻嘻，你真不经斗。”林川，好了，我这就吸收，但你刚才的话可要算数，等吸收完我可是要兑现的。行，依你便是，我帮你护法。二人这次没再开玩笑，云小棠开始认真吸收起来。星月灵力包裹着她的一整个娇躯，从酥腻润足到柔顺发丝，皆有半透明的灵气照着。林川则是在旁聚集星月灵力，并牵引至他身边。刚过去片刻，云小棠的周身便已围来了冰灵，竟有足足13只冰灵。看来五师姐真正将星月灵力转化为自身灵力了。如此景象，就算是冰宫长老也不能做到。林川很满意的点了点头，旋即加快了灵力输送。灵力输送的加快，云小棠果然吸引来更多的冰灵，已由原来的13只陡然增至20只。冰灵乃是冰属性灵气的具象化灵体，可加速灵力提纯以及灵脉的淬炼，对冰属性修士的修炼大有裨益。但随着冰灵的增加，云小棠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额间也已附上一层薄薄的汗珠。云小棠玉手紧紧攥着裙摆，她咬着下唇，努力压制着体内那翻涌的灵力。半晌，她才缓过劲儿来，虚弱的开口道：“林川，这冰灵多了之后，灵力冲撞的厉害，我快有些受不住了。”林川见状，速度稍稍降了些，尽量控制在云小棠可承受范围内。这下好多了。云小棠轻语一声，深呼一口气，小脸蛋恢复娇润。约莫半个时辰后，云小棠已完全将第一次分离出的星月灵力转化为自身灵力，修为也来到了03境7重中阶。他缓缓睁开灵眸，欲言战笑，小酒窝也凸显了来。好厉害的灵力，林川，我能感觉到，最多再吸收2次就能突破了。林川左手抵着下颌，右手抱着胸口，围着云小棠打量了一圈。你在看什么？
林川贼眉鼠眼般的目光，让云小棠不禁将玉手拢在了苏胸前。林川收回目光，一本正经地说道：“我在帮师姐检查是否有长大的地方，不是在帮师姐检查是否有不对的地方。”云小棠气鼓鼓地望着他，娇斥一声：“胡说！你的眼神明明就只盯着某些地方，坏死了都。”“对啊，我不仅在看，我还要摸。”林川再次欺身逼近，唇瓣开合，再有2次就能突破是吧，五师姐？云小棠却忽然低下了琴手，眸光躲闪，没有言语。林川嘴角勾起一抹弧度，然后顺势躺在了水面上。“五师姐，上来！”云小棠瞬间羞红了脸，以前林川可没有让她再上，都是他强势的要求她。但这忽然的变动让这位绝代少女的芳心颤乱起来。林川早已闭眸，双手枕着后脑勺，直挺挺地躺在那儿。云小棠轻盈地向前一步，嫩滑雪足轻轻划过林川小腿，玉躯也微微曲起她的主动，让林川掠起一抹若有若无的浅笑，随后沉浸其中。翌日清晨，初升红霞泼洒进云小棠闺房中，将屋内的软榻染成了暖橘色。林川悠悠转醒，轻轻移开了怀中温软的娇躯，然后十分舒畅地伸了个懒腰。昨夜云小棠突破至8重后，说什么也不要再吸收了，林川便也就此收手，回到了闺房内。03进修士一夜连破2重小境界，传出去就是头条。“五师姐！”林川轻声唤道，指尖轻轻拨弄着她的青丝。云小棠嘤咛一声，睫毛颤动着睁开眼，眸中还带着未退的水雾。“五师姐，晚些时候再陪你修炼了。我……”云小棠轻捂住林川唇瓣：“你要去找大师姐是吧？”林川点了点头：“雪儿那儿再不去，怕是要生我气了。”噗嗤，云小棠挑眉一笑，然后扯开被子，从床边的木台上拿来一只香囊：“你将这个带给大师姐，这是她让我做的。”林川接过香囊，放鼻尖用力一嗅，没香。云小棠轻点琴手，果然很适合雪儿，冷眉疏影，清傲孤绝。收拾一番后，林川最后揉捏了一把香脂软玉，才是走出了云小棠的闺院。出来后，他散出一抹灵石，头像的位置赫然是雪医院。灵医还在。林川手中把玩着香囊，微笑着朝雪医院走去。“咦，夏月姐，你看那是林川师兄吗？”林川行至一座练武场，场上有2抹正在比试剑招的倩影，但在另一位名为冬雪的女子看见林川时，比试停了下来。能出现在我宫的男弟子，除了林师兄，还能有谁？夏月一身淡黄色锦装，身段匀称，但她的一双玉润美腿却是极为修长，显得她的气质非凡。她修为虽是真2境巅峰，但谈吐却有着03境的底气。哇，这么说真的是林川师兄哎！听3师姐说，他可是3宗大比夺冠的第2大功臣，仅次于大师姐。夏月冷哼一声，但我听说林师兄是跟着昆仑殿的一位师姐，才能得到那般多积分。冬雪摇了摇头，林师兄当时可是凭借着真2境冲进决赛的，一定有硬实力。傻白甜！夏月娇骂一声，你可别被男人给骗了去。冬雪嫣然一笑，放心啦，夏月姐，宫里可就只有林川师兄一男子，林师兄人很好的。就在这时，林川的目光投了过来，冬雪则是瞬间撇开眸光，而夏月却是正面迎上林川目光。“林师兄好！”夏月不卑不亢的一句问候，林川先是一愣，然后微笑着点了点头。不知2位师妹如何称呼？夏月盈盈一礼：“我是夏月，这是我师妹冬雪。”冬雪这才转向林川，有些紧张的打了个招呼：“林师兄好。”林川盯着2人持剑的手看了一会儿，喃喃道：“果然，修炼冰心诀的女子几乎都会有被寒毒侵扰的可能性。2位师妹，能否把手伸出来？”林川试探性的疑问。夏月倒是不拘束，毫不客气地将左手伸了出来。当冬雪也要伸手时，夏月却是拦住了他，传音道：“冬雪师妹，先让我试试，看看她想搞什么鬼。”冬雪随后悻悻地将白皙小手抽了回去，目光怔怔地锁定在她的莹润小手上。林川见状，不禁内心称赞，这夏月师妹倒是谨慎，日后定是长老之姿。那好，接下来几时息可能会有点疼，但还请夏月师姐忍过去。林川轻声说着，随后指尖旋起一抹炎阳真火。去！随着林川的低喝声响起，他指尖的炎阳真火迅即顺过夏月的手心，然后直入灵海。刚过去几息，夏月的冷艳脸蛋便有些苍白起来，被刘海遮住的香额也有汗珠滚落。冬雪见夏月这副痛苦模样，连忙上前焦急道：“林师兄，夏月姐这是怎么了？”林川不急不缓地输送着炎阳真火，如今他的炎阳术已然突破第4重，给真2境修士驱散寒毒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夏月这还不算是真正的寒毒，只能说是寒毒最弱的初期。放心，他无事。此刻我的炎阳真火正在不断灼烧他的16条灵脉，尽量将未来的寒毒隐患消灭在初期。林川细细解释着，
而且我的真火还有可能帮他打通一些灵脉。啊，原来这就是炎阳术，好厉害！冬雪眸中的担忧散去，崇拜地望着林川。待会儿林师兄能不能也帮帮我？林川点了点头，自然可以。林川是宗门唯一男弟子，为宗门减少寒毒侵扰本就是他的一部分责任，而且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炎阳术的施展是能受到寒毒刺激的，在这种刺激下，炎阳术不仅能得到巩固，还能让修士领悟到更高层次的炎阳术。再者，抛开宗门责任和修炼，为仙子师妹驱散寒毒何尝不是一种享受？一想到这儿，林川不禁加快了一些炎阳真火的输送速度。果然，正如林川所料，夏月几乎全身都附上了薄薄的汗珠。在汗珠的加持下，夏月的锦衣紧紧贴在雪嫩冰肌上，尤其是那对玉润饱满，更是被勒得鼓胀满意。但林川却能做到波澜不惊了，因为比这更壮观的他也是见过的。夏月猛地睁开眼，痛苦呻吟一声，胸脯开始剧烈起伏。林川低语一声，通灵脉了。随后他再次加快了输送速度。只见夏月极其痛苦地嘶吼起来，但他却也没有一点要放弃的意思，相反，他还从原来的一只手接收真火，变成了两只手一起接火。林川展眸一笑，夏月师妹坚持不住了，说一声，越是挑战极限，获益越大。差不多过了1刻钟，夏月终于坚持不住了，柔夷连带着娇躯无力地垂落下去。林川见状，立刻撤去真火，长臂一伸，将软倒的夏月捞入怀中。一旁的冬雪瞳孔骤然放大，但他却是娇娇一笑，内心泛起涟漪。哼，夏月姐还说我会被骗，没想到却是自己先被林师兄占便宜了。不过看上去被林师兄接住，倒也算合情合理。林师兄，快放开我！感受到林川炙热的胸膛，夏月美眸忽地睁开，但眼眉间的疲态仍在。林川没有很着急放下她，而是轻声问道：“师妹感觉如何？”夏月不知是累了还是怎地，也没有去管自己是否还在林川怀中，柔声道：“多谢林师兄。”夏月感觉自己的灵脉尽数被疏通了，而且还额外打通了3条灵脉。3条？哇，林师兄好厉害！冬雪一脸亚瑟地看过来，目光直勾勾锁着林川怀中的夏月。夏月再次反应过来，慌忙挣脱林川，晃到了冬雪怀中。冬雪盈盈一笑，贴在夏月耳畔轻轻吐息：“歇，夏月姐，林师兄怀里暖和吗？”夏月，我也要林师兄帮我淬洗灵脉。夏月姐先靠在这儿哦，我应该很快的。语罢，冬雪也做出和夏月一样的动作，任由林川输送炎阳真火，但他却只能承受输送给夏月真火速度的一半。不过完事之后，他还是很开心。我竟然打通了2条灵脉，谢谢林师兄。林川淡淡一笑：“不必，小事而已。你的状态比夏月师妹好很多，夏月师妹几乎到极限了，就由你将她送回归院吧，我就先走了。”林师兄慢走哦，有空常帮我啊。冬雪喊出最后一句时，林川早已远去。好了，别忘了，林师兄都走远了。夏月没好气的一句：“你的眼睛都快长到林师兄身上了。”冬雪琴手转向他：“怎么样，夏月姐，我就说林师兄是自己的硬实力吧，他的炎阳术可是第4重了哎，而且他才入门不到1年，修为竟是灵3境巅峰。林川刚入门时不过玄一境，而如今竟是灵3境巅峰，妥妥的怪胎妖孽。”夏月玉颊微现慌乱，是有一点点，但他占了我便宜，还不是师姐逞强，以后师姐可要注意了哦，以后别被男弟子给骗了去。夏月轻斥一声：“好你个血丫头，还敢说我了，罚你背我回去。”冬雪做出略的嘴势，但还是很听话的背上了他。另一边，林川已然摸到了雪医院，尚未入院便已大声喊出：“雪儿，雪儿！”